大周皇朝东宫寝殿内，大红的喜字挂在寝殿，到处都是。奢华的龙床之上躺着2个人，一个身穿黄色蟒袍的俊俏男人，一个身穿大红凤袍的绝美女人。2人躺在一起，痛，头好痛，我这是在哪里？萧晨以手扶额，拼命地睁开眼睛，头上针刺一样的疼痛感一波一波袭来，让他俊逸的脸颊略微扭曲。萧晨睁开眼睛看向四周，机灵灵打了一个激灵，到处红色闯入他的眼中。他猛然坐起，转头看向周围环境，发现周围都是古装剧才有的东西，仿古的紫金雕龙大床，仿古的桌椅屏风，大红的棉被和到处红妆的装扮。他露出震惊神色，这是怎么情况？我这是在哪个古装剧的取景地？英宁。突然一股潮水一样的记忆奔涌而来。神武天下，大周皇朝，九龙夺嫡，九皇子萧晨，太子晏婴，醉酒，我穿越了，成了大前王朝九皇子萧晨。萧晨愣住了，他不住在脑袋之中翻看前世的记忆。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个世界属于架空世界，由3座天下组成：乌蛮天下、万妖天下、神武天下。乌蛮修炼巫术，万妖修炼妖术，神武天下就是他们所在的这片大陆，修炼武道。武道强者飞天遁地，移山填海不在话下。他萧晨就是神武天下最大皇朝大周皇朝纨绔九皇子，家父大周明景帝萧庭，母亲后宫最受宠爱的妃嫔姚妃，舅舅是大周南境军神叶庭渊，手握30万铁浮屠军。可就这么良好的基因情况下，他作为大周九皇子竟然毫无修炼天赋，16岁了还是在第一境断血境3重蹉跎。因为太子萧明大宴群臣，从而接到太子教令进宫参加宴饮，却因为在宴饮之上多喝了2杯就醉死过去。这种情况下，萧晨才穿越过来。没想到我竟然是这种显赫的身世，这一世发达了。消化完前世的记忆之后，萧晨露出一脸兴奋神色。要知道他前世不过一普通打工人，来到这个世界竟然成为皇子，哪怕他躺平了也能衣食无忧过这一生，这种感觉能不爽吗？英宁。就在他的手重重的落下后，一声娇吟声瞬间闯入他的脑海，被子下竟然有女人。萧晨瞬间汗毛炸起，他猛然坐起身来，用力掀开云锦被褥，一瞬间一个清冷美人出现在萧晨眼中。是她怎么在这里？被子掀开之后，萧晨看到这女子身穿大红嫁衣，青丝披散，只见她的细腰圆臀，双峰挺翘，白嫩的肌肤似水做的一样，再加上粉嫩的唇瓣，让人有一亲芳泽的冲动。美，这女人的容貌绝美，那种古典美人的感觉比前世萧晨遇到的明星还美一些。萧晨看着她美艳的样貌时，他的记忆涌动，这女人的身份瞬间涌入他的脑海之中。南宫婉这女人他不仅认识，而且还见过好几面。大周户部尚书南宫仪之女，帝都4大美女之首，不仅诗画双绝，而且才智过人。很小的时候，她的容貌就在帝都有美名，并且天机阁曾有断言，南宫婉有母仪天下之相，也就是说谁娶了她，距离那个位置更进一步，这也导致她的名声更加响亮。更何况他父亲是大周王朝户部尚书，内阁首辅，在整个帝都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清流魁首，所以在大周帝都南宫婉的名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很多人的暗恋对象。在很小的时候，萧晨的父亲明景帝就把他许配给了太子萧明，他是太子萧明马上要迎娶之人。想到这里，萧晨瞬间惊得背后冷汗直流。他和太子妃，他的皇嫂躺在一个床上，不用想就知道是干什么。有人陷害我，是谁？太子萧明、禹王萧雨、景王萧景，还是6皇子萧云、7皇子萧杰，亦或者谁？坐在龙床边，萧晨脑海飞速运转起来，把几个现在在京城的皇子都想了一遍。记忆之中，此刻太子宴饮在明德殿举行，他只是喝了3杯酒就醉得不省人事，然后再醒来，出现在太子寝殿，还和未来太皇嫂南宫婉睡在一起。肯定有人陷害他，毕竟以前身的酒量，不可能3杯酒就醉得什么记忆都没有。是太子。萧晨突然眼眸一凝，喃喃自语道。从他的记忆之中可以感受到，萧晨作为最小皇子、九皇子，平日里面最受明景帝萧庭的喜爱。现在正值九龙夺嫡刚开始，朝堂之中立他为太子之位的声音也是络绎不绝，所以前身和太子的关系素来不和，再加上作为九皇子，他身上的外戚势力如此之强大，自然也为太子萧明更加不喜。这东宫宴饮就是太子独祭，在他的地盘被太子萧明诬陷的概率最大。跑！马上萧晨就涌出一股逃跑这里的冲动。无论是谁设计陷害他，此刻他清醒了过来，
逃跑是最好的选择。刚刚掀开警被准备穿鞋，一瞬间他的身体就僵直在那里，因为门口突然出现一道身影，快步朝着这边走来。小姐，小姐，你醒了没有？小环进来了，南宫婉的侍女。萧晨瞬间打了一个激灵，吐槽道：早不来，晚不来，现在来，真他娘的巧啊！他左顾右盼，整个东宫寝殿内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突然，他朝身后看去，只见眼前躺着昏迷的南宫婉，里面巨大的空间可以躲藏，事急从权。萧晨一咬牙，放下白色纱帐，抱起南宫婉躺上床去吱呀。随着一阵开门的响声钻入萧晨耳朵之中，萧晨躲在蜀锦锦被之中，只感觉一阵冷风打着旋的灌入其中。一瞬间，白色幔帐被风吹起，从被子的缝隙里面看出去，一个身穿青裙的圆脸少女走了进来。小姐，小姐。这身影慢慢靠近白色纱帐，萧晨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这姑娘打开纱帐还没醒。平日里这个时间，小姐早就醒来了，今日里是怎么了？小姐都睡了2个时辰，怎么还没醒？这个时候，萧晨只听到一声嘀咕，纱帐外那个身影转身就要离去。萧晨见状大喜。就在这个时候，身后的南宫婉发出的一道异语打断了那道身影。冷，好冷啊！萧晨转头看去，房门大开下，此刻的南宫婉好似被冻到了一样，紧闭双眸，不自觉的寒冷。然后一只白嫩小手缓缓朝着萧晨身上摸来摸去。糟了！萧晨瞬间鸡皮疙瘩起了一身，他内心骇然道：南宫婉，你真是害人！冷？怎么会冷呢？一瞬间听到动静的身影一瞬间撩开幔帐，朝着南宫婉摸去。萧姐，萧姐，怎么可以这样？萧晨瞪大眼睛，享受着滔天的刺激。他刚想奋力推开他，却又害怕把他弄醒，一时之间竟然僵直在那里不敢动了。南宫婉在感受到萧晨如同火炉一样的温度之后，一瞬间娇躯挪动，紧紧地和萧晨的身体贴在一起。萧晨看着南宫婉趴在自己胸膛之上，一股股幽香顺着他的鼻子钻入他的大脑之中，这幽香一股一股撩拨着萧晨的神经，挑动着他的情欲，让他的小腹慢慢变得火热起来。他感觉血管之中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小虫子正在缓慢苏醒，在他身体里面爬动一样。这种感觉比起万蚁噬心的难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下毒？不对，是蛊虫。萧晨青筋暴露，感受到体内情欲之力撩拨的气血翻涌。在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艰难吐出这几个字。萧晨看着怀中的南宫婉扭动着，一股谷体香涌动，刺激的他口干舌燥。谁？小环听到被窝的动静，大声喊道。与此同时，萧晨看到南宫婉慢慢睁开了眼睛。别动，你也不想太子哥哥发现吧？南宫婉醒来，感受到大红的凤袍被解开，露出雪白的肌肤。他一阵慌乱，用力之下想把萧晨猛地推开，可突然这魔鬼一样的声音让他瞪大美眸，露出惊骇神情。他在被窝里面听到了男人的声音，巨热，爆炸热。琴骨躁动之下，一股古粉色之气在萧晨体内乱窜。在得到粉色之气的滋养之后，萧晨体内的琴骨更加兴奋，只是被南宫婉一推，萧晨反而惊醒过来，不能被琴骨迷失心智。就在这个时候，萧晨体内突然涌出一股清凉之气，朝着蛊虫包裹而去。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金手指。萧晨感受到清凉之气流淌全身，小腹之处的火热瞬间褪去，他体内的气血开始自动运转起来，急中生智。一瞬间，他的脑海之中生出了自救的办法。别动，你也不想太子哥哥发现吧？被发现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只见萧晨面色狰狞，扣着南宫婉的双手，压制他的娇躯，紧挨着他威胁道：来人啊，来人啊，有刺！小环这句有刺客还没说出口，南宫婉娇躯一紧，瞬间明白过来被窝里面的人是谁。九皇子萧晨，也就是他的九皇帝。想到若是被太子发现他们两人共处一室，还在一个床上的后果，一瞬间南宫婉下了决断，看向小环呵斥道：小环，住嘴，这里没有什么刺客，你先出去。小环面露震惊神情，急忙道：小姐。小环明明听到，他话还没有说完，就再次被南宫婉打断。出去！小环哦了一声，连忙朝着南宫婉行礼，然后一步三回头的走了出去。刺客？哪里来的刺客？小环姑娘，刺客呢？呼呼啦啦，小环刚刚出门，10几个太监首先围了上来，紧接着大量的羽林卫朝着这边包围过来。小环哪里见到过这么大的阵仗，一瞬间吓坏了。没有刺客，没有刺客，大家都听错了，刚刚是小环和小姐在开玩笑呢。大家辛苦了，请回吧。萧晨从被窝里面钻出来，
听着外面小环的解释。慢慢的，整个东宫来捉贼的人全都散开了，就剩下萧晨和南宫婉两人。刺激，这穿越的太刺激了。萧晨吐槽，他一屁股坐在龙床边，瘫软了下来。刚刚这情况还真是惊险，若不是他急中生智，威胁南宫婉，今日这污蔑还真成了。刚刚若是众人冲进来，他百口莫辩。见人都离开，萧晨身后，南宫婉惊慌之中带着怒意的声音传来：九殿下，你为何在这东宫寝殿之内？太子殿下不是在明德殿宴请？萧晨听到南宫婉惊慌的声音，转头看向他，只见南宫婉发髻有些散乱，样貌绝美，赤着小脚锁在龙床，在一个角落里面，穿着凤袍的身体微微发抖，那样子警惕的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对了，我是大周第一纨绔来着。萧晨看到南宫婉这个模样后，露出恍然大悟表情，他暗自吐槽道：此刻的他不再是前世的萧晨，而是大周第一纨绔萧晨，风流成性，欺男霸女，坏事做尽。南宫婉对他害怕是应该的。有了，想要自救，倒也不用对他费力解释了。看着南宫婉蜷缩着娇躯，萧晨乐了。原本他要逃生的话，还需要想点子如何跟南宫婉解释。现在看来，他用纨绔公子的身份恐吓南宫婉，反倒是更有效。萧晨眼眸一闪，慢慢朝着南宫婉走去。南宫婉，萧晨刚刚说话，眼前原本就惊慌失措的南宫婉更加惊慌了。别过来，别过来，九殿下，你若再上前一步，我就要叫了。到时候禁军冲进来，就如同殿下所说，你和我都会受到惩罚。殿下自重，殿下自重。啊！他的小手不断向前拍打，做出防御状，但眼睛早已害怕的闭起来，丝毫不敢看向萧晨。萧晨一只手压制他的娇躯，做出纨绔公子状，恐吓道：南宫婉，你也不想太子哥哥发现吧？若你想自救，听本王说话，不然的话……南宫婉连忙回答道：是，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时候，萧晨体内的琴骨突然嘶鸣一声，一团粉色的情欲之气从萧晨体内飘出，钻入南宫婉体内。因为琴骨的原因，他发现躺在龙床之上的南宫婉的皮肤也逐渐变得粉红起来，英明。热，一声轻吟声，长长的睫毛颤动，白嫩的娇躯不住地朝着萧晨身体之中钻去。听到萧晨的话，不由自主的两行清泪从他眼角滑落，在萧晨的言语刺激下，竟然有一大团情欲之气从他体内飘出，朝着萧晨体内钻去。又来！萧晨皱眉，情欲之气钻入萧晨体内后，刚刚被清凉之气镇压的琴骨再次嘶鸣起来。与此同时，萧晨心脏处再次涌出一道道的清凉之气来。轰隆，一阵阵气血翻涌，咚咚，他的心脏在跳动，花朵在绽放，气血在流淌，一切的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他的修为竟然突破了一重，达到了气血5重修为。萧晨浑身气血抖动，一阵舒爽，直冲天灵盖。我竟然突破了！萧晨愣了一下，他有些懵了。琴骨是别人给他设计下的，让他用来玷污南宫婉用的。那么他的金手指就是体内诡异的清凉之气，是这清凉之气救了他一命。萧晨露出狂喜神色，他的嘴角勾起笑意。反正琴骨的事情已经破解，他和南宫婉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媾和。现在的他反而希望闹得大一些，闹得越大越好。看着怀中南宫婉的娇躯不断变粉，萧晨趴在他的耳边一语道：南宫婉，你也不想太子哥哥发现你这个样子吧？门外原本等着抓捕萧晨的人都露出一丝难看神色，他们的第一计划被破了。原本想让南宫丸的侍女小环发现，用来举报九皇子萧晨的，结果小环出现后竟然没有发现，这让他们有些难堪。若是他们东宫的人举报，但是九皇子和东宫关系不好，也很难服众。江先生，您看现在怎么办？宫门口的蓝袍太监看着为首的一个灰袍文士说道。那文士面色阴沉，他也没有想到这大周第一纨绔竟然躲过了第一层算计。他精瘦的眼神闪过一丝狠色，说道：此事只能太子殿下做主了，通知殿下启动第二套方案，九皇子就在这房门之中，不可能出此房门。你且记得务必把事情闹大，闹得越大越好。蓝袍太监也明白事情轻重，是。他朝着灰衣文士躬身行了一礼后，快步朝着明德殿跑去。东宫明德殿内，诸位皇帝皇妹同饮。太子萧明举起手中的酒杯，他的双眸扫视一圈，朗声说道，仪态优雅。他的表情轻松，内心充满惊喜。想到马上要除掉一个皇位路上最大的祸患，他的内心就非常激动。恭贺殿下，皇兄新婚。他的下位诸位皇子公主连忙举起酒杯，齐声道。有的人羡慕，有的人嫉妒，更多的人是不喜。毕竟
南宫婉可是大周天机阁亲自拼命的母仪天下之相。今日太子萧明娶了南宫婉，诸多皇子自然不可能欢喜。要知道700年前大周建立之前，就是天机老人为太祖高皇帝拼命，言之他几十年内必定会横扫九州45域，一统天下。那时候1000年前的大凤还是无比强盛，虽然北境、南境都有敌国，但大凤还是最强盛的那一个国家，而且天下还算太平。结果大周太祖高皇帝在听信天机老人的批命后，果断成立义军，准备起义。没想到成立起义军不到3年，整个神州大乱骤然开始。他以布衣之身率军起义，短短30年内攻城略地，经略东西，扩大前王朝，再造乾坤，建立起大周皇朝。所以整个大周皇族对天机阁向来尊敬有加，也对天机老人的评语无比相信。700年后，天机阁天机老人竟然再次为南宫婉批命，还言必称他为母仪天下之人。也就是说，谁娶到南宫婉就会成为皇帝。知道天机老人能耐的诸多亲王都蹭求娶南宫婉，结果无一人成功。而陛下把南宫婉赐予太子萧明为妻，诸王当然不可能欢喜殿下。殿下，出事儿了！这时候，一名身穿蓝袍的太监匆匆跑了进去，刚过门槛，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他也顾不得疼痛，连滚带爬地朝着大殿中央。枪！乐师受到惊吓，一瞬间弹错音节，一下子整个明德殿内的温和气氛全都断掉了，变得冰冷肃杀。太子殿下恕罪！一瞬间，连带着舞女乐师宫内所有侍女全都跪倒在地，瑟瑟发抖，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出了什么事情？萧明瞬间收拢笑容，假意皱眉问道：“启禀殿下，九皇子醉酒。九皇子他闯入殿下婚房了。”这蓝袍太监指着东宫后殿方向，吞吞吐吐，一时间说出的话让所有人震惊华。一瞬间，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太子大婚在即，婚房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大周第一美人南宫婉。这个时候，九皇子闯入婚房大醉，甚至牵连全族都不为过。特别是禹王萧禹、景王萧景这2个已经被授予封号的大周亲王，都猛然站起身来，露出震惊神情。2人对视一眼，都感受到其中问题所在。怎么可能？九皇帝怎么会干如此糊涂的事情？九皇子原本就是大周第一纨绔，没想到竟然觊觎皇嫂，实在该杀。对，该杀！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议论声音在明德殿内回荡。继续说，太子萧明表面压抑怒火，他低吼道，一瞬间压下现场骚动。他的内心惊喜，这计划原本就在他计划范围之内的。是。小太监连滚带爬地登上台阶，颤颤巍巍继续说道：“九皇子他不仅闯入太子婚房，还意图对太子妃不轨。殿下，奴才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还请殿下做主。”当真？萧明猛然抬头，眼光直直地盯着那太监说道：“怎么可能？”萧明眼神之中满是震惊，这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原本以为萧晨胆小如鼠，即使把他放在南宫婉身边，他也只会逃开。只要被巡城黄承思抓住，萧晨意图玷污皇嫂的罪名就能坐实。没想到事情竟然突破他的想象。只见那蓝袍太监慎重点了点头，表示是真的。庶子欺我！萧明瞬间暴怒无比，在所有人面前掀翻玉案。一时间，玉案之上所有酒杯酒壶全都摔得粉碎，刺耳噪音让现场所有人皱眉。在座众人都把这太监提出的醉酒九皇子的事情和暴怒的太子连接起来，纷纷浮想翩翩。随后他快步朝着后殿走去，一时之间，所有皇子公主都跟着他朝着后殿走去。只是此刻东宫明德殿黑暗之中，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禾场上某人对视一眼后，瞬间又引入黑暗之中。夜晚，皇宫景瑶宫中，明珠璀璨，金碧辉煌，奢华的大厅内到处都是价值连城的各种宝物，这里面的一件有些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包括这座奢华宫殿。景瑶宫，景是明景帝的景，瑶是叶庭瑶的瑶，可见宫中贵妃对当朝皇帝的重要性。安都，快尝尝这油粉蜜饯，这些东西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了。宫殿正中央，一个气质雍容、样貌绝美的美妇指着面前的吃食说道。下一秒，站在美妇身边的宫女端着蜜饯走出幔帐，随后放在幔帐外一个军武之气十足的青年面前。多谢瑶妃娘娘。那英俊青年行礼道。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挑了颗最大的蜜饯放在嘴中咀嚼2下，眼眸一亮，夸赞道：“好甜！这么多年，还是娘娘这里的吃食是臣的最爱。小时候臣还记得和九表兄一起，每次来瑶妃娘娘这里都有最好的吃食。一晃已经10年过去了，这味道还没变。”
对了，娘娘，九表兄呢？但是提起萧晨的时候，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缅怀大周第一纨绔。这个称呼，他在南境的时候就如雷贯耳了。多年从军的他，对帝都这些纨绔根本没有任何好感。听到青年的话，姚妃娘娘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你喜欢就多吃一点，和你相比，晨儿真是让本宫头疼。今日太子宴请群臣，赴宴去了，不提他。”提起萧晨，姚妃娘娘也是连声叹息，对这个大周第一纨绔的儿子毫无办法。说着话，她眼泪如滚珠一样的流了出来。狠心的叶庭渊带着你南境戍边，一去就是10年。10年里面，除了捷报和固定时间进宫看看本宫，其他时间连个消息都没有。你们是不是都把我忘了？听着上面自己姑姑的数落，叶安都面带尴尬。他父亲就是叶庭渊，这坐在幔帐后面的就是他小姑叶庭瑶，也就是当今最受宠的姚妃娘娘。他从小就跟父亲南境戍边，如今也有10年了。10年时间，叶家所有战力基本上都在南境防备万妖联盟，自然真的无暇顾及宫中。如今若不是万妖联盟蠢蠢欲动，浮屠军缺钱，他也不会回帝都来。叶安都灵机一动，起身说道：“娘娘，安都这不是回来了吗？您看，父亲哪里没有想着您，这不是托我给您带来南境的特产。”说着话，他轻轻咳嗽一声，就看到一小木箱被景瑶宫的小太监抬了进来。叶安都熟练起身，快步走到木箱面前，打开，朝着姚妃娘娘介绍起来：“姑姑您看，云州福元宗特产安颜丹，有定年10年功效，这一颗价值1000金。定州白马寺6届大师加持过的佛经，独之有静心安睡、增加悟性之功效，这1000金不换。还有，娘娘，这些都是爹让我带入宫送给您的，怎么能说爹忘了您呢？”叶安都话音未落，只听到里面冷哼一声：“咱们叶家向来没事不送礼，叶庭渊这次送了这么重的礼，能有什么好心思？说罢，这次又想在陛下面前求些什么。”叶安都小心思被戳破，瞬间尴尬站在原地，那样子引得景瑶宫中的宫女太监一阵捂嘴偷笑。陛下驾到，陛下驾到。这个时候，一道道尖细的声音传了进来，传入叶安都耳朵之中。与此同时，一个身穿明黄龙袍、伟岸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哈哈哈哈！瑶儿又在背后说朕什么坏话呢？叶安都看到来人，眼眸一亮，单膝跪地拜道：“臣安南校尉叶安都拜见陛下，拜见陛下，拜见陛下。”明景帝出现瞬间，整个景瑶宫跪倒一片，就连萧晨生母姚妃也不得不出来迎接。陛下怎么来了？臣妾是在和安都唠唠家常，没想到竟然被陛下听了墙根。姚妃娘娘微微蹲下行礼，娇哼一声说道：“她的这句话带着对明景帝的不尊敬，听墙根这种话是民间偷听之人才会用的，这用在明景帝身上显然并不合适。”“哦，是安都啊。”没想到明景帝瞥了一眼叶安都，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朝着姚妃解释起来：“朕刚从勤政殿出来，听着东宫那边丝竹之声响了一天，烦闷的紧，刚想来你这里躲个清静，也没想到你这里有客人在。”明景帝眼中满是姚妃，在他暗示下才看到跪在旁边的叶安都。“起来吧。”说完话，明景帝就带着姚妃朝着幔帐中的御座走去。“是。”与此同时，叶安都才起身，拘谨地站在宫殿中央。明景帝上下打量了一下叶安，都夸赞2句：“你父在南境打得不错，多年来万妖联盟未得寸进，前日里不是还打了一场大胜，抓了许多狐族妖孽。”只见叶安都跪地行礼：“当不得陛下夸赞，父亲时常教导，叶家要做的就是忠君爱国，臣等在南境不过做的本分罢了。”姚妃娘娘捧着玉碗，听着叶安都的话，梨涡浅浅，显然十分开心。多年来，儿子不争气，给他惹了无数祸患，全靠家族之中的侄子争气了。陛下，这碗银耳莲子粥，您平日里面最爱，尝尝吧。叶庭瑶提起宫裙，跪坐在明景帝身边，轻笑劝道：“好，叶安都，就凭你这句话，朕就应该赏你。”明景帝一笑，显然心情不错。他端起玉碗，看向叶庭瑶说道：“瑶儿，叶安都不错，朕心甚慰。朕要写封800里加急的密信去南境，看看他叶庭渊是如何教导儿子的，朕也学学。学好了，让咱们晨儿当太子去。”最后一句是明景帝在叶庭瑶耳边说的。话说这孩子什么时候能省心一些？朕还真的想把太子之位传给他。一句话惹得姚妃娇嗔不已，整个景瑶宫此刻都充满了欢声笑语。“陛下，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陛下。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绯红长袍的老太监径直穿过景瑶宫，跪在明景帝面前瑟瑟发抖：“
明景帝眉头皱起，颇为不悦道：“何事如此惊慌？”他此刻心情不错，突然发生的事情让他不喜。太子殿下来报，九殿下，九殿下，他玷污皇嫂，此刻正被堵在太子寝宫之中。老太监还没来得及复述话语，太子萧明就已经连滚带爬的出现在景瑶宫门口，连连磕头哭诉道：“父皇给臣做主啊！父皇给臣做主啊！九弟他欺辱臣太甚！九弟趁着宴饮之际，东宫所有人都在明德殿伺候，独自一人竟然深入后宫之中，对南宫婉痛下毒手。父皇如此奇耻大辱，还请父皇给臣做主！”萧明眼神赤红，想到半个时辰之前发生的事情，他杀了萧晨的心都有了。萧明的哭诉一瞬间震惊了景瑶宫所有人。怎么可能？姚妃叶庭瑶和叶安都对视一眼，两人都露出震惊无比的神情。半个时辰之前，太子萧明带人急急忙忙赶到寝殿门口，被眼前看到的一幕震惊的大惊失色。明黄的烛光照亮了房间内的影子，房间内巨大的剪影动作频频，期间房间内转出来的一道道女人的阴凝更让他面色大骇。萧明觉得此刻周围的目光火辣辣的，一顶巨大的绿色帽子在他头上生成。东宫太子魏帅、太监和跟来的宫女听到房间传出来的声音，更是把头别过去，不敢多听，生怕一个不注意触怒太子眉头，惹来杀身之祸。萧晨，你欺我太甚！太子萧明双眸骤然变红，气血上涌直冲天灵盖，眼前的一幕气得他咬牙切齿。随后只见他全然不顾太子仪态，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想要一脚踹开房门，却在门口处被一个灰衣文士伸手拦下。这男人面色阴鸷，脸型消瘦，抓住太子胳膊，眼含焦急地说道：“殿下，不可进去，此时进去的话，咱们的谋算就前功尽弃了。”太子萧明带着杀人的目光看向他，眼神冷冽如刀。江素清，你要拦下我？江素清，太子麾下第一文士，这针对九皇子萧晨的毒计就是他想出来的。虽然萧晨的行事出乎了他的预料，平日里面胆小如鼠的九皇子萧晨竟然胆大包天，但是事已至此，江素清面露狠辣神色，他看着太子沉声劝道：“殿下，行大事者不拘小节，一个女人罢了，只要能绊倒九皇子，他的付出就值得了。殿下，想想九皇子身后的势力，太子妃以后还会有的，可错过这次扳倒九皇子的机会，就不会再有了。臣听闻叶安都回京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错过此次机会，就不会再有了。殿下，其他皇子公主都要到了，此刻就是扳倒九皇子的大好时机。殿下早做决定，只要殿下去陛下面前哭诉，此事成了。此事可成。”此刻景瑶宫中，江素清的话在萧明脑海之中回荡，太子萧明露出坚毅无比的眼神。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必须扳倒萧晨，不杀萧晨，难削他心头之恨。房间内，叶安都最快反应过来，当即单膝下跪求道：“陛下息怒，九皇子秉性纯良，绝不可能如此。叶家和萧晨同气连枝，要是萧晨出事情了，他们叶家再难进，就算是再厉害，也于事无补。权力无根之凭罢了。”姚妃娘娘吓傻了，对太子妃大不敬，多么大的罪名啊！这罪名承担下来，萧晨这辈子都毁了。听到叶安都的话，他才反应过来求饶：“陛下，九儿虽然生性顽劣，但他的心是好的，他绝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请陛下明察。”房间内，明景帝端着玉碗，眼眸深沉，他用眼神扫过跪倒在地的三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太子萧明见明景帝迟疑，他连忙朝前滚2步，继续哭道：“父皇，孩儿有证人，九弟此刻还在东宫之中，而且见识到此事的人不止儿臣一人，禹王帝、景王帝、六皇帝、七皇帝等人都在。父皇，请您给儿臣做主啊！”听到还有其他皇子都知道这件事，明景帝瞬间暴怒无比。啪！明景帝把手中的玉碗一摔，玉碗4分5裂，稀粥散落一地。陛下息怒！整个景瑶宫中此刻落针可闻。只见他一巴掌甩在叶庭瑶脸上，怒道：“瑶妃，你教出来的好儿子！”一瞬间，叶庭瑶的脸颊之上高高隆起，红肿一片。明景帝不忍神色一闪而过，他朝着虚空大吼：“司徒无命！”在半空之中，一道黑色的虚影出现。只见姚妃娘娘的眼泪滚珠一样流了下来，她不顾自身安危，跪倒在明景帝身前哀求道：“陛下，陛下，这不可能！臣儿就算再纨绔，他也不敢对太子妃大不敬。这其中一定有误会。”“对的，陛下，其中一定有误会。”明景帝盛怒之下，袖袍一甩，再把姚妃娘娘扫飞在地。
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忍，但语气强硬地说道：“来人，封闭紧瑶宫，非朕旨意不得开启，令皇承嗣带人前往东宫，把那个逆子给朕抓到养心殿来。朕倒要问问他，谁给他的狗胆，敢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半空之中的虚影晃动，好半天传出一个“是”字。一瞬间，皇城司内一队队金甲士兵朝着东宫包围而去。此刻，东宫内，萧晨忙得不亦乐乎。他可不知道，此刻皇城司的人已经前来捉拿于他。他一边用言语刺激南宫婉，一边吸收他身上飘出的情欲之气。此刻，每一道情欲之气钻入他的身体，都能刺激他身体激发一道清凉之气，不仅压制了他体内的情蛊，更是让他多年停滞的修为自动运转起来了。南宫婉叫的声音再大些，不然的话。此刻他侧躺在龙床之上，轻轻在南宫婉耳边轻声威胁道，期待着南宫婉的娇躯颤动。见躺在离自己身下外的南宫婉无动于衷，萧晨在他耳边轻轻说了2个字：抄家。一瞬间，一道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从南宫婉痰口叫出，然后又是一道粉色的情欲之气从南宫婉体内钻出，钻入他鼻腔之内，让他体内的情蛊嘶鸣。而后萧晨体内的气血之力翻涌，在他体内形成大周天循环，轰隆一声，一道无形壁障在萧晨体内被突破，气血6重，成了。萧晨缓缓睁开眼睛，露出一丝邪笑来，看来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金手指了。感受一道道清凉之气从心脏处激发出来，然后再次包裹情蛊，压制情蛊后，多余的清凉之气化为气血自动运转起来，然后刺激南宫婉再次激发粉色气团，情蛊嘶鸣挣脱清凉之气的包裹，然后再次循环。有些意思，不过太子怎么还没到？萧晨皱眉喃喃道。算算时间，从太子宴引到他醉酒被抬入太子寝殿，时间已经过去了快半个时辰了。在情蛊的加持之下，就用了半个时辰，他的修为竟然已经突破了3重，到达了气血6重。要知道，这在前身身上，这可是他10年都没有完成的目标。不过君子不立于围墙之下，一直在这东宫寝宫处也不是办法。想要突破修为，萧晨回到自己皇子府，有大把的人可以用，在这里总是不安心。萧晨邪笑，快叫啊，你不叫本王就不放手。身后南宫婉却没了动静。萧晨一转身，只见南宫婉银牙紧咬，死死的紧闭红唇，不发出声音。他双眸此刻正在直勾勾地看着萧晨，带着羞愤异常的表情。你醒了？萧晨头皮发麻地看着南宫婉，这个帝都第一美人，他眼中的仇恨更是让萧晨惊了一身冷汗。为什么？美人如玉，南宫婉白嫩的脸颊带着泪珠，短暂清醒的神智让他看到萧晨的动作羞愤异常。明明刚刚他还在不让自己大声喊叫，可转瞬间萧晨自己却把事情闹大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本王喜欢你，爱你爱到发昏。没办法，萧晨需要维持纨绔人设。他学着前身的模样轻佻道：太子哥哥凭什么占有你？南宫婉，你只能是本王的人。听着他说着话，南宫婉一阵气苦，可情绪之气爆发，让他的身体如同一滩烂泥一样绵软无力，一滴滴清泪从他的眼角滑落。此刻突然萧晨体内情蛊嘶鸣，一股股情欲之气爆发，钻入南宫婉体内。南宫婉眼神之中再次蕴含情欲，一道道声音再次传出房间。皇承嗣办事，闲杂人等让开。突然东宫门口出现一队队身穿皇承嗣铠甲的军士，气势汹汹地包围东宫。为首空间内，一个身穿黑白相间的衣袍，头发同样是黑白分明的老人缓缓显出身形来。司徒无命，现任皇承嗣司主，7境天人境修为，上可纠察皇亲国戚，下可纠察王公大臣，有先斩后奏之权。司徒无命他白眉微皱，里面此刻传出来的声音让他震惊。来人，去请九殿下出来。是。众人冲入东宫寝殿之内，眼前一幕都让他们惊呆了。深夜，大周皇朝皇宫乾元殿上，逆子，逆子啊！明景帝虎目瞪大，气得浑身发抖。只见他怒吼一声，一脚踢翻玉案，各种奏折散落一地。在他面前，禹王萧雨、景王萧景2位亲王跪地，把刚刚在东宫的见闻说得明明白白。特别是2人讲到在太子寝殿外听到靡靡之音，不堪入耳的话的时候，明景帝再也忍不住了，他直接一脚踹飞玉案，才有了刚才那一幕。见状，禹王萧雨、景王萧景对视一眼，眼神一抖，连忙跪地行礼道：父皇息怒，陛下息怒，气大伤身，莫要因为九皇帝伤害了龙体。对啊，父皇，九皇帝年龄尚小，
有做的错事，父皇再教育他就是了。莫要因为此事伤害龙体，实属不值得。两人你一嘴我一嘴说着话，眼含泪光，就差把关心父皇身体写在脸上了。这让旁边站着的太子萧明感到一阵恶心，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显然是对眼前自己这两个弟弟颇为不屑。九皇子道。这个时候，一道太监尖细的声音传入萧晨的耳朵。被两个禁军将士架着的萧晨微微睁开眼睛，朝着前面看去，一瞬间感受到富丽堂皇的大殿内，四道锐利的目光投在自己身上。中间那个穿着龙袍、一头白发的老人是我这一世的父亲明景帝萧庭，站在旁边那个约莫30岁的威严青年是太子萧明，跪在地上那两个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是三哥羽王萧羽，四哥景王萧景。萧晨扫了乾元殿此刻存在的4人一眼，感受到其中诡异的气氛，暗暗咽了一口唾沫。成败在此一举。哗啦，两个禁军把萧晨轻轻地放在地上，让他保持跪地行礼的姿势后就退出大殿。随后萧晨就开始了表演。酒来，喝酒。来人，快给本王拿酒来。萧晨面色涨红，一身酒气一语道。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张开怀抱朝着前面太子萧明揽去。太子哥哥，您怎么在？喝酒。太子萧明面露难看神色，仍然原地不动，任由萧晨环过自身脖颈，发着酒疯。萧晨来之前就想好了，这酒疯必发不可，只有让自己这个便宜父皇怒到极致，萧晨才安全。越是愤怒，他越是安全。逆子！见到萧晨烂醉如泥，丝毫不顾及皇家礼仪，还在乾元殿上发起酒疯，明景帝更加震怒。只见他猛地站起，一脚踹在萧晨胸膛之上。萧晨直觉一股大力袭来，自己直接倒飞出去好远，疼得他是龇牙咧嘴。随后只见明景帝紧走2步，浑身颤抖地用手指着他说道：逆子，你竟敢对皇嫂起觊觎之心？是谁给你的胆子？朕平日里多么宠爱于你，多宠爱你母妃，你们竟然是这样回报朕的吗？此事传出去，你让朕的颜面何在？你让大周皇族的颜面何存？一听到明景帝提到皇家颜面，萧晨内心一喜，暗道一声果然。前身对他这父皇还真的了解，这便宜父亲第一时间果然想的是皇族颜面的事情。要知道前身虽然坏，但是你不能说他蠢，因为蠢人是不可能被明景帝这样的皇帝宠爱10年的。不过南宫婉原封不动，萧晨还就有恃无恐。父皇，您怎么也在？萧晨看向龙椅的明景帝，假装刚刚看到他，一副刚刚酒醒的样子，跪倒在地。这里是哪里？旁边身穿蟒袍的太子突然跪在地上，满是痛心疾首的样子。只见他声泪俱下的哭诉：九皇帝，皇兄素日里面待你不薄啊，你要什么东西皇兄都可以给你，哪怕是你要本宫的太子之位，只要你说，皇兄都可以让给你。为什么？陛下，儿臣委屈啊！呜呜！太子萧明直接跪地嚎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让萧晨这个刚穿越入行的演员都有些感染。不知道的还以为真的是他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欺辱皇嫂，我什么时候？萧晨懵懂起身，他假意扫过一圈，在看到景王和羽王的时候骇然道：4皇兄、5皇兄，你们怎么也在？太子萧明突然转头，用恶狠狠的眼光盯着萧晨怒斥：九皇帝，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认吗？你假借醉酒名义进入本宫寝殿，意图对太子妃动手。4皇帝、5皇帝都是证人，不仅是他们，整个宴会之上那么多达官显贵都在，他们都听到了。说着话，他又转头看向明景帝，继续哭诉：父皇，您要为儿臣做主啊。 bingo！ 听到太子说起宴会多人都听到了，萧晨眼眸一喜，暗道太好了，这件事原本闹的就是越大越好，闹得大了，知道的人多了，他萧晨才能被保下来。这就是萧晨想要在东宫太子寝殿想到的办法。皇家颜面，作为大周第13代皇帝，他的便宜父亲明景帝萧庭在为了赢得皇位，亲手发动朱雀门之变，把2个哥哥和爹爹亲手送入皇陵之中。这也导致他对皇室名声看得极其重要，任何威胁皇室名声的事情都会被他压下来。萧晨反正已经和皇嫂南宫婉同处一室，就算是他说没有玷污南宫婉，也没有人信。既然如此，还不如把事情闹大，闹得越大他越安全，只要皇子身份能保持得住，以他的身份地位加上他的背景，所有的东西都能抢回来。这就是他不断刺激中了情毒的南宫婉，把事情闹大的原因。赌对了。萧晨看着明景帝转头，
原本暴怒的神情转而平淡了下来，逐渐变得看不出喜怒，和他猜测的基本一致。但是萧晨仍然能感受到他是愤怒的，只不过相比刚才的盛怒，此刻的便宜父皇变得冷静了很多。他用无情的眼神扫过景王和禹王，二王迎上他的目光，连忙作证道：“儿臣可以作证，太子殿下所言句句属实啊！”明景帝冷冽的眼光再次刮过萧晨，怒斥道：“孽子，你还有何话要说？如此多的人都知道你做的事情，你让朕如何收场？”砰的一声，明景帝抓起面前的瓷碗砸向萧晨。萧晨不避不闪，只感觉一阵疼痛袭来，茶碗直接在他头上碎裂开来。父皇，既然三位皇兄都证明是臣做的，而臣认了不就是了？铁证如山，这二臣如何辩解？萧晨双膝跪地，他任由一道鲜血从他俊逸的脸颊滑落下来。他的话语铿锵有力，全然没有做过亏心事的躲闪，反而带着坦荡。好，此刻无论太子萧明、三皇子萧宇、四皇子萧景看到这一幕，都内心充满激动。在他们眼中，萧晨认了就死定了。萧晨一死，后宫之中姚妃再受宠也无用，南境之中那手握浮屠军的叶庭渊也不足为虑，九龙夺嫡之中最大的威胁萧晨被剔除，他们三个才是最开心的那个人。今晚睡觉恐怕半夜睡着都能笑醒来。看着硬刚的自己的萧晨，一瞬间明景帝有些愣神，竟然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有些陌生。他没想到萧晨竟然如此有胆量，他盛怒之下竟然还敢回怼，不仅回怼，话里话外虽然带着委屈，还意有所指。明景帝蹙眉道：“孽子，你这是承认了？”萧晨丝毫不让：“承认了如何？拒绝又如何？难道臣说自己是冤枉的，父皇就能放过儿臣吗？如今太子哥哥和景王兄、禹王兄都作证，儿臣玷污皇嫂，皇兄作证，儿臣怎么敢辩解？倒不如父皇做主判吧，是砍头是流放，儿臣接着就是。”静，静，静！一瞬间，整个乾元殿陷入诡异的安静之中。饶氏三王对视一眼，都感受到对方眼神之中的骇然神色。这如此刚直又伶牙俐齿的老九，还是曾经的那个大周第一纨绔，只知道勾栏听曲的九皇子萧晨吗？这一套连消带打，萧晨硬生生的把玷污皇嫂这样的大不敬罪，变成了三王联手做下的阴谋。毕竟九龙夺嫡在侧，萧晨这样说话太容易让人朝着党争联想。一瞬间，景王萧景坐不住了，连忙起身辩解道：“九皇帝，你怎么能这么说？虽然事情难以启齿，但是这事情并非只有本王看到，东宫宴饮上多少侯门之中的公子小姐都听到了，也看到了，你怎么可以说是皇兄们冤枉你呢？”景王这一反击，萧晨更加惊喜，丝毫不避讳反问道：“照着景王兄这样说，景王兄来作证不是为了党争，当真是没有置本王于死地的想法？”党争两个字一出，一瞬间三个皇子全都炸毛了。玷污皇嫂这件事瞬间变了性质，不仅变得和党争牵扯在一起，容易引起人的遐想，若是传播出去，更是极大的损害了皇室的颜面。这就是他父亲明景帝的底线。说到这里，萧晨就知道自己有了。你就是这么跟皇兄说话的吗？景王萧景肥胖的身体被萧晨气得直哆嗦。萧晨更加惊喜，他继续反驳道：“那我应该如何跟皇兄说话？不能我任由皇兄平白诬陷，不为自己辩驳半句吧？”一瞬间，三王全都变了脸色，包括明景帝都震惊地看着萧晨。明明是必死局，竟然让萧晨寥寥几句话把水搅浑，硬生生地打成了顺风局。父皇，儿臣请求父皇调查真相，还九皇帝一个清白，也还儿臣一个清白。见说不过萧晨，一瞬间景王萧景竟然挺着自己的大肥肉肚子跪了下去。20-30岁的男人硬生生地在乾元殿哭了起来，哭声震天。好了，明景帝喝了一声，制住他的哭声。这个时候，一道尖细的声音传了进来：“启禀陛下，皇承司司徒无命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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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门口一身绯红长袍的老太尖细的声音再次传来。苍老的明景帝看着眼前萧晨，眼神之中金光一闪，闪过一丝震惊情绪，刮目相看。他对眼前这个儿子刮目相看。以前的他只觉得眼前这个小九指是一个20祖大周第一纨绔，除了能逗他开心，长得很帅之外，没有任何优点。可能平日里面打架、喝酒、闯祸，各种各样的事情还让他头疼的不行。可今晚这殿前奏对，却让他有些意外。伶牙俐齿，而且在他的盛怒之下，竟然还敢毫不退缩地和他对视。
这种胆略和自信和平日简直判若两人一样。当真是朕小觑了你吗？明景帝喃喃自语。只见他后退2步回坐龙椅之上，面无表情地吐出一个字来：传。一瞬间，身穿飞袍的老太监躬身行礼，尖细的声音朝着殿外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传司徒无命觐见，传司徒无命觐见。随后，一个身穿黑白长袍的老者出现在了乾元殿门口。萧晨眼眸一闪，露出讶然神色。看到老者，他想到了他刚刚被带出在东宫时，在东宫寝殿门口看到的那个身穿黑白长袍，而且以中间为划分，一半黑一半白的干瘦老人，竟然是他。当时萧晨表演醉酒，只是和老者遥遥对视一眼，当时萧晨就感觉老头不简单，那一眼自己全身上下都被看光了一样，因此他对这个老头格外的印象深刻。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这老者竟然是大周皇城司之主司徒无命，也就是大周不多的天人禁武者。要知道前身属于纨绔2世祖，只爱风花雪月，对大周官场之事毫不在意，因此根本就没有见过司徒无命。这便宜老子派出的是他来调查此事。萧晨他偷偷看司徒无命一眼，内心微微一惊。大周第一高手调查更好，只要调查出南宫婉身体内的秦蛊气息，那这件事就有了转圜余地。只见黑白衣袍的老头步履矫健，转瞬间来到乾元殿中央。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禹王殿下、景王殿下。老头直接朝着众人见礼道：见过司徒司主。萧晨看到太子也好，禹王、景王都不敢托大，连忙对老头躬身行礼。但是3人眼神之中的兴奋，连掩饰都掩饰不住了。特别是太子萧明，萧晨眼神扫过萧明，看着他紧走2步，朝着司徒无命恭敬一礼：见过司徒司主。司徒无命点点头，含笑路过，还特别在路过萧晨的瞬间还喊了一句：见过九殿下。一瞬间，司徒无命朝着萧晨行礼。萧晨内心一惊，他没想到司徒无命竟然还给他见礼，于是他连忙回礼。这情况落在其他4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诧。按照道理来说，萧晨一个犯罪之人，司徒无命不应向他行礼。司徒无命走到最前方，站定躬身道：拜见陛下。明景帝眯了眯眼睛，闪过一丝奇异神色，只听他说道：平身。司徒起身还礼：谢陛下。还不等司徒无命起身，明景帝就身体前倾，迫不及待问道：司徒，朕让你查九皇子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只见司徒无命躬身行礼，他的声音在整个乾元殿回荡：回陛下，奉陛下圣旨，臣代皇城司众审问了东宫上下所有人，九皇子与南宫婉同房之事，东宫上下所有人都可作证，且太子宴饮期间有其他人见证，因此臣之结论为确有其事。惊诧、震惊。司徒无命的话一瞬间震惊了现场所有人。太子等人对视一眼，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神之中看到喜色。由司徒作证，此刻萧晨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明景帝闻言再次拍了下龙椅站起，怒声道：逆子，你还有何话说？来人啊！萧晨内心一紧，他连忙抬头看向司徒无命，大叫了一声：且慢！他不相信司徒无命这样一个天人境的超级高手，竟然连秦蛊的气息都没有发现。司徒无命含笑回答：殿下有何话要说？萧晨眉头微皱：司徒司主，你没有在东宫检查出点别的东西？说话之间，他迎上了司徒无命那深邃的眼光。话出口一瞬间，萧晨发现司徒无命眼神之中一闪而过的笑容，他的内心一紧，上当了。萧晨发现他上当了，这司徒无命就等着他跳出来一样。作为天人境的武者，皇城司司主，这人不可能没有发现秦蛊的气息。可刚开口的时候，这司徒无命却不说秦蛊的事情，只说他与南宫婉发生关系。唯一可能，那就是司徒无命先说的那些话，就是为了让萧晨跳出来，承认有此事。果不其然，司徒无命微微一笑，回答道：回九殿下的话，臣确实在东宫之中发现了别的东西。说着话，司徒无命转头看向明景帝，说道：陛下，臣在南宫婉体内发现了秦蛊的痕迹，臣请陛下降下旨意，容臣排查九皇子身体。这话好像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样，就等萧晨问出刚刚这一句话。秦蛊？怎么可能？司徒无命一句话像是平静湖水中投下一颗石子一样，禹王和景王露出骇然神色，而太子萧明猛然站了出来，他的反应特别激烈。怎么可能？父皇，这不可能，儿臣就算再下作，也不会给九皇帝做如此事情。司徒司主，是不是弄错了？萧晨皱眉，看着太子如此急迫，那表情完全不像是演的。此刻他的内心充满疑惑，
这琴鼓不是太子下的。这时司徒无命转身看向太子道：回禀太子殿下，是否弄错，臣一试便知。若是南疆古诗作乱，只对太子妃动手，却也无法闹得如此之大。这句话意有所指，一句话把太子对得哑口无言。旁边禹王、景王二人袖袍下手掌一抖，同样露出震惊神情。南疆古诗对皇子出手，这事情闹得更大了。而且这事情一出，就不只有太子有嫌疑了，但凡是太子宴上的皇子，变得都有嫌疑起来。明景帝眼眸一眯，露出一丝杀气来。他扫过现场几个皇子，怒笑3声，连声叫好道：不愧是朕的好儿子啊！准！司徒无命，朕给你便宜行事之权，无论如何此事要给朕查到水落石出。司徒无命面无表情行礼：谢陛下。说话之间就朝着萧晨走来。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萧晨这里。九殿下放心，臣只是检查您的经脉罢了，无论有没有事情，臣都会护殿下安全。萧晨看到司徒无命缓缓蹲下，他眯着眼睛朝着萧晨说话，说话一瞬间不等萧晨答应，只见他苍老的手指如同闪电一样伸出，如同铁钳一样的2根手指掐在他右手手腕之上。萧晨只感觉自己是被控制在原地一样，无论怎么扭动，他的身体都动弹不得。然后他只感觉一股暖流顺着他的经脉流向他的4肢百骸。这就是天人境吗？萧晨露出骇然神色。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个大周虽然比不上前世的玄幻小说，但是一剑光寒19州，一剑斩将，一拳碎山的武力绝对是有的。明明是毫无修为的一个老者，仅仅是一缕气息就把他制住。萧晨体内琴骨原本吸收了南宫丸体内的情欲之气，早已沉睡。在这股热流处碰到琴骨瞬间，琴骨嘶鸣一声，瞬间惊醒过来。一股古粉色的情欲之气从琴骨体内散发，突破围堵，朝着乾元殿内弥漫而去。热，好热！萧晨只觉得好热。下一刻，萧晨的皮肤瞬间变红起来。果然是蛊虫。司徒无命苍老的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神色，他的声音传入萧晨脑海，让他精神一振。这句话一出，萧晨更加确信司徒无命早就知道琴蛊之事。不仅是他们，太子也好，景王、禹王连连后退，看着萧晨周身的粉色气体都震惊了。琴蛊，真的是琴蛊？难道九弟真的是被陷害的吗？禹王萧雨指着萧晨周身的粉色气息，骇然道。太子萧明看到琴蛊瞬间，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甘。他知道琴蛊一出，单靠醉酒同房之事对萧晨没有任何威胁了。怎么可能？随着司徒无命功力的加大，他就露出诧异神情。他解开萧晨胸膛，一瞬间表情凝重起来。只见他在萧晨身上连点数下，萧晨只觉得一道柔和劲力进入体内，把琴蛊包裹起来。萧晨皮肤之上的粉色才逐渐降低下来，竟然是七绝蛊。就在萧晨正感觉到痛苦之时，司徒无命喃喃自语的声音被他听到。七绝蛊，那是什么？萧晨皱眉，还没等他提问，就突然听到司徒无命躬身行礼道：启禀陛下，臣有要事禀报，请陛下平退左右。听着司徒无命的话，明景帝眉头一皱：你们先出去。萧晨也好，太子萧明也好，全都退出了乾元殿，整个偌大的宫殿内就剩下明景帝和司徒无命2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萧晨站在乾元殿门口，满脑袋都是司徒无命那高深莫测的笑容。萧晨有理由相信，他做的一切事情，司徒无命那老东西都已经知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身绯红长袍的老太监从乾元殿走了出来。只见他一甩拂尘，尖细着声音传旨道：陛下传旨，盖因皇太后病重，太子仁孝，自请前往祖地祈福3月，照准。九皇子萧晨醉酒无德，罚闭门禁足3月，罚俸禄1年，自省其身，非诏不得外出。钦此。就这样过关了？就这？为什么？萧晨原地站定，抬头身穿绯红长袍传旨的太监，他露出懵逼神情来。玷污皇嫂可是大罪，可司徒无命把他们赶出去之后，不知道和他便宜父皇说了什么，竟然把他抄家流放之罪，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接过了。突然，萧晨旁边的愤怒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太子萧明双眸赤红，蹭的一下就要朝着乾元殿冲去。为什么？本宫要见父皇。皇公公，本宫要见父皇问个清楚。只不过刚刚一步跨出，就被萧晨面前姓黄的那个公公伸手拦了下来。且慢，太子殿下，陛下正和司徒司主有要事商量，陛下吩咐了，不见任何人。殿下请回吧。老奴劝殿下一句，此刻陛下正在气头之上，殿下还是别触怒陛下逆鳞为好。说着话，黄公公的一声请字瞬间浇灭了太子萧明的怒火，让他呆愣当场。好，很好。
非常好，九弟，你做的真好，咱们走着瞧。太子赤红的眼睛明晃晃地威胁了萧晨一下，让萧晨更加懵逼。太子这是把怒火全都转移到自己身上了。随后，萧晨看着太子拂袖，快步离开乾元殿门口。萧晨无语。这个时候，景王站了出来，拿出他的胖手，重重地拍拍他的肩膀，眯着眼睛笑道：“九弟，莫要记恨二哥。黄公公，本王也告辞了。”在他之后，禹王也站了出来，迟疑说道：“九弟，莫要见怪。”显然他也十分困惑这件事情的发展。不一会儿，整个乾元殿前就剩下他父皇萧庭的大半黄景和满肚子疑问的萧晨两人。萧晨看着黄景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刚想出口问道：“黄公公。”就听到黄景斜眼看了他一眼，似乎是看出来他想问什么，就尖细着声音打断道：“九殿下，请吧。这夜深路重的，皇城早就关了的，咱家把你送回家。至于您想知道什么，咱家路上再告诉你。”此刻乾元殿前，看着离去的萧晨还有黄景的身影，乾元殿前才出现两道身影来。昏黄的烛火照耀下，刚刚好露出司徒无命白色衣袍的身躯来。明景帝眼眸深沉，他看向身穿黑白长袍的司徒无命问道：“就因为一个天机老人的预言，你就要让朕饶他一命？”只见白色司徒无命微微躬身，笑着道：“陛下圣明，当然不是。就算是臣今日不出手，凭借九皇子自己也已经脱离绝境了。”听着司徒无命的话，又想起萧晨在朝堂奏对时候的表现，明景帝眼神闪过一丝金光，骇然道：“你的意思是小九在藏拙？”司徒无命笑道：“因为区区一个拙劣诬陷，废掉一个皇子，臣以为此事不可，倒不如臣推一把。”明景帝他冷哼一声，说道：“朕不信你这个老东西就这么点算计。虽然朕不信小九敢对皇嫂出手，但是你可知道这件事情闹得有多大？明日这道圣旨传下，你让朕如何对天下万民交代？你让朕如何对这朝堂之上的滚滚诸公交代？你让朕如何对上官仪交代？”明景帝越说越激动，虽然司徒无命是他心腹，但是明景帝看着这白色衣袍衬托下的司徒无命，竟然慢慢缓缓伸起手，朝着身后摸去。司徒无命瞳孔微缩，只见他见状连连后退，略带惊慌的连声安慰明景帝道：“陛下不必忧虑，上官仪那老东西巴不得出这事情了，不出3日，他必定前来找陛下退婚。至于其他人，陛下不必忧虑，他自然会为陛下摆平。”只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到明景帝抽出一根黑黢黢的竹刀来。司徒无命手臂颤动，连忙继续说道：“陛下，不行的，陛下，南疆古尸还潜伏帝都，臣还不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臣需要去皇城司调兵遣将，搜查帝都各处。”明景帝一把拉住司徒无命黑色部分衣袍，冷笑说道：“师兄，跑什么？搜查古尸这种小事情，交给文、武、卦、金他们去做就行。咱们也好久没有对练过了吧？来人呐，摆架演武场，朕要和司徒司主大战300回合。”随后，演武场上司徒无命的求饶声和竹刀碰撞的声音。出了皇城后，萧晨面带惊异神色，一路之上，黄景给他说的话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预言，没想到救了我的竟然是10年前天机老人的一个预言。萧晨进入马车之内，黄景驾车朝着宫外而去。他尖细的声音从马车之外传了进来：“没错，九殿下，救了您的就是一个预言。15年前，天机老人断言宫婉有母仪天下之象，因为您与太子嗨嗨，南宫姑娘共处一室，南宫姑娘便不能再成为太子妃。您想一下天机阁的预言，便是依照太祖祖训，陛下也不可能因为此事对您动手。”萧晨懵逼了，转瞬之间，他的内心就被巨大的喜悦代替。没想到啊，没想到，太子萧明机关算尽，又是诬陷他与太子妃有染，又是下秦蛊的，到头来他没有算准10年前天机老人对南宫婉的评语，竟然对他这个便宜父亲有这么大的影响。萧晨哈哈大笑，笑得眼睛都泛起了泪光。想到太子被气出来的僵尸脸，他就高兴。如今他已经和太子撕破脸皮，说不准什么时候太子还会对他动手，他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多谢黄公公。突然，萧晨坐直身体，好奇问道：“黄公公，难道说1000年前天机老人的评语真的奏效了吗？”父皇如此信奉天机阁，给天机阁这么高的地位，和1000年前太祖传闻有关系。1000年前太祖开局一个碗，打了这大大的大周皇朝。司徒无命那老头，他和父皇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一去，父皇就听他说的话呢？黄景听到萧晨的话中大不敬之意，他的脸颊冷汗直流。萧晨听着马车嘶鸣，
黄景没好气的声音传了进来：“九殿下，九爷爷，您别乱说话了。皇城司司徒司主，他的坏话谁敢说啊？说不准，你今天说的话，1刻钟后他就知道了。”萧晨皱眉，听着黄景的话，结合乾元殿上司徒无命给他挖的陷阱，他总觉得司徒无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在他身上藏着天大的秘密。就比如，明明他的计划已经被司徒无命识破了，可他却没有揭穿自己，这让萧晨百思不得其解。驾！突然，一阵杂乱的马蹄声音传了进来，他探出头，顺着窗户看去，远处的一队人马朝着他飞奔而来。为首一人一身劲装紫衣，前凸后翘的坐在马上颠呀颠的，一片波涛汹涌。不过2条无敌修长的美腿夹在马背上，隔着老远就给萧晨以熟悉感。当战马到了车架前，萧晨才看清楚来人，风韵如玉，美若天仙。平时萧晨看到的陆红鸾都是宫装美妇形象，今日换成劲装，妩媚之中竟然多了一丝英气，也让萧晨感到了一丝惊艳。只见他露出惊喜神色：“陆仪，你怎么在这儿？陆仪，你怎么在这儿？”萧晨看着眼前的紫衣女子，露出惊喜神色。来人不是别人，正是陆红鸾。说起陆红鸾，也算是在大周帝都，除了他母妃叶庭瑶之外，最熟悉的人了。同样出身将门陆家的他，从小就和他母妃叶庭瑶关系亲密，不仅结拜姐妹，更是一个人嫁给王爷，一个嫁给皇帝。不过陆红鸾命不好，10年前明景帝派肃王发兵征讨西南乌蛮部落，蛮灵关大战，肃王陨落当场，这也让陆红鸾寡居肃王府，无儿无女的他把几乎上所有的爱都给了萧晨。只见那陆红鸾先是一愣，修长美腿一夹马腹，让战马嘶鸣一声，接近马车后才看清萧晨面容：“晨儿，你怎么在这里？”随后就见黄公公下车行礼道：“见过陆夫人。”“黄景，怎么你也在？”陆红鸾嫣红小嘴微张，露出惊讶表情来。听到叶安都的传讯，他可是马不停蹄，带人直接就来了皇城之下，和太子妃有染。在大周皇城律法之中，这可不是小罪，可萧晨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这让他如何能不惊讶？不仅是他，在陆红鸾身后，一身白袍的叶安都看到萧晨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同样震惊了。黄景躬身回道：“回陆夫人，咱家奉陛下之命，送九殿下回府。”陆红鸾瞥了一眼黄景，沉声道：“哦，我在这里了，就不劳烦黄公公继续送了，接下来交给我吧。”“诺。”萧晨看着黄景说着话，躬身行礼后朝着皇城方向走去，而陆红鸾则是踏上马车，抬手把长剑平放在他双腿之上，性感的丹凤眼微微眯着说道：“晨儿，告诉陆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哒哒哒，帝都深夜之中，马车在众多骑兵的护卫下，在街道上慢慢行驶着。萧晨坐在马车之上，他把皇城发生的一切都跟眼前的陆红鸾说了一遍。“陆仪，你和安都怎么来了？”说完后，他朝着陆红鸾问道。听到他的解释，萧晨才知道眼前这个身高9尺、满是军武之气的白袍男子，竟然是他表弟叶安都，也就是他舅舅叶庭渊的儿子。还说呢。此刻听到皇城之内发生的凶险之事，陆红鸾白了萧晨一眼，说道：“若不是你母妃让安都来找我，我怎么知道你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知道你母妃因为你的事情触怒陛下，被罚被幽闭景瑶宫，受了多大的罪吗？”萧晨打量着他，低矮的车厢里面，陆红鸾蜷缩双腿，显得更加修长，紫色的劲装包裹着他的身体，鼓鼓囊囊的放在双腿之上，显示出惊人的轮廓来。慢慢的，陆红鸾露出惊讶神情，饶是他也没想到萧晨竟然会因为这样过关。母妃她触怒父皇。萧晨眉头紧皱，面带震惊神色，他急迫问道：“母妃没事吧？”萧晨也没想到这件事情太子萧明竟然考虑得这么完善，专门选择他这个便宜。老子明景帝在景瑶宫的时候哭诉，他这一哭诉，他母妃必定帮助他求饶，一求饶必定触怒他，便宜老子。明明是萧晨一个人的错，却一石二鸟，连带着让他母妃也受到了牵连。这份心机不愧能当上太子，总有一天要让他连本带利还回来。萧晨面带讥讽神色，暗暗想到。叶安都连忙回复道：“姑姑她没事，表哥放心吧。”叶安都他上下打量着萧晨，他也同样震惊。他沉默了。都说这表哥是大周第一纨绔，今夜他死中求活，这份心机手段叶安都自己都感觉不一定能做到。一时间叶安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了。你这孩子今夜也是命大，可吓死我了。陆红鸾嗔怪地看着他，红唇轻启：“罚你2个月不能出门，在皇子府给我好好安静安静。”陆仪，我知道错了吗？早晚有一天这仇我要报回来。陆红鸾指了指他的脑袋，
嗔道：“你呀，这孩子让我和你母妃省省心。”萧晨看着他连忙附和，按照记忆卖乖，把陆红鸾哄得咯咯直笑。等到气氛融洽之后，他急忙问道：“陆姨，您知道天机阁和天机老人的事情吗？他真的有这么神吗？从1000年前活到现在？”萧晨好奇死了，仅仅一个预言就能改变萧晨的命运，甚至让他便宜父亲明景帝放过他。他都不敢想，1000年前大周太祖攻破大凤凰城的时候，天机老人是出了多大的力气。陆夫人想了一下，说道：“这件事情是皇家隐秘，我也所知道不多。不过我知道的是，皇室世世代代都格外敬重天机阁，不仅是如今的大周，前朝大凤也是如此。天机阁乾隆榜上的青年，也是每一朝九龙夺嫡时候皇子招揽的首选。甚至继任皇帝之位的皇子，每年都需要前往天机阁祭拜，以祈求上天庇佑。”陆红鸾的话不说还好，说了之后更加让萧晨好奇了。1000年前的大凤，如今的大周，竟然都有如此神奇的宗门。萧晨还想问些什么，只见陆红鸾面色凝重地说道：“晨儿，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藏拙了。”萧晨一愣，疑问道：“藏拙？”陆红鸾说道：“若是说之前南宫婉的预言和太子结合，那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如今的话，你和南宫婉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南宫婉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太子妃了。无论天机阁的预言是否真的能应验，你一定会进入所有势力的目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萧晨一愣，他竟然没有想到这一层。以前他是纨绔九皇子，大周第一纨绔，就算是母妃是大周宠妃，舅舅是大周君神也无所谓。以他的恶名，没有人会相信他会成为皇帝。但现在不一样了，此刻天机老人预言加深，再结合他身后的势力，肯定会有人把他和大周皇帝联系起来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加上这个，他萧晨世人都以为的武道废物，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想到这里，萧晨倒吸一口凉气，骇然道：“这才是太子出的毒计吗？”而就在萧晨思考的瞬间，陆红鸾仿佛下定决心一样，只见他朝着萧晨招了招手：“晨儿，坐过来一些，让陆姨看看你。”萧晨连忙摆手道：“陆姨不行的，离你太近的话，这蛊虫的能力我压制不住。”旋即，陆红鸾的脸颊慢慢变红，只见他嗔恼道：“你这孩子，陆姨这一身武道已经入了4境先天境，虽说不是你不过一个小小气血劲武者，能拿我怎样？若不释放情欲之气，我又如何才能判断你体内的蛊虫类型？还是说，你想死在这蛊虫啃食之下？”陆红鸾絮絮叨叨，但言语之中带着关切。萧晨心下感动，见状连忙举手投降：“好了，陆姨，我投降还不行吗？”见萧晨投降，陆红鸾才满意点头，露出几分笑容来：“你也就是命大，不知道南疆蛊虫的厉害。就你说的这个蛊虫的类型，最起码也要是王蛊以上的类型。这种类型的蛊虫可以说相当于是一个独立行动的生命，它会控制你的行动，让你不停地去进行情欲之事，直到掏空你的身体，让你死去。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说完，他伸出雪白小手，一把抓住萧晨的粗糙大手。一瞬间，萧晨感受到陆红鸾小手的温度之后，他的体内瞬间那黑色的蛊虫苏醒了。这蛊虫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瞬间在他体内横冲直撞起来。随后，萧晨只见一道粉色的情欲之气从他体内飘出，顺着陆红鸾的身体钻了进去。英明！萧晨看着陆子渊白嫩的小脸，瞬间变得酡红起来，他的手掌像是触电一样收了回去。此刻，萧晨心脏处再次喷洒出一道道清凉之气，琴鼓嘶鸣一声，被清凉之气压制下来。萧晨连忙平复气血之力，看向陆红鸾。陆红鸾脸颊慢慢酡红起来，他顾不得什么，身体前倾，连声朝着陆红鸾问道：“陆姨，你没事吧？陆姨，你没事吧？”谁能想到，陆红鸾大叫一声，喝止萧晨：“别过来！你这蛊虫应该超越王蛊等级。”晨儿，他周身散发紫色真气，刚刚开口却不再说话了。只见这一道情欲之气入体，让他身子微微颤抖，眼眸半张半合，有些魅惑。好多情欲之气！萧晨眼眸瞪大，他感觉从陆红鸾身上出现一道道情欲之气，竟然比之南宫婉丝毫不差。一瞬间，琴鼓嘶鸣，他的体内一道道清凉之气再次出现，修炼功法自动运转起来了。晨儿，我改日再来看你。可是下一秒，萧晨就看着他，声音颤抖道：“停车！”战马一声嘶鸣，瞬间马车停了下来。陆红鸾表情慌乱地逃了下去。安都，你带人送晨儿回府，我还有要事要做，就不送你们回去了。叶安都连忙称是。说着话，只见他翻身上马，瞬间带人离开了。陆姨，陆姨！
萧晨无奈喊道：“改日是哪日啊？”萧晨喊完，才意识到自己喊的话有些不妥。此刻，叶安都带着许多叶家府兵，直勾勾地看着萧晨，眼神之中满是怪异。看什么？回府！萧晨不乐意地喊了一声。在陆红鸾离开一瞬间，萧晨又感觉一大团情欲之气冲入他的体内。这最后一股情欲之气，竟然比南宫婉身上的情欲之气还要多得多得多。一瞬间，琴鼓嘶鸣，萧晨体内的功法自动运转起来。轰隆！萧晨的修为再次突破了。只见他睁开眼眸，嘴角带着些许冷笑：“藏拙，这不就是我的拿手好戏吗？”作为大周第一纨绔，他做出任何的荒唐事情，都不会有人感到意外吧？藏拙，这不是我的拿手好戏吗？马车吱嘎吱嘎地驶过朱雀大街，慢慢地朝着九皇子府驶去。萧晨端坐在马车之上，一边观察琴鼓，吸收情欲之气，一边思考刚刚陆红鸾说的话。若是真的如他所说，污蔑他和南宫婉同床事一石二鸟，然后再把天机阁的批语放出去，萧晨真的就再也没有安稳的日子了。所以要藏拙，刚刚好，他可以从整肃王府开始，开启自己的嚣张之路。好多的情欲之力。萧晨正想事情的时候，突然萧晨体内的琴鼓发出快乐的嘶鸣。萧晨紧紧接触陆红鸾一下，琴鼓从他身上吸收的情欲之气竟然不比南宫婉少多少。萧晨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因为血液流动过快而再次发热。砰砰砰砰，萧晨听着自己的心跳，巨大的气血之力冲击下，让他再次冲击气血壁障。轰隆一声，萧晨只觉得鼻子一热，海量的气血冲破壁障，在他体内喷涌起来。气血八重，成了！萧晨猛地睁开眼睛，露出狂喜神色。前身无论如何也突破不了的境界，在有了琴鼓加持之下，他突破起来犹如吃饭喝水一般简单。老子是修行天才啊！没有系统，难道这就是我穿越过来的金手指？萧晨喃喃道。马车之外，一身白袍的叶安都感受到气息的翻涌，露出一丝讶然神色。表哥，他不是修炼废物吗？还有陆夫人，为什么他从表哥马车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脸娇羞？陆夫人进马车，表哥就突破了，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一瞬间，叶安都胡思乱想起来。大周帝都是大周45域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东南西北4个城区，36方住着上百万人。特别是大周立国800年来，因为大周立贤不立长，15任皇帝中极少有特别昏庸的昏君存在，所以造就了大周帝都格外繁华的景象。明景40年以来，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明景帝更是解除了帝都的部分宵禁，所以就算是深夜之中，马车穿过朱雀大街，萧晨也能看到道路两边的商户营业，停在了九皇子府门前。萧晨透过车窗朝着外面看去，偌大的九皇子府甚至比皇宫都要奢华。仅仅是皇子府门口的7筒大门，传闻九皇子就砸过工部大门3次，无他，只因为不满意。因为这件小事还闹上了乾元殿3次，当时的工部尚书钱英带头参了萧晨一本，当时的帝都还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殿下回来了，殿下回来了。萧晨刚刚从马车上下来，他正暗自感叹前身的纨绔，就看到门口一个娇俏侍女激动地扑了上来。少女约莫15、16岁的年纪，瓜子脸，大眼睛，高耸的琼鼻，颇有一种混血美人的既视感，十分漂亮。萧晨看了她一眼，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艳神色，好漂亮的小侍女，这前身真当个人啊！萧晨夸赞道。见到少女一瞬间，萧晨记得这侍女名字，这少女叫柳，是前身在教坊私花3000两买下的，因为年龄小，一直放在王府没有动她，自然这少女也是最信任萧晨的人。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刚刚有消息传来说您下了大狱了，可把柳吓坏了。小姑娘面带焦急神色，抱着萧晨的胳膊还微微发抖，可见是吓坏了。在这个青春的年纪，萧晨竟然还能从她身上感受到少女的清香。萧晨啊萧晨，你竟然混成这个样子！萧晨苦笑喃喃，偌大的皇子府，主子都被下了大狱了，竟然如此平静。整个王府门口竟然只有一个侍女担心主子的安危。突然，整个九皇子府的中门吱呀一声猛然洞开，数十个下人鱼贯而出，纷纷朝着萧晨跪拜行礼道：“恭迎九殿下回府。”带头的是一个肥胖无比的大胖子，在看到萧晨的时候还闪过一丝惊慌神色，但看到萧晨身边的柳时候，瞬间呵斥道：“柳儿，你还有没有规矩？殿下的胳膊也是你可以抱的吗？”说着话，上来就想给柳儿一个大嘴巴。啊！柳管事，我错了。柳儿惊叫一声，慌忙闭起眼睛，躲在萧晨身后。砰！预想的巴掌并没有降临，只听到一声闷哼。
柳儿睁开眼睛，惊讶地看到萧晨俊逸的脸上带着邪笑，刘管事的手正被他握在手中。疼疼疼！刘管事惨叫一声，随后萧晨微微一笑，随后一脚踹出，刘管事瞬间被踢飞出去，砰的一声砸在地上，掀起阵阵尘土。这让柳儿漂亮的大眼睛不住地朝着萧晨看去，眼神之中带着惊讶。他总觉得眼前的殿下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萧晨看着柳儿，微笑道：“柳儿，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整个王府的大管家。”柳儿连连摆手，惊慌道：“啊，殿下我不行的。”萧晨瞥了一眼刘管事说道：“不行也要行，本王没有人可以用了。来人，给我拿下他，严加拷问。”在他身后，一队陆家府兵呼啸而出，朝着刘管事擒拿而去。冤枉啊！冤枉啊！殿下，不知道小人哪里做错了，小人改不行吗？殿下息怒，殿下息怒，放过小人吧。刘管家傻眼了，感受到几个如虎如狼的野蛮汉子把他架起，让他双脚离地，让他疯狂求饶起来。趁着萧晨不注意，只见刘管事眼神阴毒起来，一道反震之力把他周身的数个汉子震飞出去。随后一道道褐色真气在他周身形成，化作一头明虎朝着萧晨杀来。明虎爪，死吧！萧晨！他没想到萧晨冷笑一声，原地不动，负手而立，殿下小心。在他身后，柳儿不顾安危，直接横拦在他的身前。紧接着一个刀鞘如闪电般从萧晨身后射出，噗的一声，下一秒击碎刘管家身前的虎爪，一瞬间把他击飞出去。随后一身白袍的叶安都出现，提起刘管家的身体朝着府中走去。王府之中的其他人看到眼前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萧晨冷哼一声，嘴角微微勾起，立威之后他不理会其他人，随后大踏步朝着王府之中走去。在他身后，那些下人们连忙喊道：“殿下回府！”萧晨拉起身边的柳，一步踏出，朝着王府之内走去。紧接着他身后所有的侍卫全都颤颤巍巍跟了进来。1秒之内，萧晨在叶安都的帮助下完成了立威。来人，今晚给我严刑审讯，本王要知道他究竟是谁派来杀我的。萧晨瞥了一眼叶安都，吩咐道。说话之间，他就直接朝着后院走去。有这么漂亮的小侍女，萧晨不用，太对不起体内的情蛊了。殿下。夜晚，后院萧晨卧室之内，柳儿身穿素衣，脸蛋带着醉人的酡红，哈着热气说道：“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承担这么重大的职责，长长的睫毛颤呀颤的，好似有些害怕。奴婢已经把被褥之中暖热了，殿下可以就寝了。”一瞬间，萧晨上了床榻之后，各种幽香钻入他的鼻窍，这生活不错。第二天，萧晨刚刚起身，就有4、5个侍女进来伺候他。起床，洗漱。一身绣着金线的锦缎做成的华服穿在身上，腰间挂着赤龙玉佩，把他衬托得贵气十足。萧晨轻笑一声，非常帅气。几个侍女看着萧晨帅气的模样，瞬间霞飞脸颊，一个一个都害羞了。他突然感觉一缕缕情欲之气从侍女身上飘出，被情蛊吸收，让他感觉不错。殿下，刘管事招了。这个时候，柳儿走了过来，笑盈盈地说道。他的手里还捏着黄色宣纸写出的供状，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萧晨哦了一声，漫不经心地说道：“谁指是他的？他知道背后的人一定是太子，但是能在众多侍卫保护下往他身上下情蛊，那人一定不是一般人。所以，萧晨想找的人并不是太子，而是给他下情蛊之人。这2天，他一直都有一个疑惑。据他所知，情蛊只有释放和吸收情欲之气的能力，并没有刺激气血运行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的情蛊有刺激气血运行升级的能力？虽然目前这情蛊没有什么异样，但是萧晨不找到下蛊的人，还是不安心。柳儿看了萧晨一眼，崇拜道：“殿下，您太厉害了，如您所料想的一样。刘管家背后之人是太子手下的谋士，名叫江素清，是定州江家之人。他不仅收买了刘管事，给殿下下了少量迷药，最重要的，刘管事出卖的殿下出门的时间，这才给了太子可乘之机。江素清，太子萧明手下第1谋士，用计以饮狠毒辣著称。”萧晨回忆了一下关于前身江素清的记忆，皱着眉反问：“是他给本王下的情蛊吗？”柳儿迟疑了一下，随后皱起眉头，翻看了一下供状，才继续回复道：“那倒是没有。”萧晨停顿了一下，失望道：“继续查，告诉所有人一定要给本王查出来。”说完，他就离开卧室，朝着客厅走去。不了解清楚他的身体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不安心。接下来的几天，萧晨哪里也没有去，一直待在九皇子府中，只让叶安都打听帝都动向，还有审讯刘管家。
毕竟他九皇子身后是叶家这棵参天大树，特别是叶家二叔得知萧晨被诬陷，更是气得不行，不仅让叶安都逗留王府保护萧晨，更甚至把府内最厉害的高手都派来审讯刘管家了。花园内凉风习习，春意盎然。萧晨躺在黄花梨木做成的躺椅之上，锦衣貂裘，奢华无比。他手持一卷古书在看着，这部古书上面赫然写着5个大字：天机秘录，一本记载天机阁和这个世界八卦的杂书。在他身后，4、5个身段妖娆的侍女伺候在他旁边，一人捶腿，一人捏肩，2人端着萧晨要吃的东西随时准备着。这纸醉金迷的生活让萧晨感到十分惬意。原来如此，这就是七绝谷。萧晨放下手中的古书，喃喃道：在他的记忆之中，这个世界是由神武天下、乌蛮天下、万妖天下3座天下组成的。但在这本书上介绍，这个世界不只有3座天下，还有许许多多上古彝族。萧晨手里这本书介绍的就是上古彝族之一的南疆古尸，这其中的一页画像上介绍的曾经出世的南疆圣子那扎古使用过的王级古虫七绝古，和萧晨体内的那只古虫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成年七绝古应该有7种能力，需要不断寻找相应的天材地宝进行喂养才能成年。当年的那位出世的南疆圣子只动用了情欲之力、暗影之力、合毒之能力，就已经在天机榜上排名第1。萧晨看着这本天机秘录之中关于七绝古的介绍，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对啊！萧晨合上这本古书的瞬间，他皱起眉头来。七绝古虽然有7种能力，但是没有能让修为突破的能力啊。要知道，萧晨3日时间从气血3重突破到气血8重，每次他的身体之内都是不自觉地激发一道清凉之气。他不仅什么补品只吸收清凉之气就突破了，完全和书上所说的一点都不一样。诡异，实在太诡异了。就在萧晨皱眉感叹诡异的时候，侍女柳穿着白色狐裘，捏着一颗紫色的葡萄含在嘴中，然后低头朝着萧晨喂食而去。殿下，吃葡萄。她的指如葱根，修长白皙，一举一动都经受过专门训练，优雅异常。萧晨微眯着眼睛看着这一幕，只觉得赏心悦目。在听到柳的话之后，一张嘴把温度适中的葡萄吃下，感受到带着香气的葡萄汁水在嘴里炸开，然后顺手拍了下他的臀儿。殿下。感受到臀儿上的动作，柳儿眼睛水汪汪的抱着萧晨胳膊撒娇道。萧晨内心美滋滋的，魂儿都要飞天外去了。与此同时，一缕情欲之气从他的身上飘出，被琴鼓吸收。紧接着，琴鼓一声嘶鸣，传递出开心的情绪。萧晨只觉得身体一热，功法再次运转起来。腐败，这种生活实在是太腐败了。不得不说，前身还是会享受的。九皇子府内虽然侍女不多，但个个都是很有特色的少女。特别是柳儿，在萧晨重回皇子府立威之后，对她更加殷切了。这小姑娘简直就是萧晨的贴身小棉袄。你能想象一个被教坊司调教过的绝美混血小萝莉，对男人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吗？若不是看她年龄太小，萧晨真的恨不得当场化身狼人，当场教育教育她。萧晨看着柳儿素手再次捏起一颗葡萄，含入嫣红小嘴之中，萧晨只觉得腹中一片火热，于是他咳嗽一声，吩咐道：好了，柳儿，本王不吃了，你去通知叶安都来一趟。柳儿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失望，但还是连忙说道：是，殿下。随后他快步朝着庭外走去。萧晨原本刚穿越而来，还对这种朱门酒肉臭的事情持批判态度。他拒绝了前身搞得3观炸裂的美人鱼和少女宴，只剩下这一个陋习。没办法，为了他的小命着想，他也需要时刻获取情欲之力，喂食情蛊，只能保持着纨绔公子的状态，继续从九皇子府侍女身上获取情欲之力。说实话，他还挺想念南宫婉和陆仪陆红鸾的。这几天之中，萧晨已经想办法打擦边球了，但是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侍女年纪太小，没有修为的原因，亦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们体内的情欲之力也有，但对比南宫婉和陆红鸾那种一瞬间就能飞出一大团的粉色情欲之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几天下来，萧晨才收集不到一团情欲之气，甚至不如和南宫婉双修一次来得多。萧晨舔了舔嘴唇，想起前几天晚上和南宫婉的双修，仍然内心火热异常。脱离了和他的双修，萧晨发现他这具身体几乎上无法正常修炼。不管了，就算是身体出事情又怎么样？现在看下来，这具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萧晨感受气血流淌过身体，一圈一圈的冲击着体内壁障。轰隆，琴鼓嘶鸣下，萧晨身体自动运转功法，一股股气血冲击下来，他只觉得气血境的最后一道壁障被冲破开来。气血9重，成了！
感受到体内蓬勃的力量，萧晨喃喃自语，期待道：接下来就是断骨了。我大周皇族锻造蛟龙骨，就能初步运用蛟龙之力了。这个时候，只见柳带着一身白袍的叶安都走来。殿下，叶世子带到了。只见叶安都满脸焦急神色，他看着萧晨说道：表哥，朝堂出大事情了。青狐小筑，婉儿，出大事情了。一道火红的身影驾马出现在青狐小筑门口，只见他身形矫健地从马上下来，快步跑入府内。激动的声音随着他的快速跑动传入廊桥下写字的女人耳中，而这女子身穿白色长服，素面朝天，青丝如瀑布般垂下，样貌绝美。她的神态清冷，对传来的声音置若罔闻，白皙玉手正握一支毛笔，正在写些什么。若是萧晨在这里，一定觉得惊艳无比，因为现在的南宫婉和那天晚上一身头戴凤冠，身穿大红嫁衣的南宫婉，若当时的南宫婉雍容无比，乃是人间富贵花。此刻的南宫婉就是素雅高冷，如同仙子一样不食人间烟火。她就是南宫婉。自从当晚事情出了之后，她就也没有脸再回到南宫尚书府，而是就近买了一栋清雅小筑，准备了此残生。萧晨他终于受到制裁了，他被判禁足3年，罚俸3年，就连叶家都跟着他收到了牵连。当听到萧晨这2个字的时候，南宫婉眼眸微动，终于有些动容，抬头看向远处来的火红身影，而他的脑海之中不住地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此刻的萧晨如同一道梦魇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婉儿，你别哭啊，我不提他不行吗？你看你，我一提他你就哭什么？来人名叫唐瑶，是大周地多一名捕快，和南宫婉原本就是闺蜜，听到消息来告诉他，本意是想为他出气，可一瞬间看到南宫婉素面朝天，面无血色，泪珠不要钱一样的滚落下来，却慌了神。另一方面，萧晨这边，殿下，叶世子到了。萧晨慵懒地躺在躺椅上，这个时候只看到一身白袍的叶安都从远处走来，他的脸颊之上带着些许焦急神色。只见叶安都顾不上行礼，走到萧晨面前，急迫说道：表哥，朝堂出大事情了。闻言，萧晨眼眸一皱，连忙坐起身问道：别慌慌张张的，出什么大事情了？只见叶安都面带愁容，说道：你的事情出了之后，传得满京城都是。今日南宫婉的父亲刚刚在朝上奏折弹劾你，同时请求陛下解除太子和南宫婉的婚约，说他们南宫家无缘和皇家结亲。爷爷上前和其理论，说不过就动起手来。陛下大怒，一怒之下罢免了爷爷的兵部尚书一职，让他告老还乡，还说要判你流放。听到这消息，一瞬间萧晨坐直了身体，眼神之中满是不可置信神情。前几天他出来的时候说黄锦的好好的，赦免他是因为天机老人当年的预言，根本和叶家毫无关系，怎么今日刚刚年假结束一上朝，就迎来了如此噩耗？萧晨皱眉看着叶安都，示意他继续说。只见叶安都顿了顿，继续说道：听到父亲告老，你要流放，姑姑她得知消息后脱簪请罪，跪在乾元殿前3天3夜，也没有求到陛下心软。不知道怎么的，南宫仪再次上书陛下，言称殿下已经受到处罚，他也不再追究，只要求解除太子和南宫婉的婚约即可。然后陛下才答应。这样不仅爷爷兵部尚书一直没有了，叶家多位兵部任职的官员都被罢黜。表兄，这次我们元气大伤啊！叶安都的话说完，萧晨这才长出一口气来。朝堂之上那滚滚诸公都是人精，只要他的处罚没变，那就是演戏啊。要知道他的处罚是早就定好了的，不可能换。这显然演了很大一场戏，为的就是皇室的声誉。只不过萧晨信息太少，无法判断这2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竟然让叶家自己送出了这么大块的利益，看来要想办法建立自己的势力啊。萧晨喃喃道。朝堂之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到现在才知道，实在是太被动了。若不是叶安都来告诉他，恐怕他还要晚个2天才能知道结果。这对比其他几个皇子来说太慢了。想到这里，萧晨抬头看向叶安都，看到他眉头紧锁的模样，无语道：外公那边怎么说的？这家伙从小在军中长大，显然没见过朝堂是什么样的，他还以为真的发生了大的变故呢。爷爷什么也没说，只是让我告诉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叶安都有些迷茫地问道：表兄，爷爷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萧晨听到这8个字，瞬间明白了老爷子的意思。他的想法竟然和前天晚上陆红鸾告诉他的如出一辙。2人都在告诉萧晨，告诉他需要低调，低调才行。看来这天机预言果然是有东西的。萧晨眼眸闪动，喃喃道：他父皇可以因为南宫婉对他网开一面，
外公叶晴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告老还乡，让出这么大的利益。而南宫婉的父亲南宫仪的态度也有些迷惑，这朝堂上的滚滚诸公好像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样。没什么意思，我刚刚闯了这么大的祸吗？外公让我安静一段时间。萧晨看着叶安都，笑着解释，关于这件事，他觉得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毕竟萧晨他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原来如此，表兄，那爷爷那边我如何回复？叶安都问道。你就告诉他，外孙明白了。萧晨表面答应，内心冷笑，低调，低调是不可能低调的。现在他身体上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又是天机预言，又是东宫陷害的，萧晨不对回去，难出这口恶气。启禀殿下，陆夫人来了。萧晨正想些什么的时候，柳儿袅袅地走了过来，轻声在萧晨耳边说道：请陆仪过来吧。萧晨点点头，吩咐道。而坐在萧晨对面的叶安都一听来人是陆红鸾，瞬间表情更加怪异。想起那晚上的事情，叶安都连忙说道：表哥，那我告辞了。说着话，他足尖轻点，像一个大鸟，几个起落之间就消失在萧晨的视野之中。萧晨羡慕不一会儿，就在萧晨愣神的时候，他的眼中门口出现一个披着狐裘大衣的宫装美妇，身材丰韵，样貌绝美。他的手中提着一个雕龙石盒，走到萧晨面前。萧晨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艳。那天晚上，陆红鸾身穿一身紫色劲装，昏暗月光下，萧晨看清楚她的面容。今日她身穿一身狐裘大氅来，柳眉杏眼，樱桃小嘴，反而看起来贵气十足，眼角处的一颗泪痣更让她添了几分韵味。你这孩子盯着一看什么呢？陆夫人很自然地走到萧晨面前，嗔怒道。她的声音略带沙哑，好像有些上火一样。但萧晨听到后想起前世声优，只见他很自然地打开食盒，伸出白皙玉手，从里面端出几碟精美的糕点出来，放到萧晨面前。陆姨，您怎么来了？前日里面您没事吧？萧晨上下打量一下陆夫人，连忙问道。此刻谁来他都不开心，唯独陆夫人来他很开心。一是陆夫人身上的情欲之气，还有就是蛊虫的问题。萧晨总觉得陆夫人对蛊虫的事情很上心，而且她很懂的样子。听到萧晨的话，一瞬间陆夫人脸颊泛红，略带慌乱道：我能有什么事情？寡居多年，一缕情欲之气让她有些芳心大乱，尝到了多年未曾有的滋味。萧晨感受又是一团巨大的粉色情欲之气从陆夫人身体飞出，钻入她的体内。一瞬间，她体内的琴骨嘶鸣一声，再次激动起来。然后她的体内再次涌现出一股清凉之气，功法自动运转起来。陆夫人咬了咬下性感后唇，想到自己要说些什么，她的脸颊更加发烫。晨儿，那个你吃，这是我从桂月楼带来的糕点，平时你最喜欢吃的了。陆夫人端起一盘精致糕点，递到萧晨面前，眼含期待地看着他。萧晨看向披着白色披风的陆夫人这个样子，他有些奇怪，但又不好拒绝，只好从最上面拿了一块塞进嘴里。唉，见萧晨没有碰到自己的手，陆夫人带着一丝幽怨看向萧晨，再次有一团情欲之气飞来。萧晨只感受体内再次有一道道清凉之气包裹全身，功法运转越来越快，他的内心无比激动。陆姨，您到底怎么了？您可是发现七绝谷的线索了，可以告诉我吗？见陆红鸾细眉微蹙，也不知他为何不高兴，只好小心翼翼地问道。陆夫人递给萧晨糕点的手一顿，眼神之中闪过几丝莫名来，她轻咳一声说道：我倒是发现了一些线索，就是晨儿，你可否答应陆姨一个条件？陆姨就把这线索告诉你。说着话，她眼含期待，瞪大眼睛看着萧晨。萧晨激动莫名，他正不知道自己从哪里了解七绝谷这个东西呢。陆夫人就来救火来了，可是下一句话，萧晨瞬间震惊了。我想再体验一次那晚上的那种感觉。陆红鸾紧了紧披风包裹的熟透了的身子，羞愤道：啊！萧晨蹭的一下起身，怔怔地看着他，露出震惊表情。我想再体验一次那晚上的那种感觉。陆夫人紧了紧白色披风包裹的熟透了的身子，颤了颤，羞愤道：啊！萧晨瞬间震惊了。就在萧晨说话瞬间，一团巨大的粉色气团朝着萧晨体内冲来。你这孩子在想些什么？陆夫人趁机打了一下萧晨的额头。一瞬间，被压制着的蛊虫兴奋了，一缕粉色情欲之气从萧晨的体内钻出，刺入陆夫人体内。一不过是担心你的安全，你可知道你体内的蛊虫就是七绝蛊？而且，一瞬间，萧晨瞪大眼睛，露出骇然神色。怎么可能？陆姨她身上怎么如此多的情欲之气？轰隆，又是一大团粉色情欲之气进入萧晨身体之后，
那黑色虫子兴奋了，它直接在萧晨体内翻涌起来，热，热，热。萧晨之前那种冲上头的情欲又来了。闻到陆红鸾身体上的幽香，萧晨慌忙朝着后面退去。陆姨，您快退后。陆红鸾一瞬间发现了萧晨的异样，他急忙说道：晨儿，你怎么了？刚想上前，却被萧晨伸手拒绝。没办法，只能站在远处，瞪着卡姿兰大眼睛，就这么看着他。砰砰砰砰，如上次一样，萧晨心脏处强劲地跳动着，再次出现一道道清凉之气，化作比上次巨量的气血之力，在萧晨体内奔腾起来。一圈，两圈，三圈，在萧晨心脏强有力的震动之下，烘炉炼血功自动运转。不一会儿，就又遇到了修炼的瓶颈，但这次琴骨嘶鸣在萧晨体内左冲右撞，丝毫没有停下的想法。有琴骨嘶鸣加持下，萧晨体内的心脏跳动得更快了，一缕缕清凉之气从他的身体之中涌出，再次朝着他体内丹田汇聚而去。轰隆，修为瓶颈被海量气血冲破，萧晨的修为突破到了气血九重。刚突破气血九重，萧晨就露出骇然神色。我这是什么？因为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颗黄金色跳动着的心脏，这心脏正在粉色气团的刺激下不断的释放清凉之气，而随着他视线的下移，他丹田之中一个黑色的虫子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这就是那蛊虫吗？萧晨面带恍然神色，他终于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内视，他眼前出现的东西是他体内的情况，武道宗师都不一定能做到的内视，我现在就做到了。萧晨眼神瞪大，眼中闪过一丝惊骇神色，因为突然大量的情欲之气的出现，他竟然多出了个内视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竟然让他搞清楚了他不能修炼的原因，让他不能修炼的源头竟然是一颗黄金心脏，而他突破这么快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黄金心脏收到了七绝骨的威胁，然后产生的自主反应而已。果不其然，在吞下这海量的情欲之气后，周围的清凉之气瞬间包裹黑色虫子，这蛊虫一声悲鸣，好似非常惧怕这清凉之气一样，不断的求饶，直到保持原地不动后，这黄金心脏才放弃继续释放清凉之气。于此，萧晨才从内视环境之中退出来，陆夫人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萧晨这才明白过来，前身为什么16岁了还在气血三重，修为丝毫没有寸进，这么多年来都是拜这个黄金心脏所赐。此刻东宫之中，富丽堂皇的大殿之内站着2个人，其中一个身穿蟒袍，一举一动都带着尊贵气质。什么？那个废物竟然没有死？他好似听到什么信息之后，猛地转过头来问道：回禀太子殿下，谢人回报，刘管事被抓，他出手之前确实没有能伤到九皇子，而是被叶安都轻易拦下，属下们也是害怕痕迹太重，于是就没有出手阻拦。在他下位是一个身穿灰色衣袍的英质青年，躬身行礼说道：叶安都，竟然是他！太子萧明眼眸闪烁，连连摇头感叹道：可惜，太可惜了，他竟然没有死。他若是死了的话，本宫的可是解决了一大块心病啊。想起那天晚上的羞辱，萧明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父皇可以放过萧晨。这个时候，只见那江素轻身出手，做一个抹脖子的举动，问道：殿下，要不要动手？这个时候，太子却连连摇头道：不可，以南宫婉来陷害萧晨就已经足够凶险，若是再动手，风险太大。而且父皇寿辰要到了，准备父皇寿诞和拿下兵部尚书一职才是要事。只要拿下兵部，就相当于拿下了叶庭渊的后勤补给。叶庭渊拿下，萧晨呵呵，不足为虑。太子阴笑一声，恨声道，负手朝着阴影之处走去，他的声音滚滚而来：下一次本宫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吩咐四海帮给他找些麻烦，拖住他就行。在他身后，那文士眼眸一亮，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险，他躬身行礼道：是。随后他也离开了。整个东宫再次陷入了寂静。再说萧晨这边，萧晨突破气血9重后，缓缓睁开眼睛，然后看到陆红鸾的震惊表情。晨儿，你的修为是因为他吗？陆夫人上前2步，眼神闪过一丝复杂。原本萧晨无法修炼，可这2天能修炼之后，一定是和那蛊虫相关的。陆姨，我能修炼了，而且这些天我的修为接连突破，马上就能突破断骨武者了。萧晨上前一步解释道。对于陆红鸾他还是放心的，除了黄金心脏和他目前的诡异情况不能说，其他的事情萧晨基本上都告诉陆红鸾了。哎，你还是走了这条路，突破断骨境之后，记得去一趟大周皇祠，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陆夫人摸了摸萧晨的手，眼神闪过一丝怜爱。大周黄祠。萧晨愣了一下，脑海之中浮现了关于大周黄祠的记忆。他只知道大周黄祠相当于皇族禁地，任何皇家子弟突破后都可以去黄祠修炼和挑选武技。因为大周立国接近1000年，多少武道秘籍都被送入了大周黄祠之中。前身是因为修为一直停留在气血3重，无法千万大周黄祠修炼武道。可陆仪怎么知道那里有我要的东西？想到这里，萧晨看向了陆红鸾。不知道什么时候，萧晨身上的一股情欲之气已经飘入他的体内。他心满意足之后，带着满足的微笑离开了皇子府。走之前，他还和萧晨定下了一个约定，只要他有这方面的需求，萧晨就需要及时满足。萧晨自然从善如流地答应了。如此一个绝美的少妇愿意给他提供情欲之力，萧晨没道理不答应。而且他提供的情欲之力堪称海量，这几天萧晨获取的情欲之气竟然都不足他自己提供的，而他提供的报酬仅仅是一缕情欲之气罢了。素王走得早，陆夫人寡居多年，一缕情欲之气可以让她10位之水趴。萧晨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让自己清醒起来，喃喃道：萧晨啊萧晨，你在想些什么？他搓了搓脸，脑海里面浮现陆夫人板着那张美艳无比的小脸的嘱咐唠叨：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朝堂之上的事情你也知道了。虽然景瑶宫被封闭，但是你母妃能传出讯息来让我保护你，就知道她没事。叶家那边也好，叶老是自己退的，不碍事。叶家现在要低调，不能再出事情。你现在也要低调，知道吗？这本书你先拿着，这上面有你需要的信息。临走之前，他还1步3回头的嘱咐道：记得低调，懂吗？萧晨不住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随后一本古书被他递给了萧晨，他才放心离开。天机绝巅。萧晨看着这本泛黄古书上面写的几个大字，喃喃道：本王倒要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来人！一瞬间，外面守着的柳出现在他的面前。殿下。柳儿微微躬身行礼，奇异地看着萧晨。此刻的萧晨好像有些不一样了。去书房。萧晨说着话，起身朝着门外走去。是。柳儿眼眸一亮，听到萧晨说话，连忙上前搀扶萧晨的胳膊，朝着书房走去。书房之中，萧晨翻看了一天陆夫人送来的那本古书，终于在其中一本游记里面才看到了和他体内一模一样的蛊虫——七绝蛊。这就是七绝蛊。萧晨看着介绍七绝蛊的介绍，再动用内视查看体内蛊虫的形状，发现一模一样之后，他瞪大眼睛，露出震惊表情来。七绝蛊，这竟然就是七绝蛊！萧晨看着书中关于七绝蛊的介绍，瞪大眼睛，露出震惊表情来。在这本书上介绍，这个世界不只有3座天下，还有许许多多上古彝族。萧晨手里这本书介绍的就是上古彝族之一的南疆古尸，这其中的一页画像上介绍的曾经出世的南疆圣子使用过的王级蛊虫七绝蛊，和萧晨体内的那只蛊虫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成年七绝蛊应该有7种能力，需要不断寻找相应的天材地宝进行喂养才能成年。当年的那位出世的南疆圣子只动用了情欲之力、暗影之力、合毒之能力，就已经在天机榜上排名第1。萧晨看着这本《天机绝巅》之中关于七绝蛊的介绍，倒吸了一口凉气。难怪陆仪那样，多半是他早就猜出来我体内的是七绝蛊吧。萧晨苦笑喃喃道，他暗暗有些愧疚，因为这本书下一页就介绍了南疆地区这种蛊虫并不少见，基本上所有蛊师都见过七绝蛊，只不过很少人敢饲养。即使饲养了，多数南疆蛊师只动用七绝蛊第1传的情蛊能力使用，毕竟即使只有情蛊之力也没那么好用。这情蛊若是吃不到情欲之气，只会吸收宿主气血和精血，一只七绝蛊就相当于一个催命符。陆夫人的想法虽然有为自己考虑，但是她放下内心羞耻，怕是多半为了萧晨。怕萧晨体内的七绝蛊吸收不到情欲之气，再吸收他本身精血。毕竟在他看来，萧晨只有气血3重罢了，如何能抵挡得住一个成熟七绝蛊的吸收？想到这里，萧晨内心满满的都是感动，发誓要多去肃王府找陆仪，多吸收些情欲之气，不让他担心。他总有些不对劲，算了，不想了。萧晨摸了摸鼻子，打断思绪，继续看书。过了一段时间后，萧晨合上书本，喃喃自语：好手段啊，为了针对老子，真的下了血本了。这本书关于七绝蛊的介绍只有这么一点儿，大多数还是天机阁记载那位南疆圣子说的话。10年前，萧晨的修为就一直稳定在气血3重，不曾进步。也就是说，这七绝蛊进入萧晨的体内已经10年了，只不过最近可能才吸收他的精血成熟起来。只是下蛊之人也没想到，这蛊虫不仅没有把萧晨弄死，
还激活了他体内的黄金心脏，解决了他多年修为不得寸进的问题。萧晨冷笑，他心念一动，动用内视的能力观察丹田。此刻丹田内的一个小黑虫子正在不停地吞吐他吸收体内的情欲之气，这种感觉特别神奇，甚至萧晨都能看到他的细微的毛孔一样。停下吸收情欲之气，不然打死你。心念一动，萧晨朝着体内的七绝骨意念传音道。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莫名的，萧晨就是感觉这蛊虫能够听懂。停下来，给你更多情欲之气。打死你啊，快停下来。1分钟，2分钟。萧晨注意力全在蛊虫身上，但是这蛊虫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这个时候突然，蛊虫吞吐完最后一道情欲之时，一阵嘶鸣，七绝骨骤然吐出情欲之气，在萧晨体内翻腾起来。砰砰，黄金心脏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从他体内又是一阵阵清凉气流喷薄而出，在他体内循环起来。一瞬间，在黄金心脏的带动之下，萧晨的气血开始自动运转，随后清凉之气化作气血猛地冲向丹田，七绝骨一声悲鸣，躲在丹田角落瑟瑟发抖起来。果然，就是因为七绝骨喷涌出来的情欲之气，才导致黄金心脏带动气血修炼的。萧晨喃喃道，他突然理解了前身为什么无论怎么修炼都突破不了气血境3重了。有黄金心脏在这里，他不跳动，前身怎么可能调动到了气血呢？调动不了气血，那自然就无法利用气血开辟丹田，也就是突破不了气血4重了。以后听我的话，不然打死你。萧晨趁着七绝骨害怕，再次利用内视传音恐吓。嘶！一瞬间，萧晨感觉丹田一疼，七绝骨咬破的伤口处，一滴鲜血没入七绝骨的身体之中。蛊虫一阵嘶鸣，瞬间萧晨感觉到了他和七绝骨有了一丝联系。这个时候，大周帝都某一黑暗之中的暗室之内，一个精瘦的老者猛然睁开眼睛，喷出一口鲜血来。噗！怎么可能？我和七绝骨的联系被切断了。他的眼神闪过一丝震惊，不由自主地喃喃道。一瞬间，他想到了什么，只见他捏了一个复杂的指诀，一道道乌光在他体表流转，随后从他鼻孔之中钻出一只黑色蛊虫来。只见他划破食指，小心翼翼地把这黑色蛊虫放在手指上，任由蛊虫吸收鲜血。告诉他们，我与秦蛊失去联系，计划失败，有泄露风险，让圣女小心。随后他念念有词说了一句话，朝着这只黑色蛊虫喷了一口鲜血。只是瞬间，这黑色蛊虫变化成一只白色的蝴蝶飞出，朝着东方飞去。此刻的萧晨，他露出无比惊喜的神情来。在他的指尖飞着一个黑色的蛊虫，只见那蛊虫翅膀微微颤动，萧晨感受到一丝讨好的意思。就你这个小东西，叫做七绝蛊。萧晨上下打量了一下蛊虫，随后朝着蛊虫吩咐道：来，释放一道情欲之气，让本王看看。随后只见这家伙黑色的翅膀微微震动，一缕粉色气团钻入萧晨的身体之内。在萧晨刚刚感受到燥热的瞬间，黄金心脏就开始释放出清凉之气，带动气血流转。真的有用，这下捡到宝了。萧晨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喜，他喃喃道：情欲之气是黄金心脏的开关，现在他就不断地喂养手中七绝骨情欲之气后，就可以让黄金心脏带着气血流转修炼。而且七绝骨修炼到3转，就可以站上这个世界的绝巅。再加上这诡异的黄金心脏，萧晨不敢想未来他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这不去找一下皇嫂，都对不起这七绝骨。萧晨眼神思索那前几日难忘的一夜。目前来看，他遇到的所有女的中，只有南宫婉和陆红鸾体内的情欲之气是最多的。若是这个时候去找南宫婉，他体内的情欲之气肯定是最多的。小东西，以后你就跟着本王混了，跟着本王有你吃香喝辣的。想到这里，萧晨看着七绝骨忽悠道：来，再吐出一些情欲之气来，本王断蛊成功，才好带你吸收更多情欲之气来。嘶！萧晨命令一下，七绝骨振翅飞舞，一道道粉色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汇聚而去。砰砰！黄金心脏连番受到刺激，更多的清凉之气被他散播开来。一瞬间，萧晨感受到磅礴的气血奔涌而来。糟了，刺激太多次心脏了。萧晨气血翻涌下，只觉得鼻子上温热异常，2道血箭从鼻孔之中喷出。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再次变得紫红。热，热，热，好热！萧晨只觉得好热，他瞬间开始宽衣解带起来。殿下，殿下，您……门口处，柳儿在门口连续走动，脸上带着一丝紧张表情。在他看来，萧晨这个纨绔公子不勾栏听曲就不错了，现在躲在书房看书，这谁信啊？听到响动声，他连忙推门进来，生怕萧晨出现任何问题。只是他刚刚推开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萧晨脱光了衣服来回跑动，浑身上下只剩下一条白色内裤。哎呀，殿下，您怎么不穿衣服？瞬间，柳儿小脸升起一抹红晕，娇嗔道。一小团粉色情欲之气从他身上飘出，朝着萧晨体内飘去。完了！萧晨看到这一幕，内心咯噔一下，哀嚎出声。原本他的身体就处在超负荷运转，现在又来一团情欲之气，一咬牙，萧晨砰的一声破窗而出，随后一个猛子扎入水中。来人啊！来人啊！殿下，殿下跳河自尽了！柳儿看到这一幕之后，吓得小脸发白，瞬间叫嚷起来。皇宫乾元殿中，富丽堂皇的大殿内，明景帝正在批改奏折，看着眼前如同雪花一样弹劾九皇子萧晨的奏折，他的心情都不好了。逆子！明景帝冷哼一声，暗骂一声逆子，随后表情凝重地躺在龙椅上休息。这几天因为萧晨玷污皇嫂的事情，群臣情绪激昂，让他觉都睡不好了。陛下，陛下，大事不好了！这个时候，黄公公嘴里喊着九殿下出事，就闯入了乾元殿内。明景帝冷哼一声，瞥了他一眼，不悦道：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小九他怎么了？黄景慌忙起身，急忙说道：回陛下，九殿下他跳河自尽了。明景帝猛地站起身来，失声道：什么？黄景看到明景帝这个表情，也不敢怠慢，连忙把禁军看到的完整过程朝着明景帝说了起来。说完之后，明景帝瞪大眼睛，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震惊。只见他慢慢坐在龙椅之上，失声喃喃道：气血九重，因为身体过热跳河降温。怎么可能？这小子开窍了，竟然几天时间突破了断骨境。明景帝震惊了，这么多年他对天机老人的预言也是将信将疑，而且时隔1000年天机阁再次预言，他也不是很信，只是司徒无命提出来了，他不好驳司徒无命的面子罢了。没想到这次刚1周不到时间，竟然真的应验了。师兄那边呢？明景帝眼神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抬头看向黄景，问道。黄景眼眸一沉，微微躬身道：陛下，司徒司主那边传来消息，前日之事好像是前朝余孽搞鬼。前朝余孽？明景帝愣了愣，眼神闪过一丝伤感。朱雀门之变是他一辈子的污点，如何洗也洗不掉。不过只是瞬间，他又变成哪个无情地位？只见他继续问道：帝都舆论呢？回陛下，外面传音颇多，特别是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这背后似乎有东宫推动。黄景躬身，不敢看向明景帝，尖细的声音看向明景帝说道。黄景长出一口气，生怕触怒明景帝的逆鳞。东宫、古尸、夺嫡、万妖、前朝这些余孽东西都出来了。好啊，很好，看来千年大劫将近，这些人都蠢蠢欲动起来，想要朕这个宝座。好，很好，非常好。明景帝怒极而笑，连声叫好，他的眼神之中闪烁着寒霜杀1000年前天机老人断言之后，大凤一夕灭国，整个皇族都无有存活，至今都没有人知道原因。今日他大周皇城四海升平，几乎独霸整个神武天下，明景帝不相信有人也能重复1000年前的大劫，灭他大周。就在明景帝思考的时候，黄景上前2步说道：陛下，还有一个消息，奴婢不知道当不得说。明景帝哦了一声，疑问道：何事？这个时候，黄景上前2步，小心翼翼地在明景帝耳边说了句话，让明景帝眼眸一亮，说道：唐家那丫头嘛，以后小九的事情全都报给朕听。说着话，他继续批改起了奏折。是。随着一道声音响起，黄景朝着明景帝躬身行礼，随后退出了乾元殿。九皇子府，经过1夜的折腾，萧晨体内的情欲之气终于平静了下来。他还不知道，因为他昨天第2次跳入河中后，萧晨端坐在卧室之中，缓缓睁开眼睛，感受到体内流淌着的磅礴的气血，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喜。断骨一重，这就是断骨境的实力吗？萧晨喃喃道。他一拳轰出，砸在面前的雕龙木桌之上，微微用力，这木桌轰然坍塌，碎裂一片。他把手放在心脏处，感受心脏强有力的跳动。昨天晚上他几乎上把7绝骨榨干，无穷的情欲之气钻入体内，刺激黄金心脏不断的释放清凉之气，他才能做到快速突破，一夜成就断骨武者。现在要想办法搞些情欲之气了，不然的话，这7绝骨估计要被我养死了。萧晨说着话，只见他心念一动，7绝骨出现在他的手指之上。经过1夜的磨合，7绝骨的情绪基本上他都能搞懂。只听到嘶的一声悲鸣声，仿佛在说一滴都没有了，主人您已经把我榨干了。废物，
看来要获得更多情欲之气，还是要出府门才行。萧晨看着卧室门口，喃喃道：眼下他被禁足，原本九皇子府就没多少人，现在更少了。整个府内加在一起也不超过10个人，大量的下人和侍女都被发回内务府重新分配，所以他想要在皇子府获得很多情欲之气可能性不大。至于违规出门被惩罚，怕个屁！只要大前南靖军神还是他舅舅叶庭渊、叶氏一党还活跃在朝堂之上，他母妃还在后宫宠妃的位置之上，他萧晨不会有什么问题。萧晨眼眸闪动，打定主意之后朝着门口走去。他冷笑一声，朝着门外喊道：来人更衣，本王要出门。片刻后，吱呀一声，卧室的房门被推开。柳儿探头看向萧晨，一缕碎发飘在额前。殿下好帅！当柳儿看到现在的萧晨一眼，眼眸闪过一丝惊艳神色，一瞬间，一缕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飘去。就在柳儿惊艳的瞬间，几个侍女已经再次帮萧晨换好了常服。只见萧晨一身青色长衫，腰缠玉带，还挂着一枚龙形玉佩，整个一翩翩贵公子形象。就在几个小侍女帮萧晨整理好衣服的褶皱后，一瞬间，帅气的样貌让几个小侍女再次霞飞双臂，让萧晨再收割几缕情欲之气。七绝谷一声嘶鸣，给萧晨传递一道道开心情绪。不错，貌比潘安，这么帅的样貌，收割情欲之气更加方便了。萧晨照着镜子喃喃道，随后快步朝着门外走去。哪里最容易收割情欲之气？当然是勾栏了。虽然他现在心心念念想到都是南宫婉，但是以他目前这个武道修为，出了皇子府去找他，还真不一定能遇到他。既然这样，还不如晚一点再说。好帅，殿下怎么变得这么帅了？柳儿双手托腮，痴呆地看着萧晨。当萧晨出门后，才惊醒过来。殿下，殿下，你要去哪里啊？别忘了柳儿，您现在还在禁足期啊。看着萧晨朝着王府门口走去，柳儿急忙追了出去。拜见殿下，拜见九皇子殿下。萧晨走过正门连廊，一路上都有下人行礼，他本人也是微笑回应。结果刚出王府后院来到前院，就被一个金甲将军出手拦住了。刘震云，你要拦本王？萧晨皱眉不悦道。此人是刘震云，禁军12位之中羽林卫副统领，也是萧晨这次被禁足时期的执法统领，就是他带着一队禁卫包围皇子府，防止萧晨出门的。只见刘震云躬身行礼道：殿下，非是臣不让殿下出门，实在是不行啊。您知道您跳河的事情在帝都又传开了，今日唐瑶姑娘又来闹了，臣是来劝殿下躲一躲她，不然的话她又要带着殿下去找南宫姑娘赎罪了。唐瑶，既然她来了，萧晨微微一愣神，立刻想到了关于她的信息。唐瑶，帝都唐家独女，在整个帝都都享有盛名，不是别的好名声，是因为她是刑部紫衣6捕头之一，唯一一个已不到30岁年纪的紫衣女捕头。不仅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有一双逆天的大长腿，关键是她的一身修为不仅到了先天境，而且她的手段极其多，其中唐家暗器占了很大部分，而且她很擅长刑讯之道，据说到了她手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如实开口说话的。相传她一身唐门暗器击阔之术都得到了唐家真传，因此帝都之内她的声名极其响亮，有着不输帝都4大美女的名声。关键是她又和南宫婉关系极好，有些意思，想来她也是为南宫婉出头了。萧晨喃喃道，唐门算是跟太祖最深的门派了，这么多年来工部一直都是唐门的地盘，唐家的势力在帝都极其深，但是又不涉及党争，只忠诚于陛下一个人。唐瑶也算是唐家的奇葩了，有意思，真有意思。萧晨喃喃道，说着话抬腿朝着王府门口走去。他正愁见不到南宫婉呢，现在瞌睡竟然来了枕头。走着走着，发现刘震云竟然还呆愣在原地，于是他转身吩咐道，前面带路，本王要会一会他。萧晨气定神闲的表情让刘震云一愣，竟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刘震云一愣神，连忙说是。刚刚走过萧晨身边时候，感受到萧晨周身溢散出的气血，他震惊了。断骨境？怎么可能？坊间不是盛传九皇子是气血3重修为，这怎么是断骨一众武者？这怎么可能？与此同时，东宫明德殿，江素清一身灰衣，眼神阴鸷，在他面前跪着一身黑色夜行衣的男人。只听那黑衣人行礼道，江先生，事情成了。唐瑶唐捕头从南宫尚书府出来，纵马直接朝着九皇子府奔去了。江素清嗯了一下，点点头说道，知道了，你下去吧，让帮派里面的人盯紧，务必把九皇子再次跳河的事情传播整个帝都。那黑衣人称是，再行了一礼，随后身形一闪，消失在东宫。看着黑衣人消失的身影，
江肃清音质的眼球动了动，只听到他喃喃道：“九皇子啊，九皇子，没想到你自寻死路，投河自杀，把整个皇室的颜面都丢尽了。今日过后，你将再无翻盘的机会。”九皇子府门口，一道身穿火红劲装的身影翻身下马，一双逆天的大长腿出现在众人面前。只见女子双手掐腰，一声娇斥传开：“萧晨，给本姑娘滚出来！”嫡媳，嫡媳！10几个头顶白色翎羽、身穿银色甲胄的士卒朝着声音源头汇聚而去。唐捕头，您怎么来了？为首的羽林卫头领看到来人，苦笑问道：“姓叶的，你们都让开，今天老娘必须见到萧晨才行。姓萧的，你敢自己躲起来跳河自杀，就不敢出门见我一面。”唐瑶双手掐腰，火红的裙摆随风飘起，小辣椒一样的气质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谁找本王？一道慵懒的声音传了出来，随后萧晨慢慢走到王府门口，出现在众人面前。一瞬间，连带着唐瑶在内的众多人的目光都看向萧晨。拜见九皇子殿下。羽林卫副统领叶文英眼眸一愣，连忙原地下跪行礼起来。拜见九皇子殿下。在他身后，众多羽林卫也连忙单膝下跪行礼。起来吧。萧晨微微一笑，微微抬了抬手，随后他朝着羽林卫包围圈的中心看去。只见唐瑶身穿红色劲装站在那里，脚踩绣云纹的黑色长靴，肤若凝脂，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腰上还挂着刻着“补”字样的令牌，整体看下来给人十分飒爽的感觉。关键是一双修长大长腿特别吸睛，这样貌后事参加超模选美都不过分吧？萧晨上下打量了一眼唐瑶，感叹道。随后他在唐瑶的长腿上多看了2眼，才缓缓收回目光。唐瑶捕头，好久不见，不知道找本王何事？萧晨微微一笑问候道。他的身体修长，气定神闲，俊俏的容貌落到唐瑶眼中也是眼前一亮，不由暗暗感叹好帅的公子。听到萧晨说话，唐瑶才猛然惊醒自己要来做些什么。萧晨，你竟然敢出来见我，还算你有些担当。唐瑶随即轻哼一声说道。此刻的他对萧晨高看了一眼，眼前的九皇子好似变了一个人，全然没有传闻之中那样懦弱不堪。走，听说你自杀了，既然你敢自杀，那就跟我去找我二姐姐道歉。他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萧晨，想要查看萧晨什么反应。作为京兆府4大捕头之一，他对刑案有着特殊的直觉。他一直觉得九皇子发生在东宫的玷污皇嫂案有蹊跷，但是他查看过卷宗后却又发现不了什么。证据完整，动机充足，就连九皇子何世敬的太子寝殿都有证言供状，但他还是感觉不对劲，只不过他去不了东宫闹，只能来九皇子府闹了。好啊，本王做了错事，确实应该给南宫姑娘道歉。萧晨表面平静，但他的内心狂喜，连陆红鸾看他一次，体内的情欲之气都那么多了。那一夜的南宫婉比之陆红鸾只多不少，要是你拿下他，萧晨以后修炼琴骨能力就再也不缺情欲之气了。你就这么答应了？萧晨利落的道歉让唐瑶骤然张大小嘴，一时间竟接下来不知道说什么了。他来的一路上想到了万千萧晨拒绝的理由，只是现在南宫婉经历了那件事情后疾病缠身，他打定主意，就算是绑也要把萧晨绑过去。他不敢想萧晨竟然直接就这么简单承认了，不承认又能如何？唐瑶姑娘，麻烦你跟婉儿说，本王爱她，本王这辈子只爱她一个人。虽然本王做了错事，但是这都是因为本王爱她爱到发昏的原因。若是能让本王再见她一面，本王一定会给她当面请罪。萧晨邪笑着一步步紧逼，让唐瑶不住的后退。与此同时，一缕粉色气团从唐瑶身体内飘出，钻入萧晨体内。萧晨只觉得身体一阵清凉，烘炉炼血功再次自动运转起来了。有了，萧晨一阵惊喜，唐瑶越是在意，就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情欲之气，他也可以继续修炼，早早突破下一境界。萧晨的话让现场众人表情凝滞，呆若木鸡。大周第一纨绔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身后的刘震云，他听后直接倒吸一口凉气。几天前的朝堂奏对，他还都听说这九皇子宁可自杀都不认玷污皇嫂的事情，今日怎么当着众人的面上就这么承认了？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一瞬间刘震云就站了出来。只见刘震云双手抱拳插话道：启禀殿下，陛下有令，殿下还在禁足期间，不能踏出王府大门，还请殿下回去，不要为难属下。唐瑶一听，柳眉微皱，咬牙道：姓刘的，你住嘴，无耻！萧晨，你当真是无耻至极，你图谋皇嫂被当场抓获，竟然还不知悔改，还恬不知耻自称喜欢婉儿，我真的瞎了眼，竟然会相信你会改过自新。
唐瑶胸脯不断起伏，萧晨的态度气得他不住大骂萧晨无耻。见到唐瑶这样样子，萧晨眨眨眼，也不生气。只见他继续说道：“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王哪里错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萧晨一句话，让原本正在生气的唐瑶呆愣当场。他虽非诗书世家，但天天与南宫婉这样一个大周第一才女在一起，多少他也明白一些诗词的好坏。萧晨刚刚这一句，明显与他纨绔的形象不符合。作为捕头特有的缜密，唐瑶一瞬间自以为抓住了破绽。紧接着，萧晨的话语继续问了出来：“若说南宫婉是本王皇嫂，她可与太子哥哥成婚？”只见唐瑶摇了摇头，就听到萧晨继续说道：“既然没有成婚，本王喜欢南宫婉又有何错？没成婚之前，一切都有可能。本王可以求父皇改变心意，赐婚南宫婉。若唐姑娘不信，本王可以立誓，此生非南宫婉不娶。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说完，萧晨还双手放在胸前，做出痴情状，那意思很明显，自己非南宫婉不娶。静！现场所有人再次震惊了，他们终于见到一个人不要节操是什么样子了。喜欢自己的皇嫂，还说得这么的艺术，一会儿还直接做了2首诗。而萧晨原地不动，他在等唐瑶的暴怒，等她为自己闺蜜南宫婉出气。毕竟这件事情涉及南宫婉的名誉，只要唐瑶暴怒，压着萧晨去找南宫婉赎罪，萧晨就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取海量的情欲之气，到时候突破气血境，达到断骨、通脉、宁元，到达先天境，才有部分自保之力。想到这里，萧晨内心欢喜。萧晨体内七绝骨的一声嘶鸣瞬间惊醒了他，一团，连续3团鹌鹑蛋大小的粉色气团朝着萧晨体内飘来，比之第一次见他时候，陆红鸾给他提供的情欲之气都只多不少。一瞬间，萧晨体内的功法开始猛烈的自动运转起来。怎么可能？萧晨傻眼了。这个时候，他抬头看向唐瑶，吐槽道：“这姑娘还是个恋爱脑。”只见唐瑶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萧晨，眼中赞赏的眼光丝毫不遮掩，这3团情欲之气都是从他身上飞出，进入萧晨体内的。唐瑶朝着萧晨行了抱拳礼，道歉道：“没想到九殿下竟然是这样的人，光明磊落，虽然很无耻，但是丝毫不藏着掖着自己的想法。我唐瑶看错殿下了。”萧晨顿时傻眼了，这姑娘的脑回路他真的想不通。萧晨都如此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喜欢皇嫂的事情，他竟然毫不生气，不仅不生气，竟还高看了现在的萧晨一眼。而此刻的唐瑶表面平静，但内心早已经无比激动，因为他以为自己发现了东宫玷污皇嫂案其中的破绽。假的，九皇子如此痴情，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只需要验证一件事情的真假，就可以发现这个案件的漏洞，从而推翻此案了。唐瑶看着萧晨痴情的样子，回味着萧晨做的诗，整个人的表情都变了。只见他双眸真诚地看着萧晨，然后从怀中掏出个紫色药瓶递到萧晨面前，说道：“此为我唐家秘药，9转断魂散，只要殿下为了婉儿敢当众服下此药，本姑娘就相信殿下，不仅相信殿下，还会为殿下翻案，如何？”大周皇宫乾元殿，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一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逆子，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明景帝猛地摔出手中的茶杯，砰的一下4分5裂开来，在他手中拿着一个白色的纸条，纸条上面写的情报竟然全都是萧晨刚刚和唐瑶说的话。特别是看到萧晨恬不知耻在说自己痴情的时候，明景帝更是怒火中烧。若是萧晨此刻在乾元殿内，恐怕他早就一个大脚踹了上去。陛下，奴婢反倒不是这么认为，奴婢倒是认为九殿下没有表面看上去的这么纨绔。这个时候，明景帝身后传来一道尖细的声音。明景帝转身看去，只见一身绯色衣袍的黄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身后。大半来了。明景帝瞥了一眼身后，气呼呼地说道：“朕这儿子真让朕头痛。小九跳河，朕还以为他是真心悔过。若是他能跟唐瑶前去给南宫婉道个歉，朕也许还能放他一马。眼下看来，小九他……”感受到明景帝的愤怒和杀意，黄景连忙躬身道：“陛下息怒，奴婢以为九殿下并没有陛下说的如此不堪。您看，这是羽林卫刚刚送来的情报。”黄景的话让明景帝一愣，看着黄景递上来的纸条，明景帝一愣：“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句诗一出，
那种痴情的感觉瞬间像重锤一样砸在明景帝的心头上。这句诗单拎出来没什么，可萧晨刚刚因为玷污皇嫂一事被传得风言风语，还让整个大周皇族蒙羞。可是这首诗一出，虽然还是不能拯救萧晨的人设，但是却给萧晨立了一个痴情的人设出来。再加上这首诗通俗易懂，意境深远，以山川湖水作喻，给萧晨立了一个才子人设。明景帝微微眯起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十分清楚，以萧晨目前的情况，这首诗放出去会被追捧成为什么情况。之前的皇室丑闻虽然不至于结果，但是这确实是最好的弥补手段了。恭喜陛下，此诗一出，必定成为我大周佳话。九殿下此举也能最大程度弥补皇族声誉。黄景见到明景帝表情缓和，连忙恭维道：“佳话。”明景帝轻哼一声，转身朝着后院走去，只剩下声音悠悠传来：“先让他自证清白再说吧。传下去，以后九皇子的事情，羽林卫务必报与朕知道。”听到明景帝的声音，黄景躬身行礼：“是。”此刻九皇子府门口，听着唐瑶和九皇子萧晨的对话，刘震云那叫一个焦急啊！他原本是叶家老太爷授意他来此保护九皇子的，可现在九皇子竟然把事情越弄越大，而且事态眼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他只能干着急，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九转断魂散。萧晨接过唐瑶递过来的紫色药瓶，眼眸微跳。他只知道这唐门擅长击扩，没想到唐瑶出手就是一瓶毒药来。没错，在我们唐家，喜欢一个人就需要为他承受肝肠寸断之苦。九转断魂散由9种毒花毒草炼制而成，9天之内每日需要承受肝肠寸断、万蚁噬心的痛苦。9天内没有解药，就会肠胃溃烂而死。你既然喜欢玩，那就把这瓶毒药吃掉。你只要吃掉它，坚持9天时间，我就相信你。唐瑶理所当然地说道。听到唐瑶解释，萧晨倒吸一口凉气，装逼过头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装过头了。为了见到南宫婉，萧晨在唐瑶面前立了深情人设，没想到这姑娘不仅信了，还把九转断魂散这种东西拿了出来，这让萧晨有些进退两难。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不吃的话，之前说的一切都算白费，短时间修为提升计划算是泡汤了。可吃的话，萧晨打开紫色药瓶，一股刺鼻的药味直冲他的鼻窍之中，让他机灵打了一个机灵。这毒药难闻至极，萧晨作为一个穿越者，实在是难以下咽。嘶嘶，这个时候，在萧晨体内七绝骨闻到这个药味，反倒是激动了。黑色虫子振翅飞翔，一道道意念传递到萧晨脑海之中。吃药吃。对啊，萧晨突然眼眸一亮，他记得七绝骨有七绝能力，除了吸收释放情欲之气、暗影之力、毒之能力都是一绝。难道说这九转断魂散正合七绝骨的口味？萧晨惊喜了，他越想越有可能。今日七绝骨能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萧晨真的就绝地翻盘了。不仅如此，他还开启了七绝骨的第二个能力——毒之能力，以后再也不怕被人下毒毒害了。只见萧晨嘴角慢慢勾起，露出一丝微笑来。唐姑娘，既然你觉得只有吃了九转断魂散才可以验证本王对婉儿的一片痴心，本王如你所愿又如何？说完，只见萧晨昂头一口把毒药一饮而尽，丝毫没有一丝犹豫。萧晨本就长相俊秀，身姿挺拔，身着白袍，再带着慷慨就义的样子，把九转断魂散一口吞下的样子，简直让唐瑶吃了。殿下，旁边刘震云微微张大嘴巴，看着萧晨一口闷毒药，自己更是暗暗咽下口水。皇子为爱赴死，还是为了自己的皇嫂？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陛下若是震怒，叶家又会遭受无妄之灾。见萧晨猛猛地往自己嘴里灌毒药，唐瑶此刻感动得无以复加，一声长叹说道：好，殿下不用再吃了，我信了。没想到殿下竟然是如此痴情的人，在见到殿下之前，我还怀疑殿下如此纨绔之人怎么会是深情之人，没想到殿下竟然愿意为婉儿赴死。殿下的心意我会传达给婉儿的。见萧晨把一瓶毒药一口倒入嘴中，毫不犹豫，唐瑶的内心狠狠地抽动一下，张大嘴巴，震惊得目瞪口呆。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只是他没想到，如此痴情的人爱上的确是这个世界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唐瑶自己脑补出一大段暗恋的戏码，在他心中对萧晨的好感上升了好几个数量级。殿下，今日之事是唐瑶做的不对了，唐瑶为殿下道歉。不过若不是婉儿病重，我也不会前来打扰殿下。说着话，唐瑶告诉了萧晨这段时间南宫婉的消息。病重？听到这句话，萧晨愣了愣神，微微皱眉。他没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竟然成了南宫婉的心病。按照唐瑶所说，南宫婉从太子府搬出来之后，
并没有回上舒府，而是自己买了一片宅邸居住。从那日过后，帝都多传风言风语，这种流言传入他耳中，他多日以来水米未进，身体早已经撑不住垮掉了。可转念一想，他又能理解了。大周对名节看得极其重要，这南宫婉结婚不成，又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玷污皇嫂这个名声传出去，对萧晨的名声破坏最大，其次就是对南宫婉的伤害。这些天，萧晨为了搞清楚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没有留意南宫婉的事情。现在想，这件事对南宫婉的伤害不次于他萧晨。本王知道了，唐瑶姑娘，不知道你的来意是？萧晨眼神之中慢慢变得震惊，他上前一步，看着唐瑶问道：“南宫婉千万不能出事情，不然的话，他又少了一个收取情欲之气的来源。而且像南宫婉这样漂亮，红颜薄命，萧晨也觉得可惜。”唐瑶沉吟片刻，看向萧晨的眼光露出些许期待。不知道殿下能否跟我回青湖小住？也许婉儿的心病只有殿下可以治愈。萧晨闻言摇摇头，若是依照唐瑶说的，南宫婉是心病的话，萧晨这个时候去找他不是解药，而是毒药。唐瑶不由得面色大急，连声问道：“殿下，您不是喜欢婉儿，怎么连见婉儿一面都不愿意？”萧晨闻言解释：“并非本王不见婉儿，而是他此刻以生死质见我，不仅无法激发活下去的想法，还会适得其反。”说着话，萧晨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办法。此刻南宫婉已经心生死志，想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仇恨。想到这里，萧晨在唐瑶耳边低声说了2句话：“唐姑娘，能麻烦你帮本王一个忙吗？”唐瑶抬眼看萧晨一眼，反问道：“为了婉儿？”萧晨点点头，眼神坚定。下一秒，唐瑶瞬间脸颊浮现2朵红晕，低声骂了萧晨一声无耻后，转身逃一样的离开了皇子府，只留下萧晨原地吸收他溢散了情欲之气。南宫婉，希望这句话对你有用。萧晨站在原地，看着消失在街道尽头的唐瑶，喃喃道。说完，他的眼睛一花，此刻丹田之中七绝骨出现在他的面前，自动内视。吃掉唐瑶给的断魂散后，他竟然又内视了起来。只见七绝骨正如同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在萧晨身体各处游荡，星星点点的黑色毒素都被他吃了下去。在吸收掉那些毒素之后，肉眼可见在丹田之中，那七绝骨体型更加黝黑且大了一圈，边吃还边朝着萧晨释放一丝愉悦情绪。不一会儿，萧晨体内所有的9转断魂散的毒素都被七绝骨吃掉。七绝骨第2能力毒之能力真的可行。萧晨心念一动，一道黑色的毒气在他的指尖环绕，他的眼神只是闪过一丝喜色，喃喃道：“赚大了。”此刻唐瑶不仅认准萧晨是一个痴情种，还对萧晨印象改观。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七绝骨第2能力毒之能力，以后培养七绝骨就不用只是吸收情欲之气，现在各种毒物也能让他变强了。就在这时，突然这七绝骨一阵嘶鸣，瞬间发起狂来。萧晨只觉得一阵腹痛，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殿下，您没事吧？外面当所有人都还沉浸在萧晨大胆吃下毒药的震惊之中时，这一口鲜血喷出，可让他们震惊坏了。御医，快传御医！柳儿距离萧晨最近，只见他猛地扑向萧晨，眼神之中满是担心神色。很自然的，他们把萧晨这次吐血和吃下唐瑶给的毒药关联在一起。不用，退后，都退后！萧晨吼了一声，众多羽灵卫纷纷朝着后面退去。痛，剧痛，非常痛。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只有3个能力的七绝骨就能成为曾经天机绝典榜的第1，却只出现1个月就消失不见了。七绝骨这东西仿佛随时准备背叛一样，刚刚开启第2个能力，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在萧晨体内兴风作浪了。内视之中，萧晨看到这七绝骨好像被激发出了凶性，不断的在萧晨体内横冲直撞，吸收气血之力，吞吐情欲之气。一瞬间，萧晨体内的黄金心脏仿佛再次被激发出来一样，比之上次更海量的清凉气朝着七绝骨镇压而去。这次七绝骨更快投降，刚一接触清凉之气就是一阵悲鸣。一瞬间，被激发的海量清凉之气瞬间再次转化气血之力运转了起来。这是要突破？怎么可能？要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了。禁军围成的圈子内，柳儿只是担心地看着萧晨，而在外面一层，羽灵卫副统领刘震云感受到萧晨周身萦绕的气血之力，震惊了。这厚重的气血之力，莫要说是一个刚入断骨境的武者，就算是刚入通脉境的武者也比不上吧。要知道，九皇子不能修炼是出了名，永远的气血3重，短短几天内就已经冲击到下一个境界了。还是九皇子在扮猪吃老虎？刘震云脑海满脑子疑问。在他的认知之中，就算是再天才的武者，也不可能隐忍10年吧。
此刻萧晨这边，他沉浸在修炼的快感之中，刚刚七绝骨发狂的行为仿佛是把黄金心脏给弄得发怒了一样。此刻萧晨感觉他体内的清凉之气正追着七绝骨教训，直到那七绝骨不断散发惶恐情绪，然后晕死过去。因为黄金心脏跳动导致大量的气血之力溢散。殿下，宁宁竟然突破了！萧晨缓缓睁开眼睛，在他旁边，侍女柳儿闪烁着卡姿兰大眼睛，一脸不可置信。不仅是他，在旁边等了好久的刘震云同样眼含期待，等着萧晨的回答。作为叶家家将，没有人比他更希望九皇子恢复武道修炼。萧晨若是能重新开始修炼，那就证明眼下的夺嫡一战，他们叶家还没有输。嘿嘿，当然。萧晨笑了一下，算是回答。他站起身来弹了弹袖袍上面沾染的灰尘，笑着算是承认了。他激荡气血之力，故意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断骨修为。太祖祖训有这么一条，无论犯了任何事情的大周皇族都不得影响武道修炼。萧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他的记忆之中有着一条皇家祖训，只要能修炼的大周皇族都需要给他们提供功法修炼，也就是哪怕犯了谋反罪被抓的大周皇族，临问斩前一天修为突破，可以修炼更高的功法，都必须遵照太祖令前往大周皇祠挑选适合功法，转修结束后才能行刑，这就是规矩。所以萧晨才故意这样去，才如此理直气壮地询问。看着禁军为首的刘震云道：现在本王可以出府门挑选功法吗？刘震云是叶党一脉的将领，叶文都在来的时候就通报给他了，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萧晨的安全。但是叶党一脉的将领是叶党一脉，却不是他萧晨能指挥得动的将领。萧晨眼光闪烁，看着眼前的刘震云，面色纠结。殿下稍等，末将前去请示下。说完他就离开原地，朝着远方掠去。另一方面，帝都青湖小筑内宅卧室房间门口，吱呀一声，红木房门打开，一个圆脸的侍女端着碗走了出来。怎么样，小姐她吃了吗？在门口，南宫婉的贴身侍女小环急迫问道。她的脸颊发髻微微凌乱，脸颊泛红，好似刚刚被打了耳光一样。没有。只见那圆脸侍女说道。这可怎么办啊？老爷那边见不到，东宫那边谁又能救小姐呢？小环低声喊道，双眸焦急的都要落下泪来。自从那天晚上的事情出了之后，他家小姐瞬间从掌上明珠跌落尘埃之中。东宫不认她这个太子妃，就连尚书府南宫仪也不认南宫婉这个女儿。一夜之间，他家小姐好像从大周第一才女变成人人唾弃的荡妇一样。婉儿怎么样了？快带我去看她。唐瑶离开王府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南宫婉此刻住的地方。在看到南宫婉的贴身侍女小环后，迫不及待地问道。只见小环看到唐瑶的瞬间，像是遇到了救星一样，满脸激动。唐瑶小姐，您终于来了，您能帮我劝劝小姐吗？她说着话，小环就小声地啜泣起来。唐瑶看着拿着汤碗的圆脸侍女，又看了看小环脸上红色的印子，她的眉毛一皱。你这是怎么了？可是谁对你动手了？唐瑶做捕头多年，她的直觉还是很敏锐的。小环脸上的红印一看就是被人用手掌打的。小环面带惊慌神色，连忙转身用双手挡住红印说道。没什么，唐瑶小姐，您还是先救救小姐吧，小姐好了就行，小环不碍事的。小环这句话一出，唐瑶这才回过神来。下一秒，他的脑海浮现萧晨跟他说过的话。小环，你带上吃食，跟我来。说着话，他就推门走进了南宫婉的房间。此刻南宫婉躺在床上，面色苍白，虽然样貌绝美，但浑身上下多了一丝死气。多日水米未进，让他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南宫婉看到唐瑶进来之后，眼眸微微睁开，却是一句话不说。唐瑶眼神闪过一丝坚定，只见他快步走到南宫婉的身边，附在他的耳边说出一句话来。皇嫂，你也不想太子哥哥知道这件事情吧？下一秒，南宫婉脑海浮现萧晨那天晚上他在他的耳边说的话，这句话如同恶魔的低语一样，让他一瞬间坐起身来。小姐，您没事吧？小姐。小环见状大喜过望。南宫婉银牙咬着红唇，没有一丝血色的脸颊因为愤怒产生病态的潮红。你见过他了？南宫婉怔怔地看着唐瑶，声音颤抖。婉儿，萧晨让我告诉你，你若是不起身吃饭，他不仅要把那天晚上你们两个人发生的事情编成一本书卖出去，还要强。唐瑶在南宫婉耳边说着混话，一瞬间让南宫婉脸色爬上红晕，一时间整个房间美不胜收。无耻登徒子，无耻之徒！南宫婉勃怒异常，剧烈的愤怒在他的胸腔燃烧，让他不住的剧烈咳嗽起来。来人，叫大夫，快传大夫！
小环见状大喜过望。无论如何，此刻的小姐就算是薄怒，也是多了一些生气，冲淡了一些死志。小环，不必喊大夫，咱们的钱财不多了，把那碗粥给我。他想我死，我偏要活给他看。说着话，南宫婉坐起身来，伸手接过粥碗，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另一方面，萧晨还不知道此刻的他已经成为南宫婉内心最不能磨灭的那个人。虽然是仇恨，此刻的他刚刚出了皇子府，内心无比激动。皇慈，我来了，本王倒要看看这七绝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萧晨喃喃自语，眼眸之中带着期待神色。半个时辰之后，萧晨一身锦衣出门，在他身后跟着柳和刘震云。只见他手摇折扇，一副翩翩少年郎的模样，从王府之中走了出来后，朝帝都城内走去。不出意外，刘震云把萧晨突破的消息上报上去，禁足暂时解除的命令就下达下来。只是让萧晨有些疑虑的是，这命令下的特别快，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一样，竟然半个时辰不到，他就能离开皇子府。而且除了刘震云外，还没有任何禁军跟着。大街上，萧晨缓步而行，手握折扇不住轻点，和他平时纨绔的样子别无两样。因为俊俏的模样，还不住地吸引过路的娇俏女子目光侧目。好帅，好帅的公子！萧晨和过路的小姐们对视一眼，因为琴鼓能力，他变得更加帅气。只是对视一眼，这些姑娘们都纷纷霞飞双鬓，羞红脸颊，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十分奇妙。到了大周宗祠之时，已经是下午了。听说了吗？九皇子又出新鲜糗事了。什么？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调戏皇嫂的事情还要炸裂啊？你们不知道，今日唐捕头唐瑶前往皇子府找九皇子要些说法。九皇子直接说他喜欢南宫婉。真的假的？这还能有假？在场的羽林卫都知道了。刚一到宗祠门口，从里面传出来的谈话声音就让萧晨乐了。他没想到这消息传得竟然这么快，一天没到，宗祠之中习武的勋贵弟子都知道了。大周宗祠里面很多都是大周皇族的武道高手隐居，也是一个特殊的习武场，很多武勋世家的弟子都会来这里习武，所以萧晨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些传闲话的人都是武勋世家的二代。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们痴情的九殿下吗？殿下不是在禁足吗？怎么来这宗祠来了？这个时候，从他身后出现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了过来。萧晨扭头一看，发现来人竟然是宁南侯世子宁缺。一瞬间，萧晨眼眸眯了起来。宁南侯，太子萧明麾下的铁杆支持者，大周皇室向来不在乎皇子结党，特别是在皇子夺嫡期间，只要朝堂之人愿意，都可以投靠在皇子麾下。毕竟大周皇室向来立贤不立长，这是《太祖祖训》里面记载的。千年前，大劫来临，前朝大凤王朝轰然倒塌，大周太祖以微末起事，得天机老人预言，短短30年时间建立大周皇朝。为了防止重蹈覆辙，大周太祖可是把这句话真正留下了《太祖祖训》在里面的，其中就包括这皇子夺嫡之事，为的就是选择出皇室之中最贤明之君，防止千年前的大劫再临。宁缺此刻出现在这里，萧晨可不相信是巧合，唯一可能的就是这是太子的阴谋。萧晨还没有说话，在他身后，柳儿看到宁缺已经怒目而视。大胆，你是谁？竟敢对殿下如此说话？柳儿话出用的是以势压人，虽然萧晨受到惩罚，但毕竟还是大周皇子，对方来势汹汹，柳儿自然要以皇室来挫一挫宁缺的威风。而宁缺虽然纨绔，但也不是傻子，什么话该接，什么话不该接，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哪里来的小娘皮？本少正在和九殿下对话，这里有你插话的份儿。一瞬间，宁缺冷笑挥手，来人，给本少掌嘴。萧晨冷眼旁观，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刚接触瞬间，几个身形彪壮的大汉朝着柳儿扑去。啊！柳儿惊叫一声，缩在萧晨身后。来找事情的，怕是以为我还是当初的那个萧晨。萧晨内心冷笑，看到来人抬脚踹出。要知道，萧晨刚刚突破断骨，其力量怎么可能是这几个狗腿能比的？下一秒，萧晨动作迅速，直接踹在他们的身上。砰砰砰，巨大的响声传来，一瞬间几个人倒飞出去。本王的侍女也是你们这种东西能动的？萧晨冷哼一声，瞪着眼睛说道。这个时候，萧晨身后一团情欲之气飞出，瞬间钻入萧晨体内。萧晨内心一喜，朝着身后看去，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柳微张小嘴儿，一脸震惊的模样。断骨，真有意思。宁缺看到萧晨出手，心中一喜，但表面不动声色，面带奇异的看着萧晨说道：大家快来看啊，九殿下他突破断骨境了！哈哈哈哈！正说着话，宁缺就朝着大周宗祠内喊去。
不一会儿，门口乌泱泱围上来一群人来，这些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萧晨。作为大周皇族的普遍惯例，6岁开始练武，快的8岁断骨，慢的也在10岁左右成功断骨。而萧晨16岁的年纪还在气血3重的消息，可是人尽皆知。宁缺这一招还是想用嘲讽的方式打压萧晨的自信心。若是在以前那个懦弱的萧晨来说，武道修为太低，确实容易引起他的自卑心。但眼下却是萧晨舅舅大周南境军神，母妃大周宠妃，这种背景还会自卑？不弄死他，就有萧晨慈悲了。想到这里，萧晨上去瞪着眼睛骂道：“你麻痹，你的脑子有坑是吧？你爹我断没断骨，跟你有几把关系？你这样牛逼，我也没见你突破先天呀，有能耐打一架？”一瞬间，柳儿也好，刘震云也好看，都张大了嘴巴，震惊地看着萧晨。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粗鲁无赖的萧晨。除此之外，来看热闹的勋贵二代们也都震惊了。大周以孝立国，平时就最注意皇子形象，那个皇子出行不是温文尔雅，满口粗鄙之言，他们还是第一次见。要和我打一场？宁缺面色一喜，想起太子给他布置的任务，尽可能的把话题往萧晨身上引。他上下打量了下被激怒的萧晨，确定他就是断骨修为，笑着说道：“好啊，好啊，殿下，别说欺负你，本少也只用断骨境的修为，可以让现场诸位兄弟作证。别说我欺负你修为低。”宁缺的话更加激发了二代们的八卦之心。原本在他们眼中，九殿下就是话题中心，现在有人要触目这个眉头，他们自然起哄起来。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殿下答应他。萧晨眼眸闪过一丝思索，有七绝骨在身，眼前的宁缺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不过既然太子敢派这种苍蝇来恶心他，那萧晨也不能不收取一些利息。只见萧晨脸红脖子粗的怒骂道：“叫什么啊，叫的，你不就是通脉境修为吗？装什么？来来来，本王与你打一场又如何？不过说好了，生死各安天命。”见萧晨答应下来，宁缺的笑容更加明显了。只见他嘿嘿笑道：“当然可以，不过本少还有一个要求，咱们去演武场打，别在这里影响别人出入。”萧晨当机立断，抬脚朝着大周皇祠内走去。傻鸟宁缺，看老子不坑死你！这狗东西宁缺的想法，他知道的清清楚楚，不外乎是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让他便宜父亲知道。要知道，原本明景帝就对他失望了，但是失望中还有他家庭背景在里面挡着。要是一次次失望下去，难保萧晨的夺嫡机会被明景帝剥夺。太好了！宁缺后面，萧晨内心已经乐开了花，刚刚好，这七绝古绝醒毒之能力，他内心怒火没有地方散发。宁缺刚好送死来，这也算萧晨对太子的第一个报复。太好了！萧晨后面，宁缺内心已经乐开了花，他看着萧晨的背影，连忙招呼人跟了上去。只要萧晨今天被他干掉的事情再次传了出去，他的任务就完成了。贪财好色又武道修为废物的皇子，他不相信陛下会让他当储君。只要今日任务完成，太子殿下那里他就算是立了大功一件。殿下，咱们别打了吧，他的修为是通脉境，您还没有开始断骨，修为差距太大。若是您的千金之躯出现个3长2短的，奴婢怎么跟姚妃娘娘交代？看着逐渐靠近的演武场，柳儿不停晃动萧晨的胳膊，焦急道：“殿下，卑职也觉得。”萧晨看了看这混血小姑娘，没有说话。这姑娘的眼神已经急得涌出一层水雾。在她身后，叶文英也突然开口道：“上来吧，宁缺。”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萧晨猛地一跳，气血爆发之下，稳稳地落在演武场上。他朝着身后的宁缺指了指，说道：“说好了的，生死各安天命。”见萧晨二话不说，满脸的怒意，一副被冲昏头脑的样子。宁缺暗骂萧晨傻缺，竟然把生死各安天命的话都说了出来了。他萧晨可是皇子，这么多人看着的，他宁缺不要酒足了，敢对皇子下死手。更别说萧晨的背景是军方叶家，萧晨要出现个生命危险，叶家老太爷都能带兵屠了他们宁家。他可不傻，之前不过是刺激萧晨上台罢了。见萧晨愤怒，他又添了一把火道：“诸位做个见证，殿下说生死各安天命，不过本少仁慈点到为止，只要殿下能把我打出演武台，本少手中这价值12000银的蛟龙血就是您的。”说完，他飞身而起，身轻如燕，身子如一个大鸟一般轻轻落在演武台上。随后一甩袖袍，一滴炙热的赤红血液出现在半空中，随后一脸骚包地看着萧晨：“殿下尽管出手，本少在你出手之前绝不会出手的。”萧晨看着他冷笑一声说道：“是吗？”说完，他右脚一蹬，一拳轰出，身形如闪电一般朝着宁缺掠去。
宁缺只是左躲右闪，萧晨连他的衣角都抓不到。这个时候，宁缺还不住地用言语刺激萧晨道：“殿下，您的修为还是不行啊！断骨修为太低，同样是断骨修为，你竟然连本少的衣角都摸不到。”台下看着台上愤怒的萧晨和如闲庭信步一般出手的宁缺，现场观战的人都摇了摇头。远处叹了口气：“太子哥哥，你怎么来了？”萧晨灵机一动，朝着宁缺身后看去。一听太子萧明来了，宁缺瞬间朝着身后看去。他一转头，只见身后空无一人。中计了！看到这一幕，宁缺只有一种感觉：机会。萧晨见状，运起气血，一拳轰了出去。我竟然被击中了！宁缺倒飞出去瞬间，他只有一个念头。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惊呆了，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打擂台的。全天下都知道宁南侯头靠太子殿下了，而萧晨打之前还拿太子殿下压宁缺，这他能不上道吗？就你叫宁缺，就你给我装逼，就你想对本王侍女动手！紧接着，萧晨猛冲过去，瞬间朝着宁缺的头上一巴掌扇了过去。啪啪啪，巴掌声清脆响亮，几巴掌下去，宁缺的脸颊瞬间隆起，像是个猪头一样。而宁缺呢，只能用断骨境的修为抵挡，却怎么都抵挡不住。而萧晨气血像是不要钱一样爆发，七绝骨加持之下，气血源源不断的供给，让他的每一拳都是大力沉，其重量远超普通断骨境。轰隆！随后，宁缺承受不住，猛地运起真气，身体骤然腾空而起，把萧晨震飞出去。只见他看着萧晨，满眼都是又怒又羞又恨。他没想到，竟然被萧晨偷袭成功了。宁缺咬牙切齿地看着萧晨说道：“九殿下，你打完了，该我了吧？”萧晨抬头看着他，宁脉境修为显露无疑，几米开外的萧晨都能感受到他周身流转的劲风。糟了，宁缺生气了，这家伙太不要脸了，说了断骨境修为，竟然动用真力了。台下的人纷纷议论纷纷，朝着宁缺怒目而视。这还不是九殿下先偷袭的？什么暗器啊？那不是集市上1两白银一把的绣花针吗？太子麾下的勋贵二代们也开始为宁缺辩解起来。殿下，柳儿满眼都是焦急地看着萧晨。通脉境对比断骨境，差距2大境界，以萧晨眼前的修为，完全不可能打过的。看太子哥哥来了！萧晨再次故技重施，指着宁缺身后急迫道：“同样的计策，你以为我会上第2次当吗？”没想到宁缺冷笑一声，丝毫不给萧晨面子。宁缺，看来你变聪明了呀！台上，萧晨面色不变，笑盈盈地说道。萧晨一夸，这宁缺瞬间高高扬起下巴，满脸桀骜表情。不过，你聪明的太晚了。只见他冷笑摇摇头说道：“3、2、1，倒！”噗，在他对面，宁缺竟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随后一口黑血喷出。怎么可能？宁缺感受到浑身剧痛，满眼都是不可思议惊喜。看着宁缺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萧晨真的感觉惊喜。七绝骨毒蛊的能力不错，他就是趁着扇宁缺耳光的时候，尝试控制七绝骨，在他体内投入了一些蛊毒，就直接把一个通脉境的武者毒翻在地。要知道，这才仅仅是刚刚吃了一瓶毒药激活的毒质能力，未来多吃毒药的情况下，七绝骨突破品阶，他的极限是哪里？萧晨根本不敢想。难怪只是3种能力的七绝骨师就已经是绝典榜上第一。萧晨缓步向前，伸手一把就把装着赤胶血的红色药瓶抓了出来，含笑想到。他打开瓶盖一看，一股炙热的气息直冲鼻窍，仅仅一滴血就让萧晨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东西很好，本王收了。说着话，他就一脚踹出，噗的一声把宁缺踹下演武台。不公平，你耍诈，你下毒！噗！宁缺气急攻心，用手指指着萧晨，满脸悲愤。宁缺，规则就是把你踹下演武台就算成功。没错，本王下毒了。又怎么了？你咬我呀！萧晨心情不错，他不仅试验了七绝骨的能力，还得了一滴蛟龙血，价值1万2白银。虽然这1万2白银对之前的萧晨不算什么，但是毕竟他还在禁足期间，王府内的月俸被罚，这么多钱也算是雪中送炭了。我和你势不两立。宁缺看着萧晨一副你打我啊，你打我呀的样子，宁缺再次急火攻心，他一口黑血喷出，直接晕了过去。让开，让开！少爷，少爷！一瞬间，宁缺带来的下人朝着他围了上去。耶，太棒了！殿下赢了！这边萧晨刚下演舞台，柳儿小姑娘就迫不及待地围了上来，看着萧晨满是星星眼。她可不管萧晨赢的卑鄙不卑鄙，从萧晨在众人面前维护他开始，她就是萧晨的铁杆粉丝。
哈哈哈，那是本王还是很厉害的。萧晨笑着说道：“送你了。”萧晨手一抛，那块价值1万两的玉佩被萧晨抛给柳儿。殿下，这太贵重了。柳儿愣神，看着手中奢华的雕龙玉佩，小嘴微张，那模样煞是可爱。与此同时，一大团情欲之气从柳儿身上飞出，钻入萧晨体内。他也感受到了，自从英雄救美之后，柳儿身上的情欲之气也在慢慢增加。怎么可能？殿下，您是怎么做到的？在柳儿身后，同样跟出来的刘震云也震惊了。他不敢相信萧晨以出入断骨境的修为，一招制敌通脉境的武者，可现实就是做到了。而且最后宁缺怎么倒下的他都没看出来。哼哼，看着刘震云震惊的表情，萧晨哼哼一笑，没有回答他，转头继续和柳儿说话，收割情欲之气。柳儿，快扶着本王！萧晨突然面色一白，虚弱道。混血美人表情一慌，卡姿兰大眼睛眨呀眨的，连忙用小小的身子扶着萧晨。殿下，您怎么了？可是刚刚打斗过程中受伤了。说着话，还用小手不住地抚平萧晨胸口。没事，就是有些脱力，本王休息一下就好了。萧晨闻着厨子幽香，恬不知耻地说道。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柳儿瞬间脸颊红了起来，凄凄哀哀地说道：“殿下，您快起来，这里人太多了。”感受到一道情欲之气飘出，萧晨一笑，才起身揉了揉柳儿的小脑袋，说道：“晚些时候，本王带你去买些首饰，白捡的白银，不花白不花。”又是一道情欲之气飘出，柳儿娇嗔，随后朝着人群外面跑去。殿下，您太坏了！看着柳儿的背影，萧晨一笑，迈着8字步穿过人群，朝着大周皇祠内部走去，只留下一众震惊的人群围着宁缺在观察情况。此刻他们内心都同意出现一个疑问：断骨武者怎么可能一招打败通脉巅峰武者的？大周皇祠殿内，破了太子萧明的计谋之后，萧晨就带着柳儿朝着皇祠内部走去。刚入宗祠门口，刘震云和柳儿全都被留了下来，只留萧晨自己朝着藏书阁方向走去。萧晨顺着走廊走了5分钟左右，廊桥前面突然出现一道虚影，这虚影慢慢凝实，一个红衣老者端着拂尘出现在萧晨面前。这老者看不清年岁，甚至萧晨都不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一丝武者气息，只是一身绯色太监袍，让萧晨有些熟悉感。这是大周3品大太监袍，在大周只有3品以上的大太监才能穿绯色，腰缠金色鱼带，因此萧晨也不敢怠慢。这老者刚见面就朝着萧晨行礼说道：“拜见九皇子殿下。”见过前辈。萧晨连忙躬身还礼：“奉陛下之命，带殿下前往传承殿接受传承。殿下随老奴走吧。”这老者尖细着声音，转身朝着前面走去。这么神秘，萧晨暗暗吐槽。这大周皇祠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原以为大周皇祠就像外面演武方一样，挑选功法就可以离开，可眼下看起来却并不一样。殿下与他们不同，他们修炼的不过是内功武道，殿下要求的传承在外殿没有，内殿也不过只有1份。老太监瞥了萧晨一眼，好似看透了萧晨的心思，尖声说道：“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这老太监有读心术。萧晨眼角一抖，抬眼看向老头，露出疑问神情：“公公怎么知道的？”呵呵，老太监翘起兰花指，轻笑道：“殿下7绝骨傍身，想要修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入我大周皇祠，而皇祠之中的7绝骨师传承只有1份，所以奴才才能知道罢了。”他知道我是为了古师传承来的。萧晨内心微惊，想到一人可是司徒司主说的。萧晨记得他身上的7绝骨第一个发现的人是司徒无命，且那老东西在自己最危险的时候摆了自己一道，萧晨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老太监扭头露出疑问神情：“殿下如何这样说？”“殿下入我大周皇祠习练武功，是陛下下的圣旨，与司徒司主有何关系？”原来这便宜老爹也知道了。萧晨暗暗吐槽，不了解他们2个在想些什么。结合目前已知的信息，萧晨总觉得这个皇朝隐隐有着巨大的压力存在。无论九龙夺嫡对下一代皇位继承人的残酷选拔，还是这大周皇祠存在的不知道多少神秘力量，萧晨都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兴盛时期的王朝在做的事情，反倒是像在备战。高筑墙、广积粮想到这里，萧晨眼神一抖，笑着说道：“不知道公公如何称呼，能否与本王解惑？”红袍老太监欠了欠身道：“殿下过谦了，咱家名叫海大富，不知道殿下有何疑问想要询问咱家。”听到老太监的名字，萧晨愣神。海大富，我还叫韦小宝呢。萧晨内心暗暗吐槽，可转瞬间他脑海之中涌现一股记忆，这太监不是玄德帝的贴身太监吗？海大富，我还叫韦小宝呢。萧晨内心暗暗吐槽，可转瞬间
他脑海之中涌现一股记忆，这太监不是玄德帝的贴身太监吗？萧晨眼眸一愣，想到了什么后脱口而出：“海公公，是您？您是黄爷爷身边哪位？”玄德帝就是萧晨便宜老子明景帝的父亲，当年朱雀门之变后他就消失了，这么多年萧晨都以为他过世多年了，没想到萧晨竟然在这里见到他。海大富微微点头，大方承认道：“正是咱家。”萧晨瞬间眼眸一亮，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眼前这人恐怕超过100岁年纪了。海大富瞥了一眼萧晨，问道：“九殿下，你可知这世间的修行等级是什么？”萧晨愣了一下，他不知道为什么这老太监要问这个问题，但还是如实说道：“气血境、断骨、通脉、凝元、先天、宗师、天人、圣者境，这天下由8个境界组成。”而海大富笑了笑，恭维了萧晨一句：“殿下武道基础知识当真扎实。”随后说道：“其实这个世界并非只有8大境界，而是由15个境界组成。”萧晨一愣，倒吸一口凉气道：“15个境界？”海大富继续说道：“没错，殿下应该知道，这天地之间有3座天下，分别为乌蛮天下、万妖天下和神武天下。而这3座天下分别有2座天河阻拦，不到特定的时候无法渡过。这也造成了我大周皇城常年驻军在2关。北境毗邻乌蛮天下，由一座雄关蛮灵关，由30万北境军镇守；南境毗邻万妖天下，由一座雄关伏妖关，由30万伏屠军镇守。而2位关主都是天人境武者。你可知为何没有圣者境武者？”老太监的话让萧晨不明觉厉，是因为圣者境之上的武者出手有限制。听到萧晨的话，老太监闪过一丝赞赏神情，说道：“不错，殿下可以这么认为。3座天下皆有气运，圣者境之上的高手出手太多，就会大大消耗自身气运。当年前朝突然败亡，就与此有关。太祖以皇朝气运镇压天下，不到特殊时期，神武天下行走者不得超过天人境武者。”老太监的话一瞬间让萧晨有些目瞪口呆，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按照老太监所说，这个世界属于纯纯的高武世界，现在只有天人境武者出手，只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皇朝气运压制了。难怪，他感觉这大周王朝不像正经王朝，而像是备战中的王朝。一瞬间，萧晨内心的疑问更多了。他看向飞跑老太监问道：“海公公，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只见老太监笑得无比开心，绕过他，快步走到一处粗大铆钉固定的朱红漆门前，尖细着声音说道：“殿下，您可是我大周皇城第一个敢操控7绝骨的皇子，陛下这才派老奴这才带您进来。您还有什么问题，咱们进门来说吧。”萧晨愣了一下，猛然抬头看去，只见大周武库4大大字高悬在这门头正中，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是走到了哪里，恐怕走到大周皇祠的核心来了。萧晨不再言语，跟着老太监穿过大门，闯过几座大殿，进入到萧晨也不知道第几殿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里的布局特别像皇宫，当然是玄德帝时候的宫殿。海公公，本王对7绝骨知道的很少，您能给我讲讲吗？萧晨跟在海大富的身后问道。走到这里之后，他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让他传承7绝骨式的人究竟是海大富，还是海大富身后的人？海大富笑着说道：“哦，殿下这是想知道些什么吗？不过老奴修炼的也是武道，控骨之道并不是老奴擅长的。”闻言，萧晨一下子激动了，不是海大富，那证明让他来的只有一种可能，玄德帝。萧晨的便宜黄爷爷，那个朱雀门之变的失败者，没想到他竟然也还没有死。萧晨连忙问道：“不是你，那我们这是要去见谁？”海大富笑了笑，赞赏地看着萧晨说道：“前面就到了，你见了他就知道了。记得到了哪里之后，殿下莫要失礼才好。”这一会儿，萧晨已经2次出乎他的预料了。不多时，这座院子中间出现了一个身穿破烂僧袍的男人，男子约莫40多岁年纪，面貌白净无须，长相和他便宜父亲有7、8分相似度。慧明法师，人带到了。萧晨愣了愣神，只听到海大富双手合十，躬身行礼道：“这么年轻，这是我那便宜爷爷。”萧晨愣神吐槽道：“前几天他见过便宜父亲明景帝，他的苍老特别明显，双鬓都斑白了。而作为他的父亲，怎么算也有70、80岁的玄德帝，竟然长得只有40岁年纪。”想到这里，萧晨连忙行了一个大礼，叫道：“小九拜见黄爷爷。”黄爷爷仙福永享，寿与天齐。海大富瞬间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萧晨。在这大周皇祠之中，他可是听说过九皇子的，性格懦弱谦虚，不会说话，怎么看也不像他想的那样。这个时候，
玄德帝也不转身，只是悠悠说道：“施主认错人了，这里没有黄爷爷，也没有皇子。贫僧只是洛州白马寺的出家和尚，法号慧明。”萧晨听到他言语之中的唏嘘，略一思考，只是嗷嗷哭道：“黄爷爷就是黄爷爷，小九不管您和父皇发生了什么，在小九这里没有慧明法师，只有黄爷爷。小九不知道黄爷爷还活着，那就请黄爷爷跟小九出去享福，也给小九做主。”萧晨瞬间红了眼眶，这一路走来，接受的信息很多，超过了他的想象的多。三座天下，气运争夺，人巫妖三族大战。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萧晨相信没有一个爷爷会对孙子动手，所以哪怕是装，萧晨也要装得格倍亲才行。玄德帝眼眸翻动，好似被萧晨感动到了，他拍了拍萧晨的后背，叹气道：“海公公，你去把贫僧禅房之中的那2本蓝皮书拿来，贫僧和小九说2句话。”海公公愣住了，自从朱雀门事变后，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见眼前人承认皇家血统的。是。说着话，他一躬身离开了原地。现在整个院内就剩下了萧晨还有玄德帝2人。萧晨内心一喜，暗暗有些开心。再无情的人也会有7情6欲。萧晨觉得自己这次赌对了，只不过接下来玄德帝的一句话让萧晨震惊了：“小九，你之来意贫僧已经知晓，不过你需要答应贫僧一个请求，贫僧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此时的大周皇宫乾元殿中，明景帝坐在龙椅之上，披着奏折。黄景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在他耳边语2句：“陛下，太上皇那边确实见了九殿下。不仅如此，太上皇还决定把当年得到的7绝蛊的传承给到九殿下。”之后海公公被支开，就不知道他们2个在说些什么了。黄景不仅说了情况，甚至还把2人聊天的内容事无巨细地报给明景帝这逆子，当真会顺杆爬。以前朕怎么没有发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明景帝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黄景口中诉说萧晨的事情，让他吐槽：“恭贺陛下，这下九皇子无法修炼武道的顽疾也将痊愈。有九皇子携带7绝蛊坐镇，有朝一日一定会再次成为大周第一高手，不枉陛下费心帮他筹谋。”明景帝坐直身体，冷哼一声，面带杀意道：“7绝蛊，这逆子也算是命大，若非前几日之事情出来，朕还真没有想到有人竟然会对朕的儿子下手。”黄景看了看明景帝的表情，恭维道：“看来太上皇还是顾忌陛下的，这么多年来陛下做的事情，太上皇都有夸赞。今日又传了九殿下7绝蛊的传承，这也代表太上皇认可陛下的一种行为，不然他老人家也不会见九殿下了。”明景帝面貌紧绷，冷哼一声，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喜神色。虽然这样说，明景帝苍老的眼神之中闪烁着些许兴奋神情，沧桑眼神之中充满期盼。多年前的朱雀门之变一直都是他内心的伤痛，他励精图治，把大周皇城治理的四海升平，井井有条，渐渐有鼎盛之势。既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比他所定的太子差，也是想要获得他的承认。知会下通政司，今年朕之寿诞举办的狩猎大会增加1个名额。九皇子萧晨。黄景眼眸一凝，露出骇然神色回道：“是。”另一边，大周皇祠里面，萧晨听到玄德帝的请求，露出惊讶神色。他还以为对方会让他搞什么推翻他便宜父亲的统治之类的事情，没想到却是这个。想了一下，萧晨仍然连连摆手拒绝道：“拿下狩猎大赛第1名。”“不行，黄爷爷，我不行的。狩猎大会不仅太子哥哥派人参加，2个、4个还有帝都一些人都会参加。往年狩猎大会第1名起步就是先天境的武者，孙儿才断骨境，与他们相差太远了。玄德帝没死，还藏在大周皇祠，这个事情恐怕知道的人很少。他能来到这里，还和玄德帝见上面，肯定逃不过他便宜老爹的耳目。他在这里答应他这个事情，不是跟他便宜老爹作对吗？萧晨才没有这么傻，一点好处都没有拿到，就想办法和手握皇权的帝王作对。你这滑头，朕会帮你的。你把这封信带给珍妃，就说是朕给他的，他会帮你的。玄德帝眼眸一眯，露出几丝好笑神色，暗骂萧晨滑头。说着话，他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来递到萧晨面前。这谁敢接啊？萧晨内心一惊，暗暗吐槽道：“珍妃是谁？他不知道。但听老皇帝的话，估摸是他在位时期的某一个妃子，因为他的便宜父亲当上皇帝，当年的妃子都已经从皇宫里面挪出来了，挪到了太后院中。这一封信带给珍妃，要是被人知道老皇帝没有事，当年他便宜父亲搞的朱雀门之变，恐怕又会被旧事重提。萧晨有几个胆子也不敢接这封信啊！你这滑头的劲儿，
当真是和当年你爹一模一样啊！放心吧，这封信你父皇也会知道的。而且，你以为没有你父皇的准许，你能来朕这里？没有他的帮助，你又如何才能快速修炼七绝骨？单靠琴骨一种能力吗？见萧晨丝毫没有去接的意思，玄德帝好笑地骂了萧晨一句，直接戳破萧晨心思。皇爷爷，您既然知道七绝骨是什么，能告诉孙儿吗？别让孙儿提心吊胆的。听到玄德帝的话，萧晨撒娇道：命悬一线了。萧晨也顾不得什么了，再多的信息朕也不知，只知道他与南疆古族有关，当年那只神骨也是从他身上得来的。你想获得更多，去找他。玄德帝瞥了一眼萧晨，拿捏萧晨说道：南疆圣女。萧晨愣了一下，抬眼看了一眼玄德帝，脑海之中浮想联翩和玄德帝一样大的南疆圣女，此刻不得70-80岁了。慧明法师，奴婢把您要的东西拿来了。远远的，海公公已经带着一本黄色古书走了过来，朝着玄德帝恭敬行礼。见海公公过来，玄德帝再次变成和尚模样，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交给施主就行。施主切记，七绝骨乃是大凶之物，先天以人体精气为食，虽然能力超强，但对人体伤害极深，每次使用七绝骨都会消耗相应的寿命。切记，切记。听着远处传来的声音，萧晨就已经被海公公带出庭院，朝着远处的练功房走去。就是这本书。萧晨愣神说道：这也太破了吧！映入眼帘的一本名叫《七绝控骨秘传》的黄皮古书，这发黄的纸张就能让萧晨感受到这本书的古老。刚刚打开扉页，上面的话让萧晨愣神。养骨、控骨、练骨本是一道，本作以七绝骨入道，连一绝情欲之道，二绝毒道，三绝暗影之道，四绝剑道入道，成大周五道绝巅。到头来却被七绝骨反噬，寿元无几。若我大周皇族有修南疆古师一道之人，切记切记，在天地大劫来临之前，不得在三绝之外再修第四绝，否则不仅无法养骨成功，突破蛊虫品级，只会被七绝骨反噬，以自身寿元，到头来不过同归于尽的下场。这话竟然和玄德帝说的话很像，或者说一模一样。难道玄德帝也是修炼七绝骨？不对啊，他那个样子很年轻。萧晨脑海里浮现玄德帝的模样，大周皇室能修炼七绝骨之人绝对不是他。紧接着萧晨继续翻着记录，虽然不知道千年大劫是什么，但是现在他对古尸和体内的七绝骨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古尸又叫虫尸，大致分为4阶：一阶古尸，二阶古王，三阶古灵，四阶古神。一阶古尸对应先天之下，二阶古王对比宗师境高手，三阶古灵就是天人武者，四阶古神那就对比武林神话，武道圣者高手。这七绝骨之所以在南疆被称为最凶的蛊虫，就是因为它为神骨，天生具备7种能力，却又遍地都是。但是大多数七绝骨只有1种能力，少数七绝骨才能开启其他能力。因为七绝骨食用的是气血，又叫做寿命。根据控骨秘术记载，他开启4阶蛊虫能力却只坚持了1年，这还是只把情欲之道养到2阶的情况下。以后这七绝骨越强，对宿主的伤害就越大。不过这对于拥有黄金心脏的萧晨危害不大。虽然萧晨不知道黄金心脏是什么，但是明显能感觉七绝骨害怕这东西激活毒骨之力，需要毒骨之力，需要剧毒之物；激活剑骨之力需要圣品剑行草；激活蚀骨之力需要凤凰真血。萧晨翻到这本书，他喃喃自语：难怪这七绝骨明明不稀缺，却鲜少有人修炼。目前激活这七绝骨的东西越来越稀缺，甚至凤凰真血都已经出来了。就算是萧晨这个九皇子都觉得稀缺。凤凰真血这种东西是万妖天下凤凰一族一生凝聚的精华，就连整个大周皇室都不见得有一滴。激活暗影之力的办法，吞噬一枚暗影王骨。这东西难怪玄德帝让我去找真妃，以我自己的能力，恐怕怎么也不可能抓到一只堪比先天境的暗影王骨吧。宁南侯府，儿啊，你怎么了？一个身穿华贵长袍的老者闯入房间，看到眼前一幕，露出大骇神色。此刻躺在床上不停吐着黑血的男子不停地吐着黑血，嘴唇乌黑，脸上还存着密密麻麻如同蜘蛛网一样的黑色血管，十分吓人。爹，儿子痛，儿子好痛。床上的宁缺见到老者进来，眼球突出，一激动又是一口黑血喷出，旁边的侍女连忙拿着锦帕去接。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大夫，救救我儿子，救救本侯儿子。宁玉面色狰狞，他一个箭步冲向旁边正在诊脉的郎中的领子，狠声道。宁缺作为他宁南侯独子，从小就宠着，什么时候见他遭受这么大的伤害？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侯爷，
先把我放开放开。贵公子是中毒了。郎中被他要吃人的表情吓到了，连声说道。宁南侯宁玉表情一凝，捏着郎中的手骤然松开。只见他表情骇然道：中毒？我儿怎么会中毒呢？快给我儿解毒，解不了毒我杀你们全家。说着话，他的眼神充满戾气。床上的宁缺听到自己是中毒了，眼眸瞬间变得血红异常。他瞬间明白过来一切，愤怒地抬起头说道：爹，是九皇子，是他给儿子下的毒。爹，救我，救我，我不想死。一口黑血喷出，宁缺怒火攻心，竟然气晕了过去。九皇子，这怎么可能？宁玉面露骇然神色，在他的记忆之中，九皇子可是帝都有名的武道废柴，他怎么可能能对宁缺下毒？快救我儿子！圈儿，宁玉满脸惊慌，连忙朝着郎中吩咐道：侯爷莫怪，小人等医术低微，实在是不知道从何而解啊。这郎中急得满头大汗，但是对眼前不断吐着黑血的宁缺毫无办法。毒？宁玉想到了什么，连忙朝着门外快步走去。来人，保护好少爷，出了任何事情，本侯一定全砍了你们。说着话，他就出了院门，朝着皇城方向骑马奔去。能和毒有关系的，宁玉第一想到的就是帝都唐家，而他宁南侯府和唐家毫无关系。此事他只有求助东宫太子。东宫，此刻东宫花园内放着一大块通体碧绿的寿字玉石，整体有1人多高，就连底座都是用黄金打造，看起来奢华无比。殿下，这太湖寿山玉乃是定州刺史花费千金所造，通体结实寿山玉打造，目的就是恭祝陛下福寿康宁，我大周江山永固。殿下以为如何？寿山石旁边，太子萧明上下打量，面露惊喜神色。在他身后，身穿灰色衣袍的英质男人躬身行礼道：不错，此物不错，本宫满意。有此物在手，本宫定能在父皇寿宴上拔得头筹。太子仿佛心情不错，露出浅浅的笑容说道。王御医那边，在他身后，那身穿灰色衣袍的文士同样露出笑容回道：殿下放心，王御医那边已经派人出手了，保证九殿下过去只看到一堆残骸，而且陈环给九殿下加了点刺激。闻言，太子点点头，露出惊喜的笑容，连连感叹道：好，很好，做得不错。同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一样，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震撼神色。断骨境，刚刚回来的太子卫律竟然说九皇子萧晨突破了断骨境，这件事情没有人比他更加恐惧了。萧晨既然可以突破，那就代表他已经知道自己存在体内的蛊虫事情了，说不定还解决了，不然他怎么可能修为突破？知道这件事，他不能不震惊。这个时候，一个绿袍小太监连滚带爬地闯了进来，跪地叩头道：启禀殿下，宁南侯闯进来了。启禀殿下，宁南侯闯进来了。绿袍小太监面色煞白，跪在太子萧明面前，不住地请求饶命。殿下，求殿下救命！还没等太子萧明说话，只见门口处宁南侯宁玉匆匆赶来，一下就跪在萧明面前。小儿宁缺被毒所伤，危及性命，还请殿下看在陈忠心耿耿的面子上，救小儿一命，救小儿一命啊！说着话，宁玉就服的磕头，哭喊着求萧明救命。萧明眼眸闪过一丝嘲讽之意，但是他隐藏得很好。通脉境武者被一个刚入断骨境的武者戏耍成那样，如此废物还好意思来找他求救。萧明微微一笑，假装不知道此事，双手虚扶，托起宁玉道：哦，侯爷请起，不知道世子出了何事，竟然让侯爷如此惊慌失措。宁玉感激一笑，连忙把事件原委说了出来，然后连忙躬身行礼，求殿下救命。萧明暗道果然如此，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阴鸷神色。从宁南侯这里再次得知萧晨突破断骨境，那就代表他真的知道了七绝骨的事情。侯爷不必行此大礼，本宫刚好知道唐捕头身在何处。萧明略微安抚宁玉之后，就高声喊道：去后殿请唐捕头来此议事。只听到远远的一声尖细声音：是。一个绿袍小太监朝着后院飞奔而去。东宫后花园内，一身白色长袍的南宫婉坐在石桌前面，素面朝天，不加一丝粉黛，反倒是清丽异常，有种冰美人的美感。因为萧晨的羞辱，反倒是唤起南宫婉的一丝生气。他吃了些粥，有了些力气，和唐瑶一起到花园里面散心起来。在他的手中握着一卷书卷，在他对面，唐瑶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话。南宫婉想起那晚上发生的事情，清冷的小脸上瞬间变得恼羞起来。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唐瑶不住地点头，
略带英气的脸颊上满是坚定。他小脸略带回忆，感叹道：“九殿下是痴情的人啊。”他还做了一首诗呢：“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听着唐瑶的话，南宫婉瞬间泪珠滚落下来。想起那一夜萧晨凶神恶煞的表情，在他的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现在萧晨竟然不仅没有放过他，还在继续污蔑他的名声，这让他怎么不委屈？在他对面坐着的正是一身红色劲装的唐瑶，慌了。只见唐瑶情商颇低说道：“婉儿，你怎么了？你怎么还哭起来了？别哭别哭，我可是哪里说错了。”这个时候，一个绿袍太监走了过来，在看到南宫婉事后的表情一愣，说道：“见过太子妃，见过唐捕头。太子殿下请唐捕头前往东宫大殿一叙。”南宫婉见状低头，然后用锦帕擦去眼角泪水，转头不看太监。此刻的他哪里还担得起太子妃这3个字来？唐瑶则是眼睛一愣，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叫我。”太监连忙回答：“是。”随后他把事情的缘由说了出来。怎么可能？中毒？一瞬间，唐瑶露出震惊神情，连南宫婉都瞪大眼睛，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件事情竟然是九皇子能做出来的事情。婉儿，我去一趟，你在这里等我。唐瑶本能感觉到事情的不简单，连忙跟着太监离去。平时里面废物的九皇子怎么可能一招打败通脉劲武者宁缺，还能给他下毒？萧晨，究竟哪个才是你？南宫婉同样愣住了，他手里的书卷掉在地上都不知晓。而此刻的萧晨刚出了玄德帝的寝殿，来到太祖所留下蛟龙图传承的地方。他被海大富口中所说的隐秘同样震惊了。一幅蛟龙图，这就是太祖的传承，大周皇祠最大的秘密。看着自己化身千丈蛟龙的瞬间，萧晨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另一方面，太祖传承之处，萧晨出了玄德帝所在的地方得到了，就被海大富带走传承蛟龙观想图。萧晨站在演武场中，朝着眼前的围墙望去，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幅不知道是何颜料画的简笔画，其上有一只约莫3寸大小的四脚蛇蜥蜴。你管这叫做蛟龙？萧晨看着眼前的景象，内心忍不住吐槽：这蛟龙断骨法乃是皇室秘传，不得带出大周皇祠，还请殿下在此传承结束后再离开大周皇祠。就在他愣神瞬间，海大富尖细着声音说道：传承？如何传承？萧晨被打断思路，他抬眼看着四面白色围墙，愣声道：眼前只有这一条蜥蜴蛇，哪里来的传承？这是一道大周龙气，殿下以周身大周龙气注入其中，激发此功法其中真意，就能修炼成功。海大富手一伸，一道明黄的龙气出现在萧晨面前，笑着告诉他道：我大周蛟龙断骨法是由太祖所创，龙气激活这本书页之后，殿下会置身蛟龙体内，殿下会经受大火焚烧断骨。说着话，萧晨耳边只听到一声龙吟。神神秘秘的萧晨还在吐槽，下一刻他就发现自己变了，自己变身成了一头千丈巨蛟，原本100丈高的飓风在他的脚下如同山丘一样大小。吼吼，还真的是传承着太祖的画技真烂。萧晨内心吐槽，他如灯笼一样大小的琥珀龙瞳闪过一丝激动，他也没想到就这一瞬间就化身千丈巨蛟。只见萧晨缓缓伸开双翅，带着风雷的蛟龙双翅遮天蔽日。只见他化身的千丈巨蛟微微震动翅膀，就引发一阵狂风呼啸，无数高达100丈的树木连根拔起，仿佛世界末日一般。有些意思。萧晨惊喜了，他发现只是微微震动翅膀，体内源源不断的神秘力量按照某一特定线路运行，正在不断吞噬他的骨骼。断烧，这就是海大富所说的蛟龙断骨了。萧晨忍着剧痛，双眸赤红。可突然他的心脏处一道道流出一道道清爽之气，包裹住了他的身体，黄金心脏发力了。萧晨感觉疼痛感在不断褪去，一丝舒爽的感觉在他心头形成。此刻演武场上，海大富原本闭眼修炼，按照他的经验来说，蛟龙断骨法第一次修炼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产生，而且大多数的皇族子弟都在6、7岁的时候完成断骨，修炼下一阶段功法，而九皇子16岁才开始断骨，年龄太大，断骨难度远超常人。海大富不太相信九皇子还能获得多么强悍的宝骨，可下一秒他就惊讶出声：咦，这怎么可能？萧晨体表正在慢慢变红，一道道气血正按照特定的路线运行起来。与此同时，一道道污泥从他的体内被排了出来。上品蛟龙骨，天哪，他的天赋到底多么惊人，竟然16岁断骨，
还能断成上品蛟龙骨？海大富苍老的面容闪过一丝震惊表情，他失声说道：“吼吼！”就在他震惊的时候，萧晨体表突然涌出一道黄道龙气，一头真龙虚影盘踞在萧晨的体表。极品蛟龙骨，这怎么可能？海大富彻底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来，看向萧晨，露出激动神情：“多少年了？咱家多少年都没有见到极品蛟龙骨了！天哪，大周渡劫有望了！”这个时候，萧晨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愕然：“我突破了！”这个时候，海大富也走过来，瞪大眼睛看着萧晨：“极品蛟龙骨，殿下竟然锻造了极品蛟龙骨！恭喜殿下，天佑大周！”怎么突然这么热情？看着海大富这老太监突然贴脸，眼含激动地看着自己，萧晨暗暗吐槽。略微思考后，萧晨抬眼疑惑地问道：“极品蛟龙骨？何为极品蛟龙骨？”海大富咳嗽一下，把萧晨搀扶起来。这蛟龙断骨法所记录的是当年太祖传下来的真法，只有大周龙气才能激发其中真意，让人进去，而进入其中之人都会变成蛟龙，遨游天地。但不同资质之人所幻化的蛟龙体型不同，所断出的灵骨身也不尽相同，大致可分为下品蛟龙骨、中品蛟龙骨、上品蛟龙骨、极品蛟龙骨。而蛟龙骨的等级也对应着蛟龙体型的各个阶段，只有50丈大小的成熟蛟龙体才可以锻造出极品蛟龙骨。额50十丈，萧晨看着海大富激动的样子，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很想说50丈蛟龙算个屁，自己幻化的那条蛟龙长达1000丈，一巴掌都能扇死上100个50丈大小的蛟龙。这么多年就没有极品蛟龙骨的出现吗？萧晨跟着海大富出门，此刻观想法门已经在脑海之中，再留在这大周皇祠已经毫无意义了。太子殿下当年观想的时候所获得蛟龙骨便是上品蛟龙骨，禹王殿下、景王殿下都是中品蛟龙骨，至于极品蛟龙骨吗？倒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老太监眼神之中闪过一丝回忆，随后自豪道：“奴婢不才，也是上品。从咱家变成奴婢了吗？”萧晨一笑，敏锐地感觉到了海大富称谓的变化。既然如此，本王告辞了，殿下慢走。萧晨心情大好，晃晃悠悠地出了大周皇祠。这次来大周皇祠收获不错，不仅获得了7绝骨的传承，最重要的还真正传承了极品蛟龙骨。便宜父皇的寿宴、狩猎大会，珍妃。萧晨脑海之中闪烁回忆，为什么这个玄德帝要让他参加狩猎大会，还要获得冠军？还有珍妃从南疆而来，他又和天机绝典榜上那个人有什么关系？看来父皇登基的时候发生了不小的事情了。还有书里面提出的千年大劫又是什么东西？萧晨喃喃道，他发现这个世界远没有眼前他看到的这么简单，先想办法增强实力最重要。萧晨刚刚离开不久，海大富刚刚转身，想要把这个好消息朝着玄德帝禀报，只是瞬间，一身黄袍的明景帝竟然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奴婢拜见陛下。海大富一愣，骇然拜道，以他的修为竟然毫无发现。免礼。明景帝苍老的脸颊露出一丝关切，沉声道：“小九的断骨情况如何？”海大富连忙报喜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九殿下真乃天人降世，16岁断骨竟然锻造出了极品蛟龙骨。不仅如此，他还获得大周龙气庇佑，天佑九皇子，天佑大周。极品蛟龙骨。”明景帝负手而立，眼神闪过一丝讶然。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小儿子16岁了，竟然还能锻造出极品蛟龙骨。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就算是朕失败了，也给我大周留个念想，留个希望。明景帝看向这蛟龙图，叹了口气说道：“带朕去隐龙阁看看吧。”海大富愣了一下，呆愣在原地，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隐龙阁就是玄德帝居住的宫殿，多年来二龙不得相见。父皇，他还是不愿意见我吗？看到海大富默不作声，明景帝眼神闪过一丝黯然，摆摆手示意他离开。算了，你且去吧，朕独自在这清静片刻。见状，海大富连忙躬身行礼说：“是。”随后转身离开，丝毫不敢多做停留。只是他脑海之中带着些许疑虑，明明九皇子锻造出极品蛟龙骨，应该普天同庆之事，却感受不到陛下的开心呢。太祖啊太祖，大周濒临灭国之地，你说说，朕之九子竟然16岁觉醒极品蛟龙骨，这是福还是祸呢？海大富刚走后，明景帝苍老的双眸之中闪过一丝迷惘，随后他一挥手，整个演武场变化了，好似浮现一座城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座城市是大周帝都。演武场中，明景帝负手而立，站在这观想图画前面，面带复杂神色。太祖啊太祖，千年之期要到了，
我大周危在旦夕。当年你提到的终结大劫之法究竟是什么？朕为何总是参悟不透？只见他一挥动袖袍，从他身上爆发出耀眼的黄色光芒，这光芒堂皇耀眼，还夹杂着龙吟声，朝着涌动而去，瞬间灌注入这观想图之中。一瞬间，明景帝所处的环境就变化了。和萧晨不同的是，他身处大周皇城半空之中，在他脚下的是无穷黑气弥漫而来，黑气之中密密麻麻的全是各种兽类围攻皇城。天穹之上，数百丈大小的凤凰凶厉鸣叫，覆盖整个皇城上空。此等场景堪称灭世。在这些妖兽攻城的最前方，有1000丈大小的七彩凤凰微微振翅，从它身上出现无穷流星火雨砸向京城。大周京城，黄道龙气化成的保护罩在这火雨下砸穿，无数妖兽杀入皇城，肆意屠杀。大地之上裂开的一道道口子，里面带着黑气的蛮族手持各式各样的武器杀出，局势变成一边倒的屠杀。就在大周濒临灭亡之时，一头万丈大小的熔岩巨龙从天的裂缝之中出现，那血色龙瞳微微睁开，1000丈大小的凤凰瞬间一声凄惨鸣叫，爆裂开来。整个大周天穹仿佛下了一场流星火雨一般。煮酒一，明景帝露出骇然神色，不知为何，这头他从未见到过的生物，他却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做煮酒鹰。这究竟是什么？明景帝喃喃道，他的表情露出震撼神色。看了这么多年了，再次看到这头生物，明景帝仍然会被他震撼到。刚出皇祠，萧晨一抬眼就看到柳快步走来。殿下，您终于出来了，出事情了。萧晨一愣，出事？出什么事了？他人在这里，又没有成婚，母妃还被关在景瑶宫中，能出什么事情？殿下，刚刚叶家送来的消息，王御医家满门被屠。大周帝都东市，萧晨气血震荡，化作一道残影在房屋之间飞掠而出。他全力运转气血之下，体表还有一道道龙吟声音传出。蛟龙断骨诀，他突破断骨2重才学会的功法。他一醒来就感受到体内无穷的力量。老太监海大夫告诉他，他竟然锻造了上百年来都没有人锻造成功的极品蛟龙骨。不仅如此，还牵扯了部分大周黄道龙气加持在他的身上，再加上七绝骨的情欲能力和毒之能力。此刻的萧晨凝元镜之下再无对手。萧晨全力飞掠着，在他身后跟着柳还有刘震云。从皇祠出来之后，天色已经微微渐暗，萧晨刚一出现，柳就赶忙跑到萧晨耳边说了一个噩耗。什么？王御医全家被灭。听到王御医家被灭，萧晨如梦方醒，他提起气血朝着王宅掠去。王御医，萧晨身边从小到大的主要御医，他也没想到太子萧明为了防止萧晨调查真相，第一时间会对他动手。快，再快点儿！萧晨冷声说道，想起王御医之事，心急如焚。黑夜之中，他运起气血，化作一道残影，在黑夜里面飞奔。殿下，殿下，您别走得太快了，等等我们呀！而柳儿也好，刘震云也好，都震惊异常，因为他们发现萧晨爆发出来的速度竟然比他们的速度还要快。1个时辰不到，萧晨就已经来到一座古宅前面。糟了，还是来晚了。刚到这宅邸前面，萧晨就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萧晨推门进去之后，眼前的景象简直震惊他的三观。满地的尸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堆了一地。这个时候，有几个黑衣人正在举着火把，准备烧毁房子。快走！见到萧晨进来，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几人瞬间丢下火把，然后转身朝着黑夜之中掠去。别走！萧晨眼眸一闪，朝着远处那几个人冲去。危险！他刚要上进去，一道刀影瞬间朝着萧晨刺来。滚开！萧晨头一偏，剑影侧身而过，黑衣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条件反射般的握住剑影的手臂，气血爆发。萧晨冷哼一声，用力一扯，一道龙吟怒吼声出。轰隆！那黑衣人瞬间被他一个过肩摔在地上。怎么可能？那黑衣人身影一滚，卸下萧晨劲力。他眼带震惊神色，震惊于只有断骨境的萧晨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把他扔出去那么远。斩灵刀法！只见黑衣人脚掌一跺，长刀之上绽放出一道道乳白色光华，随后身形轻巧如猿猴，朝着萧晨斩来。又一个通脉劲武者。萧晨眼眸一眯，激动道：来得好！说着话就气血爆发，和那人站在一起。通脉劲武者顾名思义，通了经脉，体内存有部分真气，可以爆发刀芒。自从修为突破后，他还没有正经和敌人对战过。砰砰砰！萧晨和那黑衣人战了10-20招，一个后撤步退到府邸之外。他站在原地，毫无想要移动的想法，好似被吓傻一样。
死吧！这黑衣人面带惊喜神色，刀上带着数寸刀芒，朝着萧晨砍来。当啷！只是这人刚刚进入萧晨1米不到，瞬间感觉浑身绵软无力，只有一股原始冲动涌上心头，瞬间倒地不起。这怎么可能？这黑衣人吐出一口鲜血，露出骇然神色。他的小腹火热，竟然产生了一股股的原始冲动。原始冲动加持下，他体内的真气早已不受控制，走错了气脉，瞬间吐血重伤，倒地不起机会。萧晨眼眸一凝，连续催动气血爆发，一拳又一拳地砸在这黑衣人身上。噗！萧晨盛怒之下，每一拳都带着10分力气。极品蛟龙骨加持下，只听到一声声骨裂声传来，这黑衣人瞬间惨叫一声晕死下去。散！萧晨心念一动，暗暗催动控骨秘术，他的嘴唇微动，一道道精神力转换成未知符文，朝着七绝骨体内刺去。只是瞬间，萧晨周身1米左右的情欲之气全都散去。好用！萧晨暗暗惊喜控骨秘术的好用，不注意的情况下，这先天境以下的高手全都会中招。殿下，殿下，您慢点儿。这个时候，刘震云才姗姗来迟。当他看到眼前这一幕，都震惊了。整个院落之中满地的尸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连几岁的小女孩都惨遭毒手。怎么可能？灭口！刘震云震惊了，他连忙退到萧晨身边，四处警戒着周围。告诉本王，你是谁？是谁指示你来灭门王家的？萧晨捡起地上的长刀，用刀指着黑衣人脖颈说道：本王，你是九皇子萧晨。黑衣人露出惊恐神色，趁着萧晨不注意，一瞬间摘下自己的黑色口罩，他口舌之下直接喷出一枚碧绿针头，直直地刺向萧晨。萧晨只感觉胳膊一痛，他躲闪不及，直接被这针头刺入肩胛之上。找死！萧晨暴怒，刚准备动手，那黑衣人已经口鼻出血，死的不能再死了。死士！殿下，究竟出了何事？竟然有死士出手了！看到这一幕之后，刘震云震惊了。碧灵针！殿下，这可是唐家的碧灵针，天下10大奇毒之一呀！刘震云瞬间露出骇然神色。王御医家门口的萧晨面前躺着数个黑衣人尸体，在萧晨的肩膀之上，竟然赫然出现一枚碧绿针头，还不断地散发出一些绿色的雾气。刘震云一眼就认出来这针带毒，而且带的毒还是碧绿毒这种天下奇毒之一。好狠的手段，竟然是碧灵针！感受到碧绿毒入体，萧晨眼眸一凝，冷哼道：碧灵毒作为天下10大奇毒之一，他也有所耳闻。这种毒不致命，但是对武者真气多有破坏，像唐门会把它用作暗器，专门破坏武者气脉上。萧晨，不用想，这手段绝对来自太子萧明，能对王御医下手，做出这种灭门惨案的事情。萧晨相信，一定是因为他体内存在的七绝骨。要知道，王御医一直都是萧晨的御用御医，前身一直卡在气血3重，不仅是他着急，叶家和他母妃都找了无数名医给他治疗。但是这蛊虫能隐藏这么多年不被发现，萧晨相信身边一定是有幕后黑手的内奸，若是结合前段时间的污蔑，这幕后黑手很可能是太子萧明。大意了！萧晨起身后，他喃喃道：原本萧晨一直以为这内奸就是刘管事，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刘管事，他身边的御医都是太子萧明的内奸。那萧明给我下了套，又布了刺客刺杀，为什么却不排先天境之上的高手呢？萧晨一伸手把碧灵针从肩膀上拔下来，皱眉想到：殿下。刘震云看到萧晨慢慢站起身来，仿佛丝毫不把这天下奇毒放在心上，他的表情无比焦急。末将求殿下快快回府，末将这就去找御医。萧晨被刘震云打断了思路，翻了个白眼看他说道：慌什么？出来干活了！只见萧晨嘴唇微微抖动，按照控骨秘术的方法刺激七绝骨。嘶嘶！只见这七绝骨嘶鸣一声，瞬间被萧晨惊醒，而后二话不说，朝着渗入萧晨身体内部的毒素吞噬而去。原来如此，这就是你的计划吗？太子哥哥！嘶嘶嘶！在吞噬了碧灵毒之后的七绝骨再次狂躁起来，不住地朝着萧晨体内横冲直撞，吞噬萧晨体内的气血之力。第一次见七绝骨这种凶厉的表现，萧晨也露出骇然神情。瞬间，他就明白过来，为什么这王御医家只有一个死士的原因了。看来太子身边也是有南疆蛊师，不然的话，怎么会想起这么阴毒的计策？萧晨露出骇然表情。在那本七绝传承之上，萧晨只知道这七绝骨会吞噬气血，降低宿主寿命，但具体如何降低的，萧晨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这七绝骨2种毒素入体，这蛊虫如同发疯一样吞噬宿主的气血，
一般人怎么可能供养得起？这个时候，萧晨的心脏处好似感知之后，再次传出一道道清凉之气，化作气血之力，朝着七绝谷包裹而去。萧晨瞬间感觉压力大减，他的眼神之中露出杀意。太子哥哥，为了置我死地好手段，那么接下来要接受下作为弟弟的反击了。九皇子府地牢，说不说？快说！萧晨回到皇子府之后，连后院都没有去，而是直接朝着地牢奔去。地牢之中，刑讯之声伴随着刘管事的惨叫声传入他的耳朵之中，各种腐烂之气冲入他的鼻子之中，也让他皱了皱眉头。远处昏暗的灯光下，有人粗壮的膀子正在刘管事身上抽打着。说，快说，你究竟是把殿下验引的情报送出去的？你送给了谁？那个人接手的。萧晨慢慢靠近，柳跟在他的身边，娇躯不断颤抖着。问出来什么没有？萧晨走到那人面前，朝着叶府派来审讯的人问道：拜见殿下。那光着膀子的人面色一愣，随后看到来人是萧晨之后，瞬间慌忙行礼，道此人嘴极其硬。审讯他2天以来，他除了说殿下的讯息是他送出去的，其他的一概不说。在属下数次审问下，他几次晕厥过去，都不曾说出来幕后指使者。萧晨抬眼看向刘管事，他的眼神一眯。此刻昏暗的灯光之下，刘管事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伤口，就是这样，他竟然都不开口。好了，你们都出去吧，本王来亲自审问。萧晨眼神闪过一丝杀意，他说道：是。那光着膀子的人连忙行礼说道。不一会儿，整个审讯室就剩下萧晨和刘管事2人了。刘管事，本王只问你2个问题，你只需要回答了，本王就让你死得痛快。萧晨眼眸闪烁凛冽杀意，寒声说道：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萧晨伸2根指头来，食指和中指上面夹着的就是碧灵针，微笑地看着刘管事。碧灵针？怎么可能？你中了碧灵针，怎么可能还活下来？刘管事看到萧晨掏出来的毒针，眼眸一凝，瞬间打了一个激灵。你果然认识。萧晨冷笑道，他露出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来。看来他并没有猜错，那些刺客就是太子萧明派来的。本王会拿你的身体挡住碧灵毒的培养，你只有一个机会，在毒针完全深入你5脏6腑之前，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不然的话。只见他屈指一弹，那针尖稳稳地刺入刘管事的胳膊之上，一道道碧绿毒液顺着他的皮肤渗透进去。不一会儿，刘管事的惨叫声音响彻整个地牢之中。我全说。殿下，我错了，我全招还不行吗？是四海帮，和我接头的人是四海帮帮主荣海，我负责传递殿下出门的信息，由他和江先生进行消息传递。才刚过去不久，刘管事感受到体内万千蚂蚁啃食的痛苦，这种痛苦比鞭打火烧疼了上千倍，他真的1刻钟都扛不下去。果然，萧晨眼眸跳了跳，暗道一声果然。就在这碧灵毒入体之后，他可是亲身感受过被碧灵毒腐蚀的滋味的。要知道，他还是在碧灵毒入体瞬间就命令七绝谷去把毒药全都吃掉的。可就是这样，他也感受到了一丝碧灵毒腐蚀肌肉的疼痛。吃吧！一瞬间，萧晨催动控骨秘术，一黑色虫子从萧晨指尖飞出，一声嘶鸣飞入刘管事的身体之内，愉悦地吃了起来。怎么可能？刘管事一口乌黑鲜血喷出，眼神突出，死的不能再死了。四海帮吗？萧晨从地牢走出，嘴角勾起冷笑。从他知道这个消息起，就不知道多少人需要死在这个帝都内。来人，通知叶文都来本王这里一趟。与此同时，东宫后花园之中，太子萧明身穿月白色长袍，贵气十足，一举一动都带着威严。只见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抬眼瞥了一眼眼前的宁玉，道：就这些。宁玉微微躬身，身穿绯红官袍，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愤恨，道：回殿下，正是如此。九殿下出手太狠，对小儿下此重手，臣想在陛下面前参他一本，还想请殿下帮助。萧明表情没有变化，而在萧明身后的江素清眼神闪过一丝嘲讽神色，他好似在说：就凭你。萧明则是面无表情放下茶杯，眼神闪过一丝喜色，沉声道：可以，不过要听本宫安排，本宫早已有了计划，到时候你只需要在本宫授意下，如此便能置萧晨于死地。宁玉听到萧明的计划，他的眼神闪过一丝震撼神色，只见他连忙行礼，没想到殿下竟然早有想法，臣能为殿下效劳，是臣的荣幸。明日早朝，臣必定第一个上书弹劾九殿下。萧明微微一笑，转头和江素清对视一眼，成了。这个时候，一个绿袍小太监带着唐瑶从远处走来。
启禀殿下，唐瑶姑娘带到。唐瑶看着花园之中的三人，露出诧异神色。拜见太子殿下。只见他连忙越过小太监，走到太子面前行了一礼，急迫说道：不知道是谁中毒，可否让我看看？唐瑶面带焦急神色，连礼仪都顾不得了，急吼吼的接连发问。来这一路上，他就听小太监说了萧晨身上发生的事情。有问题。他瞬间就感觉有问题。萧晨这个气血三重无法修炼的事情，整个大周地都人尽皆知，怎么可能突然会用毒？还是打赢了通脉境的武者？唐瑶一瞬间就感觉萧晨身上的奇怪和那晚的事情有关，因此他才急不可耐。唐姑娘稍安勿躁，来人，把人抬出来。太子萧明也不在意唐瑶失礼，而是和颜悦色地吩咐道：是。几个小太尖尖细着嗓子回复，瞬间抬着一个面貌漆黑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唐姑娘，快救救小儿吧！看着自己儿子凄惨的样子，宁南侯宁玉求道。唐瑶刚一蹲下，看到宁缺的样子，他瞬间瞪大双眸，露出骇然神色。唐家之毒九转断魂散，这怎么可能？另一个方面，此刻九皇子府内，1000丈高的蛟龙站在飓风之上仰天长啸。萧晨心念一动，翅膀展开，萧晨振翅高飞，直冲天穹而上。与此同时，一道道清凉之气从黄金心脏之中流淌出来，朝着他背部的脊柱骨汇聚而去。蛟龙断骨，轰隆，一道龙吟之声环绕在萧晨周身。第二块脊柱骨成了。龙瞳之中，他的眼神闪过一道喜色。原本松散的气血之力，通过锻造极品蛟龙骨之后，慢慢的凝实，再流淌他的全身，让他的肌肉也慢慢紧密起来。爽，这种变强的感觉让萧晨一度沉迷进去了。只不过这种感觉刚过不久，清凉之气消耗一空，让萧晨不得不退出观想法，回到现实。现在我的实力比之前强了1倍不止。萧晨喃喃道，他的眼神闪过一道喜色。他内视一下，此刻的七绝骨把碧绿毒全都消化之后，安静了下来。没有七绝骨的刺激，他体内的黄金心脏自然而然的就不再释放清凉之气，帮助他断骨了。看来要想持续修炼，一是找些剧毒的东西，要么吸收情欲之气，二是就是想办法开启第3个能力了。萧晨站起身来，长了长身子，喃喃道。多次用毒刺激不现时，萧晨发现这七绝骨十分刁钻，只喜欢吃剧毒之物，一般的毒物对他好像没有刺激作用。情欲之气倒是不错的补品。萧晨脑海之中闪过南宫婉的面容，眼下要想办法解除禁足才行。萧晨摇了摇头，喃喃道。从大周皇祠出来后，萧晨内心紧迫感很足，无论是传承还是皇祠之中的备战，都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大的变化，所以他想更快的提升实力。但是无论是吸收情欲之气，寻找绝世毒物，还是开启第3个能力吞噬暗影王骨，都需要有一个前提，他萧晨能自由行动。现在门口放着一对羽灵卫，萧晨想做什么都不方便，而这一切都是拜太子萧明所赐。萧晨要做的就是先搞定禁足的问题。太子哥哥，我这次反击，希望你能接得住啊。想到这里，萧晨冷笑出声。启禀殿下，叶世子来了。这个时候，外面柳甜美的声音传了进来，请他去正厅。本王换身衣服就过去。萧晨吩咐一声，紧接着几个侍女推门进来，给萧晨换衣服起来。1个时辰之后，正厅，萧晨身穿一身黑色锦衣华服，腰间佩戴紫金束带，大马金刀的坐在主位上。在他面前，一身白衣的叶安都上前2步，在萧晨面前晃了晃手，说道：表哥，你这次让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他的反应在萧晨意料之中，萧晨扬起眉毛，笑笑说道：没错，就是为了这个。叶世子上前2步，瞪大眼睛看着萧晨，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调兵？表哥，你可知道在帝都没有兵符调兵是什么后果吗？殿下，这可是杀头的罪过，我能不知道这是杀头之罪吗？萧晨看了一眼叶安都，暗自吐槽，若是平时，萧晨打死也不敢去调兵。不过去了大周皇祠之后，萧晨才知道他舅舅叶庭渊在南境斩妖关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可以说，只要1天大劫不到，这个世间胜者尽武者不能出手，那么他舅舅就不能离开斩妖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调兵而已，萧晨根本就有恃无恐。想到这里，赵都安微笑道：调兵而已，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安都，本王需要500精兵，500精兵剿灭四海帮，给太子哥哥一个大大的惊喜。萧晨的语气随意，轻描淡写，但叶安都瞳孔微缩，他在萧晨的语气之中听到了杀气，听到了血腥气，听到了数百人因为萧晨一句话
要人头落地。不过接下来他听到萧晨的叙述，他才慢慢慎重起来。只见萧晨慢慢变得认真。安都，你可知我从刘管事身上逼供出了什么？四海帮。这四海帮就是诬陷本王的证据一环。今日我要拿下四海帮，来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外公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安都，你不会告诉我，没有虎符，连500精兵都调不出来吧？叶安都咬了咬牙说道：好，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亲自去。萧晨一愣，他好奇问道：什么样的军队还需要你亲自带兵？接下来叶安都表情严肃地吐出3个字，让萧晨兴奋了：浮屠军。浮屠军。听到叶安都的话，萧晨一愣，露出骇然神色。他没想到叶安都竟然在帝都调动浮屠军。浮屠军是什么？他的记忆之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叶家在南境斩妖关，阻挡万妖联盟对神武天下的入侵，就是凭借这30万浮屠军。萧晨记得，浮屠军最低要求通脉修为，官职校尉的需要最低先天境修为。也就是说，萧晨下午打败的那个宁缺，在浮屠军中也就只能做一个小兵罢了。作为大周的第一强军，调动500精兵用来围剿四海帮，颇为有种大炮打蚊子的美感。萧晨用怪异的眼光看了叶安都一眼，让他头皮发麻。表哥，你想什么呢？精锐浮屠军怎么会允许进入大周皇城？我手中这些浮屠军不过是些前线退役的老弱残兵罢了。叶安都连忙解释，自豪道：不过即使是他们，也不是眼下这些禁军可以比的。听着他的解释，萧晨内心激动，对于浮屠军的战力他是不担心的。只见他站起身来，拍拍叶安都的胳膊说道：去吧，今夜必定闹他个天翻地覆。夜晚，九皇子府门口，刘震云带着一队羽林卫堵在门口，面带苦色。在他对面，萧晨负手而立，一步一步朝着门口逼近。殿下，莫要再逼末将了，禁足您3月，是陛下的圣旨。殿下，您要抗旨不遵吗？刘震云苦口婆心地劝道。萧晨不语，只是一步一步朝着府门外逼。刘震云内心哀嚎，他心想：您和我闹呢？下午刚刚出门闯了那么大的祸，晚上又要出门，有再大的脑袋他也背不起萧晨闯的祸呀。萧晨不语，继续朝着门口逼近。刘震云咬牙：殿下，您要再往前一步，末将就动手了，到时候您别怪末将出手太重。萧晨走一步，羽林卫后退一步：我真的动手了，殿下，我要动手了，我真的动手了，伤害了殿下，求殿下别责怪。萧晨面无表情地走着，在他面前，刘震云不住地大呼小叫，却从头到尾不敢真的动他一根手指头。萧晨瞥了一眼大呼小叫的刘震云，内心冷笑。以叶家在军中的地位，他刘震云真的敢动萧晨一根手指头？他敢保证，明日他就会被禁军除名。萧晨也不知道前身是怎么过的，这么强悍的背景，竟然活得那么窝囊，竟然还被太子萧明陷害。就这样，萧晨走一步，刘震云退一步，一直退到了九皇子府门口。哗哗哗，一阵阵铁器碰撞的声音传了过来。朱雀大街尽头，乌泱泱的黑影出现一片，如同潮水一般朝着皇子府门口涌来。萧晨眼皮微动，内心激动，来了！听到甲胄碰撞的声音，刘震云转头看向那边，同样看到压迫而来的军队虚影。怎么可能？刘震云长大嘴巴，嘶声喊道：敌袭！下一秒，这一队围困萧晨的羽林卫瞬间摆开架势，抽刀迎敌。可他刚准备动手时，看到来人，他的瞳孔微缩。叶世子，怎么是你？再看叶安都身后，一队身穿玄甲的军队出现在他的眼中。这军队众人亮出凉森森的连钩长刀，胸甲中间刻画着一座黑色的宝塔形状的纹路，浩浩荡荡，气势如虹的朝着王府门前杀来。这是一支军队，而且是精锐到不能再精锐的军队了。刘震云眼神露出惊恐，他发现这军队众人走路、抽刀动作如出一辙，这份娴熟根本不是帝都羽林卫可以做到的。当刘震云看到叶安都身后的扛旗将军手中所拿的王旗时，刘震云骇然了。只见他惊呼出声：斩夜刀，浮屠塔，浮屠军！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浮屠军？萧晨笑笑，看到那王旗鲜艳如血，上书一字：叶，正是叶家浮屠军。这个在南境以30万人阻挡万妖联盟南下的天下第一强军。他没想到叶安都真的能说服自己哪个便宜外公动用这些浮屠军老卒。看到王旗的一瞬间，这些禁军连抽刀的勇气都丧失了，自动给眼前的浮屠军让开位置，让他们通过。末将叶安都见过九皇子殿下。叶安都单膝跪地，声音震天：见过九皇子殿下。在他身后，那些浮屠军众人一个个都眼神激动，喊声震天。
朱雀大街上一时噤若寒蝉，无人敢靠近。这也太招摇了。萧晨看到这一幕，皱了皱眉头，暗暗吐槽，他只是想把拿下四海帮，只有拿下四海帮，才有可能发现太子的罪证。只是他也没想到500伏屠军闹出的动静会这么大。叶安都冷然道：按您的吩咐，已探查过，四海帮帮主一共3位，大帮主名为吴四海，此刻正在四海帮驻地西城四海阁中；二帮主名为赵二龙，此刻正在长乐坊畔淮阴阁中；三帮主名为李三奇，此刻在曹帮码头监督四海帮漕运，还请殿下示下。说着话，叶安都还给萧晨递上来一份四海帮的据点分布图。漕运帮派。萧晨打开这份图纸一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四海帮的大部分据点都在帝都西城的永济区旁边，也就是后世的物流公司。不过这个时代多是用水运来运送物资，四海帮能在帝都经营水运，想来也是日进斗金的营生。呵呵，不知道把四海帮打下来，太子哥哥会不会哭啊？萧晨冷笑说道。出发。说着话，他把手中的地图抛回叶安都手中，他冷笑一声，翻身上马，瞬间朝着西城奔去。下一刻，叶安都带着500伏突军跟了上去。在这期间，羽林卫只敢看着萧晨离开，再也没有人敢上来阻拦。这就是权力的作用。萧晨笑笑，一甩马鞭，猛喊一声驾，纵马狂奔而去。看着萧晨带着叶安都消失在街头，刘震云这才回过神来。只见他面露惊骇神色，帝都调兵这代表什么？这不言而喻。更何况还是调动的500伏屠军这样的危险兵种，500军若是在混乱时候，都足以再发动一场朱雀门之变了。刘震云眼含焦急，只见他急不可耐地朝着手下吩咐道：快去通知陛下，出事情了，出大事情了。半个时辰后，长乐坊畔，帝都城西的主干道上，一群伏屠军骑马浩浩荡荡而过，街道两侧行人无不惊恐躲避。帝都纵马原则上本应该处罚，但萧晨此刻就是原则。殿下，眼前就是淮阴阁，这里您应该懂得，这一排全是才女居住的私宅，赵二龙包养了其中一名叫做小红的才女，连日里他都住在这里。叶安都攥着缰绳，控制战马和萧晨齐平。只见他犹豫了一下，问道：真的要进去捉拿吗？这下事情恐怕会闹大。西京京，萧晨勒马停在这3层小楼前面，他的眼神闪动着，旋即反应过来，前身为大周第一纨绔，也十分喜欢这种调调。这里住的人说是才女，其实就相当于小产业化的青楼。不过这种青楼和八大胡同那种扎堆的青楼不同，这种青楼更多都是清官人，以琴棋书画自身才艺吸引人付费，走的高端路线。自然选的地方也是清静雅致，当然来的人也是非富即贵。叶安都的意思很简单，若是这青楼里面有哪位大人或者那个勋贵，结果不会好看。怕什么？冲进去！萧晨冷然，二话不说，一挥手踹向那淮阴阁的大门。你们是谁？竟敢来我们这淮阴阁撒野！砰的一声，大门被萧晨踹开，伏屠军众人狞笑一声，鱼贯而入。萧晨只听到一声女声惊叫声音，紧接着打斗声音响起。这些地方多养有龟公和打手，就是怕人捣乱。但是那些人哪里是伏屠军的对手？一时间哭爹喊娘，一片大乱。不一会儿，萧晨就看到一个被打到鼻青脸肿的壮汉被伏屠军押了出来。你们是谁？你可知道大爷是谁吗？你们就抓我，你们可是想死了。大爷的背景可是东宫太子殿下，你们不想活了。萧晨瞥了一眼他，伏屠军其中一人狞笑一声，一巴掌甩在他的大脸之上。啪！这声音清脆响亮，一瞬间赵二龙就安静了。我问你答。萧晨笑笑，暗中给这人点赞。对付这种泼货，还是他们有手段。四海帮二当家赵二龙，萧晨问道。只见那赵二龙脖子一梗，竟然咬牙一句话不说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走，去下一个地方。萧晨看着他一声不吭，嘴角勾起，笑着说道：你既然不想说，那就永远不要说话了。在他右手处浮现一黑色虫子，钻入他的体内。不一会儿，他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长乐河畔。四海帮漕运码头，江水滔滔，大半的四海帮人都在这里。驾驾驾！一队骑着战马的伏屠军呼啸而至，瞬间包围这里。吁！萧晨勒马，西京京，战马齐声嘶鸣。启禀殿下，这里就是四海帮在永济区的最大码头，四海帮的三当家李三奇也在这里。在他身后，叶安都回禀道：动手！萧晨点点头，一挥手，数百人集体下马，朝着码头冲去。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我四海帮的驻地！一瞬间，这些帮众反应过来，纷纷抽刀上前阻拦。这些浮屠军们早已经接受过萧晨的命令。只见为首的将军一声令下：九皇子府办事，胆敢反抗者，给我杀无赦！一时间，双方冲撞在一起，不一会儿形成单方面的压制。一时间哭爹喊娘，一片大乱。快去请三当家的出来！这个时候，萧晨骑着战马慢悠悠的上来，看着眼前这一切，面无表情。在后方，萧晨身边，叶安都露出不解神色：表哥，咱们不是应该先去抓吴四海吗？为什么非要到这里来？他的内心升起一丝疑问。这表哥说的是要缉拿四海帮吴四海，应该去四海帮的驻地，可自己这表哥怎么先去了长乐方畔抓四海帮二当家赵二龙，然后再来曹帮码头抓三当家李三奇，却放着最大的罪魁祸首吴四海不抓。萧晨听到叶安都的声音，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安都啊，你怎么是个五夫脑袋？咱们的目的是谁？叶安都愣了愣，猜测道：吴四海。吴四海你妹啊！吴四海一个四海帮，我还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带着500精兵剿灭？萧晨内心吐槽，但是表面还是认真解释：吴四海不过是小虾米，若是只想抓他，本王让你叶安都跑一趟不就是了？你不会说以你先天境的修为拿不下一个四海帮吧？叶安都愣了，萧晨的话把他搞迷糊了。下午在王府的时候，他明明白白的就听到萧晨是这么说的。萧晨看着他一脸迷茫的表情，反问道：还不明白？你且想下，为何刘管事之前抵死不说幕后指使，反而等本王拿着碧灵针去审讯他时，他就突然就把四海帮供出来了？萧晨的话让原本疑问的叶安都一愣，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过来：表哥，你说这些都是阴谋？太子的阴谋，目的就是激怒殿下，让殿下获得线索后不甘心禁足，从而和禁军起冲突，再次触怒陛下，从而引发陛下责罚。萧晨冷笑一声，没有再说话。他面沉如水，眼神闪动。原本他还只是猜测，毕竟若是太子真的想灭门王家，灭门之后全部撤走就是了，何必等他去之后再进行一场刺杀？恰巧刺杀之后，审讯刘管事，他就把指使自己下毒的幕后黑手就说出来了。哪里有这妖巧合的事情？当这是在演电影吗？所以萧晨才打算将计就计，把事情闹大再说，反正他有恃无恐。何人在我四海帮渡口闹事？突然，曹帮渡船方向传出厉喝，一道人影窜出，朝着浮屠军冲来。只见那人身高超过9尺，古铜色的皮肤带着红色光芒，冲了出来。宁元进修为武者，此人就是李三奇，跟我抓住他！浮屠军有人眼眸一亮，大吼一声，瞬间朝着李三奇围去。官兵，这么多官兵！李三奇露出骇然神色，原本带着怒火的表情瞬间淡了下来。拿下他！萧晨一挥手，大群手下应声而去。李三奇露出惊恐表情，转身就跑。只是当他跑的瞬间，几个浮屠军士兵飞掠而下，有2个正堵在他要逃跑的路上。只见他古铜色肌肉隆起，狞笑一声：滚开，当我这死！一拳轰出，想要把眼前2个冲上来的普通士兵轰飞。一瞬间，一道金石之气的碰撞声音传出。李三奇带着无穷威势的一拳轰在这2个普通士兵身上，竟然只是让他们2个微微晃动，连退后一步都做不到，怎么可能？他露出骇然神色，他可是宁元境修为的武者，距离先天武者只有1线之隔，竟然连2个普通士兵都收拾不了，就连禁军都达不到这样吗？就在他愣神瞬间，几个浮屠军士兵飞身上前，快如闪电的一腿袭来。好快！李三奇躲闪，再次震惊。就算是禁军，他也没见到如此强大的普通士兵。铁索，拿下他！见李三奇速度很快，其中一个浮屠军士兵猛地一抽，手臂粗细的黑色铁索出现在半空之中。一瞬间，几条铁索连成一个浮屠塔形状的大网，朝着李三奇照去。不一会儿，一个鼻青脸肿的大汉像拖死狗一样再次带到萧晨面前。回殿下，四海帮3当家李三奇带到。末将交令。为首的浮屠军单膝跪地，朝着萧晨行礼。萧晨这才从马上慢慢悠悠的下来，瞥了一眼眼前的李三奇，满意颔首道：做得不错。随后他慢慢走到李三奇面前，轻声说道：本王问你回答，回答错误和他一个下场。本王李三奇愣了愣，抬头看向萧晨，他的表情先是一怔，而后他的瞳孔微缩，露出骇然表情来。你是九皇子萧晨，果然认识我。萧晨眼眸一跳，内心更加笃定这是个圈套。这个时候叶安都单手提着赵二龙走了过来，只见他随手一丢，像是扔死狗一样的把赵二龙扔在李三奇的面前。李三奇，你也不想和赵二龙一个下场的话，就回答殿下的话。
李三奇一怔，他转头看向眼前之人，顿时露出惊吼道：“二哥！”李三奇认出来了，眼前这个浑身骨头、黑色血管如同蜘蛛网一样的人，正是他二哥赵二龙。眼看赵二龙被折磨成这样，他怎么能不害怕？本王再说一遍，我问你答，不然的话，本王不介意送你和他团聚。萧晨笑了笑，蹲在他的面前，直勾勾地盯着他。李三奇咽了口唾沫，干涩道：“殿下想问什么？小人定然知道的全说，小人知道的全都说。”萧晨笑了笑，问道：“杀害王玉一一家，是不是你们四海帮动的手？”李三奇瞬间闪过一丝骇然神色，他的浑身颤抖：“怎么可能？殿下，我四海帮只进行漕运生意，并不和官府打交道。殿下，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会对王家动手？殿下，你找错人了吧？”萧晨无奈叹气道：“这么不老实呀！”他的手一挥，手指浮现一枚黑色的小虫，一瞬间再次钻入李三奇的身体里面。不一会儿，再次一道道惨叫声音传了出来。这种瘆人的惨叫声钻入耳朵，饶是出入军中多年的叶安都不忍直视了。我说，殿下，我说，殿下，我说，是王玉一一家是我们四海帮杀的。七绝骨入体，刚刚吐出一道道黑色毒素，这李三奇就忍不了了，看着萧晨嘶声大吼起来。果不其然啊！灭杀王玉一是太子之计，刺激萧晨，让他心中带着愤怒，之后再利用刘管事告诉他四海帮的事情，让他再次上头。这里面最大的疑点就是萧晨闯入王家时候，明明是数个身穿黑夜的杀手刺客，为什么只有一个藏在门口的朝着他刺杀而来，其他的刺客则是见到他到来直接夺路而逃？之前萧晨只确认一点，刺杀他的那个人是死士，其他人不是，但是现在萧晨才全部明白过来，那些黑衣人竟然也都是四海帮之人。萧晨怒笑起来，他连声叫好道：“好，很好，我问你答，来个人记录他说的话。”李三奇连声说道：“是，小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件事是帮主大人吩咐我们做的，我们当时也害怕极了，不敢对当官的动手啊。可是帮主说了，上面有人罩着我们。”李三奇絮絮叨叨，基本上把灭门王玉一一家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不住地朝着萧晨叩头起来：“殿下饶命，饶命啊！殿下，小人不知道王玉一是您的御用御医，不然的话，打死小人也不敢对他动手啊。”萧晨哼哼一笑，说道：“来人，让他签字画押。”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在他身后，一个浮屠军士兵抽出斩叶刀，斩向他的手指，刺啦一闪，伴随着李三奇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他的右手手指鲜血如注。那浮屠军士兵狞笑一声，抓起他的手指朝着供状上按了下去。稳了呀！看到这一幕，叶安都愣了一愣，暗暗想到。只见他露出惊喜表情来：“殿下，您怎么知道的？这下稳了，咱们调兵之事不仅无罪，还可以请赏。殿下侦破王玉一灭门案，任谁在殿下身上也不会找到半分问题。”听到叶安都的话，萧晨心情大好：“来人啊！浮屠军众人符合。”有。萧晨把此地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带走，此番多亏众兄弟出力，时辰不早，这里面所有的战利品都送给兄弟们吃酒。萧晨的话瞬间让浮屠军众人兴奋起来。是，此地可是曹帮据点，虽说没有巨富也不差，这里的货物怎么不值个800两纹银的？这500浮屠军瞬间四散而飞，飞速地进入各个房间里面搜刮起来。叶安都见状刚想阻拦，但转念一想，放弃了。战场之上原本就有攻下城池、放纵3天的规矩，不然的话，谁还跟你拼命？好高明的收拢人心的手段。叶安都看向萧晨的背影，露出古怪表情。他一时间恍惚了，这帝都人人喊打的纨绔，远超帝都所有人预想啊。叶安都真诚说道：“表哥，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此刻他才是真正要听萧晨的吩咐做事情。萧晨笑笑，吩咐浮屠军众人搜刮之后班师回营。叶安都又是一愣：“表哥不对啊，眼下明明手握优势，怎么就不继续追了？”萧晨只是看了他一眼，说道：“这是36计之打草惊蛇，草打完了，蛇才能出动逃跑。这样的话，抓蛇的人才能顺着蛇跑的方向，一抓一窝。”萧晨说着话，指了指趴在地上蠢蠢欲动的四海帮众。叶安都眼眸一亮，兴奋说道：“我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人把他们放了，然后派人跟踪他们，看他们去哪里。四海帮总帮会。”帮主，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房间内，吴四海还躺在房间睡觉，
突然一道道声音刺入他的耳朵。吴四海豁然起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来报信的帮众。你说什么？咱们四海帮的据点都被九皇子端了。只见那帮众跪在地上，颤抖道：帮主，您快想想办法吧。三帮主不仅被抓，我们还看到他供出了大帮主您，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王玉一家灭门案是被您指使的。说着话，那帮众就开始诉说起了曹帮据点看到萧晨审问李三奇的所见所闻。为了打草惊蛇，萧晨刻意没有驱赶四海帮帮众，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审讯的李三奇，所以那帮众复述的前后呼应，有鼻子有眼的。吴四海闻言仔细盘问起来，不错过任何细节。末了，他坐回堂椅中，面色沉凝，他就相信了。麻烦了，出大麻烦了。吴四海喃喃自语。想当年，他吴四海从外地来大周帝都，凭借着一身浪里白条的本事，创立四海帮，从事曹帮业务。因为他义薄云天，能力出众，几年时间就聚拢一大批兄弟。但曹帮业务很多都是官府营生，为了能做大，吴四海经过一个姓姜的先生搭上了太子这条线，从此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一直做到帝都三大曹帮之一。这么多年，该给太子府的孝敬，他是一分没少给。想起曹帮的利益，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想要吞并其他两个帮派为自己用。于是那天晚上，太子府传来讯息，让他派人出手灭门王家，说这是交给太子府的投名状，所以他吩咐李三奇带人动的手。谁能想到这么快就被九皇子发现了。吴四海表情此刻内心颇为后悔，只见他给了自己一巴掌，想到：吴四海呀，吴四海，你说说你贪心什么呀？贪心！这若是被九皇子抓到，还不扒皮抽筋弄死你吗？随后他转念一想，破口大骂道：李三奇，李三奇，你个狗娘养的东西，老子对你不薄啊！这么多年来，有老子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吴四海在房间里面发怒，外面的帮众噤若寒蝉，一口大气也不敢出。这时候最外层的两个帮众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睛里面的嘲讽。不知道过了多久，吴四海房间里面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好！那两个帮众感觉不对，猛地扒开众人，一脚踹开房门，朝着房间里面冲去。小六、二狗，你们懂不懂规矩？帮主的房间也是你们能闯的吗？门口被推开的四海帮一个堂主表情一愣，朝着里面两个帮众呵斥道：不好！吴四海跑了！突然两人惊叫一声，露出骇然表情。你留下收拾残局，我去解决他。名叫二狗的那个麻衣青年说着话，朝着房间后门追去。好！另外一人转过头来，露出杀意看向四海帮众人说道：诸位，该送你们上路了。只见那个名叫小六的瘦小男人抽出藏在袖子里面的匕首，身形如同闪电一样闪到众人面前，一刀刺入那四海帮堂主身体之中。噗！你是谁？你不是小六，你到底是谁？四海帮总帮内部一场一边倒的屠杀正式开始。看来果然如我所料，这四海帮众人被灭门了。四海帮总帮会内，萧晨站起身来，拍拍手说道。只见他推开门之后，信步朝着房间里面走去，一路上横七竖八躺着，全都是尸体，鲜血洒满整个院落，此情此景，宛如人间炼狱。萧晨身后，叶安都随意掀起一个人的衣领，露出脖子，看到脖颈附近的伤口，瞳孔微缩，一击毙命。说罢，他又检查几个死人的伤口，全都是一击毙命，伤口不大，多是在脖子、心脏等要害部位，是一个人杀的，一个人杀的。这太子哥哥有点狠啊！萧晨听到叶安都的话之后，暗暗吐槽。不过转念一想，他又想通了，自己老婆都能拿出来陷害他萧晨，动用死士灭杀一个曹帮总舵，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萧晨露出嘲讽笑容。就在萧晨思考的时候，叶安都走了过来，带着震撼的表情说道：殿下，你是怎么知道四海帮总舵一定会出事的？就在刚才逼供李三奇之后，萧晨就下令浮屠军回营，而他却是带着叶安都朝着四海帮总舵而来。来的时候他还听萧晨说，怕是见不到一个活人。来到这里，果然看到眼前这一幕，密密麻麻的尸体堆满了整个曹帮总舵，叶安都瞬间就震惊了。即使在南京万妖战场独自面对5境大妖，他都没有这么震撼过。听到叶安都的话，萧晨笑了笑，解释道：安都啊，你在南京待的时间太久了，本王逼供李三奇后，故意放过几个帮众前来报信，这件事情对方谋算已经完成。本王亲率500浮屠军在大周皇城横冲直撞，不仅目无王法，抗旨不遵，还私自调兵。原本抗旨就是死罪，没有兵符调兵，更让本王罪加3等。明日早朝就是本王的死期。至于吴四海，
不过是引本王出来的棋子罢了。现在目的达成，对方怎么会给自己留下后患呢？叶安都愣了，萧晨的话震惊得他张大了嘴巴。殿下，您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太子殿下动的手？吴四海也死了。他从小在军中长大，虽然每日与妖魔作战，出生入死，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阴谋诡计。只是为了陷害萧晨，竟然能够屠杀整整一个帮派的人。萧晨笑笑，神秘说道：那可不一定，你不要忘了，此事不仅本王关心，还有人关心呢，说不定他出手救下吴四海呢。叶安都又愣了，萧晨的话他又有些听不懂了。谁？这个时候一道黑影飞掠下来，叶安都瞬间抽刀，警惕道：拜见九殿下。殿下托咱家办的事情，咱家已经为殿下办好了。黑影之中，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宦官出现在萧晨面前，尖细着声音说道：海公公。萧晨笑了笑，看向来人，这人正是萧晨下午见到的老太监海大富。殿下，柳儿想你了。在老太监身后突然钻出一个青色身影，身影速度很快，瞬间抱着萧晨的胳膊，嘻嘻笑道：奴婢把事情给殿下办下来了，殿下要如何赏我啊？柳儿穿着青色的长裙，梳着时下流行的发型，微笑着抱着萧晨的胳膊蹭呀蹭的撒娇，一张狐媚妖娆的瓜子脸带着笑容，小小年纪就已经出现端倪了。做得不错，回府再赏你。萧晨捏了捏柳儿白皙的小脸，惹得他一阵娇嗔，一道粉色的气团从他身上飘出，朝着萧晨体内钻去。殿下，这是怎么回事？柳儿姑娘她怎么会在此？叶安都愣了，他看向萧晨问道。眼前突然出现的武功深不可测的老太监，还有九殿下萧晨贴身侍女柳，感情他带500浮屠军兵为四海帮，只是前戏。萧晨笑了笑，没有再给叶安都解释，毕竟当时他只是内心疑惑，留了个后手让柳去找海大富帮忙而已。毕竟事关皇嫂案，黄承思肯定感兴趣的。现如今时间紧迫，要马上跟上吴四海才行。海公公，不知道你请来的是黄承思的哪位指挥使？萧晨问道。萧晨自从在乾元殿被司徒无命摆了一道之后，就侧面打听了一下黄承思的情报，不打听不要紧，这一打听还真被他打听出来了些东西。黄承思属于内廷直属机构，只听明景帝一人命令，原本只是负责管理皇城内的杂物，在朱雀门之变后，由明景帝改组，成为独立于6部之外的。而皇城司主由司徒无命担任，正一品。黄承思下设4大指挥使，名曰文、武、卦、金4人。平日里面，除了文、武2人，其他2名指挥使鲜少有人见到，因此萧晨才无比期待。毕竟事关太子，黄承思肯定不敢拍低于指挥使之人。海公公看着兴奋无比的萧晨，一副你的运气很好的表情，他尖细着嗓音回道：回禀殿下，来人是黄承思4大指挥使之一，赤金指挥使洛威大人。洛威。萧晨呢喃一句，他的内心有些好奇，能做到黄承思4大指挥使之人，现在究竟是什么修为？旁边叶安都再次惊呼出口：洛威，宗师榜排名第11的洛威，竟然是他出手了。萧晨转身看向叶安都，露出诧异神色：你认识他？宗师境高手，在这个武道圣者都不出的时代，宗师境高手已经是仅次于天人境高手之下的最强战力了。叶安都还没说话，这黑夜半空之中突然出现一道红光蔓延，慢慢的，这凭空勾勒出一道人影金边轮廓出来，隐约之中，萧晨能看出来是一个少女的轮廓。只见这黑影微微颤动，里面传出一道清冷好听的声音：西城永记，雨花巷，速来！宗师手段，法相传音。萧晨也露出惊讶表情来：气血、断骨、通脉、明元、先天、宗师。先天境真气离体，宗师武者修出法相，距离2公里之外的法相传音，他的修为是有多高？萧晨惊讶了。夜色渐深，大周地都也慢慢冷清了下来。吴四海一脸惊慌的在前面跑着，时不时朝着身后空无一人的街道张望，看到没有人跟在他的身后，继续提起真气，朝着帝都西城区老巷掠去。金蝉脱壳。吴四海混了这么多年江湖，对江湖事有他自己的一套经验。毕竟曹帮生以前来抢夺的都不是善茬，他不多留下后手，恐怕早就被杀了。四海帮总舵留有地下通道，而且这个通道他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就是利用那个地下通道金蝉脱壳的。那2个帮众朝着他哭诉李三奇背叛的时候，他就起了疑心。在他看来，这2个帮众修为不过气血境5重，怎么可能在禁军重重的包围下逃生？而且既然他们逃出来了，为什么不逃，而是选择回总舵报信？所以在感受到这么多疑点之后，当机立断，他利用通道逃了出来。毕竟若是虚惊一场，他可以避一避风头再回去。
若是真的陷阱，他也不可惜。混了这么多年江湖，多疑救了他不止一次了。吴四海眼眸闪烁，冷笑一声，停留在这条窄巷的死胡同口，东张西望。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身后屋顶上紧紧跟着一个身穿粗布麻衣的矮子，时刻准备出手。机会！看到吴四海停了下来，那矮子眼眸一亮，抽出匕首准备动手。下一秒，在他身后突然闪过一道黑影，那黑影一闪而逝，矮子匕首消失，脖颈之上出现一道细小伤口。那矮子只觉得脖子一阵温热，下意识手一摸，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怎么可能？我可是先天境巅峰！失去意识前，这死是唯一的想法。当然，这一切吴四海都不清楚。他在巷子口不住地朝着里面摸着，在摸到了一个特定的石头后，朝着地上狠狠一摔，那石头碎成两截，里面飞出一只金色的蝴蝶。蝴蝶振翅，带着丝丝光华钻入胡同内部的房间之中。一瞬间，房间内的人瞬间惊醒。谁？这条巷子中，一个毫不起眼的门扇被撕开一道缝隙，里面钻出来一个毫无特点的男人。是我！救我！九皇子知道是我杀了王御医，正带着禁军围剿我四海帮。救我！求太子殿下救我！吴四海连忙说道。他的话还没说完，这男人猛然用力，直接把他拽入房间中。就在吴四海进去后不久，这黑夜之中，一道道黑影闪过，都在朝着这房间内聚集。怎么回事？吴帮主，咱们可是说好了的，这地点仅供临时联络所用，无事不得擅闯。进入房间后，吴四海面前出现一个身穿黑色黑袍的中年人，他身上的气息让吴四海内心一惊。宗师劲武者！他也没想到，这毫不起眼的中年人竟然是宗师劲武者。吴四海来不及思考，砰的一下跪倒在地，假哭道：赵先生，求您救我！现在皇子带禁军通缉我，我若不是走投无路，断然不会选择冒险来您这里的。说着话，他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诉说一遍，说着话还滚刀肉般的跪地求饶。在他眼中，能活下来再说，尊严都是个屁，只要能让这人救他就行。这中年人嫌弃地看了他一眼，随后看向身后，和里面的一个灰衣文士对视一眼，都感受到对方眼神之中的震惊。他们也没想到，这个九皇子这么简单就识破了他们的计划。突然，这中年人的眼神一变，变得奇怪。他看向嗷嗷哭的吴四海说道：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被跟踪？吴四海停下哭泣，一脸懵逼说道：怎么可能？我可是再三确认过的，不可能被人跟踪。中年人面色难看至极，他发现他的御景金蝶古拳都被触发了。可你不应该来这里啊，你给我们这里带来了麻烦。说着话，他转身朝着院中冲去。所有人杀出去！他刚冲入院中，只听到一声轻喝声：哪里？是这里吗？围起来，快给本王围起来！这么快？中年人瞳孔微缩，刚朝着门口而去，只看到砰的一声，院门裂成无数碎片。紧接着，数个身穿金线团纹刺绣斗篷的皇城司卫冲了进来。与此同时，两边院墙之上也同时出现10几个手持长刀的皇城司卫。皇城司？中年人皱眉，颇感棘手。皇城司不比禁军，对付起来要更费气力一些。不过以他宗师境的修为，想要逃跑也不是难事。大胆反贼，还不束手就擒！他刚刚思考结束，半空之中出现一个修长赤红身影，这身影微微颤动，清冷的声音传了出来：宗师境巅峰！如此年轻的宗师境巅峰！中年宗师感受到一丝威胁，他瞪大眼睛，震惊说道：文武卦金，你是那个指挥使？不对，不可能是五合卦，天机堂有言，五合卦都是男人。你是皇城司赤金指挥使。房顶，萧晨站在房顶看着眼前情况，有些皱眉。他还以为是因为这洛威不愿多跑，才利用法相传音，眼下看他分明是不愿意现身，搞得挺神秘的。萧晨瞬间变得毫无兴致，只见他挥了挥手，慵懒说道：废什么话啊，给本王拿下他们！放箭！一瞬间，禁军万箭齐发，密密麻麻的箭雨朝着窝点射来，一波齐射，不知道杀死多少人。紧接着，皇城司众多司卫身形一闪，和院中黑夜人站在一起。杀出去！赵先生，还请帮忙！中年宗师一马当先，运起真气化做一道10米长刀，朝着半空之中的黑色虚影斩去。想跑？做梦！半空之中出现一袭白袍一闪，一柄银枪如闪电般杀出，化作一道赤色流星一样，闪电般的刺向中年宗师。那银枪出手，一枪快过一枪。中年宗师只有不断招架，并没有反击之法。在他身后有一灰衣文士抓起黑色笛子吹了吹，一瞬间
奇怪的音律响彻整个小院，一道道兽吼声传入萧晨耳朵。这石头铺成的砖块骤然凸起，一具具高大的尸体从平地之上站了起来。王古尸，还是修炼尸骨的王古尸？这下错不了了。一瞬间，萧晨露出惊喜神色。所有人给本王上，务必不能让那古尸跑了。一时间，整个小院乱成一团，十几个侍卫的好手围攻一具巨大的尸魁，剩下的禁军处理杂鱼。半空之中，洛威出手牵制中年宗师，只有萧晨带着叶安都还有海大富在旁边观战，乐呵呵的。不一会儿，萧晨觉得有些不对劲，只见他瞥了一眼身边叶安都，皱眉道：“看什么看？出手帮忙啊！把那个古尸擒下！”叶安都挠了挠头，表哥，我动手了，你怎么办？谁保护你的安全啊？萧晨瞥了一眼旁边的海大富，冷笑：“我还不信在这帝都之中有人能威胁我的安全呢！”杀！叶安都哦了一声，他眼眸一亮，抽出雪白长刀，一刀斩出，瞬间斩向一个尸王。这笨蛋！萧晨拍拍脑袋吐槽，可能是战场上待的时间长了，叶安都竟然选择和尸王以伤换伤。不一会儿，萧晨看到他的周身出现数道伤痕，不住地流出血来。萧晨定睛一看，那血却是黑色的。有了，我可以治疗尸毒啊！萧晨眼眸一亮，屈膝从房顶跳下，瞬间朝着被抬下来的禁军伤员走去。让开，快让开，让本王来！痛啊，好痛！救我，救我！萧晨刚来到巷子口，一个浑身是血的伤员被抬了出来。那伤员痛得面目狰狞，浑身流淌黑色毒血。二狗，别动，我们来给你上药。在他身前，几个禁军两人按着他的身体，让他不要乱动。有一个人正在往他胳膊上撒着白色药粉，边撒还边露出骇然神色。伍长，二狗的血根本止不住啊，里面的那东西究竟是什么？这血流的还是黑色的？萧晨见状，嘴角一抽，他放眼望去，在他身后胡同之中，一连10几个躺着在地上的伤员，皆是如此，没有任何辅助手段的消毒，直接在伤口撒上药粉止血。住手！萧晨见状，连忙上前2步，一把推开正在上药粉的禁军士兵。你是何人？敢闯禁军？为首的禁军士兵刚要呵斥，看到萧晨俊逸的脸庞，瞬间连忙滚身下跪，拜见九殿下。一瞬间，这胡同里面的禁军全都愣了。九殿下，皇子怎么会来我们这里？拜见九殿下。他们看向萧晨所在的方向，也顾不得继续治伤，骇然道：就连这些伤员都顾不得疼痛，睁开眼睛看向萧晨。在他们看来，自己不过小小禁军，这辈子见到最大的人物也就是5夫长、10夫长、禁军校尉，皇子这样的大人物，这辈子他们都不可能见到。让开，他中了尸毒，止血会害死他的。萧晨按压伤员伤口，挤出一滴毒血舔了舔，瞬间尸毒化作黑色毒素侵入他的体内。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出现对这些基层士族们心中造成多大的震撼。皇子殿下要给我们治伤？为首的那个禁军小声惊呼，看着萧晨的眼神慢慢从警惕变成崇敬。他不是说有毒，还亲自是毒。其他人也露出惊骇表情，而此刻萧晨一点都不知道，他正全神贯注感受七绝骨的反应。嘶鸣！就在毒素侵入萧晨丹田瞬间，萧晨丹田处七绝骨一声嘶鸣，瞬间醒来，吃掉侵入萧晨体内的尸毒，随后给萧晨传来一道愉悦的情绪，仿佛吃到什么美味的东西等着他一样。很好，萧晨内心一喜，这情况如他料想的一样，这尸毒果然适合七绝骨的口味。吃吧。萧晨笑笑，双手并指放在这禁军伤口处，这七绝骨微微浮现，只见他一声嘶鸣，瞬间激动地吸收起了尸毒。一时间，禁军脸上密密麻麻的黑色从血管里面退却，都朝着萧晨手持涌来。内侍。萧晨双眼一眯，时刻关注七绝骨的一举一动。七绝骨不愧是神骨序列，对这王骨就是压制。不一会儿，这禁军体内的尸毒就被七绝骨吸收干净，这就结束了。那禁军武常看到萧晨站起身来，露出懵逼神色。他再看向二狗，只发现他面色有些发白，中毒的症状全都消退。若不是他胸口处还有几个血洞在微微冒血，简直和正常人一样了。不错，他体内尸毒已经清除，只需要撒些止血的药粉就好了。萧晨面无表情，但他内心已经掀起惊涛骇浪。尸骨。萧晨回收七绝骨瞬间，他的手指之上突然出现一个硬硬的东西，这东西米粒大小，隐隐有黑气散发。不疼了，我不疼了。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禁军士兵慢慢睁开眼睛，惊喜说道：“华，
在场的所有禁军都震惊了。红的，红的，这血红色的。为首的那个禁军校尉捏了一丝二狗心涌出的鲜血，大喜说道：“是就好了，快去禀报统领！”一时间，胡同之中的所有禁军全都单膝跪地，一脸激动的抱拳求救道：“殿下，还请救救我们这些兄弟！殿下，救命啊！求殿下救命啊！”那种发自真心的战友情，萧晨看到也无不感动异常。他也顾不得检查这尸骨的情况，就朝着面前的禁军说道：“各位禁军兄弟们放心，只要本王能做到，今日必定不让一个兄弟死在这里。”说着话，他就朝着柳儿吩咐道：“柳儿，去拿个玉盒。”胡同口，柳儿看到这一幕，他也是震惊的张大樱桃小嘴。萧晨得到这些禁军的尊敬，他也发自内心的开心。哎，殿下，柳儿这就来。多谢殿下，殿下，您太厉害了。不一会儿，10几个禁军身上的尸毒全都被拔出，萧晨手中的玉盒之中多出了10几个白色尸骨卵，他的体内七绝骨正愉快地嘶鸣着，这么多的尸毒足够七绝骨饱餐一顿了。当然，萧晨估摸着挤出24块骨头，这下绝对足够了。就在他大喜的时候，禁军羽林卫统领燕平到来，他看到这一幕也露出骇然神色。这里所有人都救好了。听到他的话，这里的禁军七嘴八舌地朝着他解释起来。燕平眼眸慢慢瞪大，看向身后的萧晨：“殿下，是您解决了他们身上的尸毒。”萧晨轻咳一声，大方承认：“殿下，末将有事请求，还请殿下答应。”说着话，燕平单膝朝着萧晨跪下，他的眼神之中满是急切。小院战场内，禁军听令，本将已经解决尸王尸毒，不必再害怕沾染尸毒。所有人斩一尸赏100金。燕平抽出长刀，怒吼道。在他身后出现一身穿黑袍的人，只见那人双指并拢，微微用力，肉眼可见的，眼前的禁军士兵身上的尸毒退去，慢慢恢复正常。我的尸骨失效了。萧晨这边正在治疗，那边被围困在小院里面的赵先生露出惊恐表情。一时间，小院内禁军的气势大增，一瞬间黑衣反贼死伤无数。眼前小院里面，禁军配合皇城卫收缩的包围圈越来越紧，而且刚刚还无比惧怕狮王的禁军们，此时悍不惧死地冲上来和狮王战成一团。原本他还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他利用秘法联系，他趁着禁军受伤，植入他们体内的尸骨，竟然全都被拔除了。赵先生眼眸一急，这才意识到他们中计了。所有人各自突围，砰砰，随着狮王的伤口越来越多，大血瓶，苍山覆血。赵先生看着眼前叶安都刀气离体，一道雪白刀气闪过，那狮王终于挡不住，尸首高高飞起，狮王倒下。随后叶安都面色冷峻，整个人化作一道白光朝着赵先生斩来。糟了，他一口鲜血喷出，一刀刀光闪过，他的周身破碎，一张平平无奇的脸出现在叶安都面前。临死之前，他朝着天上嘶声吼道：“快跑！那人是古尸！”那中年宗师以气化刀和洛威过了几十招，一时间两人竟然打得难解难分，谁也奈何谁不得。听到赵先生的吼叫，那中年宗师一刀斩出，把洛威震退，看向黑袍遮掩下的萧晨，眼眸阴沉：“你们竟然能解决古尸的尸毒，你们皇城司竟有古尸传承？”只见洛威那道倩影微微一顿，却没有说话，继续手持长枪朝着中年宗师攻去。这就是皇城司赤金指挥使的手段，也不过如此。你若只有这么一点实力，那可以去死了。那中年宗师连忙招架，并且不断嘲讽洛威。只见他袖口抬起，一柄真正的琉璃弯刀出现在他手中，洛州大河宗的天河无量刀。指挥使小心！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只见他一刀劈出，竟然出现一道天河虚影，那刀气如同天河倒挂一样朝着洛威虚影劈去，凡刀气行经所过，一道道细小刀气在结实留下纯白刀痕。不对，下面萧晨身披黑袍一惊，那刀气竟然掠过洛威，朝着他斩来。保护殿下！一瞬间，萧晨动也不动。在他身前的燕平大急，听到燕平的吼声，洛威虚影晃了晃，一道气劲锁定眼前中年宗师。凤凰点血枪！不知道谁惊呼出声。随后洛威虚影让长枪猛然刺出，一道凤凰虚影照亮了整个帝都半空。萧晨看向半空之中，露出骇然神色。他只看到一个身穿白袍的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女子样貌绝美，黛眉如画，丹凤眼桃花眸，俊美非凡，不似人间俗物。只是惊鸿一眼，萧晨就觉得惊艳至极。就在他愣神片刻，这女子冷哼一声，一枪点出，如同凤凰点头，她周身凤凰虚影扑的一声击碎天河虚影，
紧接着那中年宗师就被打落半空。这就是法相吗？萧晨愣神，喃喃道。一瞬间，女子身影消失，只剩下烟屏怒吼：反贼首领已被擒拿，缴枪不杀！反贼首领已被擒拿，缴枪不杀！一时间，所有禁军和皇城卫都冲入小院，进行收尾之战。九皇子吗？我记住你了。黑夜之中，那赵先生不知何时已经逃离小院，恶狠狠地看向萧晨这边，冷哼道：深夜，小院之中，叫什么名字？哼，狗官有种你杀了我，不然我是不会说的。多大了？呸！狗官，杀了我！你们能如此卑鄙无耻，以多欺少，杀我这么多兄弟，还想让我回答问题？狗官，杀了我！杀了我！小院之中，禁军正在打扫战场，搬运尸体。黄承思正在对控制起来的那个中年宗师审讯着。萧晨盘坐在另外一间房间，他双眸紧闭，静静地听着院中的审讯。不得不说，这中年宗师真的是一个硬骨头。黄承思审讯1个时辰了，这中年宗师的嘴还是这么硬，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杀了他。与此同时，他不断地控制七绝骨，刺激黄金心脏，一道道清凉之气化作气血之力，淬炼着他的背脊。1块、2块、3块，在蛟龙观想图的加持下，他千丈的蛟龙躯体进行的淬炼很快，再加上不需要他自主修炼，轰隆，不到1个时辰，萧晨就缓缓睁开眼睛，背脊修炼完成，此刻也断骨2重了。萧晨眼眸闪过一丝喜色，断骨2重成功，距离通脉境、宁元境又近了一步。想起晚上时候看到洛威和那中年宗师对拼的最后一招，萧晨就有些期待，他期待着自己突破先天境之后形成的蛟龙法相究竟有多么牛逼。启禀殿下，洛威指挥使求见。萧晨站起身来，刚刚长了长身子，门口柳儿的声音就传了进来：洛威，他来做什么？萧晨一愣，脑中闪过那白袍女子的样貌。黑夜之中，那一道凤凰点血枪激发的凤凰虚影，现在他还是历历在目，请他进来。萧晨轻咳一声，吩咐道。不一会，一个身穿黑袍的轮廓出现在萧晨面前。萧晨打量他一眼，黑色的衣袍罩在身上，身后背着一柄银枪。不得不说，除了他身后这一把银枪，还真看不出这是个女的。你就是九皇子萧晨。就在萧晨打量他的时候，洛威也在打量萧晨。只听到洛威虚影微微抖动，一道清冷好听的声音传入萧晨的耳朵：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治疗尸毒的吗？这声音之中带着好奇。与此同时，一道粉色气团朝着萧晨身上飘来。又一个。萧晨眼眸一亮，内心露出一丝喜色。此刻东宫之中，唐瑶摸了一把汗，站起身来，朝着太子所在的方向走去。启禀殿下，信不辱命，微臣救下了他的命。一瞬间，那宁南侯宁玉就站起身来，露出无比激动的神情。真的吗？唐姑娘，小儿他无碍了。唐瑶此刻内心存在一些疑问。回宁侯爷，令公子之毒中毒不深，经过我唐家秘药治疗，确实无碍了。可是宁侯爷能确认是九皇子出手下的毒吗？此毒虽然不入天下10大奇毒，但也不比我唐家碧灵针好解多少。唐瑶震惊了，此刻他的内心存有无限疑问。都说九皇子萧晨乃是大周第1纨绔，可他那日一见就觉得传言不真，萧晨对南宫婉用情至深。现在的他坚信萧晨是被冤枉的。都说九皇子萧晨武道修为只有气血3重，可经过他的治疗也不可能。这宁玉怎么也有武道通脉境修为？若他真的是被萧晨所伤，那萧晨的修为最少也应该在宁元境才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时间唐瑶都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了。报！启禀殿下，大事发生，王玉一家被灭门。九皇子他好像得到什么讯息，竟然私自调动浮屠军突袭四海帮去了。就在宁玉想要回答唐瑶的话的时候，门口突然闯进来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地说道：真的。一时间房间内的4人露出不同的表情来。太子萧明表面震惊，眼神飘过江素清，闪过一丝惊喜来。真的。一时间房间内的4人露出不同的表情来。太子萧明表面震惊，眼神飘过江素清，闪过一丝惊喜来。唐瑶则是眉头微皱，他有些难以置信，这是九皇子办出来的事情。而反应最为激烈的则是宁南侯宁玉，只见他一拍大腿，站起身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眼前的绿袍小太监，丝毫不敢错过一丝信息。小太监听到萧明反问，连忙回话道：回太子殿下，奴婢亲眼所见。九皇子殿下他面带怒意，想要强行出府，却被羽林卫刘统领拦在府门前，2人发生冲突。没想到这个时候
叶世子竟然带着500浮屠军去了。就这样，浮屠军出现后，叶世子硬生生地把9殿下从王府抢走了。绿袍小太监的话震惊的萧明猛地站起身来，瞪大眼睛，连太子威仪都不要了。真的？你可看清楚了？真的是九皇子调的叶家浮屠军。他还没说话，站在他下位的宁南侯宁玉露出大喜神色，他猛然走到小太监面前，低头直勾勾地看着这报信小太监问道。宁玉惊喜了，原本就想着上奏折参九皇子一本，可就算是他把奏折写出花来，宁缺与九皇子萧晨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比武出手重了一些，此事情又没有危及宁缺的性命，大概率也不会对九皇子有过重的惩罚。可吴兵符调兵就不是同一性质了，若把此事与当年朱雀门之变联系在一起，萧晨此举恐怕和谋反没有两样。关键，萧晨调兵的还是大周第一强兵精锐中的精锐浮屠军，这不是九皇子现成递上来的把柄吗？是，回侯爷的话，奴婢看清楚了，那精兵确实是叶家浮屠军，看数量不少于500之数。不仅如此，奴婢手下的人回报，九皇子不仅带兵闯过帝都闹市区，还在长乐坊畔大闹，很多人都看到了。不仅如此，从长乐坊畔九皇子抓走一个人，他带兵又径直去了西城永济区的曹帮码头。禁军、皇城司全都被惊动了。绿袍小太尖尖细着声音回答。说着说着，太子身形微微颤抖，他和江素清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神之中的喜色。若不是唐瑶人还在着，恐怕萧明早就开始放声大笑起来了。他原本的计划只是徐徐图之，以王御医之事给萧晨解除禁足的希望，让萧晨抗旨，触怒陛下。然后宁南侯人在东宫刚刚好遇到前来报信的小太监，他也没想到萧晨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竟然没有兵符调兵，如此重罪，再加上抗旨不遵。萧明内心冷笑，他看向激动的宁南侯宁玉，九弟啊，九弟，你自寻死路，本宫也救不了你了。没办法，虽然他内心激动，但是表面仍然假意懊恼。怎么会如此？九弟他实在是太鲁莽了。他忍得住，但是旁边的宁南侯宁玉却忍不住了。只见他胡子颤抖，连声叫好：好，好，好！九皇子行事如此，竟然如此胆大妄为。殿下，今日之事多谢，本侯还有要事，告辞了。说着话，他也不等萧明示下，转身大踏步离开了。有问题？宁玉走后，唐瑶自然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只是他看着太子萧明无比懊恼的模样，皱了皱眉。作为捕头的第一直觉，他能感觉到今日太子的反应有问题，太平淡了。虽然九皇子，微臣告退。只见他朝着太子萧明微微躬身，也转身离开太子府。来人，送唐姑娘。萧明看着唐瑶的背影，说道。紧接着，2个太子府的侍女带着唐瑶朝着门外而去。他心情很好，顺水推舟，鹬蚌相争。他也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明日早朝，他真的无比期待。来人。萧明重新坐下，他双眸慢慢合起。皇子12号和16号回来没有？在他身后，江素清表情阴鸷，躬身说道：回殿下，还没有。不过9号传来消息，四海帮已灭，殿下不用担心，明日静静看戏即可。最后的最后，的一声响起。另一方面，帝都西城雨花巷小院内，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治疗尸毒的吗？这声音之中带着好奇。与此同时，一道粉色气团朝着萧晨身上飘来。又一个。萧晨没有惊喜，他露出惊讶表情来。穿越到这世界这么些天来，他身上出现一件又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黄金心脏，比如七绝骨。可最让他不解的事情，还是这能产生情欲之气的女人出现的规律是什么？从南宫婉、陆红鸾、唐瑶，再到这洛薇，好像没有规律。什么又一个？洛薇的黑袍晃了晃，再次传出清冷的声音。没什么。萧晨连忙打哈哈道：洛指挥使，不知你询问本王如何治疗尸毒是何意思？没有人告诉你，这是别人的秘密，不要随便询问。洛薇想了一下，仿佛有些为难。交任务啊，今日破获反贼，需要入皇城司档案。因为今日南疆古尸的线索是你提供的，尸毒也是你破解的，你是首功，所以需要你提供破解尸毒的办法。好直接的说法。萧晨内心吐槽，他的内心思考无数遍如何向洛薇解释七绝骨的事情，毕竟他的身后是司徒无命那个老东西。萧晨还以为他来问自己，是因为司徒无命那老东西派他来试探，没想到他对萧晨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至于询问萧晨如何破解尸毒的，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怎么办？要不
我用我的一个秘密跟你交换吧。见萧晨不说话，洛威还以为萧晨不愿意，于是再次补充道。与此同时，又一团粉色气团朝着萧晨体内飞来，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萧晨上下打量着穿黑袍的洛威，再次内心吐槽。他也没想到，这洛威这样宗师境的高手，在这当前的神武天下仙少有敌手的人，竟然是这样的反差萌。要不这样，你答应本王一个条件，以后你在本王面前不穿黑色斗篷，本王就把如何治疗尸毒的秘密告诉你，怎么样？萧晨眼珠一转，向前一步，直勾勾地盯着洛威，大胆说道。这么嘛？萧晨话音刚落，只见洛威直接解开斗篷，一个身穿白袍的绝世美女出现在萧晨面前。好美！萧晨瞪大眼睛，露出惊讶表情。眼前洛威约莫16、17岁的年纪，丹凤眼，桃花眸，肌肤胜雪，标准瓜子脸。因为身穿白色劲装，手持银枪，她的神情多了一丝英气，却少了一些妩媚，整体看下来更像是一个威武的女将军一样。只见洛威黛眉微皱，认真说道：九皇子，你可是答应我的，不能反悔。从他摘下斗篷后，一团又一团的粉色情欲之气从他身上出现，不要钱的朝着萧晨体内钻去。萧晨懵了，他看着洛威说道：你能脱黑袍？洛威表情一怔，认真说道：黑袍，一件衣物而已，有何不能脱的？这和电视上演的不一样啊！萧晨内心吐槽。糟了，刚刚突破还没来得及巩固呢，现在可不能刺激心脏。萧晨内心哀嚎一声，他也没想到这洛威竟然这么耿直。此刻他体内感受到一团一团情欲之气降临的七绝骨激动了，瞬间在他体内嘶鸣起来。萧晨只能夺路而逃，说着话朝着院子里面跑去。放心，洛指挥使，答应你的事情本王一定回答。萧晨出了房间后来到院中，在他面前数十个羽林卫禁军看到他出来之后，瞬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齐声喊道：多谢九殿下救小人一命。萧晨出了房间后刚刚来到院中，在他面前数十个羽林卫禁军看到他出来之后，瞬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齐声喊道：多谢九殿下救小人们一命。萧晨刚愣神，在他面前又出现一人，只见羽林卫统领燕平同样单膝跪地，朝着萧晨行礼，感激道：末将燕平代替手下羽林卫的兄弟们拜谢九殿下救命之恩。说着话就要朝着萧晨磕头。萧晨愣了，他连忙双手虚服：燕统领快请起，本王当不起如此大礼。在他看来，不过是因为七绝骨，他顺手治疗了几个禁军罢了，竟然让他们这么感激。一时间他都愣住了。只见燕平面带感激神色，连声说道：当得起，殿下当得起。若不是殿下，我这些禁军兄弟们定然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听着燕平诉说着对他的感激，萧晨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看似这些都是禁军，但是他们只是羽林卫，这种执行危险任务的禁军，平日里面收入不多。像他们这些小人物，若不是萧晨出手抽走他们身上的尸毒，根本就不会有人给他们治疗，多半是毒素侵入到什么地方，他们砍掉相应的手和脚，然后才有活命的可能。听完燕平的话，萧晨内心坦然了，坦然接受他们跪地磕头行礼。远处这么多禁军朝着萧晨磕头的奇观，也是惹得皇城司众人纷纷侧目。不仅同样是行武出身的叶安都露出欣赏表情，就连他身后洛威看到，他的眼神也是异彩连连，对萧晨有些刮目相看。好了，都起来吧。燕平众人行礼之后，萧晨吩咐他们站起身来。你们的感激本王收到了，带本王去看看那个赵先生的尸体。感受到洛威从房间里面出来，萧晨慌忙扶起燕平，朝着远处那个灰衣文士死的方向走去。此刻相比洛威，他更感兴趣那个死亡的赵先生。明明这那大河宗的中年宗师都已经有宗师后期的修为，却竟然听从一个南疆古尸的命令，这让他十分的好奇。不过之前萧晨害怕那个赵先生没有死透，特意把打扫战场的活儿留给皇城卫和禁军。稳了一手。是，殿下。燕平连忙行礼，紧接着带萧晨朝着小院房间内走去。殿下请。在最外面，皇城司卫们正在不断地搬着一些尸王碎块放在牛车之上，禁军们也在打扫战场，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萧晨看着被带走的那些尸王，一脸可惜的表情。这些东西若是放在他是手里，怎么他也得把自己的修为再进步个4、5重的。现在被送入皇城司，估摸着都浪费了。找时间需要找跟洛威谈谈。萧晨脑海之中冒出一个想法来，毕竟洛威那小姑娘看起来挺好忽悠的。不一会儿，燕平带着萧晨进入房间之中，一瞬间，一股剧烈的尸臭钻入萧晨鼻腔，让他皱眉回神。启禀殿下，您来看这里，这赵先生有些古怪。
这个时候，叶安都看到萧晨走过来，连忙迎上他的脚步，朝着他行礼说道：“古怪，哪里古怪？”萧晨瞥了一眼角落里面的尸体，好奇地问道。他扫了一眼，这房间里面的尸体不少，约莫16、17具，大部分身体之上都有不少伤口，也就是不是一个人杀的。这也代表这些人多是先天之下的修为。叶安都一撩白袍，蹲在一具灰袍尸体前面，只见他屈指一弹，一道白色气劲激射而出，一瞬间切开这尸体的表皮，真气离铁，先天武者的象征。萧晨羡慕。这个时候，只听到叶安都的声音传来：“殿下请看，这尸体刚刚1个时辰就已经开始腐烂了，这才1个多时辰，这尸体竟然变成这个样子。陈从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诡异的情况。”萧晨皱眉，慢慢蹲了下来。他看着尸体之中不断蠕动的苍蝇幼虫，皱了皱眉说道：“这人死了很久了。”看着这具尸体的情况，萧晨双手并指，慢慢深入皮肤，一瞬间，一道道湿气顺着他的手指朝着他的体内涌动。“殿下！”燕平惊呼，他瞪大眼睛看着萧晨。下一秒，萧晨的指尖出现一枚暗红色的虫子出来，血灵尸骨，尸母骨的一种。这南疆古尸果然没死。萧晨冷笑说道：“死！”这虫子见到空气的瞬间，朝着萧晨凶狠一叫，紧接着露出尖锐牙齿，把两人吓了一跳。“殿下，你是说尸骨？我杀的这个人还是尸骨控制的？那南疆古尸本人没死？”叶安都听到萧晨的话，倒吸一口凉气，骇然说道：“他可是乾隆榜排名靠前的先天劲武者，原本对战那个力大无穷、悍不惧死的狮王，就让他够震惊了。现在他好不容易杀了眼前这个南疆古尸，竟然告诉他没死。没死，不仅没死，估摸着活得还挺好的。”萧晨冷笑解释：“他以母骨控制子骨，以血养骨，养出来堪比先天境的狮王，又隔空控制母骨。虽然他修为不到骨灵，只有骨王境，却骨术非凡。要知道隔空御骨，要比以身御骨难度大太多了。此人绝非一般南疆古尸。不过让本王疑惑的是，他的修为明明堪比宗师境，为何如此藏头露尾？宁愿牺牲一只血灵尸骨，也不愿意露出真身与我们交战。”萧晨的解释让两人对视一眼，都感受到他们眼中的震撼。血灵尸骨，堪比宗师境的古王，还有宗师境后期的中年宗师，10几个堪比先天境的黑衣人武者，可想而知，他们这次捉拿的反贼实力究竟多大。说完这句话，趁着两人不注意，萧晨心念一动，一道黑影浮现在他的手指之上。死！七绝骨一声嘶鸣，一道道情欲之气从他身上飘出，包裹血灵尸骨。不一会儿，这尸骨就变得晕头转向，凶性大减。趁着他不注意，萧晨赶忙把这血灵尸骨收回玉盒之中，隔绝尸气，同样隔绝精神联系。回府了。做完这一切，萧晨眼神闪过一丝喜色。只见他瞬间起身，拍拍身上的灰尘，长了长身子说道：“这一次，他真的赚大了。”帝都某一部知名房间之中，赵先生刚刚从雨花巷逃出来，正在休整。原本他还等着黄承思与禁军众人离开，再潜回西市回收母骨。噗！突然，他一口鲜血喷出。赵先生露出惊恐表情，他感觉他竟和他炼化的血灵尸骨失去了联系。我的血灵尸骨，萧晨，我与你势不两立。这个时候，黑暗之中突然一个白色的蝴蝶带着些许紫色微光出现在赵先生面前。蝴蝶之中传出一道女声声音，声音之中带着惊讶：“师风，你的尸母骨呢？为何我感受不到你尸母骨的联系了？”赵先生眼眸一亮，看着眼前的紫蝴蝶，露出惊喜表情来。圣女！只见他连忙从床上滚身下来，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朝着紫蝴蝶做出一个诡异的手势，说道：“属下师风拜见圣女。”帝都某豪华别院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金色的鱼儿在廊桥下的溪水之中游动。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是在寒冰刚刚开化的初春时节。廊桥上，有一个女子正皱着细眉，坐在那里上出神。只见这女子约莫双10年华，样貌绝美，身穿一紫色纱衣，青丝高挽，纱衣之下曼妙身姿若隐若现。她白皙玉手自然下垂，小溪之中金色的鱼儿正在互相抢食，而她手中的鱼食何时撒光的都不知道。在她耳边，一个紫色的蝴蝶正说着赵先生带来的讯息。她表情从平淡慢慢变得惊讶，怎么可能？黄承思竟然查到了雨花巷的据点，九皇子会蛊术，还破了尸风下的尸骨。不仅如此，他还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法，竟然隔绝了尸风和自己尸母骨的联系。女子眼神闪过一丝惊骇，她脑海闪过一种可能性：七绝骨。
而且还是完全激活凶性的七绝蛊。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破了狮峰手中的蛊王。他有些不幸，曾经的那个废物皇子竟然控制了他体内的蛊虫，还是七绝蛊。在南疆七部，这样短的时间让七绝蛊认主，都是天才中的天才。更不要说萧晨还激活了七绝蛊不止一种的能力。他不要命了。只见这女子眼眸闪烁，她轻声对这紫色蝴蝶说了几句，蝴蝶再次带着光华消失在这夜幕之中。九皇子啊九皇子，你还真是给我惊喜，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这一难你大周扛不扛得住呢？女子盯着蝴蝶消失的方向，她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仇恨神色。在她身后出现一个眉心一点朱红的红衣侍女，只见这侍女把一件白色貂裘披在她的身上，细声细语说道：娘子，夜晚风大，您站在这廊桥之下作甚？景王殿下到处找您呢。紫衣女子被惊醒，她微微一笑，喊了一声，面带奇怪神色：殿下不是睡了吗？怎么这个时候想起奴家了？只见那红衣侍女表情有些兴奋地说道：娘子，您不知道，景王殿下本来都睡了呢，谁知道宫里传来消息，把殿下惊醒，说九皇子夜晚私自调兵，引得陛下大怒，各种弹劾的奏折如同雪花一样的传入宫中，殿下大喜，现下睡不着了，正到处找你呢。紫衣女子闻言眼睛一凝，内心闪过一丝疑虑，眼下这景王获得的讯息和他从狮峰那里完全不一样。好，奴家这就来。说着话，这紫衣女子笑了笑，紧接着跟随这妇人重新朝着阁楼走去。卯时，九皇子府。昨夜萧晨太累，且因为时辰太晚，一回府萧晨就回房间睡死过去。谁料想今早清晨，萧晨就被柳急急忙忙唤醒。上朝。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皇宫之中就有司礼监的太监送出来消息，说有奉陛下口谕通知他上早朝。要知道，在大周王朝，皇子分为两种，一类是像太子、景王、禹王这种有封号的皇子，这种皇子多已经成年，和百官一样，在六部和军中都担任职务，多需要按时上朝。另外一类就是萧晨这种没有封王的皇子，萧晨这种皇子多是没有成年开府的皇子，他们是不需要在衙门任职和上朝的，唯一能上早朝的办法就是萧晨面临这种。谁发明的早朝？这也太早了吧。萧晨睡眼惺忪地从卧室坐身来，抬眼看了窗外眼，此刻外面漆黑一片，他一边吐槽一边享受着侍女穿衣服务，认真洗漱，换上明黄蟒袍。不一会儿，一个俊俏的皇子模样出现在镜子里面。殿下好帅。萧晨嘴角勾起，正照镜子的时候，旁边柳儿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那是。萧晨笑笑，随意吸收掉柳儿和这些侍女身上传来的几缕情欲之气，他的内心喜滋滋的。不得不说，他的样貌完全继承了明景帝和他母妃姚妃的优点，五官精致，棱角分明，在大周算是十足十的帅哥。在柳儿的服侍下，萧晨随意吃了早饭，出门登上早已准备好的马车。让他没想到的是，刚进入朱雀门，只是转了一条巷口，就看到一身官袍的叶安都早已经在路口等他了。你怎么来了？萧晨一愣，催促车夫迎了上去。叶安都只是6品，而且还是回京述职的将军，这早朝本就是可去可不去。爷爷让我来的。叶安都钻入马车之中，笑着朝萧晨解释道：爷爷说您第一次正式上早朝，让我跟着点儿，让你别在礼仪之上出错了。爷爷说您昨日做得好，给咱们浮屠军长脸。外公叶青。萧晨表情正了正，脑海之中浮现一个身穿铠甲请命带兵蛮陵关的白胡子老头来。要知道前身名声不好，乃是大周第一纨绔，平日里面叶青作为兵部尚书，还是赫赫战功的老将军，最看不上的就是萧晨这样的纨绔子弟，所以萧晨平日里面跟这位外公并不亲近，可以说去叶府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多数还都是陪着他母妃姚妃省亲。外公夸我了。萧晨面带奇怪表情，内心对叶晴对自己的夸赞有些怪异。叶安都连连点头，继续说道：当然，爷爷说虽然今日里面弹劾殿下之人众多，由宁南侯宁玉领衔，朝中勋贵、太子党多有参与。不仅如此，御史台、禁军之中的将领也有参与。爷爷让我提前把消息知会殿下。萧晨听着叶安都的话，连连点头。有他的分析，萧晨内心更加安稳。今日朝堂，他本就是想好要解除自己的禁足才行，先救了自己，才能继续下一步扩充势力，进入后宫寻找珍妃。所以这一次朝堂奏对，对他很重要，无比重要。见萧晨沉默，叶安都继续说道：不过还请殿下不必烦恼，叶家及其所属势力必定站在九皇子身边。若是今日殿上殿下受了宁玉之气，他亲自带着浮屠军踏平宁家，
说着话，叶安都还露出一丝赞叹表情来。表哥，我从军这么多年来，还从未见到爷爷说过如此霸道的话。底气。萧晨眼眸一亮，瞬间感觉前所未有的底气。叶家本就是帝都除了皇族最大的豪门，叶勤本就是沙场宿将，他舅舅叶庭渊又在南境带兵30万，若不是前身窝囊，他叶家也不用如此低调。明白了，明白了。萧晨一笑，喃喃自语。看来他和他那素未谋面的外公想到一块去了。什么阴谋诡计，什么栽赃陷害，在大周，军权才是一切权力的基础。萧晨要借此机会打出个朗朗晴天。接了叶安都之后，马夫驾着马车晃晃悠悠朝着皇宫而去。萧晨因为第一次上朝，原本还有些困倦，但因为听到叶安都带来的好消息之后，他反而精神起来了。一路上由于叶安都的科普，萧晨知道了现在的朝堂之上大约分为2股势力。第一是太子萧明所在的太子党，多数由皇朝的勋贵势力组成，他们支持萧明成为太子，想要借机提升爵位，获得从龙之功，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而景王党与王党两人同仇敌忾，暂时可以算作是一党，他们拉拢朝中寒门，支持有才之人入朝为官，两者一起也隐隐和太子萧明分庭抗礼。其他的如军方的，如叶家、陆家、黄承思，还有内阁之中的各部尚书，多是态度暧昧，没有明确支持哪一党。经过叶安都一路上的诉说，萧晨露出些许骇然神色。这大周皇朝势力背景之复杂，远超他的想象。要知道，太子萧明但就是明面上的势力就是不俗，景王和禹王2个皇子联合才能堪堪与他分庭抗礼。但是萧晨可是知道，萧明手中远远不止这些牌的。昨天晚上那逃跑的南疆古尸，被洛威活捉的中年宗师，还有灭口四海帮的死士，萧明手中的势力绝对比萧晨想的还要庞大，更何况能和萧明分庭抗礼景王党、禹王党了，两者都不是好惹的实力啊，萧晨感叹。随后继续朝着天边看去。卯时，天边刚刚擦亮，一道白边出现在皇城的尽头。借着天光，萧晨隐隐约约的能看到2条上朝的队伍朝着乾元殿汇聚而去。要知道，能来上朝的都是6品大员以上的人，这个放在帝都以外任何地方都震3震的人物，在这个皇城之中连骑马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坐马车了。刚到皇宫入门口，远远的萧晨就看到一个绯红长袍的老太监等着他，拜见九皇子殿下。马车行驶近了，萧晨才看清楚来人，正是老太监黄景。黄公公，你怎么在这里？父皇呢？萧晨一愣，惊讶地看着黄景。要知道，黄景是他父亲的贴身太监，无事怎么可能让他来等萧晨？陛下口谕，九皇子萧晨尚未封王，入宫上朝不符合祖制，但私自调兵一事仍需上殿对质，折九皇子萧晨于偏殿等候。钦此。殿下，请跟老奴走吧。萧晨还没有下马车，黄景已经宣读完口谕了。只见他面无表情，躬身朝萧晨行了一礼，显然是对萧晨这离经叛道的表现已经形成固定印象了。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萧晨暗暗吐槽，但表面微笑，连声答应。当然，当然，黄公公请。说着话，萧晨就带着叶安都下了马车，跟上黄景朝着乾元殿走去。一下马车，萧晨就感受到无数道目光朝着他射来，这就是九殿下，他还真敢来！我的天哪，先是对皇嫂下手，又是私自调兵，你看人家跟没事人一样。紧接着各种各样的窃窃私语传入他的耳朵之中，萧晨的脸都黑了，好像因为他的名声太臭，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不奇怪一样。一路上，这些人唯一感到奇怪的就是萧晨做出这么多足以杀头的罪，竟然还能上朝辩解。萧晨环顾一圈，兴致缺缺，顺着视线他又盯上眼前的黄景。不知道为什么，今日的黄景远不如那日送萧晨出皇城时候的亲切。今日他仿佛很着急，不想跟萧晨说一句话。黄公公，黄公公，你慢点走啊！萧晨眼珠一转，紧走2步和黄景齐平，随即大声说道，引得很多官员侧目。黄景听到萧晨大声说话，他的脸色都变了，慌忙停下脚步，把萧晨拉到一边。哎呀，九殿下，我的小祖宗，您要注意影响，注意影响，这里是乾元殿。您什么身份？老奴什么身份啊？这里是大声说话的地方吗？说完，他看着更多人传来奇怪的目光，连忙带着萧晨重新没入人流。您走得太快了，本王不叫你，都跟不上你了。萧晨嘿嘿一笑，低声问道，父皇的心情如何啊？父皇让你来，不是只想让你宣口谕这么简单的吧？萧晨旁边，叶安都听到萧晨这样说话，他吓得脸色都白了。只见他连忙停下脚步，拉开和萧晨的距离，
确保自己听不到萧晨说话。皇子私下和皇帝贴身太监套近乎，这不是胆大妄为是什么？造反吗？黄景显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只见他连忙压低声音道：今日里面别人的诉状殿下不用考虑，殿下只需要考虑如何安抚宁南侯的情绪就行。黄景的话让萧晨一惊，随即明白过来，司徒无命那老东西肯定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他便宜老子说了，不然他也不会有上殿对质这一步，单靠抗旨一条就够萧晨喝一壶的了。对了，陛下说还有一人殿下需要担心，而且比宁南侯宁玉更加棘手，就看他今日的心情如何，会不会对殿下出手了。黄景说着话勾起了萧晨的好奇心，谁比宁玉还难缠？太子哥哥。萧晨的一句话吓得黄景一激灵，差点喊萧晨祖爷爷。陛下没说是谁，就让殿下小心。殿下别说了，别说了，前面到乾元殿了，就算老奴求你了。哀求萧晨一句，黄景再次加快步伐，错开萧晨一个身位。这么神秘，究竟是谁啊？竟然连黄景都不敢说。萧晨正思考的时候，突然旁边一声怒吼，直接打断了萧晨的思考。萧晨，你还我的命来！萧晨，你还我的命来！这么勇猛，这是谁的部将？萧晨脑海瞬间升起一个问号。乾元殿前骂皇子，这不抓到把柄，被治一个殿前失仪之罪吗？只见他转头一看，只见一身穿紫色侯爵官袍的老者满脸愤怒地朝着他冲来，只是还没冲到萧晨面前，就被身前的几个同样穿着勋贵官袍的老者拉住。宁南侯，冷静，冷静，宁南侯。萧晨见状，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来，他一下子就从记忆之中翻出眼前的老者是谁。宁南侯宁玉，他儿子宁缺就是被萧晨用七绝骨废的。萧晨没有搭理他，起身跟着黄景朝着偏殿走去。这时一个身穿绯红官袍的老者拦在了他的去路前面，只见老者满脸怒意，连珠带炮的指责声传入萧晨耳朵中。殿下不想说些什么吗？身为皇子，大周皇慈动手如此狠辣，出手废人武功，你心里有没有大周子明？身为皇子，不遵圣旨，禁足之中私自出府，你心里有没有陛下？身为皇子，没有虎符，私自调兵，你心中还有没有大周王法？萧晨内心瞬间升腾怒火，他一抬头就想开队。你谁啊？两个字他还没有说出口，瞬间卡在喉咙之中，因为眼前这老者他认识，就是大周户部尚书内阁阁老南宫婉的父亲南宫仪。一时间，乾元殿前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萧晨和南宫仪的身上汇聚而来。但是一瞬间，萧晨脱口而出的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哟，这不是岳父大人吗？哟，这不是岳父大人吗？萧晨的声音清脆响亮，瞬间传入乾元殿前众人耳中。下一秒，南宫仪的表情都绿了，只见他上前一步，居高临下俯视萧晨，咬牙怒声道：九殿下，你说什么？此地乃是乾元殿重地，可是你胡乱说话的地方。不仅是他，刚要闹着要给自己儿子宁缺讨一个公道的宁南侯宁玉不闹了，眼巴巴地看着眼前的两人，咽了口唾沫。祖宗啊，你是真的会找事情。大太监黄景同样瞪大眼睛，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萧晨，内心哀嚎。他的表情仿佛在说，自己的提醒这个祖宗是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啊。此刻整个乾元殿前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目光全都注视着萧晨，眼神之中带着看傻子的目光，想要听到他接下来说的话。毕竟皇嫂案的事情已经在整个大周皇城传开，虽然有明景帝的授意，整个事件的讨论压制到极低的状态，但是皇家秘闻向来是人们最喜欢打听的，所以在场官员无一不知道皇嫂案的事情的。现在萧晨在乾元殿门口说这句话，那就代表着火上浇油，甚至有可能再次把这案件送上舆论巅峰，让皇室蒙羞。萧晨轻咳一声，打破众人注视的尴尬，他好似没有发现黄景私下摆手的阻止，眼眸直视南宫仪，无耻笑道：本王说，本王对婉儿姑娘一见钟情，反正婉儿与太子哥哥的婚约已解，不若将婉儿许配给本王，如何？岳父大人，不知道婉儿怎么样，精神可好？他说这句话并不是临时想的，而是早就已经想好。按照昨日唐瑶所说，因为被皇嫂案的事情，南宫婉被太子赶出东宫，又被自己父亲嫌弃，回不到尚书府，早已心如死灰，心生死志。萧晨能做的就是让南宫婉对他心生怨恨，反正大周第一纨绔的名声也不值钱，多一个人骂他又没关系。萧晨这话让众人内心一抽，内心大骂萧晨混蛋，甚至更脏的脏话都在心中骂了起来。虽说前些日里面陛下下旨让太子与南宫婉解了婚约，但是名义上南宫婉仍然曾经是萧晨皇嫂。
他怎么能在乾元殿前说这样无耻的话来？你！南宫仪被气到了，呼吸急促，瞪大眼睛看着萧晨，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起来了，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九殿下所作的诗，被人认为是天下第一痴情诗，听说还是昨日在许多人见证下给太子南宫姑娘做的。近日里面可是在国子监这些地方传疯了，九殿下的痴情名声，不知道打动多少年轻的大家闺秀呢。人群之中有人惊呼出声。什么？听到那人的话，南宫仪看着萧晨瞪大眼睛，更加不可置信。你，我南宫家世代诗书传家，何时受过这等侮辱？九皇子你，急火攻心，平日里面能言善辩的南宫仪，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见他老脸一红，一口鲜血喷出，仰面倒了下去。南宫尚书，快来人啊！南宫尚书晕倒了。大胆九皇子，竟然如此无耻，毁坏皇家声誉，本官定要参你一本。九皇子藐视陛下，在乾元殿前口出污秽碎语，本官也要参你一本。无耻，混蛋！一时间，整个乾元殿前乱作一团。黄景大声呼喊，叫来殿前侍卫，把南宫仪抬下去。同时，萧晨仿佛惹了众怒一样，大量的清流勋贵纷纷朝着萧晨怒喷而来，而且个个都是面貌通红，仿佛萧晨杀了他全家一样。快走吧，萧祖宗，您快跟老奴走吧，再不走，乾元殿的房顶都被您掀了。趁着殿前乱成一团，黄景冲到萧晨身边，急吼吼地说道，紧接着拉起他的手就朝着偏殿冲去，好似怕走慢了一些，萧晨又惹出什么祸事一样。黄公公，慢点儿，你慢点儿！萧晨被他猛地一拉，紧接着3两步踏入偏殿暖阁之中。厚厚的暖阁帘子打开，一股暖风扑面而来，萧晨猛地一激灵，连声说道：早上初春的帝都还是略带寒冷的，只是他气血充足，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感觉。这个时候，黄景焦急的声音传来：我的祖宗啊，慢不了，再慢你就和人打起来了。九殿下，您知道南宫大人在清流里面是什么名声吗？在这大周官场上受过他恩惠之人有多少吗？你这样败坏他的名声，等下看吧，有你好看的。萧晨耸了耸肩，满脸都是无所谓的表情。他自顾自地跟在黄景身后，不再说话，因为眼前出现一大片身穿红色官袍的高官。要知道，大周官袍样式明显，以红、紫、绿3色为主，能进入乾元殿内的都是4品以上的高官。这些高官大多数都是身穿绯红官袍，他们随便一句话都能让整个大周王朝抖3抖。此刻，这些人也正盯着他，面带怪异神色，显然对门口的闹剧听得清清楚楚。萧晨笑笑，十分礼貌。那些看着萧晨的众人面带怪异神色，有的只是就这么朝着偏殿方向看去，好像在期待什么事情发生。一时间，萧晨也有些疑惑，他们在期待什么？刚刚进入偏殿，黄景连忙行礼，拜见太子殿下。萧晨内心一惊，映入眼帘的就是太子萧明带着铁青色的面庞走了过来，他那模样像是压抑到极限的火山一样。只见他紧咬后槽牙，假笑着对萧晨寒暄道：九弟，今日过得好吗？自从你禁足之后，本宫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本宫实在是十分担心你啊。说着话，他还大力地拍拍萧晨的肩膀，只是眼神之中的杀意都要喷涌而出来。那种兄长对弟弟的关心，萧晨看到了都心惊胆战。九弟，哈哈哈，能看你出现，三哥是真开心啊。萧晨还没来得及回复，太子就转身离开，紧接着景王、禹王两人也都出现在萧晨的面前。一瞬间，萧晨终于明白了房间里面的一切。他刚刚在殿门外的所作所为，恐怕让太子在二哥景王萧景、三哥禹王萧宇面前丢面子了。同为皇子，早已经是同水火。太子生气，他们自然开心。还好，还好，见过二哥、三哥。萧晨微微一笑，连忙行礼说道：小九也想二哥、三哥，若不是禁足的话，小九早就想去二哥、三哥王府拜访了。一时间，萧晨和各怀鬼胎的景王、禹王寒暄起来。九弟啊，此事你办得错呀。那南宫婉、南宫尚书乃是清流魁首，桃李满天下的人，今日你得罪了他，不是相当于得罪了咱们大周一半官员吗？景王眯了眯眼睛，看着萧晨，假意关心道。但是那眼神有意无意地朝着太子瞥，自然的拱火，把太子的仇恨吸引的萧晨身上。萧晨冷笑，对他的居心清清楚楚。但是事情总有先来后到，不能梳理太多敌人，有时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于景王摆自己一道，萧晨只能内心记下，没办法，本王深爱婉儿。二哥、三哥、太子哥哥，
你要相信我，那晚上我真的是被冤枉的。若不是因为父皇取消的太子哥哥与婉儿婚约，本王也不敢言明心意。听到萧晨的话，太子脸都绿了。时辰不早了，早朝要开始了，本宫先去大殿之上，两位皇帝也尽快，莫要让陛下久等。太子冷哼一声，从暖阁走出，他的内心怒火翻涌。萧晨，本宫要让你死在大殿之上，不仅是你，叶家、陆家、姚妃，还有那个贱人和你有关系的所有人，都要死。陛下驾到！陛下驾到！太子萧明出去之后，景王还想说些什么，一瞬间，太监尖细的喊叫声瞬间打断了他的话头。九弟，本王出去了。景王萧景乐呵呵一笑，紧接着朝着外面走去。显然，刚刚萧晨的起脸输出让他内心十分畅快。多加小心。景王走后，禹王也过来拍拍他的肩膀，送景王兄，禹王兄。萧晨抱拳看着景王和禹王两人离开。两个老狐狸。萧晨暗暗吐槽，同时他的表情渐渐的平静下来。他感觉这两位就是来看戏的，看的就是他和太子萧明的戏。今日来看，无论他被太子拿下，还是太子被他弄得灰头土脸，两人都是最开心的那一个。毕竟九龙夺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能弄死一个就少一个敌人。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一道齐声的山呼万岁，让萧晨的思路被打断。他晃晃悠悠地走到偏殿门口，顺着门缝看去，放眼望去，大概能看到乾元殿内全貌。他的便宜父亲明景帝端坐龙椅之上，面带无边威严。在大殿内站着4列队伍，密密麻麻地排到了乾元殿门口。为首的略有不同，明景帝下手左边站着太子萧明、景王萧景，禹王萧宇右手边则是站着两人，一人萧晨无比熟悉，正是那晚上看出身穿阴阳道袍的司徒无命，黑白分明的道袍十分显眼。而另外一人，萧晨就不那么熟悉。只见他约莫似50岁年纪，一身绯红官袍穿得儒雅帅气，双眼深沉，好似经历无尽的沧桑一样。他和司徒无命站在一起，气质竟然不相上下。一瞬间，他看到这片殿角落藏着的一个人。黄公公，黄公公。萧晨瞥了一眼藏在角落里面的黄景，摆了摆手叫道，示意他赶紧过来。他发现这紫禁城真的是人精很多，而且很擅长自保，就像黄景这种把萧晨带入偏殿之后，瞬间就藏在角落里面，丝毫不沾染他和几个皇子的争斗。嘘！黄景急忙把手中放在嘴唇上，边小碎步一样的跑过来，边示意萧晨噤声。只见他跑到萧晨身边，急忙说道，我的小祖宗啊，您又怎么了？这是朝会，您别出声，会影响外面的。萧晨嘿嘿笑道，黄公公，你还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上殿呀？他发现黄景真的很好拿捏，这人说白了，以他父皇的利益优先，无论殿门口为他解围，还是现在，只要他做了些许愚智的事情，黄景就会无比焦急。只见他擦了擦墨虚有的汗渍，低声解释道，殿下，您就问这个呀。早朝与内阁小会议不同，早朝是有议事规则的，今日早朝，内阁和通政司那边传来的奏折大概关于3件大事。第一，就是兵部尚书的人选问题；第二，是户部上报的各项财政预案，各种大的预案已经通过，多半是今年的军需问题未曾通过；第三，礼部上报的是陛下的寿诞和春列大典，大概等这3件事情全都商议完毕，才会轮到殿下您的事情。黄景的意思很明显，早朝那是处理大事情的，你的事情不够大，连上通政司和内阁议事流程的资格都没有，还挺装，这不就是走个过场吗？萧晨内心暗暗吐槽，看来这大周皇城完美继承了前世的政治潜规则，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虽说黄景说的上面3件都是大事，可萧晨就不信，上面3件那么大的事情，需要早朝这么多官员一起开会吗？就比如兵部尚书、正一品官职的人选，肯定是明景帝几个大佬开小会就解决了，这大会开的完全就是没有必要。大殿之中，司徒无命下位的那个老帅哥走出队列，朝着明景帝行礼，并且从袖袍之中一本奏折举过头顶，启奏陛下，内阁选取的兵部尚书的人选出来了，一共3人，还请陛下过目。这个时候，萧晨才问出自己心中所想，他朝着黄景问道，黄公公，黄公公，此人是谁啊？本王怎么没有见过？黄景顺着萧晨手指的方向看了看，然后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看着萧晨说道，殿下，他您不认识，内阁首辅林彦甫林大人，吏部尚书太子殿下的授业恩师，和司徒司主同为陛下的左膀右臂，您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他当年的风月秘事吗？风月秘事，
萧晨一愣，他朝着大殿看去，只见到林燕俯眼观鼻，鼻观心，确实小帅，那种感觉就像是岁月沾染下的醇香美酒一样的帅气。什么风月秘事？讲讲。萧晨来了，兴致问道。那个，黄景面露为难神色，低声说道：殿下自己去打听吧。您猜猜，为何林首府到现在还是一个人，无儿无女？桃花寨。萧晨暗暗猜测，黄景都知道的，那恐怕不是什么小事了。这个时候，萧晨正八卦的起劲的时候，只听到明景帝威严的声音传来：以内阁呈报候选2人，左乡侯周玄彬，兵部右侍郎袁慎，二择其一。朱清觉得谁更合适啊？这个时候，只见太子站了出来说道：启禀陛下，儿臣以为左乡侯周玄彬合适，他曾在蛮陵关斩杀众多蛮族，还做过兵部员外郎、兵部侍郎，军队之中威望甚高，所以儿臣保举周玄彬。太子带动下，一时间队列里面出现数个大臣跟随，响应者不少。萧晨侧着身体，从他这个方向看去，都能看到太子眼神之中的得意。果然，太子保举左乡侯，恐怕这左乡侯和太子是一党了。萧晨喃喃道。这个时候，景王站了出来：启禀父皇，儿臣保举兵部右侍郎袁慎。臣以为兵部右侍郎袁慎更加合适。兵部右侍郎乃是叶阁老一手提拔，兵部之事他最清楚。叶阁老告老之后，兵部就由他来占领，所以儿臣以为袁慎更加合适。一时间，队列里面出现数个大臣跟随。萧晨点点头，对朝堂之上的派系洞若观火。林清以为呢？这个时候，明景帝面无表情，看向林彦甫问道：陛下，综合内阁意见，臣以为周玄彬更合适。最近帝都内外多有不稳，臣听闻有宵小之辈闹事，洛州方向妖神教又在捣乱，南三州虽然叶军神打有大胜，但万妖联盟来势汹汹，不可不防。朝廷时刻需要用兵，综合下来，臣以为兵部尚书一职，左乡侯更加合适。林彦甫好，似早就想好的草稿，洋洋洒洒说了数条理由。既然如此，朕准了。听到这句话一瞬间，萧晨内心大急。既然如此，朕准了。听到这句话一瞬间，萧晨内心大急。兵部尚书一职代表着什么？萧晨清清楚楚，管着军政和军队后勤2项职权，特别是后勤一向是军队的命脉。之前是他外公叶勤担任，那么在南境斩妖关的叶庭渊和他30万伏屠军不会有问题。可现在换成太子的人的话，难保他不会在后勤上做些手脚。萧晨刚想推门而出，谁成想他刚移动一步，就被黄景死死抓住袖子给拽了回来。哎呀，我的小祖宗，您要干什么？萧晨皱眉：黄公公，您没听到吗？父皇竟然让一个莽夫武将来担任兵部尚书一职，这周玄彬是个什么东西？他怎么配和我外公比？黄景眼中金光一闪，惊讶地看了萧晨一眼。像他这种常年待在皇帝身边的人精，很容易就想明白萧晨的担心。他惊讶的是，这个名声在外的九皇子似乎并没有那么纨绔，朝堂上这些大臣的博弈他竟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眉毛一挑，笑盈盈地解释道：殿下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一个兵部尚书而已，不妨事，不妨事。先不说军国大事上由陛下和内阁他们决策，兵部除了尚书还有左右侍郎、兵部员外郎，许许多多的人呢。经过黄景的安抚，萧晨紧皱的眉头才慢慢松开。他意识到自己思考到的这个问题，黄景早就知道，并且朝堂上的滚滚诸公恐怕是早就商量好之后才拿出来议论的。而且刚刚叶家的军中势力也没有反抗，好似也是默认了一样。所以说，这就是当初外公辞官的原因吗？萧晨喃喃道：恐怕像他之前猜测的一样，当初黄嫂案刚发生时，叶家树大招风，于是把兵部尚书一直送出去了，来打造各方势力新的平衡。众卿既然都没有异议，那就来议第二件事。台上明景帝威严的声音传来，萧晨看着太子萧明一脸得意地回到原位，他就兴致缺缺朝着偏殿内的座椅走去。反正这些事情他们早就已经确定好了答案，然后让这些大臣再写试卷，全程没有一丝惊喜。这样的话，倒不如萧晨修炼一会儿观想图呢。他隐隐觉得，只要自己能把全身断骨成为极品蛟龙骨，那蛟龙图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变化，甚至他提前获得神通也不一定呢。启奏陛下，户部尚书南宫仪与九皇子殿下在门口发生冲突，现下未醒。这个逆子真是气煞朕！陛下息怒。折户部左侍郎上前回话。萧晨听着外面滚滚诸公的奏对，他心神慢慢沉入蛟龙观想图之中。炼毒，七绝骨在他微微刺激下，开始炼化昨日融合的尸毒。就在这一强一弱的刺激之下，
他的黄金心脏再次开始释放清凉之气，帮助他断骨。锻炼完脊柱24块骨头后，萧晨决定先锻造胸部25块骨头。这样的话，一是和脊柱骨连在一块，二是人体的最重要的器官都在这里。先强化这里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他的身体。说干就干，昨日吸收了那么多的尸毒，这七绝骨早就兴奋了。若不是萧晨以气血压制，恐怕他早就在萧晨体内上蹿下跳起来。1块、2块、3块。黄景看着萧晨周身散发黄光，皮肤慢慢变得赤红，他露出骇然神色，惊叹于萧晨的心大。这外面的滚滚诸公都在商量军国大事，他竟然修炼起来了。外面，一个身穿绯红长袍的40岁官员站了出来，躬身行礼道：“启禀陛下，昨日户部已经将今年军费核算清楚，一应计划皆已呈报内阁。户部计算去年军费预案约3700万两白银，年中实际产生军费4200万两白银，缺口达500万两白银。又年中南境万妖关所开一场大战，兵部转户部新增军费250万两白银，中期一年缺口高达750万两白银。所以臣代南宫尚书请陛下削减今年军费。我大周虽富有四海，却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一时间，朝堂之上众人议论纷纷，连民警的都眯了眯眼睛，眼神闪过一丝杀意。偏殿内，萧晨听到声音都皱起了眉头，这是真冲着叶家来的。他内心暗自吐槽，先是兵部尚书被太子一党拿下，现在又要缩减军费，后勤军费一所薄，部军心涣散，才有鬼了。真阴啊！萧晨冷哼一声，喃喃道。这时候外面传来叫骂声：“荒唐！我南境军抵抗万妖联盟，北境军抵抗蛮族进攻，本就艰辛，哪里有不增军费反减少军费一说？”一瞬间，兵部右侍郎袁慎站出来反驳道：“刘侍郎乃是祸国之言，其罪当诛。”刘侍郎冷哼一声：“臣为大周考虑，我大周连年征战，每年军费要占我大周税收接近1/3，本官说什么了吗？不过近年来南境浮屠军连年主动出击，惹怒万妖联盟，以至于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户部连年亏空。若是此刻我九州45狱有灾，要把百姓全都饿死在家中吗？陛下，袁慎小人，此言当诛。”一时间，明景帝威严的脸上都露出一丝无奈。袁慎也好，刘侍郎也好，所站的立场全都没错，而且军费开支连年增大也是事实。近些年来，这军费膨胀的连他都有些啧舌。罢了，此事暂且搁置，由太子领内阁重臣下去商议，务必不能亏待前线的将士们。看着下方吵吵嚷嚷的声音，明景帝威严的声音传来：“一锤定音，陛下圣明。”太子也好，内阁首辅林彦甫也好，都面露不同表情来。特别是太子，他的眼神之中再次闪过一丝喜色。在他看来，大胜！今日朝堂奏对，他太子党大胜，不仅拿下了兵部尚书一职，而且连南境郡的军费预算都有了可以改变的余地。只要等周玄彬一上任，兵部后勤预算全改，本宫就不相信叶廷渊，你能在离心离德之中还能维持君神之命。太子萧明眼神闪过一丝快意：“萧晨啊萧晨，本宫要看看叶家倒了，你还有什么依仗？”仿佛他已经预见到叶家的倒台了一样。至于第三件事，年年春猎都猎些野兽，毫无新意。今年之内，黄承思在帝都东郊发现了一个妖窟据点，朕有意把春猎之地选在此地，众卿以为如何？明景帝苍老的眼眸一闪，他威严的声音传遍整个大殿之内。一瞬间，大殿之上的滚滚诸公全都震惊了，特别是知道一些秘密的人。千年前，神武天下大凤凰朝的覆灭，最开始也是神武天下各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妖灾和蛮族，动摇大凤国本。不仅是他们，偏殿内的萧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震惊了。他也是知道大周皇祠之中的秘密的。若是帝都出现妖灾，那就代表大周皇朝的封印已经开始有些松动，竟然让万妖天下和神武天下出现了某些通道。而且朕有意此次春猎增加一名皇子。黄公公，把小九带出来。一瞬间，外面的太子萧明听到明景帝的话，瞬间露出震惊神色。宣九皇子萧晨上殿。宣九皇子萧晨上殿。偏殿之内，萧晨听到太监尖细的声音，千丈大小的蛟龙身体嘶吼一声，轰隆，体内屏障再次突破，断骨三重。萧晨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眼神闪过一丝喜色。也许是胸骨断骨容易，两侧的肋骨萧晨根本没有用什么力气就锻造成功了。同时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疑虑，他要参加春猎的消息，他这个便宜父皇是怎么知道的？要知道，从大周皇祠出来之后，
萧晨就非常苦恼。第一是对如何进入后宫找到珍妃苦恼，第二就是对他那个便宜爷爷玄德帝让他参加春猎并且获得第1名的事情苦恼。看来真如海大富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情，这个便宜老爹都看在眼中啊。萧晨内心冷笑，他慢慢有了确认。吼吼！只见他刚一起身，周身龙气跟随，一道道龙吟的低吼声震惊的黄景露出骇然表情来。龙气护体，九殿下，刚刚龙吟声是您身体发出来的？黄景震惊的瞪大眼睛，眼前的九皇子再次让他刮目相看。要知道，大周气运并不是谁都保护的，一般去黄祠上香能引发气运震荡，就已经是代表气运非常强大了。可萧晨随便突破个境界都能引发龙气异象，可见萧晨的天赋气运究竟有多高。九殿下，您的蛟龙骨是什么品质的？中品？上品？黄景想到了什么，瞪大眼睛继续追问道。老太监焦急的神态萧晨看在眼中。你怎么这么态度啊？你的骄傲呢？你的蔑视呢？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态度，你恢复一下。萧晨内心腹诽，不以为然。只见他微微点头，说是回答了，又没有回答。他看着黄景笑道：黄公公别问了，外面父皇等着召见呢。这个时候老太监才如梦方醒，他的眼神闪过一丝深深的震撼，连言语都恭敬了几分。九殿下请。吱呀！黄景亲手把偏殿的大门打开。萧晨平视前方，只见他迈着自信的脚步踏入这乾元殿中，在他面前所有的官员自动分成两边，让出路来让他经过，直到萧晨走到大殿中央，看向龙椅之上的明景帝，拜见父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恭祝父皇福寿康宁，千秋万代。萧晨一个双膝跪地，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紧接着他把准备好了祝贺话语如同贯口一般脱口而出，一时间整个大殿落针可闻。萧晨只觉得所有人那火辣辣的眼神都盯在他的身上，不仅太子对他怒目而视，内阁首辅林彦甫也是面带怪异神色，就连一直双眸紧闭的司徒无命都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在他身后更是听到有倒吸凉气的声音。我做错什么了吗？萧晨内心疑惑，他不知道的是，大周组织下唯有封号的皇子原本就不能上朝。萧晨原本就在宫殿门口得罪了很多人，现在又在明景帝面前叫得这么亲切，当然会让人心里不舒服。平身，小九，朕有意让你参加今年春猎，你意下如何？明景帝罕见地笑了笑，说道：唉。萧晨瞬间起身，笑着回话道：而臣愿。萧晨话还没说完，只听到人群之中传出不和谐的声音：陛下，万万不可！九皇子实乃我大周毒瘤，万不可解除他的禁足。陛下，臣要参九皇子一本，九皇子抗旨不遵，私下调兵惊扰百姓，其罪当诛。陛下，臣也要参九皇子一本，九皇子宫门前对南宫尚书出言不敬，致使南宫尚书口吐鲜血，性命攸关。陛下，臣要参九皇子衣衫不整，有损我皇家威仪。陛下，臣要参九皇子图谋杀人。一时间群情激愤，萧晨转身看去，整个大殿里面约莫站出来14-15个人，纷纷上奏弹劾自己。其中最前面的萧晨认识，正是宁南侯宁玉，姓刘的户部左侍郎，还有一些萧晨不认识的官员。反倒是前排的人没有站出来。在萧晨眼中无比神秘的司徒无命，老帅哥林彦甫，两人都是眼观鼻，鼻观心，如同一棵百年老松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一样。太子面露得意神色，挑衅地看了萧晨一眼，仿佛在说：你死定了。明景帝面无表情，平静道：小九，对于众臣的参奏，你有何话说？说？我说什么？你不是都清楚吗？萧晨内心吐槽，但他表情平静。只见他冷笑转身，一步踏出，一个大脚踹向身后的宁南侯宁玉。萧晨的突然发难，宁玉骇然失色，他也没想到萧晨会突然动手。护体真气！宁玉惊叫一声，在萧晨碰到他的瞬间，他的周身自动撑开一个白色护罩，把他罩在其中。一时间，萧晨气血轰鸣，一脚踹在他护体真气之上，气劲飞散，把现场掀出一个5米宽的一个真空场地。现场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九皇子，你要做什么？护驾！护驾！来人啊！九皇子打人了！陛下，九皇子如此纨绔，怎配成为我大周皇子？臣请革去他的皇子之位，发配皇祠以祖宗之法处理。一瞬间，现场乱作一团，有人大喊护驾，有人继续朝着明景帝参奏，而宁玉面带狂喜神色看着萧晨动手，他以为萧晨被自己气到破防了，竟然没打破吗？萧晨嗤笑喃喃道：
只见他全力催动极品蛟龙之骨，他周身的黄道龙气齐声怒吼，吼吼吼！一时间，整个皇城之中，乾元殿内的黄龙之气发生共鸣，并且齐声怒吼起来。茯苓心智，萧晨茯苓心智再次一拳轰出，巨大的龙气威压下，明景帝噌的一下就站起身来，他露出骇然表情。怎么可能？就算是极品蛟龙骨，怎么可能引动大周皇气？原本面无表情的林彦甫和司徒无名同时露出骇然表情，看着萧晨，给我滚！萧晨全力催动之下，一道凝实的黄龙真气从天而降，加持在萧晨周身。随着萧晨一拳轰出，瞬间轰在凝玉的护体真气之上，轰隆隆，两者对撞之下，凝玉的护体真气应声而碎。萧晨这一拳结结实实的轰在他胸膛之上，砰的一声，令玉倒飞出去10米之远，撞在乾元殿盘龙大柱之上，口吐鲜血，昏死过去。此刻乾元殿中死寂一样的寂静，所有人都没想到九皇子萧晨他竟然敢在乾元殿动手。静！随着萧晨一拳把宁南侯宁玉轰飞出去，整个乾元殿安静了片刻，瞬间爆发出海啸般的讨论声。怎么可能？九皇子怎么可能引发大周龙气共振？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修的功法？一时间有想到什么的人面容已经开始改变了。太子萧明、景王、禹王三人对视一眼，都看到露出惊骇表情。一拳，萧晨他竟然一拳击败了一个先天境武者，怎么可能？太子喃喃道，眼神闪过一丝阴鸷。他们三人都是亲王，对于能在皇城之内引动大周龙气，增加战力，他们是知道的。可像是萧晨这种，二话不说，一拳轰出，引得大周龙气共鸣，以断骨境修为，一拳击败一名先天境武者，简直超出他们的想象。站在最前方的内阁首辅林彦甫、皇城司主司徒无命也都忍不住看向萧晨，他们的脑海之中隐隐已经猜到答案。特别司徒无命，他微微抬起眼皮，用饶有兴致的眼神看着萧晨，仿佛想要看他如何下台一样。萧晨站在所有人的视线中心，他环顾一周，把所有人的表情看在眼中，记在心中。果然，我猜得不错，我脑海那幅蛟龙观想图果然和大周气运有关，不然的话，玄德帝也不会让我参加春猎大赛，还不告诉我如何报名。而刚上殿的时候，我这便宜老子竟然直接宣布本王可以参赛。萧晨内心冷笑，他在偏殿突破的时候就感觉特别不对劲。虽说他的资质天下无双，观想图中也是千丈蛟龙，可昨日突破断骨二重的时候，仍然耗费了接近1个时辰。可今日在这偏殿修行的时候，却突破得格外容易，仿佛一丝一毫的阻拦都不曾有。当下萧晨就起了疑心，于是才出现了刚才那一幕。萧晨抬眼，直勾勾地看向司徒无命。若是他猜得不错的话，即使萧晨做了这么出格的事情，这龙椅上的那位肯定会想办法帮他压下去的。陛下，乾元殿中九皇子无缘无故对朝廷命官动手，其行为触犯皇家威严，意在藐视陛下，臣请陛下捉拿九皇子，以皇族宗法定罪。这个时候，萧晨身后传出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他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绯红长袍、莫60余岁、须发泛白的老人站了出来，朝着民警的行礼。臣附议，九皇子藐视陛下，大殿之上动手，实在可恶。陛下，太祖之法不可不察，九皇子萧晨如此无法无天，臣请将其交于皇慈宗法处理。陛下，陛下，这人谁啊？他一站出来，怎么这么多响应的？萧晨微微皱眉，他出现之后，大殿之内又站出一批生面孔来弹劾于他。若是加上之前和宁南侯宁玉一起的那一批，整个乾元殿内约莫过半的大臣已经站出来弹劾他了。同时，龙椅之上，这人的弹劾让民警的清醒了过来。只见他轻咳一声，慢慢坐回龙椅上，虎目微眯，威严的声音传出：“老大人所言甚是，萧晨，卫青所言，你还有何话辩解？”卫青，督察院左都御史魏淑平，叶安都来的时候提到的，让他小心的人。萧晨愣了愣，脑海想起了魏淑平的生平。他原本就是前朝太子的谋士，因为朱雀门之变后，太子物理消灭，他也被当成反贼下狱待斩。不过却在狱中写了一篇辱骂明景帝的千古骈文，一战成名。后来不知怎么的，他这个便宜，老子不仅没有斩他，反而和他约法3章，请他出仕，并且赐他闻风而奏之权，且和他打赌30年内定要把这大周治理得井井有条，四海升平，远超其父玄德帝在位。因为没有杀他，他的便宜父亲获得如林声望。随后
民警帝的风评才慢慢好了起来。这不是和魏征差不多吗？萧晨在马车之中听到叶安多科普魏淑平之生平的时候，他的内心还在隐隐吐槽，没想到刚上朝真就和他对上了，看来自己这个老爹是铁了心要当贤君啊。萧晨心念电转，微笑道：回父皇，儿臣没有做错事，不知道老大人所参奏何事。哗！只见魏淑平眼睛都睁大了，他也没想到萧晨如此无耻，刚刚在这大殿之上做的事情他就不认了。只见他瞬间上前一步，瞪着萧晨反问道：九殿下，陛下面前出手伤人还不算错？萧晨微笑回答：老大人哪里见我出手伤人了？父皇赐本王参加春猎之职，在场这么多大人质疑本王实力，本王不过出手验证一下。本王不过断骨修为，宁南侯先天之上，本王能伤得了他，要怪就怪宁南侯学艺不精了。你巧舌如簧。魏淑品愣住了，下意识骂了萧晨一句。突然他发现萧晨说的有道理，按照萧晨所说验证切磋的逻辑确实没有问题，而且萧晨动手前谁能想到他能引动龙气呢？魏淑平面皮一皱，继续单手指着萧晨骂道：在场这么多大臣皆在现场，你辱骂一部尚书，致使南宫尚书吐血晕倒，有何话说？萧晨继续回答：哎，魏大人，您说话可要讲证据，本王何时出言辱骂南宫尚书？你可有人证物证？只见他转身看向众臣，朗声说道：诸位大人可有看到本王辱骂南宫尚书的？站出来，给魏老大人作证，有敢作证者，本王赏银1万两。萧晨微笑着说话，但他的内心冷笑。宫门口虽然南宫仪是他气晕过去的，但是他可是一句脏话都没有说啊。他可不相信这么多人都在现场的事情，有人敢出声作伪证，构陷皇子。果不其然，萧晨话音落下，整个大殿内响起窃窃私语的声音。但是人群之中，他们都反应过来，好像确实九皇子除了污言秽语，没有辱骂南宫尚书吧。他们抬眼看了眼走过来的萧晨，一名大臣都不敢往前站。萧晨身后太子萧明这个着急啊，门口的事情他听得清清楚楚，萧晨的话有多么的恶心人。可现在萧晨给他们作证的机会，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父皇，儿臣有本启奏。太子萧明急火攻心，他实在是忍不住萧晨的羞辱。只见他朝着明景帝行礼，深吸一口气说道：九弟在宫门口处确实没有辱骂南宫尚书，可他在太子寝殿调戏皇嫂，今日又在乾元殿前对南宫尚书口出狂言，竟然出口喊岳父大人，儿臣实在是受不了这个羞辱。说着说着，太子又嗷嗷哭了起来。父皇，给儿臣做主啊，给儿臣做主啊！今日之事若传了出去，儿臣这个太子的脸面往哪里放？我大周皇族的皇家威仪往哪里放？父皇！萧晨转身看向太子萧明，哭的那叫一个惨啊！连龙椅之上的明景帝都不得不头疼起来。只见他猛地站起，又在四周胡乱找起来东西，还边找边骂：逆子，朕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逆子？演得不错。看到这一幕，萧晨内心吐槽。只见他慌忙说道：父皇息怒，儿臣已经破案。前日里面，儿臣与南宫婉同处一室，是乃有人陷害，还请父皇息怒，容儿臣缓缓道来。什么？萧晨一句话再次震惊现场所有人，不仅太子哭声渐渐变小，就连老帅哥林彦甫也是惊讶地看着萧晨。他原本以为萧晨行事如此荒唐，不愧是大周第一纨绔，但现在他对萧晨有了新的判断。毕竟皇嫂案涉及皇子，惹得帝都人尽皆知。虽然有上官仪主动替太子解忧，主动解除了双方婚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此事过后九皇子受到的伤害最大。虽然表面九皇子只是禁足处理，但是朝堂之上关于叶氏一党的动作很大。前朝三朝元老的叶晴、叶老请辞兵部尚书，陛下准了。后宫之中，景瑶宫被封闭，至今都没有圣旨让景瑶宫解封。虽然外界都在说陛下偏袒九皇子，怎么没有惩罚他？但是像林彦甫这种朝堂重臣都知道，九皇子受到的处罚并不轻。毕竟这朝堂之上的滚滚诸公都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九皇子和叶氏一党是绑定的，在陛下没有处理叶家一党之前，是不会真正动九皇子的。哦，快说！明景帝眼睛一眯，厉声喝道：今日你若不说出个道理来，朕必定不饶你。还演戏呢？你也是看半天戏了，出来帮本王做个证人。萧晨内心吐槽，静静地看着明景帝演戏。随后
他把目光放在司徒无命身上，说道：“回父皇，此事还要从王御医被灭门一案说起。”萧晨打开了话匣子，把早已准备好了的说辞在这大殿之上娓娓道来。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刚好能让大殿内的人全都听清楚。当太子听到萧晨调兵符屠军，竟然只擒拿了四海帮众多帮众的时候，他终于急了。只见他猛然站起身来，打断萧晨的话：“荒谬！九皇帝，你怎么可以欺瞒父皇呢？儿臣昨夜也曾接到过线报，皇城司、禁军全都出动去堵，都没有堵下你，怎么到你嘴里变成为了皇嫂案之事？父皇，九弟昨日可是带了叶家500伏屠军的呀。父皇，儿臣身为太子，要为大周天下考虑，若是……太子咬牙，双眸慢慢充血。萧晨，今日你必须死！只听到他嘶哑着声音说道：“若是今日不管，当年之事再次重演，儿臣又如何自处呢？”哗！太子这句话一出，不仅明景帝的脸变了，变得充满杀意。大殿之上，包括看戏的景王、禹王在内，所有人的脸都变了。他们都倒吸一口凉气，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件事情，一件玄德51年，同样是明景元年发生的事情——朱雀门之变。当年的事情具体没有人知晓，但都知道那一夜有人听到了无数喊杀声，整个朱雀门附近血流成河。第二天，玄德帝宣布禅位于皇二子景王萧庭。与此同时，太子、怀王、明王，其他几个皇子都消失不见。就这样，景王萧庭如愿承继大统，改元明景，成为大周王朝第13位皇帝。同样，朱雀门之变的事情也成了大周王朝的头号禁忌，所有人都讳莫如深，没有人敢再提起。而今太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重新提起这件事情，恐怕就冲着弄死萧晨去的。静！整个大殿静极了，现在谁都不敢出声，触怒龙椅上那位的眉头。萧晨看着直勾勾盯着自己的太子，他的内心一阵冷笑。现在他基本上确定，眼下皇嫂案的幕后黑手就是太子。虽然昨夜皇城司抓到的哪个中年宗师还没有开口，现在萧晨十分确认，那人和太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龙椅之上，明景帝的身子微微颤抖，只听他的声音变得毫无感情起来：“小九，对于五指调兵之事，你还有何话说？”萧晨听到明景帝的话，转头不看太子，回父皇的话：“臣所做的所有事情，皆有皇城卫与禁军作证。父皇若不信，可以问司徒司主，和儿臣相比，他更清楚。”萧晨的话音落地，太子猛然转头看向对面司徒无命方向，瞪大眼睛，带着恐惧：“怎么可能？他满脑子都是怎么可能呢？他明明记得，手下给他的情报是九皇子私自带兵出府，兵围四海帮驻地，怎么可能伏屠军和皇城司搞到一起去了？其中还有禁军，那为什么禁军之中没有相应的情报传来？”太子懵了，司徒无命究竟怎么回事？龙椅之上，皇帝带着不耐的情绪。这个时候，终于在这次朝会的末尾，萧晨看到这老鹰比司徒无命动了。不知为何，萧晨看到他总是没有好感。萧晨总觉得司徒无命这慈祥的面容下存在一张令人恐惧的脸。只见他带着微笑，缓缓走到大殿中央，朝着明景帝行了一礼：“回陛下，昨夜皇城司确有得到九殿下线报，西城区雨花巷附近有反贼作乱，臣派皇城司和禁军出马，把其一网打尽。经查，贼人来自妖神教，乃是洛州总坛网地都方向发展的分舵。妖窟一事就是臣在活着的贼人身上审出来的。与此同时，臣还问出九殿下在去太子寝殿之前却被下药，因此不排除九殿下与南宫婉同处一室，是反贼故意挑拨对立。吴四海也在皇城司那边，萧晨的事情他是知道的。而这妖窟不是审讯出来的，是司徒受到明景帝的命令故意这么说的。别搞混了！”啪！听到西城区雨花巷的瞬间，太子一软，差点倒在地上。“太子，你这是怎么了？”“儿臣无事，只是站得太久，有些眼花。”形势急转直下，一时间，现场控告萧晨的众多太子党都坐辣了，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么看来，萧晨虽然行事嚣张过分，但是竟然真的没有逾制之举。就算是有，现在看来，竟然也是情有可原，并没有非要知罪不可的道理。明景帝见现场再无人反对，只见他嘴角微微勾起，一锤定音：“既然如此，朕就做主，解除九皇子禁足。不过私自调兵不可不罚，改罚俸禄3年，如何？”一时间，萧晨听到后内心一阵惊喜，困扰他多时的禁足终于解开了。陛下圣明！朝堂之上，所有人都朝着明景帝行礼。
现场只剩下太子和萧晨两人站在原地。明景帝看着两人，不悦道：“怎么，你们兄弟两人还有意见？”听到明景帝的话中带着情绪，太子就算是再不愿意，他也只能跪地：“陛下圣明。”明景帝点点头，把目光放在萧晨身上：“你呢？”萧晨看着跪地行礼的太子萧明，内心不忿，费了这么大的力气，除了废了他手下的一个据点，一个拧南侯，太子的毛都没伤到。萧晨气不过，回父皇，儿臣领罚，但儿臣有事相求，请陛下允准。太子内心激荡，他的感觉有些不妙。只听到萧晨清亮的声音传来：“儿臣请父皇赐婚南宫婉。”什么？萧晨一句话瞬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刚把人家父亲气晕，又要陛下赐婚，这九皇子太无耻了。众人思绪纷飞。这个时候，灵狐小筑：“大事不好了！小姐，老爷他在朝堂之上被九皇子气得吐血昏迷了。”灵狐小筑，南宫婉的贴身侍女小环焦急地跑来，边跑还边说话：“什么？爹爹，她昏迷了。”这个大周第一才女瞬间愣住了，因为她又听到了那个令她害怕的名字。“你说谁？”南宫婉转身盯着她，身体无意识的前倾，想要把话听清楚。小环急急地跑到南宫婉身前，圆圆的小脸通红。只听到她急吼吼地说道：“是九皇子。小姐，小环刚刚听到的消息，今日晨起，九皇子奉诏上殿，不知道怎么竟然和老爷在乾元殿门口起了冲突。结果九皇子上来就称呼老爷为伟。”小环一下子难住了，圆圆的小脸因为跑得太急的红晕刚下去，线下竟然又升腾而起。毕竟他听到之后，仍然也感觉有些难以开口。南宫婉绝美的容颜上闪过一丝焦急神色，他不由得催促道：“九皇子，九皇子，他称呼父亲什么呀？你快说啊！”小环一咬牙：“九皇子，九皇子，他称呼老爷为岳父大人。”老爷当场被气得吐血，现在正在回府的路上。萧晨，你当真如此无耻吗？南宫婉听到小环的话，她绝美的容颜瞬间浮出一丝怒意。想起萧晨的身份，大周第一纨绔，最受宠的皇子，外公军中宿将，母妃是大周第一宠妃，舅舅还是大周军神，他只感觉一阵气苦，无力感从心中升起。他与萧晨的身份，天上与地下，无论萧晨如何对他造谣，他只能忍着，毫无办法。回府，我要去看看爹爹。想到这里，南宫婉再也忍不住了，提起裙摆朝着院外快步走去。小姐，小姐，等等我，您的身子还没有好呢，可莫要再染上风寒。朝堂之上，萧晨的声音清脆响亮，响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儿臣请求赐婚南宫婉。启禀父皇，儿臣对南宫婉一见钟情，既然他与太子哥哥的婚约解除，倒不如赐婚于儿臣。静极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九皇子萧晨和太子萧明两人身上来回徘徊。九皇子竟然请旨赐婚南宫婉，他这一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惊了。南宫婉身上背负的是什么？在场的人，那个不是人精，谁不知道？先不说南宫婉的父亲南宫仪内阁阁老，清流魁首，户部尚书的职位，为什么户部今年提出要压缩军费开支？很多人都觉得，正是因为南宫婉与太子联姻，南宫尚书站对太子，所以才给兵部出难题。兵部是谁的地盘？谁不知道？正是叶家。再说，天机老人的预言，虽说太祖与天机老人的传言已经过去了1000年，但是朝堂上知道一些秘辛的滚滚诸公，总要信上3分。若九皇子和南宫婉成了，置太子于何地啊？就算传遍天下，那也是深深的打脸。太子萧明猛然回头看向萧晨，他愣了，他没想到萧晨竟然如此无耻，不仅立了痴情人设，还当众求明景帝赐婚。启禀父皇，儿臣反对。启禀父皇，儿臣同意。启禀父皇，儿臣也同意。太子话音未落，就被两人打断。萧晨听到左手边站出来两人，正是看了一早上戏了的景王和禹王。你们看到出来落井下石的景王和禹王，太子萧明惊怒异常，却好似嗓子被卡住一样，呐呐的说不出话来。只听到大胖子禹王朝着龙椅躬身行礼，并且配上深情款款的表情：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九弟痴情之名传遍我大周帝都，儿臣听了都感动不已。臣听闻太子哥哥在事发当晚就一怒之下把南宫姑娘赶出东宫，流落街头，现在有司徒司主作证，还了九弟清白。不若以婚约补偿九弟近日受到的痛苦，也不用费心解释南宫姑娘的清白。好一个落井下石，这大周皇城里面的皇子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啊！
萧晨内心冷笑吐槽。景王、禹王这两个狗东西听了一早上，看到萧晨几乎上占尽了优势之后，才出手落井下石，就像当初在乾元殿上他们两个给太子作证，对他落井下石一样。一时间，见景王和禹王跳出来之后，景王党和禹王党也都纷纷跳出来上奏。微臣启奏，臣以为禹王殿下此言有理。陛下，臣也以为禹王殿下此言有理。你们！太子萧明惊怒异常，悲愤交加，一口鲜血喷出，气晕过去了。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来人啊，快传御医！太子殿下气晕过去了。一时间，整个乾元殿乱成一团。明景帝见状，眼神闪过一丝失望神色。今日太子的表现让他感觉失望至极，不仅气量狭小，而且毫无太子威严，竟然能被萧晨三言两语的攻击之下气得晕倒过去。明景帝不由想到那天晚上的萧晨，同样在乾元殿之中，萧晨一人面对皇嫂案的时候，同样的以一敌三，还面对着盛怒之下的自己，他的气势都丝毫不弱，无论任何事情都可以反驳。两相比较之下，今日太子竟然气晕过去了，他感觉太子太差了。今日朝会就议到这里吧，朕累了。冷冷地丢下两个字累了，明景帝起身就走，丝毫没有任何留恋。退朝！小太监尖细的声音传遍大殿。恭送陛下，父皇。萧晨站在朝堂中间行礼，紧接着他迈着胜利的八字步，昂首挺胸地从乾元殿出来。此战大胜！他不仅解除了自身的禁足，顺带打了下太子萧明的气焰，更是硬生生地把皇嫂案给翻了过来。虽然那个中年宗师还没有交代他背后的指使之人，不过事情总要一步一步做。眼下萧晨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提升实力，提防着太子出阴招。毕竟虽然事情成了，他这觊觎皇嫂的事情传出去，他大周第一纨绔的名声可就真臭了大街了。萧晨笑笑，出了乾元殿的诸多大臣远远地看着他，都绕道而走，仿佛生怕和他同框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样。殿下，老奴送您出宫吧。这个时候黄景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只见他满脸假笑地朝着萧晨行礼，只是身体更是离萧晨远远的，好似生怕别人误会一样。黄公公，你没有去伺候父皇。萧晨瞬间明白他的意思，不过他瞬间前出两步，一把抓住黄景袖袍，不让他离自己太远。殿下，您这样容易让人误会。黄景见状一阵慌张，只见他一把扯出自己袖袍，小碎步一样的朝着前面赶去。陛下吩咐咱家送您出宫，并且让咱家给你说道这春猎的事情。殿下，随着咱家走吧，这么不想和我相处啊？萧晨见状，眼眸微眯，双手环抱，站在原地不动，就这么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毕竟今日一战，他的名声算是臭了，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人感觉惊讶。但是黄景不一样，黄景作为明景帝的大伴，他的出现可是代表明景帝。他朝着外面刚走两步，却发现萧晨没跟上来，反而周围许许多多大臣的目光朝着他们两个这边看来。一瞬间黄景有些慌，连忙退回萧晨身边。哎呀，我的小祖宗，您想知道什么？您问行了吧？快走吧。您还以为您今天闯的祸不够大吗？见到黄景服软，这才对嘛。萧晨满意的笑了笑，抓起黄景朝着宫外走去，边走边说道：黄公公，父皇叫你吩咐本王做什么？一时间萧晨和黄景亲密的举动让所有下朝的官员朝着他俩看来。黄景本人被吓得冷汗直流，一个受宠皇子，一个皇帝大伴，这么亲密，真的是不要命了。现在他只想赶紧把萧晨这个瘟神送走。只见他摸了摸头顶的虚汗，笑着说道：殿下，殿下，陛下吩咐老奴送殿下出宫，然后告诉殿下，今年春猎并非一人之战，需要带队前往。萧晨一愣，他不由得想到，我这便宜老爹又在搞什么？他放开拉着黄景的手，好奇问道：带队？是。黄景整理了一下衣襟，拉着萧晨顺着墙根走，接着说道：今年春猎之地，因为是皇城司所发现的妖魔地窟，其地方凶险异常，所以陛下吩咐了，特命每一位参赛选手自带100军卒入洞窟绞杀妖魔。一来是为了保护参赛选手的安全，二来也是为了剿灭魔窟，屠杀最多者为胜。所以陛下让老奴问问殿下，您所带的属下是准备从叶家出，还是想要皇城之内的禁军？下意识的萧晨脱口而出，当然是要带浮屠。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再次愣住了。不对，他明白了自己哪个便宜老爹的用意。浮屠军他见过他们出手，大周境内第一强军没错，可这大周境内的第一强军
他的主人不是萧晨，也不是明景帝，而是叶家叶庭渊。虽然叶家是他母族所在的家族，也是他的亲族，萧晨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借助他们的势力，可这是作为皇子可以这样，作为君王不能这样。就像是他便宜父亲明景帝在朝堂之上的那样，太子和景王斗，太子和他斗，他和魏淑嫔斗兵部和户部斗，唯一的得力方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父亲明景帝。明白了。萧晨眼眸瞪大，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景，露出恍然神色。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明景帝派黄景来送他了，其意思就是提点他可以依赖叶家，但是他手下的势力不能只有叶家。殿下可是有了决断了。黄景作为老狐狸，自然早就想明白了其中关窍。他察言观色，看着萧晨面色的变化，他内心暗暗感叹九皇子的待遇之好，就算是当年的太子萧明也没有见陛下这样提点他的。萧晨听着黄景的话，如梦方醒。劳烦黄公公转告父皇，本王选择禁军。唉，黄景点了点头，应了一声。听到萧晨选择禁军的时候，他暗暗震惊于九皇子的聪慧。即使是他常年跟在陛下身边，也是有一段时间才猜到了这道旨意的深层含义。既然殿下有了决断，咱家就告辞了。明日也好，后个也行，殿下都可以到司礼监找咱家，咱家找你去挑选禁军去。多谢公公。萧晨笑了笑，朝着黄景拱了拱手。黄景立马慌忙还礼，生怕萧晨再搞些什么幺蛾子。黄公公，本王已经自证清白了，那本王何时能见母妃？快了吧，咱家到时候提一提，殿下应该很快就能见到姚妃娘娘的。说完重要的事情，萧晨和黄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然后知道不少宫中的情报。随后他离开了皇宫。刚出了皇宫之后，萧晨朝着自己所在的马车走去。一路上他都心事重重，虽然话是这么说的，但是隐隐萧晨仍然觉得他哪个便宜老子有深层算计。今天上朝，他和司徒无命两人一唱一和，演的那叫一个周密。但萧晨还是看出来了。晨儿，晨儿，你过来。远远的只听到他身后马车上传来一句叫声。萧晨一转身，只见陆夫人坐在一辆由4匹体格健壮的骏马拉着的巨大马车上，这马车两边有金银涂层，连车窗的帘子都是用明黄的缎子制成的，奢华无比。而他见到萧晨笑了笑，提着饭盒朝着他招了招手。陆姨，您怎么来了？萧晨惊喜了，只见他转身朝着陆夫人所在的马车走去。离近了才发现，陆夫人穿着貂裘大氅，头发盘成云鬓，样貌绝美。只是因为寡居多年的原因，头上并没有戴很多配饰。不过萧晨看来却有出水芙蓉的美感。他坐在马车车厢之内，玉手撩开车帘，幽怨地看着萧晨说道：你这孩子，昨夜搞那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你要是说个3长2短，我该如何给你母妃交代？看着他幽怨的模样，萧晨感觉一阵头皮发麻。这个时候，一股粉色情欲之气从他身上冒出，钻入萧晨体内。萧晨连忙求饶，谁知道陆夫人冷哼一声，面如寒霜：晨儿，你闯大祸了，你知道吗？南宫婉有可能因你而死。皇宫御花园中，砰砰砰，一处假山遮蔽的演武场中，有2道身影交错对练起来，两人速度都不慢，虽然没有动用真气，一道道破空声都让人感觉心惊肉跳。离近了观看的话，只见一阴阳道袍老者只是防守，从不进攻，而另外一个身穿明黄劲装的老者一味进攻，却从不防守。不一会儿，那个身穿阴阳道袍的精瘦老者就败下阵来。陛下神功，老臣输得心服口服。司徒无命微笑行礼说道。明景帝哼哼一笑，显然心情不错。只见他把手中竹刀扔给身后的太监，瞥了老者一眼说道：师兄，你退步了。当年咱们2人在黄祠学艺的时候，我这一手基础刀法可是您教的呢。司徒无命同样眼神一闪，带着些许缅怀神色。是呀，臣当年记得陛下7岁上山习武，言称继承太祖之志，扫清天下之积弊，澄清寰宇。当时臣不过14岁，陛下当年之英姿，当时臣想到也心生敬仰之情，立志帮助陛下扫清寰宇，重整这神武山河。明景帝笑了笑，显然对于司徒无命的马屁很受用。只见他抓起湿毛巾擦了擦脸，和司徒无命朝着御花园中走去。今日之早朝，你怎么看？司徒无命眼光闪了闪，问道。不知道陛下问什么？老狐狸。明景帝见司徒无命装傻，暗骂司徒无命老狐狸，于是他只能点破道：小九今日引动我皇朝龙气，你看到了。
老鹰抵回答：“回陛下，臣知道。不出意外的话，可是九殿下觉醒了极品蛟龙骨。”“是呀，是呀。”明景帝瞥了他一眼，悠然道：“当年朕7岁突破断骨，入蛟龙祠传承蛟龙图，得极品蛟龙骨，发现了太祖那幅画，这才知道1000年前太祖就已突破15境，站在这神武天下的巅峰之上。而且除去这神武天下，万妖天下所修之妖法，乌蛮天下所修之巫法，竟然比之我神武天下分毫不弱，甚至尤胜之。当年大周出力，百废待兴，1000年大劫又至，以一国之力对战2座天下，必定死伤惨重。太祖以肉身镇压神武天下气运，强行封闭3座天下的连接通道，结束1000年大劫。这等才情，朕心往之。从此朕就立誓，此生只为扫清寰宇，让我大周横跨3座天下。”说着话，明景帝的眼神逐渐明亮。所有人都知道皇族的蛟龙炼身法所觉醒的极品蛟龙骨很强，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明景帝当年觉醒的也是极品蛟龙骨，而且如今他的境界没有人知道，就连司徒无命也在微微摇头，暗暗叹息1000年前太祖之强。只见他仍然装傻。陛下的意思是？明景帝叹息一声，回过神来：“师兄啊，1000年大劫将至，朕虽说计划多年，但并不能万无一失。若是万一计划有误，小九他可能是我大周唯一的希望。”明景帝话音未落，司徒无命终于抬起头来，笑着说道：“陛下错了，不如陛下与臣打一个赌。”明景帝哦了一声，他苍老的脸上也来了兴致。只见他眯了眯眼睛说道：“赌什么？”司徒无命回复道：“就赌九殿下会不会按照陛下的想法去做。”启奏陛下，黄公公回来了。尖细的小太监的声音传来，明景帝得意一笑，让他过来。随后朝着廊桥假山外面走去，边走还边说话道：“朕答应了，朕的儿子，朕懂。师兄，你输定了。”看着明景帝负手，自信地朝着外面走去。罕见的，司徒无命也露出一丝真正的笑容，喃喃道：“陛下呀，陛下，九皇子和您是最像的那个呀，他怎么可能接受别人安排的人生呢？”凉亭内，明景帝身穿黄色劲装，大马金刀地坐在石凳之上，端起茶杯瞥了一眼黄景道：“说吧。”只见黄景微微躬身：“回陛下，奴婢把您交代的事情告诉九殿下了。果不其然，和主子您想的一样，九殿下选择了宫内禁军。”黄景说着话，自然地接过明景帝喝了一口的茶杯，并且诉说着送萧晨出宫的经历。一边说，他还一边把功劳全都归给明景帝。什么主子爷英明，主子神算，让原本和司徒无命打赌的明景帝笑得越发开心。“师兄，你输了。”“朕说了，朕的儿子，朕懂。”明景帝哈哈一笑，起身换起长服来，边换长服边揶揄司徒无命道：“那阴阳道袍的老头也不气恼，悠悠说道：‘陛下，臣跟陛下赌的不是这件事。眼下九殿下被陆夫人带去了南宫尚书府外，臣与陛下赌的是，当殿下看到南宫姑娘跪在府门外，他会如何做？他会不会冲进去把南宫尚书暴揍一顿？”听到司徒无命的话，明景德愣了愣，说道：“你是说装病的那个老东西？”司徒无命点点头，微笑说道：“陛下还赌吗？”明景帝面无表情：“赌。”他转过身去，朝着勤政殿走去。“朕说了，朕的儿子，朕知道。”他知道殴打一部尚书的罪责轻重。时间回到5分钟前，就在明景帝和司徒无命聊天的时候，萧晨同样在和陆夫人聊天：“你要是出个3长2短，我该如何给你母妃交代？”看着他幽怨的模样，萧晨感觉一阵头皮发麻。他也没想到陆夫人竟然能大早上出现在皇城门口，看他说的话，好似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一样。“陆姨，您怎么来了？”萧晨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讨好似的说道：“这个时间，您不应该在府中休息吗？”陆夫人板着小脸，眼眸直勾勾地盯着萧晨：“我怎么来了？你也不看看你干的好事。若不是有我陆家的情报网给我传递消息，你还想瞒着我多久？想我与你母妃也是结义姐妹，我也是看着你长大，你竟然私自调兵行险，你若出个3长2短，我怎么办？我如何给你母妃交代？”说着说着，陆夫人就眼圈微红，声音之中也带着哭腔：“停停停！”萧晨瞬间头皮发麻，他连忙举手认错：“陆姨，我错了。”对于陆夫人的1哭2闹3找萧晨母妃的手段，萧晨是知道的，而且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才瞒着陆红鸾。毕竟昨夜之事，越少的人知道越好。只不过他也有些忘了，陆家虽然不比叶家那样在军中的势力强盛，但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在的。萧晨昨日调兵，那么大的行动，怎么可能瞒得住他？
与其这样，他还不如直接认错。果不其然，萧晨做出道歉状之后，陆夫人表情微微缓和。你呀？只见他用玉手点了一下萧晨的脑袋，半嗔怪半宠溺道：快上马车来，所有事情不得隐瞒，一定要事无巨细的跟我说清楚，知道吗？唉，萧晨嘿嘿一笑，答应一声，但他的内心微微一喜，过关。随后他轻轻一跃，跳上马车，马夫帮他撩开这明黄缎子做成的车帘之后，就钻上了这奢华马车之中。刚上了马车，萧晨就吃上了陆夫人带来的食物。这一路上，他边吃边说，总算是把事情跟陆夫人说清楚了。此刻，只见陆夫人微张着红唇小嘴，双眸紧紧地盯着萧晨，那模样煞是可爱。他也没想到，萧晨竟然一天时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其中还在乾元殿动手。一时间，陆夫人都愣住了。一时间，萧晨的形象和他心中的某人重合了。陆姨，您怎么了？一道粉色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钻来。萧晨内心开心，看着陆夫人问道。陆夫人瞬间低头，隐藏起浮现水雾的双眸。只见她捏着一颗龙眼，正在仔细剥开，递给萧晨，心疼道：你府内的下人怎么伺候的？主子吃没吃饱都不知道。回头我派人去你府内整治整治去。萧晨张大嘴巴，陆夫人抬手，一股甜蜜的感觉直冲味蕾。他只是嚼了嚼，随后把盒吐在陆夫人手中。哎呀，陆姨，不用的，我府中的下人还算用心。今早不是因为上朝吗？我也没有胃口。陆夫人白了萧晨一眼，嗔怪道：你这莽撞劲儿也不知道学的谁，单单听是你诉说，我都心惊肉跳的。就这样，你也敢在乾元殿动手？说是责怪，但萧晨更多的听出来心疼。说着话，只见他拍了拍玉手，把双手腾出来，就朝着萧晨身上摸了摸。你这孩子哪里受伤了吗？让我看看，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份，竟然和黄承思、禁军他们去捉拿反贼，出了事情怎么办？我和你母妃的下半生要指望着谁过才好？一道道的粉色气团钻入萧晨体内，萧晨痛并快乐着。眼下他正是缺少情欲之气的时候，刚刚突破断骨三重，萧晨再突破，正愁没有地方获取情欲之气呢。陆夫人就送上了门，没办法，萧晨只能躺在软榻上，任由陆夫人检查萧晨身上的伤口，直到他再三确认萧晨真的没有受伤，陆夫人才移开臀儿，离萧晨远远的，痛并快乐着。这一过程，萧晨也是痛并快乐着，好似马车里面的炭盆烧得太大，萧晨感觉浑身燥热。他不过掀开窗帘，朝着外面看去，才发现这马车根本不是回王府的路。陆姨，咱们这是去哪啊？萧晨愣了愣，吸了两口冷气，回到车厢问道。陆夫人脸色也是微微泛着红光，美眸白了萧晨一眼道：你可知道你今天得罪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因为你会受到惩罚，甚至南宫婉都会因你而死。萧晨愣了愣，他对陆夫人突然说的这些话有些摸不着头脑。陆夫人搭着披肩转过身去，看向窗外，幽怨说道：小晨，我知道你获得七绝骨，刚刚可以修炼，内心紧迫之下不惜以身犯险来证明清白，可你要知道，你的命我的命有时候都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停车。萧晨看向陆夫人，只听他吩咐一声，吱呀吱呀，这宽大奢华的马车在转入东市大街停了下来。萧晨听到外面嘈杂的声音，让他再次掀开窗帘查看。只见远处的一座奢华气派府邸面前，围着许许多多身穿粗布的百姓。不要脸，都偷男人了还敢回家？你听说了吗？南宫尚书被气晕在皇宫之中了。九皇子，就是他和九皇子偷情被赶出家门的吗？呸！什么大周第一才女？萧晨听到周围的议论，他的内心翻江倒海起来。隐隐的，他有些猜测，不会是他吧？去，把他们轰散开。这个时候，陆夫人再次吩咐。是。萧晨听到马车外面回了一声是。让开，让开，都散了吧，全部散开。紧接着，萧晨看到身后跟着的陆家府兵瞬间呼啸而出，把眼前成堆的人群驱散，露出两个跪在青石板路上的两名白衣女子。为首的那名白衣女子一身素衣，瓜子脸，皮肤白皙如玉，青丝自然披散下来，如仙女一般。虽然素脸朝天，脸上不施一点粉黛，那样貌绝美。初春的早上，跪在这冰冷的石板路上，萧晨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人正是大周第一才女南宫婉。只是多日未见，确实清减不少。陆姨，这是怎么回事？萧晨有些愣住了，他焦急地看向陆夫人，问道。说着话，他就想跳下马车帮助南宫婉。毕竟南宫婉是他来到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虽然他的灾难不是萧晨害的，却是因他而起。
晨儿，别动！他刚有动作，却被陆夫人一把拦了下来。萧晨转头看向陆夫人，想要询问她为什么。晨儿，你要知道，他今日所受之罪，虽然不是你造成的，却是因你而起。陆仪今日为何领你到此？你要记得，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有我的，有你母妃，有叶家，甚至有他。他今日之因果，皆是你害的。虽然你没有害人之心，但你是大周九皇子，自从你走上夺嫡的这条路开始，和你接触的任何人都会处在这种危险之中。若今日你下去帮了他，今日之后，他便彻底自绝于南宫世家，自绝于这大周帝都之中，而且从此真正处在危险之中。陆夫人的话让萧晨一愣，刹那间呆坐了下来。一时间，早朝之前，南宫仪和他对骂的场景在脑海闪过。萧晨有些恍然道：“陆仪，您的意思，今日南宫婉在这里跪地求饶，是南宫尚书早就设计好的计，包括今早南宫仪与我对骂，吐血昏迷，都是南宫仪设计好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或者说，南宫仪因为不想在乾元殿提交削减军费预案得罪我，才故意摆了这么一个龙门阵，告诉全天下，南宫家不涉及党争，九皇子亦或者太子，他谁也不想沾边。”说到这里，萧晨有些愤怒了。他萧晨虽然无耻，但还不想连累一个女人为他送死，更何况的是南宫婉。此刻，南宫尚书府内堂，南宫仪身穿深褐色宽袖长袍，端坐在内堂书桌之前，手持一部书籍，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只见他面色红润，儒雅随和，眼角都带着些许岁月留下的沧桑，丝毫不见早朝时候和萧晨撕破脸的那种狰狞之感。南宫仪执掌户部多年，又被誉为清流魁首，从一个一无是处的读书人，20年风风雨雨登内阁拜宰辅，靠的就是超过常人的政治嗅觉和超乎常人的判断力。老爷，小姐她还在门外跪着。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粉色宫裙的侍女进来，朝着南宫仪行礼道：“这个逆女。”南宫仪听到侍女的话，放下手中的书卷，眼神闪过一丝不忍，但转瞬又变得坚定，吩咐下去：“我南宫府中，任何人不得去帮她开门，让她入府。这逆女不是我南宫府之人。”侍女一愣，随即躬身行礼说：“是。”然后退出了内堂之中。小少爷，老爷身体抱恙，您还是不要打扰了。侍女刚出去，南宫仪就听到门口的推搡声，紧接着一个长相和南宫婉有3-4分相似度的年轻男子直接推门冲了进来，质问道：“爹，您为什么不让姐姐回府？她可是最担心您的那个人呀。”南宫尚刚冲进内堂，眼前的景象让他露出惊骇的表情。他父亲南宫仪不仅没有像外面传的被九皇子气得吐血昏迷，甚至神采奕奕地坐在书桌前面看书。慌什么？南宫仪瞥了一眼眼前的小儿子，面带薄怒道：“你这样子哪里像是我南宫仪的儿子？”南宫尚愣了愣，这才意识到自己和外面所有人一样都被他父亲骗了。他瞪大眼睛，之前的气焰完全消失。“爹，您的身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南宫仪抬手去拿茶盏，口中却没有回答南宫尚的话，而是朝着他身后的侍女吩咐道：“都下去吧。”是。随着门口侍女的消失，整个内堂之中剩下南宫仪和南宫尚父子2人。只见他微微抬头看着南宫尚，略微沉吟，悠悠说道：“尚儿，有些事情确实该告诉你了。尚儿，你说说咱们南宫家如何才能在这满是权贵的大周地都立足？靠的是什么？”南宫尚被他父亲这一问，突然有些懵，呐呐的说不出话来。南宫仪不看他，自顾自说道：“靠的是一个字忠，对陛下的忠诚。陛下让我南宫家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陛下让我全力支持南境御邀，我就要把户部每年税收的1/3用作军费御邀。陛下赐婚我南宫家，让南宫婉和太子成婚，那南宫婉就需要和太子成婚。所以我南宫仪执掌户部10年之久，陛下放下，靠的就是一个忠字。”南宫仪说到现在，自得的笑了笑。南宫尚听到现在，反问：“那和姐姐有什么关系？她是无辜。”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南宫仪打断道：“她不无辜，皇子之争可是那么好参与的，他是九皇子和太子作对的筹码。九皇子势头汹汹，太子势力稳固，两方是力势同水火。我南宫家若是被南宫婉拖入二皇子争斗之中，早晚成为众矢之的。你以为今早我为何要故意激怒九皇子，装病不上朝？是因为削减军费预算不能由我去提，那样会得罪九皇子。届时陛下信任不在，我得罪九皇子，又得罪了太子，到时候我会死，我们全家都会死。南宫尚，你记住，今日我不是在害你姐姐，而是在救她，救我们南宫一族，你懂吗？”最后一句，南宫仪的声音拔高，劈头盖脸的训得南宫尚面色惨白。
这是他第一次在他父亲身上感受到暴怒的情绪。门外，豪华马车之中，萧晨看着跪在青石板路上的南宫婉，他同样也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想明白了陆夫人带他来这里的用意。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陆夫人就是想让他以后做事之前要三思，不仅他会有危险，甚至很多人也会因为萧晨的一个想法而送命。眼前的南宫婉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从始至终萧晨都没有害南宫婉的心思，但就是因为他和太子的争斗，无形之中伤害到了南宫婉，才导致他今日的下场。陆夫人见萧晨沉默了，她的表情露出几分心疼来。只见他的臀儿贴着软榻坐在了萧晨的身边，将他的手握住，不停地揉来揉去，心疼道：晨儿，你也不要怪陆仪心狠，皇家之事不比民间，你本就身怀七绝骨，比其他人的时间要少，早日练骨突破先天武者，才有自保实力。若再接触南宫婉，只会害了他。萧晨内心暖暖的，因为陆夫人坐在他的身边，一股一股的情欲之气朝着他体内钻去。他的体内七绝骨嘶鸣，不断地吞吐着这些情欲之气，引导着黄金心脏朝着他的胳膊淬炼起来。1块2块3块，不一会儿，手臂上引动的一道道热流，再让萧晨多了几块极品蛟龙骨。感受到再次变强，萧晨笑容明朗。陆仪，您的话我理解，不过我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若今日我不出现，任由南宫婉跪下去，我的内心会不安的。开玩笑。南宫婉身上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可以吸收情欲之气的美女。眼下除了洛薇和陆红鸾，萧晨还没有见过谁身上的情欲之气比他更多，再加上萧晨原本和他的羁绊，萧晨都不敢想此刻能从他身上获得多少情欲之气。此刻因为南宫仪的记恨，萧晨就退缩了。你把他当成什么人了？陆夫人看着眼眸逐渐放光的萧晨，她不由自主地咬了咬下唇，双眸再次闪过若有若无的幽怨。这么说我是管不着你了。萧晨眨了眨眼睛，连忙扶着陆夫人的胳膊，把披肩盖在她身上，撒娇道：当然不是了，陆仪的教导我时刻记得清楚，做事三思吗？我记得。说着话，萧晨猛地一跃，跳下马车。一时间初春的寒风灌入他的身体之中，让他打了个冷战。很难想象这样的寒冷天气，穿着素衣在这大街上跪了2-3个时辰是什么感觉。但是南宫仪这事情干得不地道，本王不爽。陆仪，您先回去，等我做完这件事情再给您赔罪。说着话，萧晨爆发气血，朝着南宫尚书府门口跑去。小姐，咱们回去吧，这大冷天的，您都跪了2-3个时辰了，再等下去您的身子骨太弱了，会扛不住的。远远的就听到南宫婉身后的圆脸小姑娘劝说道：小环，别说了，今天爹爹他若是不见我的话，我是不会走的，哪怕是跪死在这里。南宫婉面无血色，但清丽的眸子仍然倔强异常。南宫姑娘，好久不见啊。她的话音刚落，她的耳边响起最让她感到讨厌的声音：是你。南宫婉微微抬头，露出雪白的玉颈。萧晨他那俊逸的面容落在他的眼眸之中，一瞬间各种情绪交织在他的心头，急火攻心之下，他竟然喷出一口鲜血，晕了过去。与此同时，如云一般的情欲之气从他的身上飘出，朝着萧晨体内钻来。七绝骨一声嘶鸣，巨大的情欲之气钻入萧晨的体内，被七绝骨吸收。一瞬间，黄金心脏像是受到某种刺激一样，开始激发海量的清凉之气，朝着萧晨的四肢扩散而去。小姐，小姐！小环露出焦急神色，想要接着软倒在地的南宫婉。谁知道一瞬间，她那柔弱无骨的娇躯被萧晨抱在怀中。萧晨把她抱起瞬间，内心大喜过望。他知道南宫婉会提供情欲之气，他也没想到会提供这么多。萧晨感觉他的四肢都充满清凉之气，断骨，手脚之上的骨头一起淬炼。萧晨笑笑，随后他抱起昏迷的南宫婉，朝着南宫尚书府门口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一脚踹出，轰隆一声，气血爆发之下，南宫家的大门被他踹得四分五裂。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一脚踹出，轰隆一声，气血爆发之下，南宫家的大门被他踹得四分五裂。萧晨本人都愣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气血爆发之下，他的力气竟然如此巨大。小环跪在原地，他瞪大眼睛，嫣红小嘴都震惊得微微张大。他也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还能看到九皇子。九殿下。萧晨听到声音笑了笑说道：怎么，你们小姐不是想要进入南宫府中吗？还不跟上？他单手抱起南宫婉，让她的娇躯贴在自己的身上，浓密青丝于后腰披散下来，
感受到一股古琴玉之气疯狂在他体内钻去。萧晨朝着南宫府中大踏步走去。哎，小环呆呆地叫了一声，跟上萧晨的脚步，朝着院内走去。谁人敢闯南宫府？你是谁？竟敢擅闯南宫尚书府，把他给我抓起来！萧晨正享受这感觉的时候，萧晨踹门的巨大响声惊动了南宫尚书府中之人。下一刻，萧晨看到一群凶恶家奴穿着灰布麻衣，拿着刀枪哨棒之类的武器朝着萧晨冲来。滚开！萧晨看也不看，气血爆发，体内龙吟声音爆发，几拳几脚下就处理了这群断骨劲都没有的家奴。萧晨大喜过望，这种强大的力量感他都感觉比之龙气共振的时候都不遑多让。你家大人呢？萧晨随手提起一名家奴，一道毒气蔓延入他的体内，痛得撕心裂肺。后院内堂之中，萧晨笑笑，随手把他丢下，继续沿着古朴连廊朝着后院走去。他边走边觉得不对劲，今日的七绝骨竟然如此配合。萧晨内视一看，这才发现在他体内，七绝骨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黑黢黢的身体不断膨胀，好似化作了一个黑球一样。进化！萧晨愣了，冥冥之中他听到黑球嘶鸣一声，喷出墨绿色的云雾，随后云雾和萧晨的身体融合起来。这是新的能力。萧晨愣了，云雾融合瞬间，他的脑海闪过一道道记忆画面。莫名的，在这云雾入体之后，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举一动都具有魅力，只要他愿意，任何生物都能感受到魅惑到他的东西。萧晨手一挥动，一片碧绿云雾就从他身体周围散发出去。此刻他体内的黄金心脏仿佛遇到危机一样疯狂的跳动，导致一团一团的清凉之气在他体内炸开。这种清凉之气不断的包裹黑球，生怕他冲出丹田一样，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朝着萧晨的四肢流淌。轰隆，断骨四重！萧晨一喜，黄金心脏和七绝骨内卷之下，他的武道修为也再次突破一个等级。嫡媳，嫡媳！可能是萧晨的动静太大，也可能是外面有人报信。屋顶之上闪过数个残影，随后有4、5个人出现在萧晨面前，直接朝他攻来。你是何人？为何擅闯我南宫尚书府？因为萧晨身上穿着明黄蟒袍，几个南宫家的门客还是有些眼色，他们不敢直接动手，害怕真的伤到萧晨。真气，宁元镜，哦不，先天境的高手。萧晨眼眸一眯，看着眼前出现的几人，眼神跃跃欲试。他想试一试获得的新能力能不能对这几个先天境的武者起作用。住手！这是九皇子殿下，你们想死吗？竟敢对九殿下出手！小环心急之下呵斥一声，直接挡在了萧晨前面。皇子！几个侍卫听到小环的话，瞬间露出骇然神色，急急地停下攻势，停在距离萧晨不到2米的距离。机会！萧晨眼眸一亮，紧接着他袖袍一挥，一片墨绿色的光芒朝着这几个先天境的武者飘去。下一刻，被光点包裹的几人瞬间呆愣在原地，双眼失去焦点。小红、小绿，我爱你！翠花，我要占有你！一时间，这些侍卫纷纷朝着身后倒去，他们的双眸都变成了桃花形状，眼神里面满是对交配的渴望和疯狂。还不错，萧晨大喜过望，他也没想到七绝骨的王骨形态还没有进化完成，就已经可以对先天境武者起到作用。这是……小环看到眼前这不堪入目的一幕，他震惊了。他只看到萧晨随便一甩袖袍，几个先天境的护院武者都失去战斗力。九皇子，他竟然是先天境！一时间，眼前的萧晨在他眼中变得神秘起来。何人在我府中闹事？萧晨刚想继续朝着后院走去，只听到一声苍老的骂声，紧接着穿着宽袍大袖、精神矍铄的南宫仪自己出现在他的面前。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约莫16、17岁的少年，他的长相清秀稚嫩，甚至和南宫婉有几分相似。姐姐！南宫尚看到萧晨，然后又看到萧晨怀里的南宫婉，他一愣神，就大喊道：九皇子，怎么是你？婉儿，你妈！南宫仪看到萧晨出现的那一刻也是一惊，随后在南宫尚的提醒下，看到萧晨怀里的南宫婉，他的表情慢慢变得愠怒起来。原本他是想通过南宫婉跪地向整个帝都传递一个信号，他南宫家不参与党争，无论九皇子萧晨还是太子萧明，他都不想沾边。可眼下萧晨带着南宫婉怒闯上书府，他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南宫尚书，看来你的精神很好吗？神色红润，精神矍铄。萧晨面露嘲讽，笑着说道。萧晨出现在南宫府，他出现的瞬间，
南宫仪装病的消息就会流传在各大势力的情报桌子上。也就是说，南宫仪的打算就此破产。一瞬间，青流魁首再也没有出现的儒雅。只见他面带愠怒神色，看着萧晨威胁道：“萧晨，我南宫家与你并无仇怨，你为何处处与我南宫家作对？你可知我南宫仪掌握户部10年，有青流魁首之名，门生故吏遍布整个大州。你确定要与我南宫家结怨？届时户部、兵部2大部门联合，你想过，若是本阁提交军费削减预算，南境又会如何？你萧晨又能有什么依靠？”萧晨听到他的威胁，只是笑笑。尚书大人的威胁，本王知道了。不过，本王也可以告诉你，为了南宫婉，本王还真不在乎。说着话，只见他朝着南宫仪走去。南宫仪眼神闪过一丝紧张。九殿下，你要做什么？你知道殴打一部尚书的罪名是什么吗？眼见萧晨步步紧逼，南宫仪更加紧张了。只听他怒喝道：“萧晨，你可想清楚了？打了我，从今日开始，南宫家与你是同水火，与你不死不休。”谁知道就在萧晨接触他一瞬间，把南宫婉朝着他怀中一塞。南宫仪愣了，他没想到萧晨这是干什么？打入南宫家，就为了把南宫婉塞入他的怀里。谁料想萧晨身形一闪，抓向他身后的南宫上。随后他双指一并，七绝骨一声嘶鸣，一道道黑色毒气朝着南宫上体内钻去。只是瞬间，南宫上惨叫一声，瞬间倒地不起，脖颈之中一道道黑色毒素蔓延入血管之内。南宫仪肝胆俱裂。煞儿，萧晨，你究竟要做什么？萧晨嘿嘿一笑，无耻说道：“南宫尚书，本王可没有那么傻。殴打一部尚书，言官御史不弹劾本王。现在，本王要告诉你，南宫婉就是本王罩着的。若你再用你那权谋的算计对他出手，你的儿子会给你一起陪葬。”萧晨来之前，他就想好了对策，要么因为南宫婉彻底交恶南宫仪，要么只是得罪。相比交恶南宫仪，他觉得南宫仪确实是个人物，不仅能从蛛丝马迹中洞悉朝堂风云，就是清流魁首这个身份确实不易得罪死。再加上七绝骨因为吸收了太多尸毒，混毒能力大增，倒不如先威胁他接纳南宫婉再说。至于以后，只要萧晨突破武道宗师，或者七绝骨突破骨灵序列，南宫仪的威胁就会不攻自破。毕竟实力才是维护权力的根本。尚书大人可以整个大州地都去寻找御医，但凡有能借我此毒者，本王认输。说完，萧晨转身朝着门外走去，只留下目瞪口呆的南宫仪和尚书府中的满地狼藉。皇宫，皇城司之中，一个普通的进士之内，司徒无命收到皇城卫传递过来的讯息，他的嘴角微微勾起。陛下，您还是输了。九皇子实在是太像您了，就是这手段太无耻了。说完话，他的双眸再次微微闭起，半开半合下，一缕金光在他周身萦绕。洛威，你去一趟九皇子府，那件事情也该让九皇子知道了。司徒无命传递信息之后，他的双眸彻底闭起，整个修炼进士之中再次陷入一片死寂，只留下明景帝在勤政殿看着神武卫传来的情报，沉默良久，他才喊了一声逆子。而从尚书府出来，萧晨再次登上马车，朝着皇子府而去，坑了太子一把，他的七绝骨又濒临突破。萧晨当然要低调2天，他每日除了让叶安都探听消息，就是观察沉睡的七绝骨。萧晨十分期待七绝骨突破之后的战力，要知道刚刚突破边缘的七绝骨就能硬抗先天高手，突破之后战力又是怎么样？萧晨十分期待。皇宫长信殿，一个身穿宽袖凤袍的雍容贵妇站在大殿内走来走去，暗红裙摆散开，如同孔雀开屏一般，有种说不出的贵气感。在她身前，一个身穿明黄蟒袍的男子躺在软榻之上，双眸紧闭。在他身前10几个太医正在不停地忙碌着，一味为名贵药材熬成的汤药被送入男子口中，忙碌了不知道多久，这长信殿内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可，嗨，本宫这是在哪里啊？萧晨在哪？本宫可嗨与他势不两立。可嗨，男子刚刚醒来，连声的咳嗽声把贵妇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回皇后娘娘，太子殿下醒了，臣就告退了。太子殿下并无大碍，只是一时气急，邪气上深迷了心智，昏过去了而已，只要费心静养就无大碍。大殿之内，年老太医朝着贵妇行礼，贵妇温柔一笑，微微抬手，行事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多谢徐太医了，来人送徐太医出去。看赏。说着话，
长信殿的大门打开，进来2个穿着粉色宫裙的侍女徐太医请。听到看赏，这年老太一面带喜色，躬身一拜，多谢皇后娘娘赏赐。说着话，抓身便跟着2个宫女下去。吱呀，长信殿的大门慢慢关上，整个殿内只剩下贵妇与男子2人。这贵妇正是大周的皇后，而躺在软榻之上的男子正是太子萧明。乾元殿朝会之后，太子吐血昏迷，众人乱作一团，还是明景帝的吩咐，直接把太子萧明送到了生母皇后这里，并且派太监把朝堂之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知皇后。那意思不言而喻，你生的儿子自己教。眼见徐太医走后，皇后白皙脸颊之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只见她轻移莲步，慢慢走到软榻旁边，冷冷地看着自己这个儿子。太子萧明面色微白，此刻他还没从朝堂之上那屈辱的感觉里面走出来，满脑子都是萧晨杀了他，杀了他，萧晨该死，朝堂之上他怎么敢如此辱我，他该死，杀了他，杀了他。朝堂之上，萧晨请求赐婚南宫婉，这样大的屈辱，太子萧明从小就没有遭受过，更何况还有景王和禹王2人的帮腔。若是真的成了，那他这个太子不成了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了吗？一时间，太子萧明竟然有种全天下都是敌人的感觉。糊涂东西！皇后见他这个样子，气得胸膛不停起伏，她忍不住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啪的一声，清脆响亮。母后，您怎么在这里？这里是长信殿。太子萧明愣了一下，抬眼看去，见到的就是皇后满脸怒火地看着他。一瞬间，太子顾不得什么，连忙滚下软榻，跪倒在地。儿臣萧明见过母后，母后万安。见太子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皇后才略微收敛怒意，面色复杂说道：明儿，你看看你这个样子，还有个太子的样子。你身为一国储君，言必称诛杀萧晨，你可知刚刚那句话传到你父皇耳中？太子感受到皇后身上滔天怒意，委屈巴巴说道：母后，萧晨他如此无耻，竟在乾元殿中求娶南宫婉。皇后打断他的话：你是太子，身为一国储君，如何不能忍？不过逞些许口舌之力罢了，你又怕些什么？他不顾天下人的看法，此事不好，一个无耻皇子如何能成为我大周天子？说着话，皇后再次嗤笑一声。今天下午，萧晨为了南宫婉强闯南宫尚书府，他痴情之名早已经名传帝都。你可记得南宫婉身上带着什么预言？作为太子，做事当顺势而为，手握平衡之术。一个萧晨而已，你只要把南宫婉和萧晨的事情散播出去，一个纨绔罢了，用得着你亲自动手？你现在要在的，好好笼络周旋兵，掌控兵部自用，有兵部在手，拿捏叶家。萧晨手中无势力可用，你看他如何嚣张？一时间听到皇后的话，太子萧明一愣，他面色通红，瞬间激动起来。他忘了，妖神教之人可是对大周皇族觊觎良久，若是稍微推波助澜，不仅景王、禹王和萧晨之联盟瞬间解除说不定，他们还会自相残杀起来。母后，儿臣懂了。太子萧明抬头看着自己母后，面容再无怒意。儿臣这就去派人去做。周旋兵对儿臣还算恭敬，不过儿臣有的是办法拿捏他。不过在此之前，儿臣要去做一件事。说着话，他想到了什么，嘴角微微勾起，笑了起来。九皇子府内侍终于突破了。断骨七重，萧晨斜躺在躺椅上，双眸微微闭起，面容慵懒。在他面前放着一个和田玉制成的雕龙玉盒，嘶嘶，玉盒之中不时有凶厉鸣叫声传了出来，好像确实变大了一些。萧晨也不看，只是双眸微闭，心神早已经沉入下身之中。因为下午他见到南宫婉一面，海量的情欲之气加深，他体内的七绝骨开始第一次的进化。一下午的时候，这七绝骨除了变成黑色肉球，然后释放出一些墨绿色的气体改造萧晨的肉身，其他的毫无变化。倒是他体内如同潮水一样释放的清凉之气，一下午的时间让萧晨断骨四肢修为已经突破了断骨七重，现在就剩下脖子以上的部分没有淬炼，只要淬炼完成，他就得到浑身极品蛟龙骨，战力大增。但他现在完全不关心，只关心刚刚淬炼完整的身体，身体素质的提升也是关他下半生的幸福。要知道，前身身为大周第一纨绔，声色犬马，夜夜笙歌，早就掏空了身子。他穿越过来，怎么不为自己下半生考虑？总不能还跟前身一样。所以刚刚突破断骨七重，萧晨第一时间就关注自身。黑夜之中，萧晨正在自我欣赏，突然
一阵破空声音传入他的耳朵。谁？萧晨刚有警觉，突然一道女生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九皇子，你要老婆不要？萧晨猛然起身，看到一身黑袍背着银枪的洛威出现在他的面前，说道：要不我送你一个老婆吧？萧晨愣了，他第一次听到把送老婆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的。九皇子，你要老婆不要？一道声音传入萧晨耳朵之中，让他感觉一阵熟悉。萧晨猛然坐起，一瞬间他眼前出现一个身背银枪一身黑袍的人影。洛指挥使，你为何会来本王府中？萧晨愣了，眼前人无论是说话方式还是装扮，兵器都很像皇城司的赤金指挥使洛威。我跳上来的呀。洛威的声音传来，随后脱去黑袍出现萧晨眼前。哎，九皇子，你要老婆不要？萧晨想歪了，虽然这姑娘十分呆萌，有时候还十分耿直，但大小也算个美女。于是他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一下洛威，反问道：洛威姑娘，你问本王要不要王妃是何意思？难道说洛姑娘愿意？洛威不说话，美眸下落，看向萧晨下半身，也不说话，用白嫩的小手比划下。九皇子，你真的不就是想要老婆吗？一瞬间萧晨明白了过来，这姑娘恐怕是看到萧晨刚刚自己躺在躺椅上的动作误会了，因此才问他这句话。这么耿直是他能办出来的事情。萧晨瞬间有些哭笑不得，这姑娘也不知道哪里出来的极品，这样的虎狼之词竟然也可以随口说出来，而且一点都不觉得尴尬。萧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突然他灵机一动，七绝骨突破王骨序列，他刚好不知道这魅惑的极限在哪里，这洛威宗师境修为刚刚好。想到这里，只见萧晨一挥手朝着洛威施展了魅惑技能，只见七绝骨嘶鸣一声，墨绿色的气团朝着他包裹而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没有什么感觉？萧晨愣了愣，环绕一圈看着他，他原本想要测试下七绝骨突破王骨之后的变化，看看能否对宗师境高手起到效果，可洛威原地不动，用一脸茫然的表情看着他说道：感觉？什么感觉？一瞬间萧晨的挫败感油然而生，他也没想到宗师境武者和先天境武者差距有这么大，这南宫家的几个先天境武者一点都抗不下的墨绿气团，竟然对宗师境巅峰的洛威没有一点用。只见他转身躺下，冷冷地说道：洛指挥使，你来找本王有何事情？洛威哦了一声，这才说起了正事。只见他眼睛一亮，看向萧晨桌上的水果，随后自顾自地坐在了萧晨对面的圆凳之上，拿起桌上的水果就开始吃，边吃边含糊道：昨日雨花巷抓到的哪个宗师刺客已经招供了？老师让我把结果告诉你。扳倒太子的机会？萧晨听到洛威的话，内心一喜，只见他连忙坐起身来，看着他说道：快告诉我，指使他的幕后黑手是谁？洛威淡淡说道：袁家袁通。袁家？萧晨一愣，脑海之中自动搜寻了一下关于袁家的记忆，可无论他怎么想，都不知道袁通这个人是谁。这个中年宗师名叫习武龙，来自洛州大河宗，年轻时期游历江湖的时候加入了妖神教之中，而来帝都之后，他们的任务就是破坏帝都和平，加深皇子之间的矛盾。于是他就接了其中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下毒，而发任务的人就是袁通。萧晨愣了，只见他激动道：都找到幕后黑手了，你还来本王这里干什么？为何不去把袁通抓走？不要告诉本王，以你宗师境的修为，抓不到一个什么袁通。萧晨认定把他和南宫婉弄到太子的龙床之上去的，多半就是太子自己。现在有了线索，这洛威不去抓人，反倒大晚上跑到自己王府，还偷看自己隐私，这也太奇葩了啊！洛威脸上第一次浮现一抹红晕，仿佛有些不好意思一样。这个消息是特殊渠道得来的，我们没有证据，并不能上门抓人。果然有古怪。萧晨内心冷笑，他说这洛威作为皇城司赤金指挥使，其位堪比四品官职，皇城司还只对民警第一人负责，无论在哪个层面都不应该大晚上来跟他说。萧晨瞥了一眼洛威，说道：说罢绕了这么一大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只听到洛威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继续说道：那中年宗师说完这个消息之后，今晚武师兄再去提审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在狱中了，无声无息死的，我们找不到原因，没办法，老实交代，我们只能来找你帮忙了。死了，一个仅次于武道天人境的宗师境后期武者，竟然无声无息地死在了皇城司的监牢之中。萧晨瞬间震惊了，只见他猛然坐起身体，直勾勾地看着洛威。洛威被他看得不好意思，站起身来说道：哎呀，老实说了，这人是被远程用秘法杀死的，
具体是什么秘法他也不清楚。不过跟诅咒呀、傀儡术之类的有关。现在没有证据，我们没有办法动那圆通。老实说，只能你自己调查了。洛威的话再次让萧晨皱起眉来，这圆通是何人？当朝一品大员，竟然让你们不敢对他动手。他想不通，若圆通只是普通人的话，他确实不认识，但是应该不妨碍黄承思的出手才是。若圆通官至一部尚书，侍郎，萧晨脑海之中也不该一丝印象也没有才对。这个时候，洛威的声音传来，让萧晨无语了。圆通官职不大，乃是户部7品员外郎，不过他有一姐，袁家三娘袁青书是二皇子景王养在外面的外室。黄承思有祖训，未经陛下允许，涉及皇子之事不得调查。没办法，老师吩咐，我只能找你了。老师说了，这个信息你一定感兴趣。萧晨看着洛威，微笑着露出虎牙，他真的无语了。这司徒无命还真的是老阴笔，自己调查失误，让人犯死在狱中，竟然把信息直接传递给他，那意思很明显了，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接下来我没办法查了，想要怎么查全看你自己。见萧晨面色不对，洛威瞬息之间裹上黑袍，消失在黑夜之中。远远的，萧晨只听到洛威的声音传来，九皇子，下次再给你介绍老婆，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告诉我怎么治疗尸毒的事儿。九皇子，下次再给你介绍老婆，别忘了你答应过我，告诉我怎么治疗尸毒的事儿。远远的，洛威的声音传来，萧晨。萧晨重新回到躺椅之上躺下，他的眉头微微皱起，此刻他的内心困惑无比。老鹰比司徒无命能这么好心告诉他这个信息，还有就是为什么是景王？哪个袁青书？又是谁？他一直以为陷害他和南宫婉的人是太子，而且这几天看下来，确实是太子跳的最欢。还有那中年宗师叫什么习武龙的，竟然可以在老鹰比司徒无命的眼皮底下被杀。萧晨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来人去请叶世子过来。萧晨看着眼前的和田玉盒，随手镀上一层墨绿色气团，随后朝着门外吩咐道：是。门口一道娇俏的侍女声音隔空传了进来，黄承思。黑夜之中的黄承思灯火通明，身穿黑袍的洛威飞掠过来，远远的就听到一群身穿金甲的黄承思卫在那里吵闹。他的身上没有外伤，没有挣扎，怎么可能死的呢？文大人不是说了吗？是死于诅咒，一种精神术法。唉，妖神教的这些人有这么诡异吗？相隔千里，竟然也能隔空杀人，这要是他们袭击文大人怎么办？洛威嘴角抽了抽，嘀咕道：他们还害怕妖神教的人对师姐动手。作为黄承思赤金指挥使，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师姐的可怕。看似文文弱弱，毫无修为，却把这黄承思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毫无纰漏。而且洛威知道，他师姐可是跟在他老师身边最久的一个，也是最像他老师的那一个。洛威掠过他们，直接朝着最里面的一间静室飞去。房间内正是老鹰比司徒无命原地盘腿打坐修行，在他对面同样盘腿坐着一个身穿玄色道袍，头戴莲花冠的美艳女子。她杏眼桃腮，五官美艳，青丝随意披散下来，宽松的道袍也掩盖不住胸前骄傲的挺拔。威儿回来了。司徒无命好似听到动静，他的眼睛微微睁开，一道紫光一闪而逝。那女子同样缓缓睁开漂亮双眸，那双眼睛似嗔似痴，似喜似悲，好似拥有世间一切的情绪一样。老师，您又偷偷教师姐道术，您都不教我。洛威走进静室，先是看到墙上挂着巨大的阴阳太极图，随后看到蒲团上坐着的两位，撒娇道：你这孩子，本座不是都告诉你了吗？你天生无垢之心，只适合走武道。司徒无命看向洛威，无奈阻止，真怕他心直口快，说出些虎狼之词来。九皇子那边如何？洛威走上前来，把司徒无命搀起，不乐意说道：他能说些什么？不过是接受了师父的提议。对了，师父，为什么您不让我告诉他，您是在读取了习武龙的部分记忆才知道景王的？司徒无命笑呵呵地说道：不到时候。不是时候啊。你觉得九皇子这个人怎么样？还是和以前一样啊？不过他好像比以前好看了一些，和他待在一起呢，也好像更舒服了一些。师父您问这些干什么？没什么，哈哈，没什么。说话之间还不露痕迹地瞥了一眼悬衣女子。看着两人朝着静室外面走去，这两人的对话一字不差地落入蒲团之上悬衣女子的耳朵之中。这女子桃花一样的美眸闪过一丝讶然，随后再次缓缓闭起眼眸来。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萧晨基本上哪里都没有去，一直都在王府之中等着，时不时的调戏柳，研究他手中的狮王骨。
要么等着叶安都的传信，依托叶家情报网带来的京城里面的各种情报，生活也是很舒服。而且这几天下来，七绝谷的动静越来越大，萧晨能感觉进化之后的七绝谷在不断的改变他的体质，让他拥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些天，不论是陆夫人亦或是柳儿带着王府之中的侍女，看向萧晨的目光都变得更温柔了，哪怕是萧晨一个动作，都能从他们身上获取情欲之气，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而且萧晨发现，他这种体质主要和人心中的欲望有关。萧晨趁着刘管家的事情，这几天在王府上下来了一场大清洗，又买了些新的婢子，其中还有一些少妇，她们反而是比这些年轻的少女提供的情欲之气更多。几天后，九皇子府花园之中，萧晨斜躺在躺椅之上，面色慵懒。在他面前，叶安都不停地说着近几天的情况。听说太子在长信殿被皇后娘娘训斥之后，就瞬间沉静下去了。最近几天，要么就是东宫学着处理政事，要么就是和新任兵部尚书周玄彬商讨今年的军费预案问题。他们白日在兵部待上一天，晚上就在东宫设宴喝酒，倒是安生得很啊。萧晨闻言点了点头，说道：这太子吃了这么大亏，肯定要安生一段时间。还有呢？叶安都看了萧晨一眼，说道：还有就是南宫家的事情了。南宫尚书现在遍访名医，说要医治什么，连太医院的许多太监都惊动了。萧晨继续点头，那是预料之中，不过他对七绝谷的毒很有自信，一般的御医很难解开。我让你打听的其他人呢？萧晨问出了他最想知道的问题。眼下，这是萧晨继续追查下去的唯一线索，只有追查下去，他才能知道。一瞬间，叶安都的眼神就变化了，只见他站起身来，慢慢靠近萧晨，说道：表哥，你也有这种爱好？姑姑她知道吗？萧晨愣了，他看着叶安都凑上来的那张黝黑的大脸，皱着眉问道：什么爱好？你说什么呢？谁想到叶安都下一句话让萧晨震惊了：喜爱少妇啊！你说这元清书我去查了，你知道吗？这元清书是有夫君的，他的夫君是工部侍郎唐元清，唐家人。除此之外，我还查到景王殿下不仅和元清书有一腿，他好似十分喜爱人妻，长乐畔前的一些小筑里面也有景王殿下的外室，无一例外都是有嫁为人妇的美艳人妻。叶安都的话让萧晨愣了，他总算是知道司徒无命那老阴笔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而不愿意自己查下去。谁能想到堂堂大周二皇子，以景字封王的萧景竟然有这种特殊的癖好。曹贼挺会玩啊！萧晨嘴角勾起，内心吐槽道：表哥，什么曹贼？叶安都疑惑地反问一句。萧晨不说话，他感觉体内一声嘶鸣，原本沉寂多日的七绝谷竟然复苏了。第51章蛊虫进化，操控血灵尸骨。嘶鸣，萧晨体内七绝谷嘶鸣一声，凶力异常，一瞬间就在萧晨的体内气血再次被他搅动。这狗东西真的养不熟。萧晨面色一阵潮红，他调动滚滚气血朝着他镇压而去。与此同时，黄金心脏再次疯狂跳动，一道道清凉之气出现，再次朝着他包裹而去。表哥，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可是需要传御医。叶安都皱眉，关切地问道。有了黄金心脏散发的清凉之气加持，一瞬间再次听到七绝谷一声悲鸣，缩回了丹田之中。又菜又爱玩。萧晨内视一眼，看着七绝谷又躲在丹田之内瑟瑟发抖，他忍不住暗暗吐槽，这东西说实话就是又菜又爱玩的典型，普通蛊虫级别不服黄金心脏，现在突破王谷要找回场子，结果再次被黄金心脏一招秒了。萧晨无语，没什么。安都，把袁清书和二哥他们两个私会的地点告诉我，你先回去吧。萧晨感受着七绝谷被控制，一边再次吞吐粉色情欲之气融入气血之中，流向萧晨身体。他愣了愣，朝着叶安都说道：是。叶安都看萧晨没事，他面色古怪，继续说道：他们两人平日里面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曹家戏班。曹家戏班有上下2层，2楼名为雅间，平日里面多给袁三娘单独留有一个房间。说完，他才慢慢起身，躬身行礼离去。看着叶安都离开的背影，萧晨摇了摇头，浮想联翩，竟然在这里，这两个人真会玩呀。丈夫工部任职，妻子听戏喝茶，谁能想到是找人偷情？啧啧，萧晨摇了摇头，为唐元清感到颇为不值。谁能想到平日里面喜好喝茶听戏的娇妻，竟然天天在戏班做些勾当。有了，萧晨眼眸一亮，只见他兴致盎然，
他一挥手，一个黑色虫子浮现在他的手指之上。七绝骨啊，七绝骨，突破王骨了，也该让我看看你的威力了吧。萧晨嘴角勾起，喃喃自语道：萧景哪个家伙都能勾引上袁三娘，他萧晨身怀魅惑技能，没道理连他都拿不下。想到这里，萧晨一伸手从怀中拿出一个雕龙玉盒来血灵尸骨。因为这东西是王骨级别的尸骨，萧晨一直都没有处理它，一直用情欲之气麻痹着他，让他处在白玉之中，隔绝湿气，来阻拦他和那个赵先生的联系。七绝骨啊，七绝骨，让我看看你的能力。说着话，萧晨慢慢打开玉盒，屈指一弹，把血灵尸骨放了出来。一瞬间，七绝骨嘶鸣一声，好似感受到了威胁，化作一条黑线朝着尸母骨扑去。嘶嘶，玉盒之中血灵尸骨同样感受到威胁，微微鸣叫下，一层层的血红色湿气夹杂黑色细线瞬间蔓延开来。斗骨，控骨秘术上面记载的一种古老的争斗方式。火灼之地中，蛊虫培养的不容易，若是死斗的话，太容易有损伤。于是就有这种蛊虫之间分出强弱的办法。同样放出的蛊虫之中，谁的蛊虫更凶，谁就是老大。当然，身为催情蛊的七绝蛊更是经常参与这种争斗。嘶嘶，果不其然，七绝蛊嘶鸣一声，不理尸骨放出的红色尸毒，而是冲入红雾之中，墨绿色的气团骤然放出。魅惑，这小东西在距离尸骨不远的地方释放出了魅惑技能。嘶嘶，尸母骨嘶鸣一叫，瞬间中招，不仅红雾被他收了回去，白胖的身躯竟然慢慢朝着七绝蛊蠕动，而且边蠕动边释放出一粒粒的白色虫卵。萧晨看到这一幕，瞬间张大了嘴巴。七绝蛊这是收服了一个小弟，还是能产出尸骨的小弟？尼玛，怪不得都用它来催情蛊虫，这也太好用了吧！翌日晨起，萧晨换好一身黑色劲装，在侍女的偷看中，坐上马车朝着皇城而去。这次不是上朝，而是挑选禁军。昨日晚些时候，皇景专门派小太监来告诉他，今日晨起，皇家禁军全都回营，让萧晨前来挑选。没办法，萧晨想的抓奸逼供之事，只能先往后放。先来挑选春猎时候他要用的100禁军。拜见九皇子殿下，拜见九皇子殿下。萧晨下了马车，轻车熟路的在小太监的带领之下走在皇城之内。一路上，各种太监宫女纷纷朝着萧晨躬身行礼，特别是那宫女，萧晨都走过去了，有些还要1步3回头的偷看，让萧晨感觉很不一样。刚刚进入西内院，远远的就看到一身红袍的皇景满脸堆笑的看向自己。见过九殿下。老太监尖细着声音，讨好似的朝着萧晨行礼。也不是老奴催殿下，主要是呀，今日内周玄彬周大人对春猎之事鼎力支持，龙武卫、羽林卫、神武卫3军都在这里驻扎，方便大家挑选。一时间，许多勋贵家的弟子都来挑选禁军，老奴也怕殿下吃亏，挑不到好的。殿下，请吧。萧晨隐隐察觉不妙。周玄彬，老太监笑盈盈的说道：是呀，殿下。周大人，不错，老奴也许久未见过如此之兵的尚书大人了。说着话，带着萧晨朝着教场走去。萧晨放眼看去，操场之上，泾渭分明地站着3支军队，在疯狂操练。一边身穿玄铁重铠，气势非凡；一边身穿黑色鳞甲，威严肃穆。只有中间军队身穿白色板甲，显得有些寒酸。殿下请看，左边3间是龙武卫之驻地，中间3个大帐是羽林卫之驻地，右边3个大帐乃是神武卫之驻地。老太监黄景朝着他介绍道：神武卫乃是陛下亲军，身穿玄铁重铠，手持墨刀，统领为先天境巅峰，普通兵卒为通脉境后期武者。羽林卫是3个军中最弱的一支，身穿白色板甲，是轻步兵，统领为先天境后期，普通兵卒为断骨境巅峰武者。龙武卫是天子亲军，也是日常宿卫攻城的部队，为盾甲步兵，统领为先天境巅峰，普通步兵为通脉境武者。还请殿下抉择。黄景的话音刚落，旁边传来一阵阵的斥骂声：快点擦血，给老子擦干净！还想受到军棍吗？快点儿！萧晨转头看去，只见一群身穿板甲的军士被几个身穿玄铁重铠的军卒围在角落之中，拳打脚踢。黄公公，那些人是谁啊？萧晨眯了眯眼睛，声音凛冽地说道。说着话，他还指了指墙角那些军卒说道：启禀殿下，老奴不知。来人啊！他一说话，身后小太监一路小跑，钻入中间营帐，叫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朝着萧晨跑来。末将羽林卫统帅刘振云拜见九皇子殿下。
那魁梧的汉子看到萧晨的瞬间，露出震惊神色。刘震云，怎么是你？你们统帅燕平呢？萧晨皱着眉头问道，同时他的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谁料想刘震云看到萧晨的瞬间，滚身就拜：九殿下，救命！求您救救燕统领吧！九殿下，救命！求您救救燕统领吧！听到刘震云说的话，萧晨微微一愣，这才明白过来，那周玄彬哪里有这么好心，把3位集合起来供他挑选，这是给他设套来了。你起来，告诉本王出什么事。萧晨瞥了一眼刘震云说道：回殿下，3日前羽林卫接到兵调令，为确保春猎大会举行，我羽林卫转入皇宫西内院驻扎。来到这里才发现，西内院原本就是神武卫的驻地。紧接着，一个自称兵部侍郎的人带着司礼兼盖着宝印的圣旨，告诉末将，3位兵马武器需要重新整合分配，以保证春猎大会的公平。刘震云说着话，他还偷偷看向萧晨身边的黄景，毕竟是陛下身边的大伴，这样的人谁？萧晨看着这一幕，他同样抬眼看了一眼黄景求证，结果黄景点点头，面无表情说道：回殿下，确有此事。前天周尚书上奏陛下，神武卫、龙武卫、羽林3位战力不同，若有人挑选手下士卒皆是神武卫，有人则挑选全是羽林卫，则春猎大会不甚公平。因此陛下下旨，由我司礼监牵头组织的这次换装行动，目的在打散3位，重新编排春猎卫队，合理合法。萧晨暗暗感到麻烦，他隐隐已经猜到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周玄彬确实不是一个酒囊饭袋，到目前所做之事皆是合理合法。对啊，刘震云咬牙说道，事情就出在这里，兄弟们也以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毕竟神武卫和龙武卫2位远比我们羽林卫精锐，兄弟们以为春猎的时候只需要跟在他们身后混一混就可以获得奖励。萧晨秒懂，恃强凌弱这种事情历史之上实在是太多了。不得不说，周玄彬确实深谙人心，他不过提出一个阳谋，把3位打散混编。神武卫是天子亲军，龙武卫素卫攻城，两者都比羽林卫要高一等级，虽然同属于禁军序列，民国时期还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呢。羽林卫作为最弱的那一支，势必会被其他2位欺负。当两者矛盾发生，他只需要做一个幕后的推手，轻轻的一推，足够引爆这些。原来如此。萧晨瞥了一眼老太监黄景，他仍然满脸堆笑，毕竟兵部的事情关他们司礼监什么事，听到了只当没听到。萧晨没办法，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且说说，燕平做了什么？现在又在何处？刘震云听到萧晨的话，眼眸燃起些许希望。回殿下，昨日金阳公主前来挑选卫队，分别在神武卫、龙武卫与我羽林卫挑选30人。好巧不巧，正好挑中了刘二狗他们。因为甲胄配刀分配，他们被歧视，于是和神武卫的30人发生了冲突。燕统领与他们理论，一不小心却冲撞了公主，现在被关起来了。殿下，求您救救燕统领吧。刘震云说着话，再次朝着萧晨单膝跪地，抱拳行礼。金阳。萧晨一愣，脑海里面浮现一个身穿红衣、奶凶奶凶的小女孩。他记得金阳并不是他便宜老爹明景帝的女儿，而是萧晨姑姑平阳公主萧平之女，原本是要封金阳郡主的。但是这姑娘从小就被他父皇喜欢，破格封的公主，而且她母妃萧平没人提起，她是从小养在太后院中。太后院中，萧晨眼眸一亮，想到了珍妃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借口前去太后院中一探究竟，现在不刚好是个机会。一时间萧晨有些惊喜了。你去告诉他们把刘二狗等人放了。萧晨看向老太监黄景，吩咐道。殿下这……黄景老脸一白，颇为尴尬说道，老奴乃是司礼监之人，与禁军并没有隶属关系啊。老狐狸。萧晨瞥了黄景一眼，暗暗吐槽，这老东西心里面明镜一样，一看有可能涉及皇子之争，就缩得比谁都快。萧晨也不矫情，知道黄景不靠谱，只见他冷哼一声，大踏步朝着神武卫驻地走去。黄景眼眸一凝，连忙追了上去。殿下，殿下等等老奴。来人止步，此地乃神武卫驻地，没有陛下虎符，任何人不得靠近。萧晨刚一靠近，10几个身穿黑色重甲的魁梧军士手持森白长刀拦在了萧晨身前。陛下身边大伴司礼监长应大太监黄景在此，还不速速退下。萧晨冷笑一声，一把将黄景推了出去。黄景，黄公公，您怎么来了？这几个军士瞳孔微缩，连忙跪地行礼。就在这10几个军士跪地瞬间，萧晨已经越过几人，朝着刘二狗几人走去。
咱家没事，是和九殿下一起来挑选禁军卫队。你们家统领呢？哪里去了？还不速速出来迎接九殿下？黄锦怔了怔，焦急说道。看到萧晨的神情，就知道要出大事。没办法，他又不能直接参与，只能用这种暗示的方式。九殿下，九殿下，刚刚过去的是九殿下。这几个神武卫愣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明白黄锦焦急的点在哪里。回皇宫宫，汤统领人不在驻地，好像被周尚书叫去喝酒了。林副统领也不在，金阳公主那里需要一个校尉带队，他去了哪里？现在驻地里面只有几个校尉队长在。黄锦愣了，听到神武卫的话，他露出骇然神色。显然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就是想让萧晨和神武卫发生冲突。你是何人？竟敢袭击天子亲军！来人，杀了他！兄弟们一起上！黄锦正在思考的时候，远处大帐之下，萧晨已经动手。一瞬间，10几个神武卫身穿黑色重甲，把萧晨包围。殿下小心！黄锦惊呼出声。在他看来，神武卫乃是精锐中的精锐，萧晨不过断骨武者，怎么也不可能打得过10几个全副武装的神武卫。下一秒，他瞪大了眼睛，震惊地看着这一切。只见萧晨冲入神武卫人群之中，如同虎入羊群，一拳轰出，2、3个神武卫被轰飞。紧接着，他的背后有2个神武卫对视一眼，都露出骇然神色。2人周身散发红色真气，带着蛮横霸道的劲风，一拳轰出，朝着萧晨轰去。以拳对拳，萧晨不闪不避，周身龙气腾飞，原地不动，同样以肉拳和对方相撞。轰隆！一道爆炸声响起，带着红色的气劲飞舞，紧接着跟着惨叫声，2个神武卫再次倒飞出去。怎么可能？剩余的几个神武卫眼神之中都露出骇然，他们在萧晨身上没有发现一丝真气，也就是说，他们宁元镜竟然不是眼前断骨武者的对手。来人啊，嫡袭，嫡袭！一时间，剩余几个神武卫嘶声喊叫：“九殿下，殿下，小人拜见殿下！”这里的动静瞬间也吸引了那些羽林卫的视线。一瞬间，他们看到萧晨面带激动神色，瞬间跪地行礼。一瞬间，这些神武未露出骇然神色。叫啊，怎么不叫了？不是很喜欢用天子亲军的名头压人吗？萧晨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九皇子萧晨。这些神武未露出惊恐表情，显然他们都听过萧晨的大名。什么人竟敢对本公主的卫队出手？一道火红的枣红马飞速靠近，紧接着萧晨听到一声交翅传入耳中。一道火红的枣红马飞速靠近，紧接着萧晨听到一声交翅传入耳中。萧晨抬头一看，远远的出现一个约莫15、16岁的红裙少女。少女身穿劲装，一双长腿费力地夹着马腹，圆圆的小脸紧绷，一双桃花眸死死地盯着前方，身子随着枣红小马一颠一颠上下抖动，费劲巴拉的才来到萧晨面前。这金阳怕不是有些可爱？萧晨紧绷的脸颊露出一丝好笑神情。眼前金阳的情况一看就是新手骑马，明明一个新手，偏偏要参加春练，这样毫无心机的行为，一下子就让他的嫌疑降得很低。萧晨原本还以为是他和太子合谋弄出来的阴谋，现在看来他的嫌疑不高。拜见金阳公主。公主，救救属下们吧。公主，九殿下不由分说就是对属下们动手。与此同时，几个欺负人的神武卫看到金阳公主出现后，他们的反应却和萧晨截然不同。只见他们面露大喜神色，连忙朝着枣红小马方向跑去。一个人帮忙控制枣红小马，另外一人跪地当作马凳，边扶着金阳公主下马，边哭诉道。金阳点着脚，踩在神武卫那人的背上，小心翼翼地跳下马来。打人！本公主在这儿，我看谁敢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九皇兄，九皇兄也不行。说着话，金阳圆圆的小脸露出奶凶奶凶的表情来，随后双手掐腰朝着萧晨走来。有意思。金阳看着萧晨，萧晨同样打量着金阳。萧晨记忆之中是有姑姑平阳公主的记忆的，想当年平阳公主也算是大周第一美人。金阳的容貌和她母亲有7、8分相似，一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已然有她母亲7、8分神韵。即使气势汹汹地朝着萧晨走来，萧晨不仅没有感到威胁，反而有些好笑。只见他轻声说道：“本王打的。”金阳，你也不问问他们都干了什么？听到萧晨的责备声，金阳先是愣了愣，不知道为什么，在看到萧晨俊逸的容颜瞬间气焰全消失了。言之有理，颜值的颜。金阳公主转头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跟皇兄起了冲突？”他身后的神武卫先是一愣，随后张大嘴巴看着金阳公主。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公主的态度180度转变。萧晨也愣了，他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话这么好用。一瞬间，他就想到了问题所在，是七绝骨。七绝骨突破王骨序列，一直在改造他的身体，不自觉提升他的魅魔属性。萧晨没想到，第一次用是在这里。殿下，属下们根本没有跟九殿下起任何冲突，只是殿下不由分说，上来就对我等拳脚相加。您看看，房明胸膛之上都是伤痕。殿下，请您为属下们做主啊！萧晨看着这几个神武卫，一边哭诉，还一边脱掉身上的重甲。那身上各种各样的伤口，触目惊心，连旁边隐身的黄景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作为皇帝身边的大半，他可是知道萧晨的实力的。虽然上次一拳重创宁南侯，那是借了皇城龙运，但这却是萧晨真实的实力。断骨境重创宁元境的武者，肉身之强，连他都没有见到过。怎么可能？九皇兄，您怎么可以？金阳查看几个神武卫的伤势，瞬间面带怒意，但刚一抬头看向萧晨，他只感觉怒意瞬间消失。九皇兄，您怎么可以这么不温柔呢？黄景，几个神武卫。萧晨缓缓走向金阳，刺激七绝骨微微散发一丝情欲之气。金阳，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你手下的这些神武卫背着你做了什么？恃强凌弱，以天子亲军之名霸凌这些羽林卫军士。皇兄是为了你考虑，才出手教训他们的。说着话，萧晨还转身喊道：“刘二狗，带他们出来！”一瞬间，10几个被鞭子抽打到遍体鳞伤的羽林卫从角落里面走出，暗红色的伤口横七竖八地出现在他们几个身上，还不住地渗出鲜血。萧晨看到眼神都不由多些冷意，这些羽林卫只是和他在前几日抓反贼时候有些许交集，这样的人太子萧明都不放过他们，可见太子气量狭小。公主殿下，不是这样的，属下们是执行您的命令。这几个神武卫看到金阳公主面色不对，一瞬间滚身就拜，惊恐说道：“住嘴！本宫何时让你们如此惩罚他们？九皇兄，你要相信金阳，金阳不是这样的人。”红裙少女听到几个神武卫的话都急了，连忙朝着萧晨解释道。一瞬间，包括刘二狗等人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看到金阳公主不是找九皇子殿下兴师问罪的吗？怎么现在九皇子殿下只是三言两语，反倒是金阳公主对他解释起来了？萧晨微笑：“金阳，你的心性本王知道的，这样的坏事自然不可能是你做的。”金阳公主眉眼弯弯：“九皇兄相信金阳。”萧晨点点头，表示肯定。随后他转头看向这几个神武卫，眼含杀意：“金阳啊，春猎实在是危险，你看看你还没去呢，就被几个坏东西骗了。这样，你回头来九皇子府找皇兄来玩，春猎不要再去了，可好？”说着话，萧晨还控制七绝骨增加一丝墨绿气。一瞬间，金阳公主满是开心表情，不住的连连点头。随后她娇哼一声，转身说道：“来人啊！”哗哗哗！一瞬间，数十个龙武卫身上鳞甲闪烁寒光，快速冲到金阳公主身边。“殿下，饶命啊！殿下，殿下，属下们真的是照着您的。殿下，您不能不管属下。”一时间，10几个神武卫傻眼了，眼眸都是惊恐神色。带下去，重打50军棍！本宫要给父皇告状，让他们逐出神武卫。红裙少女扬起雪白下巴，吩咐道：“是。”哗哗哗！一瞬间，这10几个神武卫就被带了下去。远远的，萧晨还能听到他们的求饶声。很好，很好！萧晨惊喜了，兵不血刃，直接拿下，不仅解救了刘二狗这些羽林卫，还避免了和神武卫的直接冲突。皇兄，金阳做的怎么样？红裙少女转过身来，自来熟一样的抱起萧晨的胳膊，桃花眼一样的眸子看着萧晨，一脸花痴状。皇兄，你好香！糟了，魅惑技能太厉害了！萧晨愣了，看到不断贴上来的金阳，转身就逃。金阳，皇兄给你要几个人，他们几个本王就带走了。说着话，萧晨足尖轻点，已经退到距离金阳公主几米外了，只留下金阳公主一个人站在原地，娇哼一声，潮水一般的感觉慢慢退去。你说什么？燕平得罪的兵部之人，所以才被抓的。萧晨带他们出来之后，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皱眉起来。他一瞬间有种不好的感觉，怕不是这次还是太子的阴谋冲着他来的。就在萧晨带着羽林卫众人离开的时候，神武卫大帐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卒在看到那几个神武卫被带走之后，瞬间朝着和萧晨相反的方向跑去，不一会便拐入一间暗室之中。暗室之中正好有一身穿绿袍的小太监等在那里。
只见那神武卫附在小太监耳边低语2句，紧接着那绿袍小太监从暗室后门而出，朝着御花园跑去。清晨，紫气东来，霞光自东方射入御花园，各种各样的奇花草木争相开放，奇花草木叶上有晶莹朝露凝聚，因为是明景帝寿宴庆典将至，各地方官员早早的就送来贺寿礼，各种珍稀奇珍草木不胜枚举。一时间，整个上林院间掌管内廷花草的一个太监部门头都大了。层层上报后，最后司礼监大太监黄景知晓后，才请来明景帝前来查看。御花园中，明景帝身穿明黄色龙袍，放眼朝着整个御花园看去，在他身前，身穿一身飞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正在朝着他诉说着什么，让明景帝原本开心的心情更加不错，时不时大笑出声。这孩子总是能出人意料。明景帝嘴角微微勾起，哭笑不得地说道：“竟然能通过金阳来规避与神武卫的直接冲突，亏他想得出来。皇城之中的事情，鲜少能有躲过明景帝的眼睛的，更何况这种皇城内调动禁军的大事，明景帝更加上心。自然，太子和周玄彬给萧晨下套，他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明面上动手。明景帝虽然不喜，但也评价不错。只是他也没想到，明明是萧晨与神武卫之间的冲突，萧晨竟然灵机一动，通过金阳公主化解危机，救出那些羽林卫士卒。在他身后，陈公公颇会察言观色，看到明景帝开心，他也尖细着声音拍马屁：“可不是，要老奴看九皇子这份聪明才智，还是传自陛下您。老奴斗胆说句僭越的话，要不是您前面指点着，九皇子也不能这样机灵。”明景帝哼哼一笑，瞥了他一眼，对他拍马屁颇为受用。你倒是会说话。说完话，明景帝负手朝着御花园中闲逛起来，边走着，他随意地问了一句：“哎，你说这次有了周玄彬在，小九还会赢吗？”“怕是不能。”陈公公犹豫了一下，如实说道：“据老奴所知，燕平冲撞上司，打伤神武卫多位同僚，这次并非殿下只动手就能把他弄出来的。老奴斗胆，恐怕这次太子殿下要更胜一筹了。”明景帝来了兴致，微微抚须笑笑说道：“那就再看看，看看小九和太子谁能更胜一筹。”陈公公躬身称是。这个时候，只见一身阴阳道袍的精瘦老者走了过来，陈公公连忙禀告：“启禀陛下，司徒司主到了。”明景帝也不回头：“师兄啊，这九州45域送来的奇珍花草，你看看可有你需要的？”而萧晨这边，羽林卫大帐，刘震云带着一众羽林卫士兵跪地，眼巴巴地看着坐在主位上的萧晨。萧晨的眉头微微皱起，原本他以为救出二狗他们就能知道燕平的下落，亦或者能把他救出来，现在看来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你们确定燕平出手击伤了兵部之人，还打伤了前来劝阻的神武卫多名校尉？萧晨皱眉询问。回殿下，是小人们亲眼见到的，当时燕统领也是为了小人们出头，他实在是气不过神武卫的那群兵痞欺负人。羽林卫其中的一个校尉名叫傅盛，跪地朝着萧晨诉说道：“当日出事之时，刘大人根本不在大帐之中，而是被燕平派去核查兵马粮草清单，而当日金阳公主前来点名就选小人，后来神武卫那群人便开始欺负人，燕统领也是不服，才上前和对方理论，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动起手来。尼玛，好手段啊！”萧晨站起身来，微微抬手示意他们几个人站起来。周律之中有明文记载：殴打上级未致伤，流放3000里；致重伤或死亡，绞刑或斩首。战时加重处罚，可株连家族。虽然燕平殴打上司因为爱护手下的士兵，但是他殴打上司是事实。更让萧晨头疼的是，这上司还是兵部之人，也就是周玄彬手下的人。那么这个上司的伤势就很有讲究了。黄公公，本王现在要燕平成为本王亲卫队长，可否允许他戴罪立功呢？萧晨瞥了一眼刘震云等人，看向隐身的黄景说道：“很明显，周玄彬在兵部等着他，燕平之事可大可小，就看萧晨低头到什么地步了。若萧晨不低头，恐怕这个兵部上司伤势足够重伤之上，燕平非死即伤，而萧晨低头才是救燕平的唯一道路。”黄景正在每每隐身，听着大帐之内的叙事，谁料想萧晨竟然点名于他，这让他老脸一慌，连忙委屈说道：“殿下，不是老奴不帮您，事关国法，老奴虽然身在司礼监，也不敢僭越国法行事呀。”老狐狸，还躲！萧晨翻了个白眼，内心吐槽。这个时候，萧晨朝着右边瞥了一眼，只见黄景犹豫一下，上前2步，在萧晨耳边说道：“
不如殿下不要管燕平之事，燕平触犯国法，殴打上司，理应受罚。但这事与殿下无关，殿下只要不管，此计策就对殿下无效。殿下做到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了，不如选些护卫回府吧。这黄景的声音不大，但是大帐内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一瞬间，连带刘震云在内的所有羽林卫都露出焦急神色。殿下，求殿下帮忙啊！此事若无殿下帮忙，燕统领必死无疑。殿下，若殿下愿意帮忙，我羽林卫上下感念殿下大恩。一瞬间，所有人再次单膝下跪，砰砰砰地朝着萧晨磕头起来。萧晨皱眉，缓缓起身。黄景的话在他耳边环绕，确实，他只要不管燕平，这件事就与他无关，落不到他的身上。但这件事会有一个后患，那就是只要未来再有人向他效忠或者帮他的时候，必定会想起燕平来，想起帮助过他萧晨的人是什么下场。所以燕平他必须救，不仅要救，他还要让周玄彬和太子吃些苦头才行。萧晨在大帐之内慢慢踱步，一时间刘震云也好，黄景也好，所有人的目光都留在萧晨身上，十分紧张，生怕萧晨下一句话说出一个不救了，此事与本王有何干系？本王已经尽力。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萧晨却始终一句话不说。终于半个时辰后，有了。萧晨身子一顿，他的嘴角微微勾起，随后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玉雕龙玉盒，说道：傅盛、刘震云，你们怕死吗？你们愿意为燕平去送死吗？既然你们要搞诬陷，那就别怪我了。萧晨想起刚刚收服的血灵尸骨，要说罪名大，还有什么大得过反贼吗？萧晨冷笑傅盛、刘震云，你们怕死吗？萧晨的话音刚落，两人先是一怔，而后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神之中看懂喜色。两人齐声说道：回殿下，小人末将不怕。好。萧晨喝彩，然后扫视大帐之内的10几个人说道：既然如此，你们愿意去死吗？殿下，小人愿意。殿下，让小人去死吧。殿下，只要能救燕统领，小人愿意送死。一时间，刘二狗也好，还是其他被神武卫打伤的这些士卒也好，纷纷群情激动，朝着萧晨跪地行礼。殿下，让末将去死吧。燕统领对末将恩重如山，让末将去死吧。末将愿意代替燕统领去死，只要能让殿下救出燕统领。萧晨还没有说话，突然就看到大帐打开，冲进来10几个身穿板甲的羽林校尉，冲到萧晨面前就是跪下。萧晨一愣，朝着大帐外面看去，只看到密密麻麻的羽林卫士足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眼神之中充满请求。文人猛、戚少英，你们做什么？谁让你们冲进来的？此事与你们有何关系？快滚出去！大帐内，刘震云同样震惊，他看着冲进来的校尉偏将们呵斥道，生怕因为他们让萧晨改变主意。统领，燕统领对我们都有再造之恩呀，我和少英他们都是贫困之家，若没有燕统领一路提携，我等早就死在不知道那次剿匪之中了。现在能为燕统领送死，我文人猛眉头都不皱一下。萧晨听到声音，转头看来，只见一个接近2米的粗壮汉子，古铜色肌肤，浓眉大眼，单膝跪地，朝着萧晨行礼。一瞬间，其他校尉也是疯狂附和，甚至门外各种看着的士卒们都纷纷朝着萧晨跪地行礼，齐声喊道，声音震天：求九殿下救救燕统领！求九殿下救救燕统领！好啊，好！看来这燕平爱兵如子，确实在羽林卫之中威望极高啊。萧晨暗暗感叹，早在前些日子，帝都雨花巷擒拿反贼时候，这燕平能因为萧晨治疗手下尸毒，就朝着他下跪感谢，萧晨就对他的感官极好。现在看来，周玄彬等人也是早就拿捏住了他的这一点特质，下套阴他，就是要萧晨上套。算你狠，周玄彬！萧晨默默记仇。只听他咳嗽一声，双手虚扶，都起来吧。本王说让你们去死，却没有让你们送死。既然你们愿意为燕平去死，那么接下来本王要说的、要做的，你们可听好了。说着话，萧晨一步跨出，出现在文人猛的面前。你既然愿意为燕平送死，那就你第一个吧。说着话，只见萧晨打开和田玉盒，一个暗红色的虫子出现在他的面前。张嘴！萧晨微微一笑，吩咐道：这是什么？文人猛条件反射般的张开嘴巴，只见萧晨屈指一弹，这虫子在空中划出一道暗红色的轨迹，准确地进入他的身体之中。一瞬间，所有人都愣了，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切。出！萧晨眼眸微眯，他双手并指，
用手直抵在文人猛的咽喉处，顺着他的气脉缓缓下落到他的丹田之中。在这期间，萧晨不断释放墨绿之气，用来魅惑血灵尸骨，直到他安全进入文人猛身体之中。这是什么？明明小小的，我却在他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感觉。对啊，好像呀，我好像接触过一样。一瞬间，熟悉的暗红湿气散发，那日曾经中过尸毒的羽灵卫眼眸一凝，纷纷议论起来。黄景同样眼眸一愣，他也不知道萧晨是什么意思。明明这燕平受制于人，死局已定，在他看来基本上没有解救的方法，而萧晨这种动作却更让他看不懂了。成了。就在这个时候，萧晨缓缓收回双指，那手指之上暗红色的虫子仍在，仿佛这一来一回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下一个。萧晨眼含喜色，微微笑道。就在众人惊疑不定的时候，他已经让七绝骨控制血灵尸骨在文人猛的身体内繁殖了子骨一枚。他要做的就是诬陷。燕平是被太子萧明带着周玄彬他们诬陷入狱的，而萧晨要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他要在这些羽灵卫身体里面统统繁殖尸骨，然后捉拿反贼。反正那灰衣文士赵先生还没有归案，萧晨借用他的名义抓几个人，不过分吧？他的眼神闪烁，冷笑一声，暗暗想到：我来。刘震云见状，挺身而出，朝着萧晨走来。不一会儿，萧晨操作之下，10几枚子骨纷纷进入他们几人的身体之中。刘震云摸了摸身体，惊异不定：殿下，这样就能救验统领了吗？他只觉得除了眼前这个暗红色虫子入体之后有些许不适，其他的没有任何反应。其他人也眼巴巴地看向萧晨，面带询问神色。放心，接下来才是开始。萧晨冷笑一声，眼眸微眯，只见他微微催动墨绿之气，一瞬间和田玉河之上的血灵尸骨嘶吼一声，瞬间无穷暗红色尸气朝着他们包裹而去。是尸骨！不知道谁喊了一句，一瞬间知道蛊虫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特别是那日与狮王作战过的羽灵卫们，一个两个都露出恐惧表情。他们突然发现丹田剧痛无比，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壳而出了。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尸骨的恐怖。你们记得禁军与兵部之中存有妖神教内奸，本王慧眼查到你们体内存有尸骨，现在为你们镇压，懂了吗？萧晨冷笑说道，他的声音冷冽，带有无边杀意。一瞬间，黄景最先反应过来，他露出震惊神色。殿下，您这是诬陷。最后这2个字他没说出来，就被萧晨带着杀意的目光锁定。一瞬间，他闭嘴了。他明白了，萧晨根本没有打算救燕平，他是打算让周玄彬自己把人送回来，而是完完整整、安安稳稳的亲自送回来。来人啊！在！有些羽灵卫还没明白萧晨意思，但是条件反射般的喊着：本王在羽灵卫发现妖神教反贼踪迹，所有羽灵卫集结，随本王捉拿反贼。萧晨冷声说道。说着话，他大踏步走出羽灵卫大帐。一瞬间，数千羽灵卫集结起来，瞬间惊动整个西院所有人。这是怎么了？羽灵卫突然集结，可是出什么事情了？西内院之中，其他2位的军卒纷纷出营查看，一个两个议论纷纷。毕竟这是在皇城之内数千禁军的集结，还是太显眼了。爹爹啊，爷爷啊，小祖宗啊，你要干什么？私自集结禁军，殿下你是要攻打皇城吗？这个时候，大帐之中，一身黑色劲装的萧晨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飞袍的老太监，满脸焦急，不住地在萧晨的耳边说着话。老狐狸，这下不躲了。萧晨瞥了黄景一眼，暗自笑了笑，内心吐槽，他原本就没打算用羽灵卫。第一，动静太大，带着数千禁军出皇城，动静太大，别人真会当他再来朱雀门之变的。第二，名不正言不顺，虽然是诬陷，萧晨也要做成真的。羽灵卫隶属禁军序列，就算是真的查出了内奸，没有调令也不能用他们出手。想到这里，只见他眉毛一皱，冷哼道：黄公公，别拦着本王，这妖神教反贼诬陷本王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试图控制我大周禁军，本王岂能容忍？来人啊！一瞬间，刘震云等人似乎猜到萧晨想法，只见他们齐声怒吼道：在！数千羽灵卫齐齐怒吼，声音震天。黄景，他看到这一幕，脸色都吓木了，随后在内心狂骂萧晨无耻。萧晨出手在他们几个体内放入尸骨，他可是亲眼所见，现在不仅要逼他表态，不表态就要拉他下水。毕竟他可是司礼监长应大太监，眼看数千禁军集结，怎么说他都逃不了责任。想到这里，黄景深吸口气，
冲出一个身卫，拦在萧晨面前说道：“殿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老狐狸终于不躲了，你的尾巴可真难抓。萧晨暗暗吐槽，随后看着黄景微笑说道：“黄公公，这拦着本王是何意？若跑了反贼，你负责。”一瞬间，黄景感受到整个教场之内所有人的目光汇聚在他的身上，那种眼神带着愤怒，仿佛要把他撕裂开一样。他撇了撇嘴，继续暗骂萧晨：“殿下，就算是发现妖神教反贼，也不可动用禁军出击。禁军出皇城，若无调兵军令在身，实在太容易引发误会。若与灵卫和守城禁军发生冲突，起了哗变，这责任恐怕殿下也承担不起。”说得好，萧晨内心暗赞黄景人精，只要他想帮忙，这话总能说到他心坎里。所以，萧晨面色冷漠，瞥了一眼黄景，说道：“回殿下，老奴掌管司礼监多年，对皇城司有调度之权，还请殿下下令禁军归营，老奴调皇城司卫协助殿下抓人。”黄景说着话，从刺绣金边的宽袍口袋里面掏出一块雕龙玉牌来，随后单膝跪地，把玉牌轻轻举过头顶。很好。萧晨紧绷的脸颊终于露出微笑，只见他从黄景手中接过玉牌，随后高高举起，朗声说道：“将士们，本王发现燕平统领被抓之事并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与妖神教余孽有关。现在听本王军令，所有羽灵卫、龙武卫、神武卫不得离开西内院，违令者杀无赦。”哗！萧晨的话音刚落，一瞬间，整个教场之内所有人都露出震惊神色。妖神教？怎么可能？禁军之中怎么可能存在妖神教余孽呢？黄公公，这里就交给你了。说完，萧晨环顾四周，一瞬间，3位所有军士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毕竟妖族在南境，大家都只听说过，没有见过。现在，萧晨突然宣布这西院禁军存有妖神教余孽，这他们怎么接受的了？趁着3位这些士族，神武卫和龙武卫人是少的，两者就相当于精锐，等级高，人数少，羽灵卫人多，干着危险的活儿，没有反应过来。萧晨一挥手，转身带着刘震云等人离去。走，你去皇城司调兵，记得本王说的话，去到皇城司后，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用本王再教了吧。出了西内院后，萧晨带着几人一路朝着马厩奔去。路上，萧晨对着刘震云边走边吩咐道：“是，殿下放心，末将知道怎么说。”刘震云面色激动，微微行礼道。其他几人此刻都是一脸崇拜地看着萧晨。此地除了刘震云之外，基本上都是那夜雨花巷外围攻狮王的亲历者。特别是萧晨在他们体内放入尸骨后，他们都明白萧晨要做的事情了。殿下，您放心吧，这尸骨的事情我们会演好的。傅盛同样面色激动，挺起胸膛猛拍2下来，证明自信。现如今他们对萧晨已颇为信服，虽内心还有疑惑，但仍应声下去执行。不知不觉间，萧晨已有了属于自己第一批班底，不同于叶家的班底。很好，萧晨点点头，面带满意神色。走，你们几个跟本王去抓人。说着话，瞬间翻身上马，一马鞭抽在马屁股上，战马嘶鸣一声，几人朝着皇城司奔去。此刻，兵部大牢之中，说不说？前些日子雨花巷中，是不是你放跑了反贼赵先生？快说！你若承认，就免受刑罚；你若不认，那就要再吃一遍苦了。昏暗的烛光之下，燕平被五花大绑捆在十字架上，颔首低垂，一滴滴鲜血从他的鼻尖滴落，躺在白袍上，如同绽放的梅花。此刻，他白袍之上到处都是伤口，暗红的血液已经把大半个白袍染成血色。在他面前，有2个魁梧的狱卒肆意地审讯着他，在他身后，那布满铁钉的座椅，带着血迹的钢针，还有因为沾染鲜血变得暗红的铁具，可见燕平受了多少罪。另外一间牢房之中，周玄彬带着汤海平还有林啸目睹着这一切，脸色微微难看。他们2人都在神武卫任职，原本以为只是帮左相侯周玄彬一个忙，谁料想竟然越陷越深。只见汤海平面色有些抽搐，颇为不自然地说道：“这燕平还真是好汉，这是第4轮了吧？周大人，咱们这么做好吗？把雨花巷反贼的事情栽赃在皇子头上，若是被皇城司发现，那可是杀头的罪管。”一身绯色官袍，领口袖口有着金色滚边的清瘦老者摆了摆手说道：“2位稍安勿躁，怕什么？这燕平袭击上官，致李大人重伤垂死，本官审讯合情合理啊！这妖神教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能审讯出来，皆大欢喜；审讯不出，也不会与2位有关的。此人正是周玄彬。左相后，
领兵部尚书职位。前日里面，太子与他沟通之后，他果不其然选择报太子提携之恩，但又不想涉险太过，才出了这么个主意，以燕平仗义的性格入手。燕平果然上套，现在反而是他额外增加的，能诬陷成功也好，哪怕是不成功了，反正燕平死囚一个，多严刑逼供一下，也没有人会在意一个死囚。见周玄彬这么说话，汤海平和林啸两人对视一眼，都暗暗松了口气。尚书大人，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大人！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兵部的小吏慌慌张张地跑来，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周玄彬的面前。慌什么？周玄彬瞥了门口来人一眼，呵斥道：大人，大事情不好了！九皇子，九皇子他带着皇城司的人朝着您的家里杀去了。周玄彬愣了一下，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来。你说什么？皇城司办案，阻拦者死！左厢侯府门口，萧晨翻身下马，冷哼一声，大吼道。只见他面色不变，一脚踹在这朱红大门之上，大门应声而碎，黑洞洞的侯府瞬间出现在萧晨面前。给我冲！随后萧晨微微挥手，一对对皇城司卫如同潮水一般闯入左厢侯府。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墨绿色绸缎的贵妇被皇城司卫架了出来，肥嘟嘟的身体如同葫芦一样，丰腴身段不安扭动，两条白蟒一样的大白腿在不停胡乱蹬着。你们是哪里的兵？可知道这里是谁的府邸？可知道我是谁？我乃英国公赵显平之女，我夫君乃是左厢后，陛下亲自兵部尚书周玄彬周大人。你们是要造反吗？萧晨看着这叔父撒泼，眯了眯眼睛走上去，掐住他的下巴，俯视道：老实点儿，皇城司办案，告诉本王你的姓名。皇城司久久殿下。赵柔被萧晨凶神恶煞的神情一下，脸色一白，瞬间老实了下来。只见他连忙站直了身体，把白嫩的小脚藏在墨绿长裙之下，随后马上整理一下云鬓，才凄凄哀哀地说道：回殿下，妾身名叫赵柔，乃是周玄彬周大人正妻。说着话还偷偷看了一眼萧晨。你认识本王？萧晨一愣，反问道：妾身去年在皇家晚宴时候有幸见到殿下英姿，那真是天日之表，光彩夺目。赵柔的下巴被萧晨捏着，他的双眸直勾勾地盯着萧晨，欲望毫不掩饰。那他们呢？萧晨听到他的话，松开赵柔的下巴，他知道自己的颜值又奏效了。对于这种少妇，杀伤力十足。回殿下，是夫君所纳的二奶奶、三奶奶，这是大儿子周康，乃是妾身所生，那是夫君二儿子周某某。赵柔看到萧晨目光扫视过来，俏脸一红，暗暗说一句：九殿下真帅，连忙介绍起来他们家的家庭成员。萧晨听着他的话，点头笑笑，暗自对照从皇城司拿出来的人员目录，发现分毫不差后，他才转身慵懒挥挥手，说道：人数对了，全都带走，去下一家。傅盛等人眼眸一亮，齐声吼道：是！一时间赵柔等人面露惊慌神色。殿下，您这是做什么呀？殿下，我等都是官员家属，按大周律不应随意带走下狱，就算带走也要告知我等罪名才行。罪名？这宗世贵女还真不都是酒囊饭袋。萧晨听到赵柔的话一愣，刚刚赵柔的花痴表现让萧晨都有些轻看他了，能把大周律记得这么清楚的，哪里能有那么简单？随后萧晨转过身来，嘴角勾起说道：罪名，本王怀疑你们之中有人私通反贼，这罪名可以吗？一瞬间，这身穿墨绿长裙的美妇愣住了，她丰腴的身体如同吃了软骨素一样，瞬间瘫软下来。她不由自主地喃喃道：私通反贼？怎么可能？以她的智商，当然知道别的罪名可以乱说，私通反贼若不是有了确定的证据怀疑他们，是不能乱说的。带走，去下一家。萧晨看赵柔再也不乱说话了，随后冷哼一声，翻身上马朝着下一家赶去。萧晨带人刚走后不久，一辆奢华马车匆匆地行驶了过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一队身穿大红板甲的兵部卫兵。老爷到了。周玄彬面带焦急神色，感受到马车一停，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马车里面钻了出来。怎么可能？刚下马车，看着眼前这一切，周玄彬瞬间露出骇然神情。被踹得粉碎的朱红大门，躺倒满地的府兵，就连平日里面只在他一人之下的管家，此刻脸上也多出几条黑色鞋印来。老爷，您终于回来了。老爷，九皇子带着皇城司的人来了，二话不说就是抓人了。夫人，小姐，少爷他们全都被九皇子带走了。老爷，老爷您要救他们啊！这肥胖管家看到周玄彬出现在自己面前，那样子好似遇到了救星一样，
拨开人群，冲到周玄彬面前跪下，瞬间哭了出来。谁？你说谁？周玄彬表情愣了愣，他强忍怒火，提起管家的衣领问道。刚在兵部的时候，有禁军之中的消息送出来，萧晨突然说燕平之事和妖神教反贼有关，他还不敢相信，眼下他信了。只见那肥胖管事带着哭声说道：九皇子，老爷，是九皇子。九皇子他说，我们侯府之人皆有是妖神教反贼的嫌疑，于是二话不说，派黄承思冲入侯府抓人。老爷，咱们那么多府兵根本拦不住啊！您看我的头上还被一个人踹了2脚呢。周玄彬一下子松开了手，肥胖管事只觉得脖子一松，再次摔倒在地。是威胁。周玄彬明白了，萧晨此举是威胁。他周玄彬不是抓走燕平吗？那么他萧晨更狠，直接抓走你的全家，看看谁更痛不对。他萧晨就算是再厉害，怎么可能调动陛下亲军黄承思的？周玄彬老脸一白，想到些什么。来人啊，去汤统领府。说着话，他转身就要钻入马车之中。老爷，老爷！肥胖管事看着豪华马车快速离开这里，带着卫兵朝着远处奔去。此刻汤统领府门口，是他吗？萧晨随便提着一个吓人的脖领，眼神看向一个身穿红色纱衣的少妇。只见这少妇约莫25、6上下，头上身上带着各种珠翠，眼神还带着止不住的风情。回殿下。是，正是，这就是夫人。这下人抬眼看了少妇一眼，暗暗咽了口唾沫，连忙移开了目光。真有意思，没想到身为神武卫统帅的汤统领竟然喜欢长乐坊畔的姑娘。萧晨用手勾起少妇的下巴，啧啧说道：不得不说，这姑娘长得不错，皮肤很白，还极富有媚态，那眼角的风情，萧晨一眼就认出来此女子来自长乐坊这个萧金窟，毕竟前身很有经验。带走！萧晨冷哼一声，一挥手，皇城卫押着10几个和汤统领相关的人物朝着黄承思走去。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萧晨又走后不久，周玄彬乘着马车晃晃悠悠地追来，一瞬间，眼前空荡荡的府邸再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不好，本官猜的是真的，这九皇子当真无法无天。周玄彬怔了怔，随后露出骇然神色。老爷，林统领的府邸还去吗？这个时候，跟随他多年的马夫传来询问声音。不去了，去黄承思。本官倒要问问司徒无命，本官家眷究竟犯有何罪，竟然轮到他萧晨把本官家眷抓走。还有，派人通知本官岳丈，告诉他女儿被人抓走了。周玄彬抚须，眼神眯了眯，一瞬间他就猜到了其中关键。他要去找罪证，若是萧晨无罪抓人，他这次才是真立了大功了。九皇子啊九皇子，本官倒要看看你能嚣张几时。另外一边，萧晨带着大队的人马赶到下一家，他还不知道身后一直有个跟屁虫跟着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在意。萧晨骑在高头大马上，带着黄承思的人招摇过市。在他身后的木质囚车上，身穿墨绿色长裙的贵妇们正在低声啜泣着，并且还不断喊冤：大人，冤枉啊大人！大人，奴家等人是冤枉的。特别是神武卫统领汤海平的小娇妻，本就娇媚动人，正是美艳的年纪，再加上梨花带雨的哭相，哭的那叫一个美艳动人。一时间，周围路人的目光看到他的瞬间，眼睛就直了。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又抓人了？你看看，抓的都是贵人啊，身上穿的都是绸缎。哎呦，太美了！这要是能跟我过一夜，老王这辈子也值了。哎，老王，你看上那个了？你看看穿红衣的那个美人儿，真好看呀！我说你老王就是不懂欣赏。墨绿色长裙那个贵妇，一看就是大家闺秀。你看看那身材，那气质啧啧，这才是我辈所爱啊！哎呀，老李喜欢年纪大的呀！一时间，各种污言秽语、虎狼之词从这群路过的市井之人说出。赵柔在国公府也是大家闺秀，素日里面哪里听过这些混话？一时之间，气得他胸脯不断上下起伏，随后用白蟒一样的大长腿踢了踢自己的儿子。哭什么哭？周康，快让他别哭了，让周围那些贱民滚开。随后，坐在一旁的锦衣公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母亲正在被羞辱。一时间，少年周康暴怒无比，只见他双手扒着栅栏，狠声说道：别说了，都给本公子滚一边去！我爹可是兵部尚书，信不信我杀你全家？不说还好，此话一出，更加激起了周围吃瓜百姓的逆反之心。装什么？都进囚车了，还装贞洁呢？别让老子在教坊私见到你，到时候非要每次点你为老子服务才行。就这样，
囚车缓缓驶过大街，刘震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他先是疑惑、震惊，再到现在的面色复杂。他看向为首的萧晨，内心颇为震撼于萧晨的心黑。他先前只是听说过萧晨的事迹，知道他大周第一纨绔的事迹和黄嫂案的事情。现在萧晨竟然真的抓一部尚书的夫人和家眷，就这么堂而皇之的游街，他还是内心有些发颤。想了一下，刘震云还是一家马妇，控制战马来到萧晨身边，犹豫说道：殿下，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了？他们毕竟都是周大人家眷。萧晨瞥了他一眼，反问道：你怕了？刘震云感受到萧晨的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咬牙说道：殿下，末将不怕，只要是能救出燕统领。卑职担心的是，我们也有家眷。今日殿下动了周大人，明日我们要怎么办？犹豫一下，刘震云还是把担心说出来。毕竟刚开始他虽然知道萧晨敲诈，但是没想到会闹这么大。现在两下弄下去，一定是不死不休，他也无后路可退。哼哼，萧晨收回看他的目光，笑了一声，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刘震云的担心不无道理，他也早就想到了，没有这种决裂，绝了他们的退路。他们怎么全心全意地为他服务呢？忠心耿耿，难道是靠嘴说的吗？事实上，抓人之前，他就想了好几种办法，有立刻见效，还有回旋余地的。但犹豫一下，萧晨还是决定下猛药。既然想要收服他们，成为他萧晨的第一批班底，那么让他们无路可退，那就是必要的。不然花那么多力气就出来燕平，就为了他一声感谢吗？放心，出了天大的事情，本王保你。萧晨冷冷留下一句话，随后一家马妇快速朝着前方大街奔去，后面的跟上，前面就到了。随着萧晨提速，原本慢慢悠悠游街的囚车终于跟着提前了速度。大街中央，原本围着囚车外围的一道灰衣身影，终于看到囚车之中的人的时候，他的瞳孔微缩，瞬间消失在街头。第三家，神武卫副统领林孝府门口，萧晨翻身下马，在他身边多出了一个身穿黑袍、背着银枪的身影。只见这道身影飘然落下，黑袍微微抖动。喂，九皇子，这就是你说的反贼？洛威，皇城司赤金指挥使。萧晨微微一笑，走到来人的面前，并排说道：好久不见啊，洛指挥使。他带着金牌，故意请洛威来的，为的就是来抓这第三家林孝独子林清侯。这林清侯和上面两家可不一样，小时候就有天才之称，不过16岁就已经突破先天武者。萧晨自己可拿不下他，于是才动用金牌，让洛威在这里等他。很久吗？咱们昨天晚上不是刚见过吗？隔着黑袍，洛威的声音传来，让萧晨满脸黑线。他忘了，这姑娘好像缺心眼一样，昨天晚上还说要给他介绍老婆，还偷看他想到这里。萧晨打算小小的报复他一下。洛指挥使，你不是说要给本王介绍老婆吗？谁知道洛威转头看向他，声音提高了一些，仿佛十分兴奋。好啊，好啊，我师姐和你最配了，我把她介绍给你当娘子呀。萧晨面露无语神色，他才不相信洛威这不靠谱的家伙介绍的娘子呢。看着身后皇城司卫不断接近，他也不回答，转身朝着台阶上走去。洛指挥使，小心了，接下来抓人就全靠你了。萧晨走到林府朱红大门口，微微运起气血，一脚踹出，轰隆一声，这林府朱红大门瞬间粉碎。看着破碎的大门，萧晨微微冷笑。从户部尚书府到林副统领府，萧晨踹大门都踹出经验来了。皇城司办案，阻拦者杀无赦。这次萧晨第一个踏入林府大门。什么人敢擅闯我林府？刚一入内院，一道暴喝声音传入萧晨耳朵之中。与此同时，一约莫20多岁的劲装男子手持长柄银枪破窗而出，闪电般的朝着萧晨门面刺去。殿下小心！在萧晨身后，刘震云这会儿才刚刚走到门口，刚刚好看到这一幕，他面露大骇神色。谁知道萧晨看到枪尖近在咫尺，不避不逃，负手而立，嘴角还微微勾起。大胆贼子，胆敢袭击皇子，罪同谋反！当众人眼花，只看到一道黑影闪过，随后一声铁器碰撞的声音传入他们耳中。一瞬间，这劲装男子就倒飞出去了。怎么可能？刘震云等人愣了一瞬间，看到萧晨被刺杀，身后惊出一身冷汗。他们连忙冲了出去，在他们身后，皇城司卫也是鱼贯而入，一队人抽出森白长刀去镇压刺杀萧晨的刺客，另外一堆人则是跑到萧晨身边围成一圈。刘震云等人连忙跑到萧晨身前，
单膝下跪行礼，求殿下恕罪，末将护卫不力，请殿下责罚。来得好，就怕没有人证呢。见到来人是刘震云等人，萧晨内心一喜，他这次以身犯险，就是为了制裁林清侯。人们常说侠以武犯禁，萧晨不相信自己怒砸大门后，身为先天武者的林清侯能忍住不对他动手，而且他这次做足了准备。他身边不仅有皇城侍卫，还有洛威保护。虽说洛威性格上不靠谱，但是功夫上那是没得说的。他几次接近萧晨，萧晨都是等他到了身后才发现，若他是刺客的话，萧晨根本不敢想自己的小命没有了几次。想到这里，萧晨面带愤怒神色，他没有理睬刘震云他们的求饶，而是目光看向林清侯那边。抓住他，不能让他跑了。林孝之子林清侯刺杀皇子，其罪当诛。来人啊，给我抓住他！萧晨的话一出，瞬间让刘震云和傅盛两人面面相觑。两人秒懂，都懂了萧晨在做什么。袭击皇子乃是大罪，你们几个都去抓活的，把他带回去，看看谁指使他的。刘震云站起身来，满脸怒容。只是他话音刚落，砰砰两个皇城司卫被林清侯打飞出去，砸在假山之上，吐血昏迷。袭击皇城司，罪同谋反。看什么？抓住他！刘震云冷哼一声，再次吩咐身边金甲司卫，一时间再次冲出数个司卫把他包围。皇城司，皇子！林清侯站起身来，弹了弹身上的泥土，朝着萧晨这边看来。只见他嗤笑一声，桀骜道：什么皇城司？不过陛下手下的鹰犬罢了，少拿着鸡毛当令箭。本公子乃是神武卫副统领林孝之子，神武卫乃是陛下亲军，你们敢动我？很好。萧晨眼眸一眯，暗暗惊喜，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林清侯，刚刚你对殿下出手，现在你又抗拒缉拿，你要谋反吗？刘震云作为萧晨的嘴替，对林清侯挖坑道：谋反？你们能拿下我再说吧，就凭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等我见到我父亲，再一个一个把你们几个的问罪。说着话，林清侯周身青光一闪，一头数米长的青色巨蟒成型，紧接着朝着萧晨冲来。砰砰，一时间无数气劲飞舞，花坛四分五裂，泥土砖块飙射，距离他很近的皇城司卫纷纷吐血倒飞出去。宗师镜？不对，半步宗师镜。萧晨眯了眯眼睛，内心有些骇然。真气化形，宗师手段，他也没想到，这林清侯这么年轻，竟然已经距离宗师境就差临门一脚。精血武道，看来九皇子你真的找对了眼。萧晨原地不动，他的身前突然出现一个黑衣身影，砰！青蟒尖笑一声，撞在黑衣身上，瞬间散开成无穷气浪。而这黑衣人纹丝不动，没有任何动作。精血武道，那是什么？萧晨歪头看了看身前的洛威，问道，内心有些疑惑。听他这个意思，眼前这林清侯竟然和妖神教反贼脱不了关系。歪打正着，他运气这么好，怎么可能？此刻林清侯露出骇然表情来，他集中全力的一击打在黑衣人身上，竟然毫无反应。皇城司指挥使，林清侯瞬间猜出来人身份。说着话，他转身就要逃。精血武道是前朝特别流行的一种武道修炼方式，他们通过击杀妖族，吸收妖族体内的精血，用来提高武道修为。精血之中自带妖族武道感悟，这种修炼方式很快，但也有很大弊端。我们大周除了浮屠军外，很少有人使用，而且大周极力管控妖血资源，他既然修炼到快要宗师的境界，恐怕用的妖血资源不少。这种情况下必定和妖神教有关。洛威也不着急，认真的给萧晨科普精血宗师的信息。原来如此，萧晨摸着下巴点头。他一抬头看到林清侯刚刚跃上城墙，他急忙说道：跑了，这家伙要跑。哦，听到萧晨的提醒，洛威这才如梦方醒。去！说着话，洛威身形一闪，如一道闪电般朝着林清侯追去，一指点出，赤红色气劲飞舞，瞬间击中林清侯后腰。噗！林清侯刚跃上院墙，一口鲜血喷出，他瞬间从半空掉下，砸入大院之内，掀起漫天烟尘。这姑娘真可爱啊！萧晨看到慌忙出手的洛威，突然感觉她有些可爱。正抓贼呢，萧晨问他什么，他就真的跟萧晨聊起天来了。不过他给萧晨提供的信息很有用，他想到了自己的黄金心脏。听洛威说这精血宗师的意思，精血宗师就好像是过去的落后武道，需要和妖族不断厮杀才能获得修炼资源，不如现在的武道修炼方法，蕴养气血，通过吃一些天材地宝，从气血蕴养出真气，
这样可以循环。毕竟古时候的狩猎文明不就是被农耕文明所代替了吗？打猎打来的是不稳定资源，远不如种的带来的收益稳定。不过他所说的精血武道又和萧晨体内的黄金心脏很像，却又不一样。毕竟每次他体内钻出是清凉之气，也不是精血。算了，等找叶安都问问精血武道的修炼方法再说。萧晨喃喃自语，虽然黄金心脏目前对他没有损害，但是不找出黄金心脏的来历，萧晨还是觉得不放心。带走！看着眼前被五花大绑的林青侯，嘶声怒吼：“放开我！放开我！”萧晨面带喜色，本王要亲自审讯他们。他挥挥手，转身朝着门外走去。这次抓人真的赚大了，不仅抓到了周玄彬等人的家人，而且还查出了一条要挟资源的私下贩卖管道。这下名正言顺，再也不算栽赃陷害。狗贼，你们是谁？放开我儿子！刚到门口，绛红色的神武卫众假带着威严。林啸坐在马上，双眸赤红地看着走出来的萧晨，低声吼道。他在兵部听到了抓人的消息后，紧赶慢赶朝着家宅赶来。刚到家门口就看到了这一幕。哟，本王当是谁呢？这不是林统领吗？见到本王还不下马？有洛威在身边，还真查出了和妖神教相关的消息。此刻的萧晨底气十足，他一身黑色劲装站在林家府门口，负手而立，笑盈盈地看着面前的林啸说道：“九皇子，果然是你。”林啸看到萧晨后，面色露出骇然神色：“爹，救我！爹，他冲进家门抓我，还说我袭击皇子，其罪当斩。爹，救我呀！爹！”林青侯这个时候正好被黄承思喂压了出来，他看到林啸瞬间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青侯！林啸看到林青侯五花大绑，满脸是血，内心压制的怒火瞬间爆发了。九皇子，本统领身领神武卫副统领，兢兢业业为陛下效力。今日你不由分说抓我独子，若不说出个道理来，别怪本统领不客气了。说着话，他周身宗师境巅峰的气息骤然爆发出来，一瞬间朝着萧晨压来。砰！气势还压到萧晨，萧晨面前出现一道赤色光照，瞬间抵挡。来人，拿下他！萧晨不急不缓，冷哼一声，瞬间一道银枪从天而降，朝着林啸刺去。砰！林啸一拳轰出，拳与枪间碰撞，火花四射。林啸瞬间从战马上倒飞出去，噔噔噔倒退好几步才稳住身形。宗师境巅峰，黄承思指挥使？怎么可能？他面色一紧，露出骇然神色。能接他一拳，还和他平分秋色的，只有可能是黄承思的四大指挥使。本王凤凰命差与花巷逃跑反贼一案，现在怀疑林青侯与反贼一案有关，现在捉拿林青侯归案。林统领，你还还手吗？萧晨从怀中掏出一物，砰的一声定在他的面前。林啸微微一愣，才看清楚这块雕龙玉牌确实是陛下之物。一瞬间他瘫软了下来。微臣领命。不仅是他，黄承思囚车之中，赵柔也好，周康也好，看到这一幕都露出骇然神色。他们都以为事情闹大了，带走！本王要亲自审讯这些反贼，一个一个审讯。萧晨面带冷笑，他的眼眸在赵柔和周康身上流转。赵柔丰腴的身体一颤，别过头去，不敢和萧晨对视。他再也不敢嘴硬了。吱嘎吱嘎，囚车朝着黄承思而去。皇宫，御花园中，初春时节，万物复苏，一簇簇从天下各处移栽的珍稀花木已经郁郁葱葱。因为要赶上明景帝寿诞这个帝国最大的节日，有些花朵在秘法加持下早早开放。一时间，这御花园中争奇斗艳，竟然比盛夏时节还要漂亮。此刻，御花园东侧的凉亭之中，两道身影正对坐一齐。左边身着明黄色五爪龙袍，正是明景帝萧庭，此刻他正捏着一颗白子悬停半空，面带思考神色。右边一人身穿得体阴阳道袍，头发同样半边黑半边白，正是老鹰比司徒无命。在他们身后，身穿绯红长袍的秉笔太监陈公公就这么躬身站着，看着眼前的顶头上司就这么跪着。他弓着身子，一点也不敢动。越平静的湖面，湖水中的暗流越大。再加上他干爹黄公公带来的爆炸性消息，九皇子竟然要在皇城内动用禁军去捉拿反贼。陈公公满脑子都是他怎么敢的，他怎么敢的？朱雀门前台阶上的鲜血，这才干了多久？九皇子就这样作死。因此，在拿不到主子爷此刻所想的事情，陈公公丝毫不敢乱动。陛下，老奴没有劝住九殿下，老奴该死。黄景跪在凉亭地面，嘴上说着该死
却面色平静，丝毫没有惧怕神情。明景帝随意下了一子，瞥了一眼黄景，说道：“倒茶。”哎，陈公公内心一突，听到黄景答应一声，连忙上前把他搀扶起来。干爹，您没事吧？一瞬间，黄景摇了摇头，推开他，随后熟练地捧茶器靠近斟茶，那熟练的样子，好像没有反贼这一件事情一样。陈公公有些傻眼了，主子爷竟然没有生气，不仅没有生气，还听到这么爆炸的消息后，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简直颠覆了他的三观。明景帝落子之后，皇城司主司徒无命落下一颗黑子，一瞬间，明景帝露出会心一笑的表情来。哎，师兄啊，看来这次你要输了。司徒无命沉默片刻，接话道：“陛下算无一策，臣输的心服口服。不过陛下就这么确定九殿下会赢？”明景帝哼哼一笑，得意道：“朕当然不确定，不过朕这不是把皇城司给他派过去了吗？”这个时候，司徒无命露出恍然神色，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明景帝传旨让他一大早进宫，恐怕早有此意。想到这里，他看向黄景，那意思很明显，陛下为什么要提早做对周旋兵的布局？黄景笑了笑，尖细着声音解释道：“左乡侯周旋兵刚当上兵部尚书动作频频，总结下来就是3件事，要么就是推动今年的军费削减预案，要么就是彻查上任兵部尚书在位时期所留下的案牍兵马粮草记录，想要查出上任尚书在位时候有任何违法记录，还有就是这第3件事，那就是假借春猎之名给九殿下下套。这第一件事情，老奴听说户部尚书上官仪告假未归，兵部制定法案，就算报请内阁也过不了户部这一关。第二件事，老奴也知道老大人叶勤刚正不阿，历任3朝元老，断不会有任何贪污心思，此一项周旋兵不可能有任何收获。算来算去，只剩下这第3件事情最适合了。于是陛下就顺势利用九殿下敲打下周旋兵，让他知道党争不可影响帝国军务，尤其是西南军费。陈公公站在旁边听着3大巨头聊天，他的内心震撼不已。他也没想到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主子爷这边就已经把帝都大事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九殿下当真胆大，竟然敢以调动羽林卫来威逼老奴，那小子一向如此，要不然上次朕也不会输给师兄了。陈公公站在旁边侧耳倾听，他时不时的抬眼看向司徒无命，发现他的表情并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候，一个绿袍小太监急吼吼地跑了进来，在陈公公耳边低语2句。一瞬间他惊呆了。陈公公连忙跑到3巨头身边，低声报告：“陛下，出事情了！英国公赵显平求见，他弹劾九殿下私自带人缉拿官员内眷，造成极坏影响。”明景的瞥了他一眼，哦了一声，平静地说道：“朕知道了。”这些事情对他没有任何惊喜。对于九皇子，他也看明白了，有人算计到他的头上，萧晨不打回去，那还真不是他的性格。还有，九殿下在神武卫副统领林孝府中发现了有人走私妖族精血，那神武卫副统领林孝之子林清侯被皇城司赤金指挥史洛威击败时，被人发现他的体内使用了妖浆白蟒精血，还到了突破宗失境的边缘。明景帝骤然抬头，眼神闪过一丝杀意。这个时候，只见司徒无命微微一笑，头子认输。陛下，老臣请旨意，皇城之内出现妖血走私，臣请陛下彻查。司徒无命突然坐在座位上微微躬身，他道袍黑色部分瞬间遮住身形大半。一瞬间，明景帝抬头看向司徒无命，瞳孔微缩：“师兄，你早知道。”萧晨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皇城司的车队在大街上走着，在他身后远远的林孝带人跟着。萧晨的面色凝重，暗暗想到：果然我是棋子吗？从左乡侯周旋兵的家中抓人出来，再到林府，怎么也1个时辰过去了。若是他的便宜父亲明景帝想要阻止他，此刻的圣旨应该已经传到他的手中了。可到现在圣旨都没有到，所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明景帝默认的。也就是说，在别人的棋局之中，他被便宜老爹再次当成了棋子，一种用来敲打周旋兵的工具。虽然不知道便宜老爹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萧晨隐隐猜到了明景帝纵容他的目的，那就是敲打周旋兵。此刻他瞥向身后的囚车里，暗自冷笑。身后的囚车之中人数众多，因为抓的人越来越多，原本宽敞的囚车此刻也有些拥挤了起来。身穿墨绿色长裙的赵柔发髻有些散乱，只见他双手抱胸，葫芦一样丰腴的身材朝着囚车一脚缩了又缩，满脸不耐的样子。哭什么哭？烦死了！我乃大周英国公之女，大周兵部尚书，左乡侯周旋兵之妻，谁在摸我，
让你们好看。周康把他们的舌头割下来。此刻他一个人缩在囚车角落，旁边周玄彬的儿子女儿们正费力地保护着他。可就这样，那林青侯双眸赤红，正一脸兴奋地朝着这边蹭着。龙性本淫，更何况龙属性的妖将白蟒。林青侯被擒后，使用妖血突破宗师的后遗症露了出来。虽然被五花大绑，但他仍然在不停地朝着这边蹭那双眸，看着赵柔丰腴的身子都是绿的，妖血之中的兽性放大了他心中的欲望，把他平日里面的小癖好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赵柔被挤得满脸通红，没办法，他只好求饶：九殿下，救命啊，九殿下！我都说，您想问什么我都说。萧晨勒马，微微一笑，喊了句停。于是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只见他牵着缰绳慢慢来到囚车前面，居高临下说道：周夫人，你肯配合那就太好了，本王问什么你回答什么，把他提出来。来人，围起来，快把这里围起来。皇城司衙门门前，一队队身穿红衣板甲的士兵飞出，朝着皇城司门前包围而去。为首的正是坐在高头大马上的兵部尚书左乡侯周玄彬。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在皇城司撒野？来人啊！皇城司衙门门口，几个身穿金甲站岗的士兵还没来得及还手，就已经被冲上来的兵部士兵用刀架在脖子上了。大人，皇城司府门口已经控制。这个时候，一个统领模样的人才快步跑到周玄彬面前，单膝跪地行礼。哼，跟本官冲进去要一个说法，本官倒要看看究竟谁敢抓本官家眷。说着话，周玄彬冷哼一声下马，带着目空一切的气势，他昂首挺胸地朝着皇城司内部冲去。闪开，闪开！周玄彬带队抬腿闯入皇城司衙门，放眼看去，他仿佛进入了青石灰岩修成的院中。你们是谁？胆敢擅闯皇城司？来人啊！他刚一进来，院内身穿绿袍的书吏都皱起眉来，非但没人惊慌，一瞬间就有人惊呼出声：你站住！周玄彬皱眉，随便指着一个精瘦的书吏。他身后的兵卒们把他带到了面前。本官兵部尚书周玄彬，你们司徒司主呢？让他出来见我。兵部尚书，那精瘦的书吏瞬间身体一抖，瞬间气焰消失，求饶道：大人，大人饶命啊！下官只是一个小小的书吏，实在是不知道司徒大人在哪里啊。周玄彬哼了一声问道：那么皇城司4大指挥使呢？让他们出来见本官。本官内眷被皇城司所抓，你们要给本官一个说法。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眼前这官员已经双腿平躺，身体绷直，双眸紧闭，只剩下磕头求饶起来。你周玄彬愣了愣，他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官员，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无赖，真的无赖。抓到他就求饶，威胁的话不停，问什么一问三不知。你们呢？他一抬头，这才几个呼吸之间，整个大院之内所有人都跑得精光，一个都不剩了。不是说要找人来抓他吗？太惨了，这次竟然又是老李。上次抓了莱阳侯的独子，莱阳侯来闹，就是老李被抓。这些书吏们一个比一个精，皇城司是个得罪人的活儿。虽说皇权特许，先斩后奏，但是这里是大周帝都，到处都是权贵，他们想抓能抓，那是上面得利，下面这些书吏还要在帝都生活，那就需要和权贵们打交道。这一来二去，抓人抓多了，来的权贵闹多了，他们也总结出了经验，只要有人气势汹汹来闹，先跑为敬，千万不要正面硬抗。所以刚刚跑到皇城司后面的小院躲避的几个书吏议论纷纷，脸上都是对被周玄彬抓住的书吏的惋惜。毕竟兵部尚书除了亲王，也算是帝都之中比较顶尖的权贵了。就在这几个书吏埋着头朝着外面张望的时候，他们的身后的空间慢慢荡漾一道道波纹，波纹之中竟然走出来一个黑衣道童来。告诉我，门口出什么事情了？什么声音？这几个书吏猛然回头看着道童，露出骇然神情，下一秒竟然如行尸走肉般诉说起了门口的遭遇。此刻进士门口，刚刚逃跑的书吏单膝跪地，朝着进士行礼道：禀报指挥使大人，门口处兵部尚书周玄彬带数百官兵包围我皇城司，讨要他家内眷，说是九皇子带我皇城司卫带走，还请指挥使大人定夺。一位容貌倾国倾城的道姑盘坐在进士之中，缓缓睁开双眸，只见他身穿玄色道袍，头戴莲花冠，眉形朱砂相衬，显得他又清冷又妖异。听到这书吏的话，好看的眉头微微皱起。这个时候，旁边的虚空一阵涟漪，一个道童从空气之中钻了出来，跪在他的身前说道：回师姐，
此人所言句句属实。罢了。道姑微微叹了口气，声音有磁性，带着微微沙哑。只见他站起身来，轻移莲步，朝着外面走去。刚出进室门口，他的道袍竟然慢慢褪去颜色，成为一身白色素衣。随后，一个长相清丽、双眸威严的指挥使大人出现在众多金甲司卫面前，拜见谢指挥使大人。皇城司4大指挥使之一，灵文指挥使谢清无出现在众人面前。尚书大人在哪？谢清无出现后，他微笑说道。他的声音无比好听，好似玉器相撞造成的响声一样，一瞬间让众多司卫都微微失神。回指挥使大人，周大人他正在四处抓人呢。不过瞬间，在他声音落下之后，还是有机灵的司卫反应过来回道。谢清无微微皱眉，走，随本官去看看。说着话，只见他轻移莲步，慢悠悠地朝着前院走去。找，把这里面所有的书吏全都抓出来。本官就不相信了，司徒无命他还能躲到几时？左厢侯周玄彬破防了。只见他双眸赤红，咬牙切齿地朝着身后的士兵吩咐道：是。一瞬间，他身后的卫兵统领再次挥手，更多兵部府兵从皇城司大门口涌了进来，朝着眼前青灰岩石盖成的皇城司搜了起来。没办法，周玄彬也没办法，他抓了几个书吏，想要逼司徒无命出现。可这些书吏不是一个个的装死，就是不住的求饶，有效的信息是一点都提供不出来。他感觉他盛怒的一拳仿佛打在棉花上一样。来人，给本王冲进去，凡是阻拦之人必杀。是。突然门口一阵阵甲胄碰撞的声音传了进来，随后让他无比痛恨的人影从天而降，出现在他的面前。周大人，谁给你的胆子在皇城司撒野的？只见萧晨一身黑衣劲装，砰的一下踹开2个卫兵，破门而入，随后带着和煦的微笑看着他。萧晨，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盛怒之下的周玄彬被气得肝胆俱裂，右手不断颤抖地指着萧晨，竟然连礼仪都不注意了。拿下他们。萧晨还没有动手，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素衣、倾国倾城的女子。她的皮肤白皙，宛如和田白玉一样，不见一丝瑕疵，面容清丽，唇瓣丰润。出现的一瞬间就抓住了萧晨的注意力。萧晨仔细地看着她，竟然看不出她的年纪，感觉像是30岁的少妇，又感觉是20岁的御姐，感觉是手握几10万兵马的女杀神，又感觉是像陆仪那样的熟妇。一瞬间，萧晨都愣住了，清纯妖媚各种气质都在她的身上显化。直到七绝骨一阵嘶鸣，萧晨重新反应过来，好美的女子，好美的女子。萧晨内心感叹，突然有种把她带回府中的冲动。要知道，得益于萧晨前身大周第一纨绔的身份，普通的女子即使是青楼的花魁，他也见到过不少，目前根本不入他的法眼。眼前这女子萧晨只是惊鸿一眼就知道绝不简单。嘶！突然七绝骨一声嘶鸣，突然躁动起来。他这一声躁动，萧晨的眼前变化了，眼前谢清无身上突然出现漫天的情欲之气，这种情欲之气如同红霞一样围绕在他的身边。不！萧晨瞪大眼睛，眼见这如云的红霞撕下来，一片朝着他飞来，竟然要比那日南宫婉提供的情欲之气还要大得多，怎么可能？怎么有人欲望之力如此强大？萧晨看到这一幕，倒吸一口凉气，内心激动。若是这一块红霞入体，说不定七绝骨情欲之力还能再升级一次了。突然，只见谢清无微微抬头，灵动的双眸看向萧晨，他轻咦了一声，脸上闪过困惑之色。随后，这块红霞瞬间被击碎，化作流云回到谢清无的身边，而且他身边的红霞迅速消失不见。怎么可能？萧晨感受七绝骨一声悲鸣，沉寂下去，他露出骇然表情。这还是第一次他见到有人能直接控制自身情欲，把情欲之气吸收回体内的。他能看出我的异常。萧晨震惊，绝色道姑也内心同样震惊。就在刚刚，萧晨看他一眼的时候，让他体内尘封多年的俗心竟然动了一下，这让谢清无有些惊讶。只见他走到萧晨面前，微笑行礼，见过九皇子殿下。萧晨摆摆手，示意他开始表演。是，全部控制起来。紧接着，谢清无微微挥手，大队的皇城侍卫冲了出去，一个一个用刀架在了冲进来的周玄彬带来的士兵脖颈之上。周玄彬看着眼前冲出来的皇城侍卫，还有面前站着的萧晨，全是被夺的他竟然一时之间有些激动。谢清无，皇城司灵文指挥使，这么久了，你们皇城司终于有个人敢出来见本官。听说你不会武功，以素人之身代理皇城司日常事务，可认得本官？原来他叫谢清无。萧晨愣了愣，一瞬间想起洛威向他吹嘘他师姐有多厉害，
可在周玄彬这人嘴里得到的信息是，他不会武功，鬼才能信呢。萧晨内心冷笑，朝着谢清武所在的方向看去，就刚刚只是一眼，就把情欲之气收回体内的能力，就连洛威都做不到。谢清武瞥了一眼周玄彬，淡淡说道：无论阁下是谁，此地乃是皇城司，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赶出去！霸气！萧晨暗暗地给他竖起大拇指。不得不说，他说话带着清冷的样貌，不容置疑的语气就是霸气无比。周玄彬说的是，老子背景很大，你能拿我怎么办？这谢清武直接不鸟，就要动手。大胆！周玄彬见谢清武真的打算动手，见势不妙，当即呵斥冲上来的皇城司卫。趁着司卫愣神，他转换炮轰对象。本官乃是大周新任兵部尚书，本官刚回家中，得知本官内眷被九皇子带着皇城司卫所绑。九皇子，我且要问，本官内眷在啊？他们做错了什么？竟然轮到你来指挥皇城司？你们皇城司还是否只遵陛下之命？哟，冲我来了，还不算蠢吗？萧晨原本还在看戏，还想看他被赶出去。周玄彬无论怎么有理由，他冲击皇城司就是不对，所以谢清武赶他出去合情合理合法。但是他抓住了一个漏洞，那就是皇城司只遵陛下旨意，平日里面萧晨哪怕是皇子也不得调动，但今日萧晨却调动皇城司，这必定与法不合。果不其然，萧晨想到这里，放眼看去，原本听谢清武之命的皇城司卫瞬间愣在原地，他们也不敢乱动了，毕竟兵部尚书一职已经是站在这个帝国顶点的人了。果然，兵部尚书你可以说他菜，但是绝不蠢。萧晨微微一笑，挥了挥手，把人带上来。父亲，父亲，救命啊！父亲，夫君，救我们！夫君！一瞬间，刘震云等人在萧晨的吩咐下，每人抓住一个俘虏，出现在皇城司的院中。为首的刘震云手中那个身穿墨绿色长裙的丰腴贵妇，正是周玄彬之正妻，殷国公之女赵柔。夫人，卡尔。周玄彬听到声音，转身朝着后面看去，只见赵柔散乱着云鬓，美眸微红，原本墨绿色长裙也是带着褶皱，一瞬间她的眼圈就红了。只见她转头看向萧晨，压抑着怒火道：萧晨，你以反贼之名缉拿本官内眷，今日你若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本官明日上朝死谏。萧晨冷冷一笑：是吗？周大人，令夫人和公子真就这么无辜？说着话，萧晨看向刘震云等人，吩咐道：解开盔甲，给周大人看。是。随着刘震云等人一声怒吼，他们身上的白色板甲瞬间脱落，一道道狰狞的灰色尸毒遍布他们上半身，黑色血管如同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地散落在他们身上。看到这狰狞的伤口，周玄彬瞳孔微缩，在萧晨身后，谢清武也微微蹙起眉来。尸毒，没错。萧晨连忙接话，内心给谢清武竖起大拇指，打得一手好助攻。正如谢指挥时所见，正是那日妖神教逃走反贼，赵先生所中尸毒。本王自进入皇城挑选卫队以来，才发现羽林卫副统领刘震云与一众羽林卫校未身中尸毒，而且听他们说有人逼迫他们加入妖神教，默默潜伏在皇城之内，准备举事。我们什么时候被妖神教反贼逼迫？听到萧晨的话，刘震云他们纷纷露出怪异神色。至于被反贼诬陷，本王也是苦主，事关重大，本王义不容辞，亲受皇命调查妖神教内奸一事。现已查明，兵部尚书周玄彬周大人之妻子都与妖神教反贼有关。听到萧晨说出羽林卫三个大字的时候，周玄彬就明白过来，萧晨此举就是替燕平报仇而来。毕竟萧晨说他之内眷都和妖神教反贼有关，和他说燕平殴打上司致重伤有异曲同工之处有关，有多大的关系？是直接加入妖神教，还是只是和妖神教有过来往？这些都是能聊的。燕平之事也是，虽说殴打上司，可是伤势程度还不是他兵部尚书一句话的事情。威逼！想到这里，周玄彬恨得牙痒痒的。他也没想到萧晨如此无耻，萧晨此举就是在威逼他，让他放了燕平。他放了燕平，他的家眷才会安然无恙。证据，陛下受命殿下查案的证据何在？若殿下拿不出，就别怪本官参殿下一个假传圣旨之罪。这老东西还真会挑软肋攻击。萧晨愣了，证据他确实没有，毕竟他只是胁迫黄锦拿到了调动皇城司的腰牌。圣旨到！就在萧晨愣神的瞬间，一身绯红长袍的陈公公带着明皇圣旨出现在众人面前。九皇子萧晨、左相后、兵部尚书周玄彬接旨。好巧的圣旨！
萧晨看着突然出现的陈公公，愣了愣。难道说明景帝早就在这里等着他？或者说他早知道自己会在这里跟威逼周玄彬？想到这里，萧晨倒吸一口凉气。殿下，陛下让你查要挟走私一案呢。萧晨愣神的时候，陈公公突然走了过来，笑盈盈地看着他说道。萧晨眼眸亮了，他看向周玄彬说道：周大人，圣旨在此，你还有何话说？黄承思，周大人，你还有何话说？萧晨听到陈公公的话，朝着周玄彬看去。周玄彬在看到陈泰的一瞬间，他也震惊了。本官不信，我不信。什么圣旨？太巧合，太巧合了。周玄彬面色狰狞，喃喃道：他才不相信这圣旨来得太及时了，不可能是真的。没办法，陈公公瞥了一眼周玄彬，面露嘲讽神色。九皇子萧晨，左相后兵部尚书周玄彬接旨。只见他打开圣旨一瞬间，开始宣旨起来。周玄彬瞳孔微缩，他有些相信了。臣接旨。呼呼啦啦，陈泰刚一出场，无论皇城司卫还是兵部府兵，全都跪了下去。而臣接旨。萧晨刚想躬身行礼，一瞬间感觉自己的双手被人拖住了。他抬头一看，只看到陈公公的面貌如花的老脸，一脸敬畏地看着他说道：哎呀，殿下，您怎么能向老奴行礼呢？老奴不过是个宣旨的，您站着听，站着听就行。陈泰的话让萧晨一愣，也让周玄彬露出骇然的表情来。陈泰是谁？司礼监秉笔太监，仅次于黄景的大太监，可以说是距离明景帝第二近的人。今日他竟然对萧晨这么谄媚，这让他怎么能不恐惧？如此也好。萧晨瞥了一眼周玄彬，内心暗暗有些猜测。此刻陈泰出现在这里，还有他便宜老爹明景帝默许他动用皇城司卫的行为，萧晨隐隐猜测出了明景帝的心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因天命，统御九州45域，夙夜忧勤于军国重务。今岁遇云幕，边陲风静，南境将士披甲枕戈，苦寒数将，而军需粮饷未定，朕心惕然。兵部尚书周玄彬，而总荣书典章军纪，当刻日反蜀，督率诸司，速核天下兵马钱粮之数，至明年军费详册，限3日内成内阁议裁。边关将士悬望如旱苗代数，而其体阵交劳，慎勿积言。若户部司官推诿掣肘，即成内阁训斥；若藩镇虚报冒领，当严查以肃军纪。凡有碍军务者，6部堂官皆须协理，勿使4月前靠营抵塞，久边封岁得安。钦此。陈公公尖细的声音传入现场所有人的耳朵之中。周玄彬抬头，长大嘴巴露出惊讶表情。他明白了，一切他都明白了。萧晨却露出一丝微笑。果不其然，他猜得不错，此圣旨就是来催周玄彬呈报兵部预算的。周玄彬作为新任兵部尚书，分明没有体会到明景帝的心思。明景帝既然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选择督促周玄彬，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不同意削减军费。萧晨眼神闪烁，内心此刻感到无比惊喜。如果他所猜测的不错的话，此刻来他这里宣旨的是陈公公，那么唯一可能的是，同样的圣旨也会给户部尚书连日来都告假的南宫仪。微臣接旨。周玄彬内心苦涩，萧晨想到的事情，他也同样想到了。只见他双手举过头顶，陈泰把圣旨卷起来，放入周玄彬手中。周大人，陛下的心思你是知道的，此刻南境战事紧急，您可不要再推辞了，加快去做吧。陈泰脸上带着笑容，尖细着声音暗示。是。周玄彬此刻再无嚣张气焰，微微躬身说了句是，就要朝着萧晨这边走来。九殿下，九殿下。萧晨听到声音，瞥了一眼周玄彬，冷笑说道：周大人还有事？只见周玄彬老脸一紧，委屈巴巴。燕平燕统领，微臣已经派人去请，不知道臣的内眷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说着话，他看向跪在一旁的赵柔等人。不是，你嚣张的态度呢？我还是喜欢你刚才嚣张的样子，你改一改行不？萧晨看着周玄彬此刻谨小慎微的样子，暗自吐槽。不过他却没有说出口，而是搪塞道：本王说了，赵柔等人是官反贼，本王不能给你。你见萧晨如此无耻，明明自己退一步，他还要继续威逼。周玄彬再次暴怒，咬牙低吼：殿下还要如此苦苦相逼吗？本官怎么也是兵部尚书，掌管大州兵事，得罪死了我，对你对叶家有什么好处？不早就得罪死了吗？萧晨内心冷笑，自从他投靠太子那一刻，他和周玄彬注定就是敌人，所以他的威胁萧晨不放在眼中。殿下，您在这里啊？您看老奴我忘了。陛下让老奴给您带了一份圣旨。萧晨刚想继续说话，
刚刚宣旨结束的陈公公舔着脸再次凑到萧晨面前，乐呵呵地说道：“儿臣接旨。”萧晨刚想躬身接旨，只听陈公公慌忙说道：“不用，不用，殿下您怎么能朝着老奴行礼呢？折杀老奴了。陛下的意思很简单，您刚发现的走私妖血与妖神教反贼案，由殿下您亲自审理，三司协助，皇城司主办。”一瞬间，听到这道圣旨的周玄彬瞬间露出惊恐表情。怎么可能？萧晨瞥了他一眼，内心暗爽，他便宜老爹这个圣旨来的正是时候，此刻才是真正的名正言顺。站在他老爹的立场，周玄彬再也没办法不在军费预算之事上尽心尽力。而对于萧晨来说，有了这个尚方宝剑，他才真的有了插手三司和其他皇子比肩的机会。周玄彬那个后悔啊，他后悔在军费之上对萧晨做局，没想到却得罪了陛下。眼看萧晨接圣旨，他纵有千般苦难，也说不出口。殿下，殿下，不知道小儿和夫人所犯何罪，是否严重？殿下，臣可表态，马上回兵部对军费之事进行拟票，报请内阁，必然不减一分军费。殿下，您要燕平，臣马上把他送来。周玄彬跟在萧晨身后，面带苦涩地表着忠心，和刚刚嚣张的样貌全然不同。毕竟此刻自己夫人和儿子全在别人的手中，他再硬气也没办法。燕平的罪呢？萧晨看着他冷笑道：“罪？什么罪？燕统领哪有罪啊？”周玄彬连连说道：“来人！”萧晨瞥了他一眼，也不说话，只是笑了笑，表示满意，把所有人押到皇城司司狱，本王要亲自审讯。周大人，什么时候本王看到燕统领？您的家眷也都安全了？是。刘震云也好，傅盛也好，通通露出兴奋表情，他们终于感受到拿捏别人是什么快乐的感觉。老爷，救我！老爷，老爷！爹，爹，爹！抓起赵柔等人，朝着皇城司狱而去。一路上只留下梨花带雨的赵柔声音。周玄彬满脸苦涩地看着众人被押入赵狱，抬起的手肘无力放下。周大人，烦请让路啊！这个时候，他的耳边响起恶魔声音。他抬起头，看向笑盈盈的萧晨。突然，他有种后悔和萧晨为敌的感觉了。另一方面，南宫尚书府中，南宫婉美眸缓缓睁开，他手臂撑着床榻微微起身。我这是在哪里啊？他的记忆还停留在萧晨出现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是跪在尚书府门口求父亲原谅，可跪了几个时辰，父亲都没有见他一面。直到萧晨出现：“小姐，您可算醒来了，可吓死奴婢了。”吱呀，南宫婉看到房门打开，小环端着银色小盆出现在自己面前，面露惊喜神色。您不知道，您在寒风中跪了2个时辰，受了风寒，足足晕了2天2夜呢，可吓死奴婢了。您终于醒了。南宫婉一愣，他这才发现自己竟然睡在自己的闺房之中。小环，我们这是在家，爹他接纳我了，可嗨嗨！南宫婉面色激动，一激动，白皙的皮肤竟然渗出一丝病态红晕，而且还咳嗽起来。这……小环露出一丝为难神色，他竟然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告诉南宫婉真相了。总不能说九皇子为了他入府，亲自毒倒了他的亲弟弟，结果现在还是昏迷不醒了。小环，你说啊，爹爹呢？他人呢？南宫婉有些激动过头，一时间只觉得有些眩晕，竟然玉手支撑不住，差点倒在床榻之上。哎呀，小姐您别激动，我说就是了，老爷能接纳您都是因为九殿下。小环诉说着那日的见闻，说着说着，南宫婉潭口微微张开，震惊的模样煞是可爱。是他，萧晨。忽然的，他想起了东宫那天晚上那一夜，同样霸道的萧晨九皇子他怎么样？南宫婉愣了愣，下意识地问道。不知不觉，好像哪个人已经走到了他的心里。小姐，您不知道九殿下可神奇了。刚刚老爷接待黄景黄公公，2人还聊起了九殿下呢，说他要主查妖血走私一案，还斗赢了兵部尚书呢。南宫婉眼眸一凝，就要下床去听关于萧晨的一切。小姐，小姐，萧晨。南宫婉听着小环的话，清丽的脸颊上浮现些许复杂的神情。他也没想到自己在昏迷的这2天时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九皇子不仅从甘元殿早朝得知他跪在南宫府门外，直接追到了家中，而且还打上门，打伤众多人来到他父亲面前霸气威胁，这才让他重回南宫府中。想起萧晨那日如神兵天降一样的英姿，还有小环嘴中听到绘声绘色的描绘，竟然渐渐让他把那日夜晚的萧晨和前日里面霸气救人的萧晨形象
重合了，恨也不能恨，爱又不敢爱。偏偏萧晨又像是一个梦魇一样如影随形。特别是他听小环说道，为了他能入府，萧晨竟然敢对他亲弟弟南宫尚下毒的时候，可嗨嗨！他一激动，呼吸有些急促，咳嗽出了声。小姐，您没事吧？小姐。小环见状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多了，连忙起身坐在床榻边上，拍拍南宫婉的后背，帮他理气顺心。过了好一会儿，南宫婉才缓了过来。只见他白嫩的小脸带着些许焦急神色。煞儿，现在怎么样了？九皇子萧晨，他怎敢如此胆大妄为？说着话，他的脑海不自觉再次浮现萧晨那带着微笑的面容，说到最后，语气不自觉软了下来。小姐。小环见南宫婉要下床榻，连忙劝道：您这身体太弱，就别操心了。小环听说了，上公子他没有事，九殿下下手不重，但他至今都未曾醒来。老爷他找了帝都10几个名医来看，都对上公子体内的毒素无能为力，还是惊动了宫中御医，陈大人前来亲自诊断，开的药方说的上公子无事。您还是好好休养，别再想那么多事情了。小环说着话就要扶着南宫婉让他躺下，紧接着把银色小盆端过来给他擦洗。怎么可能？萧晨他用毒如此厉害，那日怎么会被诬陷来到太子寝殿？南宫婉躺在床榻之上，漂亮的双眸迷上一层迷雾。原本他对九皇子萧晨的印象也来自大周第一纨绔，没什么好印象。可他想起2次接触下来，萧晨好像似乎和世人了解的相差甚远。爹爹呢？爹爹他现在在哪里？南宫婉躺在软软的薄被中，双手抓着被角，随意问道。老爷，老爷好像在正厅里面迎接圣旨，陛下似乎要催促老爷上衙。您不知道，上公子病的这些天来，老爷也是着急，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上衙了。可能陛下催了吧，毕竟老爷那么大的官，一直不去户部。哎，小环刚还在专注清洗毛巾，这一转身，床上的南宫婉竟然消失了。圆脸小姑娘一转头，南宫婉竟然身穿白色单衣，打开了房门，跑了出去。小姐，小姐您慢点儿，您的身子太弱了，吹不得风啊。小环一看有些傻眼，只见他连忙抱起旁边的狐裘大氅，追着南宫婉追了出去。此刻南宫家正厅之中，南宫婉刚刚跑到厅外，就听到正厅之内发出的声音：老臣领旨，恭祝吾皇圣安。只见南宫仪跪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朝着眼前的圣旨磕头。此刻他的老脸上闪过一丝惊诧神色。南宫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陛下也是忧心国事，实在没办法才让咱家来宣旨的，若不是南境军情如火，咱家也不会来请南宫大人的。黄景满脸堆笑，一挥手让身后的绿袍小太监把南宫仪扶了起来。臣懂得，臣懂得。南宫仪内心翻涌，不住地说着这句话。出事了，一定出事了。但是他内心的直觉告诉他，大周地都出大事情了，不然的话，皇帝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个点上毫无预料地给他下一份圣旨，还是明发上谕。南宫仪宦海纵横20余年，成为户部尚书，进入内阁也有10年。但凡通过明发上谕涉及之事，明景帝必定十拿9稳，不然的话不可能搞这么隆重。再联系是司礼监大太监黄景亲自来催他上衙。一瞬间，南宫仪就猜到是什么事情了。军费，既然旨意宣完了，咱家也就回去了，陛下那边还等着咱家回话呢。黄景瞥了一眼沉默的南宫仪，也明白他此刻的想法，连忙满脸堆笑地说着。南宫仪一听，连忙抬起头来说道：请黄公公慢走，还请黄公公为本官解惑呀。不知道陛下此举何意，是想要削减来年军费还是？南宫仪的话没有说全，只说了一半，他觉得黄景可以听得懂。谁料想黄景摆摆手说道：南宫大人不妨事的，尽可大声说出来。陛下有如天之人，内心装着9州45域亿万百姓，不会因为军费的事情挪用百姓一分。此事情陛下觉得还是由内阁和兵部户部共同拿主意才行。迷糊了，黄景的话说出口，南宫仪反而迷糊了。原本他也是力挺大周削减军费，毕竟连年征战，军费实在是太高，国民民生都要为南境浮屠军和北境蛮陵军让步。可陛下不阴不阳的态度让他有些拿不到主意。这个时候黄景又站出来说冠冕堂皇的大话，饶是人精如上官仪也拿不住明景帝的想法了。南宫大人，咱家到此了。说着话，黄景一撩拂尘，转身出了南宫家大堂。小姐，小姐，您别跑太快了，您的身子太弱，快把大氅穿上。这个时候门口的响动打断了南宫仪的想法。南宫姑娘，咱家见过南宫姑娘，初春风大，还请姑娘保护好身子呀。门口
原本正经无比的大太监黄景刚好撞到趴在外面听墙角的南宫婉。南宫仪看到这黄景不仅没有生气，竟然和颜悦色地朝着南宫婉行礼，还嘱咐他保护身体。一瞬之间，南宫仪明悟了，是九皇子。他知道九皇子一定对兵部尚书周玄彬动手了，不然的话，黄景对南宫婉不可能是这样的态度。多谢黄公公。果不其然，南宫婉刚刚披上大氅，抿着红唇要朝着黄景行礼。哎，当不得姑娘一礼，当不得姑娘一礼。南宫大人，咱家到辞了。黄景说着话，面色抖动，连忙闪身躲开南宫婉行礼的角度，逃一样的离开了南宫家。九皇子，南宫仪眼神深处闪烁深深的震惊，他五指成爪，用力地抓住手中的明黄圣旨。成为清流魁首这么久，他突然看不清了婉儿。你进来，爹求你一件事情。婉儿，你进来，爹求你一件事情。南宫尚书府前厅，南宫婉听到自己父亲大人说的这句话，微微一愣神。他紧了紧身上穿着的白色大氅，连忙走了进去，拜见父亲大人。南宫仪认真地看了一眼南宫婉，白皙的小脸上毫无血色，青丝如瀑布般散落下来，这种柔弱的样子，一看就是大病初愈。南宫仪叹了一口气，收回目光，轻声说道：婉儿，你怪爹爹吗？南宫婉娇躯一颤，有些惊诧地抬头看向南宫仪，他不明白自己的父亲为何突然问自己这句话。突然想起自己被放弃的事情，他就一股委屈涌上心头。只见南宫婉轻咬红唇，低声说道：婉儿不敢，父亲这样做必定是有父亲的道理，婉儿不敢怨恨父亲。南宫仪负手转身，轻声说道：你这样说，那就是怨了。爹爹也是无奈啊，你从小脾气要强，因为身负天机预言，几乎3岁时候就名满天下，而你呢，却以天机之命飘渺不定，不肯相信。4岁时候就做出了天机谶语定坤仪，偏至灵台巨子池 chi 焚高淬砺3000卷，不借奉命借才思的要强诗句，更让你的名气上了一个台阶，最终得了个大周第一才女的称呼。南宫婉听着他父亲如数家珍说着他的过往，紧咬红唇不让他哭出声音来。可是你的才名越明显，你身上的天机预言就会越显眼。直到你与太子成婚，我内心也是在告诉自己，这样也好，你成为太子妃，父亲就努力帮助太子成为皇帝，有天机预言相助，想必未来你也可以荣华一生。父亲也放心了。可突然出了九殿下这么一回事，我也不得不为整个南宫家考虑啊。说到这里，南宫仪才转过身来，脸色也带着些许悲痛，仿佛真的就是从头到尾为他着想一样。女儿让父亲担心了。南宫婉听到他父亲如此推心置腹，也是滚珠一样的泪滴落了下来，满腔的委屈终于化作眼泪簌簌滴落。南宫仪见感情牌打得差不多了，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只见他朝着南宫婉所在的地方迈了一步，低声说道：婉儿，你过来，爹求你一件事情。为了你，煞儿还在床上躺着，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婉儿，爹爹求你，可以帮爹爹求求九皇子殿下，让他把煞儿身上的毒解开吗？爹爹今日便要回户部上衙，实在是力不从心了。现在能救下你弟弟的也只有你了。南宫婉听到这里也愣了一愣，他委屈的表情变化了，逐渐变得惊讶。父亲，你让我去求九皇子殿下？紧接着南宫仪说的话让他露出震惊表情来。婉儿，你可不要小看九皇子殿下，若为父所料想的不错的话，此刻的他恐怕已经对兵部尚书周玄彬动手了。今日黄景黄公公为何给魏父送来这圣旨，催魏父回户部上衙？怕是削减军费之事已经有了结果，而这个结果正是九皇子带来的。南宫婉愣了愣，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小细节，像黄景那样的大太监对他这样尊敬，这很反常，就连他父亲户部尚书南宫仪都不能让黄景那样的态度，唯一的可能是因为九皇子。想到这里，南宫婉彻底震惊了。另一个方面，皇城私域内，昏黄的日光下，有2道身影对坐在。赵柔身穿墨绿色长裙，只见她满脸嫌弃地看着眼前带着污渍的木凳，葫芦一样丰腴的身材蹭呀蹭的，想要离那满是污渍的木桌远一些。萧晨坐在赵柔对面，微微一愣地打量着眼前的赵柔。此刻的他云鬓早已经恢复原样，发现萧晨看向自己的时候，赵柔突然恢复了那贵妇状态。只见她挺了挺胸膛，腰肢挺直，仪态端庄大方，就如萧晨第一次见到她那样。不对，萧晨愣了愣，他的内心感觉不对。要知道刚刚路上的时候，赵柔对他可是无比畏惧，当时萧晨问他什么回答什么，可是连周玄彬能联系上林啸和汤海平的原因都说了出来，现在他竟然不慌了。这个时候对面的赵柔眼波一闪，开口说道：见过九皇子殿下，不知道殿下还想问臣父什么事情？
臣父知道什么，可都跟殿下说过了。萧晨眼眸微眯，冷然说道：“本王想知道让你态度大变的原因。”只见赵柔师施然，掩嘴轻笑说道：“殿下在说什么？臣父听不懂啊。”萧晨皱眉，刚刚的赵柔绝对不可能这样说话，他只不过是把赵柔等人押入皇城司诏狱，随后直接奉旨提审他。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态度变化？想到这里，萧晨站起身来，走到赵柔身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怎么，九殿下还想刑讯逼供？臣父再怎么说也是兵部尚书周玄彬之正妻，殷国公之女。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萧晨双眸一眯，直接发动了魅惑技能。赵柔瞬间面如桃花，双眸直勾勾的看着萧晨，暗送秋波：“殿下，您想问什么？”他的声音瞬间软了下来，声音之中嗔意带走。换一个。不多时后，萧晨把赵柔的长裙放下，盖住她那如两条白蟒一样粗壮的长腿，暗自皱眉：“是。”随后，审讯室外面来了几个皇城司卫，抬着赵柔出了审讯室。萧晨跟上，朝着赵狱深处走去。不对啊，他应该没有被秘法控制啊，这人怎么能变化这么快？萧晨皱着眉想到，他刚刚对赵柔实行了刑讯，发动了魅惑技能之后，然后挠痒痒，让他自己达到了情欲巅峰，晕了过去。从头到尾，这赵柔都无比正常，不像是有被控制的迹象。可他突然的态度转变，让萧晨摸不着头脑。九皇子萧晨，放我母亲回来，不然我周家与你势不两立。九皇子，你以为奉旨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妖血案涉案那么多人，大周上下皆是权贵参与，你敢抓哪一个？九皇子，放我母亲回来，不然的话，谁都救不了你，就是陛下也不行。萧晨跟在皇城司卫的后面走呀走。赵狱牢房之中，周康突然兴奋嚎叫，让萧晨皱了皱眉头。他突然恍然大悟了起来，原来他们的底气是这个，难怪赵柔也好，周康也好，在听到萧晨接了圣旨之后，突然变得有恃无恐起来。这妖血走私案，恐怕还真有大鱼在其中呢。萧晨暗暗冷笑，走出了黑暗，出现在周康和林清侯的面前。给本王说说，这妖血走私还有多少权贵，竟然能让你这个怂比突然这么嚣张起来了？萧晨的突然出声，让叫骂的周康身体一抖，瞬间跌坐下来了。九皇子，你把我母亲怎么了？九皇子，你把我母亲怎么了？周康见母亲赵柔昏迷不醒，被几个皇城司卫抬到旁边的赵狱之中，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朝着萧晨怒吼起来：“母亲，母亲！”萧晨也不回答，就这么看着他急迫悲愤的模样，眼神直勾勾地跟着赵柔转动。开门！萧晨一挥手，吩咐道：“是。”他身后跟着的皇城司卫回答，随后瞬间把周康所在的牢房打开。一瞬间，刚才还鼓起勇气咒骂萧晨的周康，瞬间有些哑火。只见他一屁股跌坐下来，不足地朝着后面退去。九皇子，你要干什么？这里是皇城司，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你若是敢对我怎么样？他的话还没说完，萧晨推开牢门，居高临下的站在他的身前，告诉本王妖血走私案你知道的所有内幕，不然……哈哈！萧晨五指花爪抓在他大腿之上，微微用力，承受不住的周康瞬间惨叫起来，一声骨裂的声音传出，饶是这些皇城司狱卒们也都不忍直视，纷纷转过头来。我说，我与林清侯是在私宴上认识的，宴会之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许多权贵，比如高阳公主之驸马王清、小公爷夏航东，还有……好了，萧晨皱眉打断周康说话，捋清楚了，这一切都捋清楚了。兵部尚书周玄彬为了给太子交投名状，于是才选择了从官绅身份下手，其中一项是西南的军费，第二就是前日里面帮助过萧晨的燕平，从而逼迫萧晨出手，恐怕借用妖血之事，他通过周康和林清侯的关系认识了林啸和汤海平，两人同意帮他的忙。想到这里，萧晨看向旁边的林清侯，此刻林清侯双手被锁，漆黑沉重的枷锁戴在他的身上，显得他无比凄惨。他松开抓住周康大腿的手，让周康疼得满地打滚。九皇子萧晨啊，你怕了是不是？听到了这么多权贵之名，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又能做什么？周康痛得面目狰狞，但看到萧晨放弃继续折磨他以为是自己爆出来的一长串权贵名单吓到了萧晨，于是更加疯狂的叫嚣，时不时夹杂着鬼哭狼嚎的声音，惹得萧晨一阵皱眉。废物，周玄彬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儿子？萧晨瞥了地上的周康一眼，暗暗吐槽。只见他一脚横扫，地上打滚的周康被他踹了出去，撞在赵狱墙壁之上，
砰的一声巨响发出，随后晕了过去。随后萧晨走到林清侯的面前，居高临下的问道：林清侯，本王问你，周康所说可是事实？你们每周去一次之私宴，是在哪里举办的？迎上他的是林清侯那不屑的眼神和诡异的笑容。九皇子，就算是我告诉你，你确定你真的敢动他们吗？妖血之事，上至皇亲，下至勋贵世家，为了培养家族子弟，皆会使用妖血断骨凝脉，大幅度减少修炼所用时间。就以你也配差此轻案？你以为就凭借叶家就能保得住你？你以为叶家会为了你和整个大周皇城勋贵集团决裂？你配吗？林清侯双眸无比阴鸷，带着野性的眼神，一字一顿，他要告诉萧晨其中的艰难。他以为这样就能把萧晨吓退，殊不知，啪！萧晨一巴掌甩在林清侯的脸上，巨力作用下，让他的脸颊高高隆起。紧接着，萧晨如魔鬼一样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告诉本王，私宴所在的地址和幕后的人是谁？竟然是宁南侯！一会儿的时间，萧晨从赵玉的监牢走出，他转身看着身后的狱卒，给林清侯所在的监牢重新铐上锁链。萧晨的眼神闪过些许震撼神色，他也没想到，整个大周地竟然烂成这个样子。炼化妖血和观想法是两种不同的修炼方式。来皇城寺的路上，洛威给他科普的。妖血修炼更加迅速，毕竟妖血之中天生带有妖族精气，还有对道的感悟，所以利用妖血修炼必定会比利用观想法这种自己运功修炼快上很多。整个大周官方目前只有军队，特别是浮屠军保持传统的妖血修炼法，其他全都换成萧晨这种观想法。若不是审讯林清侯和周康，连他也没想到这大周权贵私下里面竟然还留有这样数量庞大的妖血走私，务必保证他们活着，若是死了一个人，拿你们是问？想到这里，萧晨朝着狱卒吩咐了一句：是。在狱卒们躬身行礼瞬间，他转身就走。这要案狗都不查。从周康的嘴里，萧晨得知单单是他们那晚的私宴去的权贵就有云阳公主的驸马小公爷夏行东，这两个人就足够萧晨头痛的了。先说王清，萧晨记得这是名流王家的嫡子，和林清侯并列在帝都四大公子之一。王家虽然不像是南宫仪那是清流魁首，内阁阁老户部尚书，但是王家也是出过好多任封疆大吏的，还有王家诗书传家，朝堂六司衙门都有王家人的身影。虽然官职不大，但是架不住人多呀。这种传承良久的名流世家，萧晨肯定是不愿意得罪的。还有那小公爷夏行东和前身并列的纨绔，好像前身跟他的关系还不错，只是这一场私宴就如此难缠，萧晨根本不敢想宁南侯宁玉手下每周要开多少次这样的私宴，有多少人与之相关。萧晨总不能因为他便宜老爹一道圣旨就把自己丢进去砸粪坑吧。他的内心吐槽，毕竟刚刚被民警队坑了一次，总不能什么说法都没有。萧晨自己傻傻的冲上去替他便宜老爹清扫帝国毒瘤，他萧晨还没有高尚到这个地步。总而言之，萧晨就一句话，得加钱，没有说法，这案子狗都不干。哎，九皇子，你怎么出来了？你不审讯吗？萧晨刚刚出了赵狱，就看到背着银枪的洛威正站在赵狱门口等他，看到他出来就蹭到萧晨，面色跃跃欲试的问道：九皇子是不是要抓人呀？抓谁？你告诉我，我帮你。这大周地都没有人我不敢抓的。萧晨啧了一口，倒吸一口凉气。听到洛威说出这句话的瞬间，他终于明白了，坑他的不是他便宜老爹明景帝，而是这老鹰比司徒无命。洛姑娘，本王问你一个问题，最后这两句话是谁让你说的？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萧晨皮笑若不笑地说道：哎呀，你发现了，我不能告诉你的。九皇子老是不让我告诉你。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洛威连忙用白嫩小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嗡嗡道：我还有事，九皇子我先走了。临走之前，萧晨只感觉一团一团又一团的粉红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涌来。临走之前，萧晨只感觉一团一团又一团的粉红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涌来。尼玛，这老鹰比……萧晨脑海之中浮现司徒无命的样子，内心把问候了他祖宗几百遍。刚从赵狱出来，他一直还在猜他便宜老爹明景帝让他做这么得罪人的事情，究竟目的何在？没想到极力推动他查妖血走私一案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司徒无命哪个老东西。查案？查个屁！萧晨冷笑一声，暗暗吐槽，起身朝着皇城司府门口走去。此刻他的目的已经完成了，燕平也已经被周玄彬释放了。这妖血走私一案和他还有什么关系？谁爱查谁查，反正他不管。打定主意后，
萧晨抬腿朝着皇城司门口走去。他不知道的是，远处皇城司主楼的2楼走廊处，一个绝色道姑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看着他，面色淡然。殿下，殿下！见萧晨出来，刘震云和傅盛他们眼睛一亮，连忙朝着萧晨行礼。萧晨也不多说话，出了皇城司，翻身上马，大喝一声：“回府！”看着萧晨骑马远去的背影，绝色道姑才缓缓收回目光。只见他刚要转身走，在他身后突然出现一个背着银枪的黑袍人。师姐，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你关心的男人啊！只见洛薇身形一闪，丢下黑袍，露出白皙的小脸。他围着绝色道姑转了一圈，如同好奇宝宝一样的问道：“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修炼，没人能引起你的兴趣呢。”谢清无瞥了洛薇一眼，眨了眨灵秀一样的眼睛，淡淡说道：“刚刚你与他说了什么？”他的声音淡然，却很有质感，一下子就吸引了洛薇的注意力。洛薇上下打量了一眼道姑，惊叹道：“不会吧，师姐，你难道真的喜欢九皇子了？以前可从未见你对任何男子上心。”谢清无淡淡的看着他，也不说话，吓得洛薇缩了缩脖子，连忙把刚刚和萧晨说的话在谢清无面前复述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才继续感叹道：“也不知道九皇子是如何想的，他怎么猜到了是师父派我帮他的呢？你说他明日再来，我该如何面对他呢？”师姐，谢清无也不回答，只见他的神情慢慢变得平淡，随后说出的一句清冷的话在洛薇耳边回荡：“他短时间不会来了，这几日里他会遇到一场杀劫，生死杀劫。”什么？洛薇表情愣了一下，瞬间变得骇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眼前这个师姐的能力，在皇城司除了八卦师兄，没人比他看得更准了。在这方面，就算他师父司徒无命来了都不行。接下来的几天，萧晨窝在王府之中修炼，哪里都没有去。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消息通过易安都的信息通道传入他的耳朵之中。这2天里面，刘震云他们到来自不必多说，萧晨也算是定下来，春猎之时由他们护卫。而萧晨呢，因为要躲明景帝的让他查案的圣旨，他直接装病起来了。在回到王府的当天晚上，萧晨就放出消息说自己中毒了，虽然没有到性命垂危的层次，但是也起不了身了。萧晨的意思很明显，查妖血走私一案，我是差不了了。当天晚上，明景帝知道消息后震怒，不仅派黄景前来探病，而且还带着御医。不过即使御医来查，也没查出来任何问题。九皇子萧晨确实中毒了。黄景看着萧晨躺在病床之上，满脸青紫，确实是中毒迹象。在这个妖血案最关键的时刻，中毒了。第2日深夜，通政殿中，什么？你真的看到小九中毒？明景帝坐在龙椅之上，拿着一本奏折正在看着。身后，黄景满脸苦笑的躬身站在原地，朝着明景帝汇报着在九皇子府的所见所闻。回陛下，奴婢带着徐太医亲自送到了九殿下的床榻前面，亲眼所见，九殿下他满脸青紫，却是中毒之象。说着话，他把目光看向徐太医方向。老太医看到黄景递过来的目光，瞬间秒懂。只见他跪在地上接话道：“陛下，老臣亲自给九皇子把脉，其脉象虚浮，却有中毒之象。黄公公所言属实。”明景的眼睛眯了眯，冷哼一声不悦道：“朕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老太监闻言赶忙行礼说道：“臣告退。”哒哒哒，明亮的通政殿内，明景帝看着徐太医离开的背影，啪的一下把鎏金的狼毫珠笔拍在玉案之上，哭笑不得。他露出哭笑不得的神情。这逆子！明景帝内心透露着无语，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他明发的圣旨被人这么明显的敷衍，但他却没有一丝办法。告诉御膳房，每日早晚3餐向九皇子府送饭，就说朕送的，命令九皇子好好养身体，每日必定通报他的身体情况。朕倒要看看他倒是能在病床上躺到什么时候。明景帝冷哼一声，吩咐道：“是。”黄景苦笑，连忙回答道：“2天后，九皇子府花园之中，萧晨斜躺在躺椅之上，面色紧闭，心神都沉浸在蛟龙观想法之中。此刻他化作1000丈大小的蛟龙，在哪个世界里面翱翔。与此同时，由7绝骨刺激下，黄金心脏正在源源不断地提供清凉之气，朝着他的大脑提供。在他身后，叶安都正在给他说着最近帝都的局势。表哥，你不知道，听说你查妖血走私一案，帝都权贵的圈子都炸开了。不仅所有权贵都在传，就是帝都百姓听到这事也都是义愤填膺，表示应该严惩不贷。萧晨嗯了一声，继续全神贯注地投射在观想图之中。断骨8重之后，
萧晨所化蛟龙的运动范围越来越大了，方圆万丈的大山之中，萧晨几个振翅就能飞到。不过，他终于发现了这个观想法之中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太安静了。这个世界之中，千丈大小的山峰都算是小丘陵，树木一棵棵也是粗壮的吓人。可是，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一条蛟龙一样，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萧晨飞累了，再次停在一个千丈巨峰上面，仰天怒吼。这个时候，叶安都的声音再次悠悠传来：“还有，你知道吗？表哥，除了这件事之后，朝堂之上也出现了一个奇观。”萧晨也不睁眼，问道：“什么？”叶安都回答道：“内阁提交了今年的军费预算，足有4500万两白银，比去年的军费3700万两白银还要多800万两。表哥，你太厉害了！现在帝都人人都在传，是你拿捏了兵部尚书周玄彬和户部尚书南宫仪两人，才让军费不仅没有削减，还大幅增加了的。军费预案已经递交内阁了。”萧晨脑海之中清凉之气波动，他舒服的直哼哼。他也没想到这次周玄彬这么迅速，圣旨上给他3天时间，还真就3天时间给办了。还有，萧晨没有评价，只知道自己给自己穷兵黩武的父皇背了个黑锅而已，他也不在意。还有什么？听到叶安都的声音传来，观想法世界里面，萧晨振翅高飞，怒吼一声，朝着天边飞去。他想看看这个世界的边界在哪里，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或者太祖留下来的传承什么的。爷爷想请你去叶府一趟，讨论下你说的浮屠军修炼之法的事情。爷爷说，只要你答应他不要去查妖血走私案，他就可以把浮屠军修炼之法交给你。叶安都皱了皱眉头，犹豫之下说道：“什么？”萧晨愣了一下，骇然说道：“他的体内轰隆一声，突破了，他突破到了断骨9重。与此同时，一道明黄龙气再次与他身体相重合。观想图中，萧晨眼前的景色变化了。此刻，原本万年不变的观想法之中，他落在哪个飓风之中？他落下的一瞬间，飓风旁边的树叶微微颤抖，一丝凉意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突然有了风。小子，没想到你竟然过了震慑下的第一道考验。蛟龙的生活感觉如何？算了，时间不多，这套拳法你看好了。萧晨站在飓风之上，变成了人身，在他面前，一个壮硕男子开始演武太祖。小子，没想到你竟然过了震慑下的第一道考验。蛟龙的生活感觉如何？算了，时间不多，这套拳法你看好了。在他面前出现一个壮硕男子开始演武。此男子国字脸，黑发披肩，身穿粗布麻衣，皮肤黝黑，不像是皇帝，倒像是一个常年干着农活的庄稼汉。就因为这个特征，加上他身上浓郁的黄道龙气，萧晨一眼就认出了是他太祖。萧晨愣了愣，他露出骇然表情来。他只感觉全身断骨完成后，他的身体会有些许变化。他也没想到，突破断骨9重，全身蛟龙骨之后，竟然会变回人身，还启动了太祖的传承。他的动作很慢，本能的，萧晨跟上他的动作开始学习。这些动作看似简单，明明只有一拳一脚的延伸，甚至萧晨都没看到一丝武道套路，可萧晨跟得很吃力。你可知道天地万道从何而来？人族武道又从何而来？突然，萧晨脱离的瞬间，男子仿佛有所感悟，停了下来，转身问道：“是。”萧晨刚要回答，只见太祖穿身而过，笑着指着萧晨身后说道：“没错，你回答得很对。天地万道发于自然，人之武道始于模仿。”投影啊！萧晨皱眉吐槽，他有些哭笑不得，看着太祖对着他身前的一棵树开始了自言自语，仿佛萧晨不是他的学生，眼前这棵巨树才是他的学生。萧晨突然觉得眼前这一幕就像网游文里面的打怪升级，到了这个等级就会触发这一段剧情。紧接着，太祖指着那棵树继续说道：“大奉举全国之力征伐万妖天下，以武养战，以血炼体，看似武道绝巅者众多，却放弃了作为人最基本的特质，即为灵。巫蛮为灵，万妖为灵，人族同生于天地之间，也为灵。那么，巫蛮、万妖接纳万道而强化自身，为何我人族则只会以妖族之血、妖族之道而强化自身？岂不是落了下乘？”按理说，萧晨眼前这一幕无比滑稽，太祖竟然面对着一棵树，在讲他的武道治理。但萧晨此刻却皱起了眉头，笑不出来。他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太祖宁愿以大周皇族气运镇压神武天下，让武道修为超不过圣者境。太祖的用意就是改掉人族走捷径的想法。也就是说，在太祖眼中，
以血炼体虽然可以快速让人族修为晋升，但是同样锁死了人族上限，永远不可能超过妖族。恐怕在太祖眼中，这也是强如前朝大凤30年内土崩瓦解的最重要原因吧。萧晨暗自感叹，这就是大凤短时间崩塌的最重要原因。萧晨，他刚刚想到这一点，没想到太祖下1秒就说了出来。所以萧元真、萧元富、萧元庆、萧元齐，你们几个要听着，每日必须以蛟龙身炼体，感悟自然1个时辰，而且越长越好。炼体时间越长，所化蛟龙身越大，对你的一转蛟龙身好处就越大，知道吗？太祖指着面前的空气，仿佛在他的面前有人一样。萧晨愣了愣，这才明白这个太祖投影是他在教训自己儿子习武基础时候所留下来的元真，是陈如帝，也就是太祖消失后大周的第2个皇帝。不过太祖的话让萧晨有些意外，1个时辰。太祖说1个时辰炼体，也就是他认为1个时辰应该是蛟龙图的极限。可他利用蛟龙图观想的时候，好像没有极限，仿佛随时可以进出一样。特别这几天，萧晨为了让自己加快到达断骨9重，几乎上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修炼。哦，小四，你想问此修炼方法与炼血有何不同？很简单，借假修真。此蛟龙观想图乃是朕花费数年以万妖天下那个蛟龙王所画，其中蕴含朕之武道真意。我萧家皇族但凡能像朕一样做到百丈蛟龙，感悟天地万道其一，那么以朕之拳法对敌，引黄道龙气加于己身，以宁元境逆伐先天，不在话下。好了，也休息好了，快起来练功。说着话，萧晨看着太祖重新站起，一道道黄道龙气加在他的身上，重新演练起了无名拳法。百丈龙身就能逆伐先天，我这1000丈龙身呢？听到太祖说的话，萧晨眼眸带着惊喜，连忙跟在太祖身后一拳一掌打了起来。就在萧晨接受传承的时候，外面叶安都刚说完话，还在等着萧晨回答，就看到萧晨闭起双眸演练，他体内的龙气共振，一道道龙吟声音在他体内响起。怎么可能？这是断骨9重突破1转蛟龙身的迹象。表哥他才修炼多久？叶安都看着眼前的黄道龙气附着在萧晨体表，露出骇然表情来。叶安都记得，从他回京以来，满打满算也就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萧晨就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断骨突破到了宁元境，还完成了1转蛟龙身的修炼。要知道，断骨一关是水磨功夫，即使是再天才，最少也需要1年时间才能断骨结束。他叶安都自诩天才，从5岁开始修炼，断骨也耗费了1年2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萧晨就1个月时间断骨成功。小子们看好了，这是这套拳法最后一招，也是最强杀招，集中你全力一招，引动黄道龙气。这一招名叫黄极惊世。就在外面叶安都震惊不已的时候，萧晨这边太祖的传承也基本到达了尾声。不知为何，刚刚按照套路打拳的太祖突然转身朝着萧晨这边看来，而且萧晨在他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一丝欣赏。太祖说着话，他转身五指握拳，随后一拳轰出。刹那间，萧晨头顶无数黄道龙气陡然颤抖起来。他在太祖头顶看到了无穷的黄道龙气涌动，随后化作一个万丈巨手拍出。轰隆！萧晨面前空气都被生生压爆了，紧接着画卷之中无数万丈巨风，万丈巨树被落下来的巨掌碾成齑粉，狂风朝着巨掌周围猛灌而去。萧晨化作蛟龙所待着的这片天地，如同要天地毁灭了一样。萧晨看到这一幕，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想到太祖的实力竟然强到了这一步。前些日子洛威和那中年宗师对轰的最强一招，在眼前这一幕面前，如同过家家轰隆隆，天地倾覆瞬间，太祖消失。随后萧晨感觉他的身体在变化了，他隐约地学会了这套拳法，又不会。最关键的是，他感悟到了一丝风。萧晨再醒来，已经是第2日了。他睁开眼眸看着房顶，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他起身左右看看，自己房间里面没有一个人，只有一个雕龙石盒放在黄花梨做的桌子上，里面放着清粥和几碟各式各样的小菜，上面还冒着热气。陆仪来了，叶安都他们人呢？萧晨摸摸头，坐起身来，揉了揉眉心，喃喃道：他只记得和太祖学打拳，最后学到了一招黄极惊世，随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内视。萧晨皱了皱眉头，动用自己的内视能力，开始看看自己的全身。他倒要看看，突破到了通脉境，他的体内有什么不同？只见他体内金灿灿的一片，骨骼是淡金色的，鲜红的血液之中也带着淡淡的金色。随着他的视线下落，
一道道细小的透明真气从丹田出发，形成莫名的丝线，在他体内乱窜。这些真气之上都环绕着若有若无的黄道龙气，这不是一转蛟龙体的特征吗？萧晨暗暗惊喜，他没想到，只不过是得到了太祖的传承，竟然就这么简单的突破了一转蛟龙体。要知道，传承里面说一转蛟龙体会让他的各方能力都大幅度提升的，属于一个比较强悍的被动技能了。让我看看。萧晨刚想掀开颈背查看一下下半生的幸福，咕噜噜，他感受到肚子一阵翻江倒海。不管了，萧晨看着桌子上的美食，食欲大动，起身坐在桌子前面，狼吞虎咽起来。殿下，您醒了。可能是萧晨动静太大，让门口柳听到了。一瞬间，他推开房门，露出一个小脑袋来，看着萧晨，满脸惊喜。您可吓死奴婢了。您知道您昏迷了多久了吗？您昏迷了快1天了。柳儿冲进来，用白嫩的小手摸摸萧晨的小脸，再摸摸萧晨的胸膛，确认萧晨没事，才拍拍颤颤巍巍的胸脯，清丽的小脸上才慢慢放松下来。陆仪呢？她在哪里？萧晨吃着清粥，就找几碟小菜，吃得津津有味。这冲着菜的味道，他可以很确定就是陆夫人送的。而且萧晨吃的时候还冒着热气，温度刚好，可想而知这菜热了几次。如此细心照顾，只有陆夫人对他这样好了。陆夫人，殿下，您不知道，您昏迷之后浑身高烧不退，可把我们吓坏了。陆夫人得知之后，可是照顾了您一夜，刚刚才去休息。柳儿朝着萧晨解释道。萧晨略一思索，他就猜到了大概，恐怕是因为昨日突破引发的体内气血反应才引起的高热，没想到竟然会惊动这么大。萧晨的内心暖暖的，他抬眼看向柳儿，发现这混血小姑娘的眼圈也是微红，于是一抬手牵着柳儿的小手，安慰道：你呢？让本王看看你，你的眼眶不也熬红了吗？柳儿显然想歪了，只见她脸颊慢慢变红，只见她牵着萧晨的手撒娇。殿下。与此同时，一团情欲之气从他的体内钻出，朝着萧晨的体内钻去。萧晨一喜，他发现连柳身上的情欲之气都变得多了起来。就在萧晨惊喜的时候，一道焦急的声音传了进来：婵儿醒了吗？快让我看看。萧晨抬眼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宫装美妇人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萧晨连忙起身迎接，扶住陆夫人的胳膊，柔声说道：陆姨，您别着急，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陆夫人打量了一眼萧晨，看到他没事，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变得端庄起来。只见萧晨扶着她的胳膊，让她坐下。陆夫人才看向旁边的柳儿说道：你先出去。是。柳儿迟疑了一下，看向萧晨，在萧晨点点头后，他才朝着陆夫人行礼离开房间。就在关门的一瞬间，陆夫人把手臂从萧晨怀里抽出来，表情变得冰冷。萧晨，你能耐了，先是装中毒欺骗陛下，又是昏迷发热害我担心，醒来又和你的小侍女打情骂俏，你说说，你还把我放在心上吗？好酸。这是吃醋了。萧晨有些难受，毕竟陆夫人可是真实得知他受伤第一时间赶来，还照顾他一晚上的。没办法，萧晨只能蹲下来抓住他的手哄道：陆姨，那能呢？装中毒，那不是为了躲避陛下给我派遣的差事吗？不告诉陆姨你，也是为了您考虑啊。到时候您着急上火的，我该多心疼呀。说着话，萧晨摇了摇陆红鸾的胳膊撒娇。陆夫人听到萧晨说话，瞥了他一眼，淡淡的哼了一声，仍然表示不开心。陆姨，您别生气了。陆姨，您就别生气了吗？萧晨接二连三的撒娇，让陆夫人内心的火气退去大半，抬手在萧晨肩膀打了一巴掌：以后任何事都不能瞒我，不然的话，你母亲知道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要多不开心呀。陆夫人说着话，俏脸一红，连忙改口说道：快坐下吃吧，不然饭菜都凉了。最近你可要安稳一些，外面传的都是你的风言风语。唉。萧晨看到陆夫人的态度软了下来，连忙嬉皮笑脸的说道：这些天都在陆姨身边伺候陆姨，哪里都不去。说着话，萧晨想到了什么：陆姨，要不咱们去听戏吧？我最近听说曹家戏班新排的戏不错。萧晨一直都没机会去曹家戏班里面探查，这陆夫人来刚好是个机会。滑头。陆夫人嗔怪一句，但听到萧晨这句话，她娇艳的脸色露出明媚的笑容来。显然萧晨在意她的态度，让她无比开心。只见她努了努嘴说道：你呀，快吃饭，听戏什么的，等你身体好了再说。就在萧晨和陆夫人正聊天的时候，九皇子府门口，身穿绯红长袍的大太监黄景从马车上下来，在他身后跟着几个司礼监的绿袍太监刚一通传，就带着圣旨走了进去。
黄景走进去，瞬间都不曾发现九皇子府对面大街远处的一个漆黑的巷子口，缓缓走出数名披着灰色罩袍的人，默默地看着黄景入府。为首一人正是失踪多时的赵先生，在他身后，其中一人低声说话：“先生，我们要在这里一直等下去吗？九皇子府并没有高手，要不我们杀进去，要了九皇子的狗命，给兄弟们报仇。”他的声音冰冷，带着仇恨和蠢蠢欲动的情绪。不用，就在这里等着。上面发话了，要挟案的主审就是九皇子，杀九皇子是一个大事，必须一击必中，不能由我们几个动手。赵先生见黄景身影彻底消失，他才收回目光，摇了摇头。赵先生，您都不能动手，是祭司大人出手吗？祭司大人要来帝都了？那人想到什么，声音变得颤抖。没错，我们妖神教的目标是破坏大周皇庭的皇道荣誉。相比较杀九皇子，动摇朝堂，削弱大周对神武天下的掌控，才是最重要的事。杀人的事情，祭司大人更适合。等着吧，九皇子会出来的。听到赵先生的话，众人眼眸皆是一亮，连忙趁势。而后，一群人被黑暗吞没，消失。另外一方面，九皇子府，萧晨还在美美的吃着陆夫人带来的爱心早餐，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妖神教的余孽给盯上了。因为妖血案的原因，他躲在皇子府之中，哪里也没有去，竟然躲过了一劫。但因为黄景的到来，这劫难又开始朝着他缓缓靠近房间内。萧晨捏着汤匙，正呼噜呼噜地吃着饭，吃得急了，还被旁边的陆夫人训斥：“慢点，没人跟你抢。”随后，他再拿出刺绣着一对红鸳鸯的锦帕，仔仔细细地给萧晨擦嘴。在萧晨痛并快乐的过程中，留下了一餐饭的回忆。少卿，吃完饭后，萧晨正拿着陆夫人香香滑滑的锦帕仔细擦嘴，陆夫人就起身收拾起了碗筷。因为俯身的原因，裙子绷得紧紧的，勾勒出她最充满张力的弧线。萧晨瞄了一眼，没由来的内心生出一阵火气，他赶忙站起身来阻拦：“哎呀，陆姨，这些事情下人来做就好了，您还没有答应我呢。”陆夫人杏眼微瞪，白了他一眼，嗔道：“死小子，给你吃的东西怎么能假借别人之手呢？到时候再给你下毒怎么办？这些饭菜都是陆姨亲自做的。”萧晨一愣，内心划过一丝暖流。从他穿越到这世界，好像出任何事第一时间冲到他面前的就是陆夫人。无论是太子污蔑他玷污南宫婉的时候，还是他体内有蛊虫，他第一次上朝议，或是这次他昏迷醒来，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的都是陆夫人。一时间，萧晨忍不住直接抱住了陆夫人。啪！这死孩子，干什么？我是你爷！感受到萧晨的拥抱，陆夫人娇躯一颤，心里乱了起来，随后双手相把萧晨推开。陆姨，谢谢您，谢谢您一直信任我，照顾我。萧晨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一瞬间，陆夫人的脸颊红了起来。她发现自己想歪了。好了，好了，晨儿，没事，你母妃托我照顾你，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跟我的孩子一样。陆夫人轻语安慰着萧晨。与此同时，一团一团的情欲之气朝着萧晨体内钻去，整个房间充满着暧昧的气息。黄公公，您不能进去。殿下，殿下还没有醒来。就在萧晨寝殿刚刚安静下来的时候，房门口柳焦急的声音传了进来。下一秒，萧晨也好，陆夫人也好，统统震惊了。黄景，他怎么专挑这个时候来？萧晨赶忙松开自己的怀抱，蹭的一下钻到了床上躺下。而陆夫人也是满脸慌乱，浑身急颤，又气又羞。只见她连忙抚平身上的褶皱，来不及继续收拾，提起饭盒就要离开寝殿之中。见过陆夫人，萧晨刚刚躺好，就看着陆夫人和黄景迎了个照面。一身绯红太监袍的黄景连忙朝着陆夫人行礼。陆夫人此刻内心带着羞意，哪里想说话，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后就快步离开，给黄景看得一愣，看着陆夫人有些褶皱的衣襟。皇宫之中侵扰多年的黄景嘴角勾起，微微一乐，瞬间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殿下，殿下，奴婢来看您了。只见黄景带着笑容缓缓步入萧晨寝殿之中，尖细着声音叫道：“黄公公来了。”柳儿，倒茶。萧晨虚弱的缓缓睁开眼睛，右手无力的抬起，指了指旁边的木凳，吩咐道：“坐吧。”唉，柳儿看着萧晨面色发白，浑然不像是刚刚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才放心下来，连忙搬来凳子让黄景坐下。殿下，坐不了，坐不了。您也别装了，昨日您生病的时候，御医已经帮您把锅卖了，您的中毒已经解开了，没事了。黄景满脸堆笑说道：“奴婢也是奉陛下旨意来给您传旨的。”萧晨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过来，
恐怕是自己昨日突破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吩咐七绝谷，导致这东西直接把他的毒给解了。黄景日日带着御医和御膳房的人来检查他的伤势，那个时候被他们发现的。说吧，父皇什么意思？萧晨见躲不过去，索性不躲了。只见他控制七绝谷，吸收掉他刚刚散发的毒素，几个呼吸之间，他已经变得正常起来。好手段！黄景眼含震惊神色，他看着萧晨，气息逐渐变得平稳。几个呼吸之间，从一个中毒濒死的状态变得没有任何异样。他怎么不震惊？陛下圣旨，殿下您自己看吧。老奴只是一个传话的，不过陛下说了，殿下想要救姚妃娘娘吗？若是想的话，那就要把妖邪走私一案破了才行。黄景尖细的声音传入萧晨的耳朵，让他皱起眉头。他打开圣旨，果不其然，上面所书写的大意就是让他破妖血案，破了之后才能救出他的母亲姚妃娘娘。萧晨记得穿越之后还没有见过他的这个母妃，不过他翻看前身记忆，他的这个便宜母妃对他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能出宫，但是一直让陆夫人照顾着萧晨，就看到他的用心了。更何况萧晨想进入后宫去寻找玄德帝的妃子珍妃，借用去看他母妃姚妃娘娘，这个借口很不错。黄公公想到这里，萧晨含笑说道：麻烦您回禀父皇，儿臣遵旨。就说您会同意的吧。主子爷真是料事如神，他知道殿下您也是至孝之人，这个条件您一定会满意的。黄景白胖的老脸上瞬间满脸笑容，连忙夸夸萧晨，随后转身离开。萧晨沉默，他没想到这样还是被他老子明景帝摆了一道第一戳破他装中毒的假象，又不处罚他，反而是用他母妃姚妃娘娘来威胁他。这妖血案真是一点都不简单啊。萧晨看着黄景离开的身影，喃喃自语道：他不相信宁南侯宁玉在帝都搞了私宴这么久，他便宜老爹明景帝不知道，既然知道的话，平日里面怎么不管，却在他拿捏了兵部尚书周玄彬之后让他来查。还有老鹰比司徒无命，他又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迷雾重重。萧晨总觉得他便宜老爹明景帝和这个司徒司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来人！想到这里，萧晨冷哼一声，叫道：殿下。柳儿探头走进寝殿，朝着萧晨做了一个万福，派人通知燕平、刘震云，让他们派羽林卫前往曹家戏班盯着，一旦有袁家三娘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本王。萧晨眼神流转，思考瞬间说道：是。柳儿一愣，连忙躬身行礼，退了出去。又过了几日后，一辆豪华的马车哒哒地停在了九皇子府门前。萧晨身穿一身紫金长袍，头戴冲天冠，手持折扇，如一个翩翩少年郎从皇子府出来。马车之中，一个温婉娴雅的熟美女人掀开帘子探出头来，和萧晨窃窃私语，有说有笑。随后两人进入马车之中，这豪华马车驶离了原地，没入大街之中。远处妖神教的余孽面色惊喜，为首的赵先生更是满眼仇恨。只见他吩咐道：九皇子出现，快传讯号。他的身后数个身穿灰袍面罩的妖神教余孽连忙躬身行礼，随后数个人朝着反方向跑去。九皇子，陈龙祭司出手，这次你死定了。如何去查妖邪走私一案？萧晨的想法就是不查。从他答应黄景那日起开始，萧晨就在注意帝都之中的舆论，无论是从叶安都带着叶家的信息，还是他吩咐刘震云在帝都打听的消息，全都是告诉他，他九皇子萧晨妖血走私案主办官的消息已经像飓风一样在整个帝都传开，无数权贵瑟瑟发抖，特别是和萧晨有矛盾的权贵，像是宁南侯宁玉，数次进出各个权贵府邸，其中最多的就是东宫。不仅是他们，就连景王、禹王、四皇子、五皇子等人也都有动作，都在联系自身手下之人，私下询问妖血一事。就几天时间，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的大周帝都，早已经暗流汹涌，恐怕最安静的就是皇宫和皇城司了。萧晨冷笑，对他便宜老爹明景帝把他当棋子的事情颇为不满意，他就打算做给全大周京城的人看看，他萧晨仍然是那个帝都第一纨绔。妖血案狗都不查，因此在昨晚时候，燕平给他送来情报，今日袁家三娘再次前往曹家戏班听戏。萧晨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一大早就约了陆夫人出来，前往曹家戏班。要知道这袁清书的相公正是工部员侍郎唐元清，萧晨要查妖血一案，必定脱不开工部，因为每年那么多权贵使用的妖血不可能是凭空而来或者妖神教提供的。叶安都曾经告诉他，妖血的来源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南境战场。而押运妖血返回帝都，除了兵部派人，
那么就是工部参与。萧晨不信，这作为工部侍郎的唐元清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无论是查黄嫂案最后的线索圆通也好，还是查妖邪走私一案的线索，都脱不开他这两个人之间最核心的女人。元清说，萧晨总觉得他不一般。吱嘎吱嘎，豪华的马车在帝都大街上就这么行驶着。萧晨躺在车厢软榻，头枕在陆夫人大腿之上，慢慢思考着这些事情，直到一声轻语打断了他的思路。晨儿，吃颗龙眼。陆夫人拨开龙眼，用玉手把果肉送到萧晨嘴边。你呀，怎地非要今日看什么戏曲？这今日里来，满地都谁不讨论你作为妖血走私案主办官一事？就这个风口浪尖的当口，你还要带我去听戏？听什么戏啊？你的安全重要。萧晨一口吃掉果肉，随口把黑色果核吐在陆夫人手心，抬眼朝着他看去。只见陆夫人嘴上说着责怪萧晨的话，嘴角早已高高挑起，那眼眸之中的喜色怎么也隐藏不住。口是心非的女人萧晨内心吐槽，嘴上淡笑着回答：那能呢？陪陆仪听戏最重要。我听说这个曹家戏班最近拍的新戏太火了，很多侯爷、亲王家的夫人都喜欢来看，能陪陆仪来看是我的荣幸。萧晨的话听得陆夫人眉开眼笑，连忙夸了一句：晨儿最乖了。就喜滋滋的继续给萧晨包着龙眼。萧晨趁着陆夫人专注做事，上下打量了一下她。今日的陆夫人抛弃了传统素雅娴静的打扮风格，身穿墨绿色长裙，火红的披肩搭在臂弯之上，显得无比庄重大气，而且绝美的脸上还施了淡妆，烈焰红唇夺目。翠绿的翡翠耳坠随着马车颠簸不断的晃动着，打扮的优雅大气，十分隆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贵妇装扮。好看吗？萧晨打量着陆夫人，只觉得她无比惊艳。抛弃了素雅的打扮之后，今日的陆夫人仿佛都明艳了几分。可突然陆夫人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萧晨一愣，只见陆夫人转头看向他，脸颊之上带着酡红。晨儿，陆仪知道你有一些特殊癖好，但是别人家的夫人你还是尽量别碰。陆仪穿着不好看吗？啊！萧晨骇然了，瞬间他就明白了事情关键所在。这墨绿色长裙恐怕是他提审赵柔的事情传到了陆夫人的耳朵之中，还让他误会了。豪华马车晃晃悠悠来到曹家戏班，作为最近最火爆的戏楼，能来这里听戏的非富即贵。尤其是下午和晚上两场最为热闹，有名角现场，而且演唱的也都是当下最热的剧目。当陆夫人素日里面所乘的马车站定之后，一身紫金长袍的萧晨首先从马车里面钻出，紧接着他再伸手扶着陆夫人的玉手，把她从马车上牵下。男的如翩翩贵公子一样帅气，女的也是样貌绝美，贵气逼人，再加上堪比超跑加持的豪华马车加持，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两人凝聚而来。夫人，走吧。萧晨微微一笑，对这种羡慕的目光早已经习惯。只见他牵着陆夫人的手说道：相公，请。陆夫人听到萧晨喊的夫人，一时之间身体酥麻一片，竟然有些吃了。在萧晨紧握她玉手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脸颊已经红了一片，话也说不清了。来之前萧晨早已经和陆夫人说好了的，今日前来他要隐藏身份，只能跟陆夫人扮成夫妻。萧晨见陆夫人这么反差，一时间也觉得她有些可爱，只能自己拉着她进了这曹家戏楼。两位贵人不知道可有提前预定啊？门口站着的两个麻衣小厮眼眸一亮，再看到萧晨气质非凡，瞬间迎了上来，询问道：有，丁字梨花阁。萧晨瞬间回答，他派人调查了曹家三娘平日里面听戏只在丁字桃花阁包厢之中，所以萧晨故意利用身份订了旁边梨花阁包厢，为的就是能与他来个偶遇。这见萧晨抛过来预定的包厢牌，小厮一阵目瞪口呆，迟疑半天不敢动。怎么？为何不动？看不起我？以为我付不起钱？你满京城打听打听，有我周康付不起的地方吗？萧晨把陆夫人搂在怀中，满脸嚣张纨绔的笑。不是贵人，您说笑了，不是您预定的梨花阁有问题，是旁边的桃花阁同样有贵人预定了。哪个贵人有个规矩，他听戏时候桃花阁旁边的两个阁楼不得有任何人在。小人，小厮为难道。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啪的一声，萧晨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萧晨演的如同一个真纨绔，满京城你去问问，谁不知道我周康？我父乃是当朝兵部尚书周玄彬，你问问整个帝都有谁敢拦我？无论戏楼、教坊司、长乐坊还是赌场，老子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啪的一下，很快啊！那小厮听到萧晨报背景，瞬间露出骇然表情，
随后只看他行礼求饶道：“贵人饶命，贵人饶命，小人这就带您去梨花阁。”整个过程不超过3秒，就连陆夫人看到萧晨纨绔的样子，扬起脸颊瞄了萧晨一眼，酸溜溜地说道：“晨儿，原来你对教坊司也这么了解啊！”一边上楼，陆夫人瞬间从萧晨怀里钻出，淑美的脸上带着些许愠怒。完了！听到陆夫人酸溜溜的话，萧晨内心一惊，连忙抬手想扶住陆夫人，却被陆夫人闪身躲过。那生闷气的模样，仿佛在说：“别叫我陆爷，我不是你爷。”老板，丁字桃花阁。就在萧晨和陆夫人，只见一道红色倩影出现在阁楼之上。萧晨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个约莫40岁的贵妇人出现在他眼中，一身大红色宫装长裙，浓密的秀发挽成云鬓，圆润的脸庞带着贵气十足的表情。容貌也就比眼前的陆夫人逊色一成，不过那种熟得出水的气质，确实连寡居多年的陆夫人都有所不及。这是一个极品。萧晨愣了愣，内心下了判断。一瞬间，他感觉一个冰凉小手出现在他的腰间，痛。萧晨只觉得腰间一痛，连忙收回看远处的目光，看向眼前的陆夫人。只见陆夫人没有半分表情，那双熟媚的眸子盯着他，带着些许嗔怒。那意思很明显，我跟你在马车里面说的话都忘了，不要碰不该碰的女人。萧晨赶忙用手捉住他那作乱的玉手，轻声安慰道：“夫人放心，我明白的。”一边安慰陆夫人，一边拉着她上楼。在侧身路过袁家三娘的时候，萧晨和袁家三娘对视一眼，他那双勾人的桃花眼瞬间落入萧晨眼中。七绝蛊，萧晨凝神传线，控制七绝蛊，瞬间发动技能魅惑。一瞬间，一团浓密的墨绿色气团瞬间从萧晨身上腾空而起，朝着袁家三娘身体里面钻去。好俊俏的小官人。袁青书原本只觉得眼前这男子俊美异常，十分符合他的审美。不过在萧晨靠近他的瞬间，剧烈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在接触他一瞬间，他觉得他尘封多年的那颗心悸动了起来。成了。萧晨看到他眼神之中的悸动，微微一笑，转身朝着3楼雅间走去。小翠。袁青书看着萧晨离开，他的心仿佛都堵了起来。只见他转头看向自己的丫鬟说道：“快去查查眼前这个官人，他在哪个包厢听戏。”在贵妇身边，娇俏小侍女连忙躬身行礼称是。梨花阁中，萧晨搂着陆夫人跟着小厮进入梨花阁。在关门转身的那一刻，他看着跟上来的袁家侍女，萧晨的内心暗暗惊喜。果不其然，时间再一次证明七绝蛊的强悍，也证明了他目前的容颜有多强大，对少妇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你先下去吧。陆夫人拿出绣着鸳鸯的荷包，随手打赏给了小厮1块碎银，吩咐道：“是。”小厮眼眸一亮，这块碎银约莫2两，都是他半年的工钱了。他连忙道谢：“多谢贵人打赏。”随后转身离开了梨花阁中。晨儿，你过来。奢华典雅的包厢外面立着一排排红漆栏杆，从陆夫人所在的座位朝着下面看去，正好能看到戏台所在的位置。以为陆夫人吃醋，萧晨连忙走了过去。说吧，刚刚那人是谁？陆夫人此刻不仅没有吃醋，双眸十分冷静地看着他。你动用七绝蛊了？陆夫人的话让萧晨一愣。萧晨忘了，陆夫人还是先天境的高手，在他面前动用七绝蛊，他是会有察觉的。是工部侍郎唐元清之妻，袁家三娘袁青书。我怀疑工部侍郎唐元清和妖血案有关，又不能轻易提审打草惊蛇。于是萧晨蹲在陆夫人身前，用脸颊蹭着陆夫人的大腿撒娇：“陆姨，我也是没办法。”陆夫人蹙着峨眉注视萧晨半天，良久紧绷的脸颊才缓和了几分，用略带醋意的声音说道：“你为何不先告诉我？我也罢，你以后去哪儿做什么，我自是管不着，别出事就行。”萧晨连连点头：“陆姨，你放心，我有分寸。审完了他之后，我自会回来。”说着话，萧晨也不等陆夫人回答，起身钻出了梨花阁包厢。陆夫人看着萧晨的背影，被他气笑了：“萧明啊萧明，你这个侄儿还真像你啊。”陆夫人看着萧晨离开的背影，眼眸之中闪过一丝缅怀。桃花阁中，夫人看清楚了，刚刚那个小郎君也是爱听戏的，就在旁边梨花阁中。看来这小郎君也是有权有势的家族啊，竟然能在这么火爆的曹家戏班预约到咱们旁边。萧晨刚关上梨花阁大门，朝着旁边走去，一瞬间就听到袁家三娘和她侍女交谈的声音。真的，那俊俏的小郎君真在隔壁。萧晨一愣，听到袁家娘子激动的声音响起，他微微一笑，轻轻把房门推开。吱呀，随着房门转动的声音传入袁青书的耳朵里面，他一转头，
萧晨刚刚好出现在他的目光之中。不好意思，走错房间了。小生以为这里是梨花阁。萧晨身穿紫金长袍，面如冠玉，嘴角含笑地站在袁青书面前。一瞬间，袁青书脸颊蓦地一红，只见他站起身来，轻移莲步，朝着萧晨这边走来。郎君怕不是看错了，这里不正是梨花阁吗？不若郎君进来，这里必定有比隔壁更加美妙的风景。萧晨淡笑道：哦。贵妇人边走边说，四目相对之际，又是一阵青绿色的情欲之气钻入她的身体。小翠，你且出去，我与小郎君说一阵话。夫人，这袁青书身后名叫小翠的贴身丫鬟焦急问道。出去。略微冷酷的语气。小翠哦了一声，紧接着走了出去，还带上了房门。现在整个桃花阁的包厢里面，就剩下萧晨和袁家三娘两人。袁青书腰肢挺直，仪态大方，拉着萧晨朝着前面的座位而去。小郎君，你今年多大？可曾见过夫人裙下的风采？说着话，他如玉般的双手环抱萧晨，眼神迷惘，艳红的小嘴朝着萧晨的脸上硬去，还真是天生尤物。萧晨坐在袁青书对面，自顾自地倒了一杯水，眼看着贵妇人身材紧绷，大红长裙撩起，白皙的肌肤大片大片地裸露出来，他自己陷入了和萧晨做事情的幻想之中，还真可以。萧晨愣了愣，他这是第一次把七绝谷王谷阶段的诱惑技能催动到极致。与其说袁三娘是被萧晨诱惑，倒不如说他多年的内心尘封，自己陷入自己的幻想之中。我问你回答。萧晨皱眉，这样强烈的情欲愿望，这袁三娘一看就不是一个经常做那件事的人，这和之前黄承思提供的信息不符合。你和三皇子景王是什么关系？萧晨沉声问道。没有关系。袁三娘一语，便朝着萧晨扑来。不对，难道黄承思的人骗了我？萧晨伸手接住袁三娘，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与唐元清呢？你们两人关系如何？萧晨再问。多年未有同房。小郎君爱我。一连串虎狼之音从袁青书嘴里叫出了声音。在隔壁，陆夫人听到后，一瞬间脸颊都红了起来。只听她低声骂道：贱妇！叫的声音还这么淫荡。与此同时，桃花阁内，袁三娘一声声叫声传入萧晨耳朵之中，一道道粉红气团钻入萧晨体内。下一秒，七绝谷兴奋了，嘶！一声鸣叫钻入贵妇人体内，只见贵妇人一阵阵颤动。萧晨瞬间愣了，是幻骨？他终于明白了。一瞬间，萧晨看着眼前躺在自己怀中的叔父，睁开了双眸。萧晨累了，这是来到这个世界，他第一次这么累。穿越到这个世界1个多月以来，他都是在为怎么活下去而努力。今日还是他第一次释放出全部精力。毕竟，自从突破了通脉境之后，他就感觉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样，而且还时不时的内心躁动。今日统统都发泄了出来。嘶！萧晨看着眼前的袁三娘子，艳若桃花的目光，他就一阵心虚。虽然没什么负罪感，但是毕竟眼前之人是他在这个世界第一个女人。阁下不是周康，你究竟是谁？袁三娘子享受完最后的余韵，起身整理好自身的着装，眼波一闪，瞪着萧晨说道。萧晨起身，笑着坐在袁青书对面，说道：重新认识一下，本王九皇子萧晨。袁三娘子起身，并没有发出惊讶表情，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萧晨打量起来，转瞬间才点点头，感叹道：确实好看，能和九皇子风流一次，我也不亏。罢了，既然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那么是为袁通来的。颜控，这袁三娘子还真是个颜控。萧晨暗暗吐槽，刚刚他就感觉不对，若这袁家娘子真与景王有染，怎么可能与唐元清多年未曾同房呢？再加上他对萧晨的态度，转瞬间萧晨就想到一个可能，那就是幻骨。有人在利用袁家娘子的身份，利用这个包厢和景王进行交易。至于连带着景王的曹贼身份，萧晨此刻都有些怀疑，是不是他故意放出来的。萧晨不知道景王知不知道那人的真实身份，但眼前这女人没有任何问题。有一个问题，他颜控就这一点，他也看不上景王。茶香袅袅，窗外唱戏的声音响起。过了这么久，曹家戏班这场大戏才缓缓拉开帷幕。听着戏声，萧晨叹息一声说道：夫人既然已知本王来意，何不据实相告？比如袁通是谁？唐元清又是如何和他们走在一起的？他们……袁三娘子内心一惊，表情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强自镇定。我不知道九皇子你在说什么？什么他们？果然有问题。萧晨内心一喜，他只是炸了一下袁三娘子。
袁通按道理是他亲弟，他一丝也不维护，上来就把他卖出来。而萧晨说出唐元清这3个字的时候，他却表情不自然，但却维护他，显然有问题。夫人，你也不想和唐元清那种人过一辈子吧？唐元清他独断专横，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夫人的良配。若他真与妖神教有关，难道夫人和他一起殉葬？袁家满门抄斩。萧晨的一句话让袁三娘子愣了愣，只见她银牙一咬，腰肢俏脸看向萧晨，轻声道：殿下若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把我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都告知殿下。成了。萧晨内心一喜，暗暗高兴。果不其然，这袁三娘子与唐元清早有矛盾，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导致这袁三娘子一直忍让，就是知道他可能与妖神教有联系，他也不敢说。萧晨扬眉看向贵夫人说道：夫人想要什么？只见袁三娘站起身来，撇嘴轻笑道：再来一次。说着话就用小手解开衣襟最上方的扣子，抓起萧晨小手死颜控。萧晨抬眼看向袁三娘子，却看到她的眼神之中带着些许疯狂，仿佛压抑了好久一样，带着报复的快感。1个时辰之后，萧晨离开桃花阁，回到旁边的梨花阁中，海量的情欲之气钻入他的体内，让七绝骨再次兴奋起来。砰砰砰砰，早已经停止跳动的黄金心脏再次疯狂跳动起来，一道道清凉之气化作滚滚真气，朝着萧晨的丹田涌动着。通脉境，通的是7经12脉。萧晨闭起双眸，再次观想蛟龙灌降法。果不其然，这次他再次毫无障碍地变成了千丈蛟龙。再次进来之后，萧晨一愣，这个世界开始有了天地自然变化，有了风，有了黑夜。他站在飓风前面怒吼，一缕缕微风从他身上刮过，萧晨感受到了。他抬头望天，一道道星辰忽明忽暗的闪烁。是时间。吼吼！萧晨龙瞳微微闪动，他振翅高飞。突然发现微微振翅的情况下，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1倍不止，而且他可以改变风的流向。萧晨惊喜了，他迅速加快速度，四下飞动起来。轰隆！萧晨慢慢通脉，不一会儿，一条经脉贯通，他突破到了通脉2重。这样快的突破，萧晨已经习惯了。他随便飞着，脑海之中满是刚刚袁家三娘说的话。这袁通就是赵先生，难怪皇城司镇压妖神教余孽之后，在大周地都大肆搜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到关于赵先生的任何消息，是因为幻骨。袁通，哦不，赵先生身上有一只最少王骨级别的幻骨存在，他才可以利用袁青书这个喜好，时常在曹家戏班与景王见面，向他汇报妖邪走私的进度，并且可以在太子动手污蔑萧晨的时候，顺手加了一把火。也就是说，赵先生身后还有人。不仅如此，宁缺当然对他挑衅之举动恐怕也有试探含义。若他们都是景王麾下，那么相比太子，景王隐藏得更深更阴险。萧晨喃喃自语，他记得控蛊秘术上面写了，每个人一生只能契约一只蛊虫。若赵先生身上有换蛊能力，那么一定不是他的，而是他身后人的。毕竟上次对敌，赵先生所用蛊虫乃是血灵尸蛊，萧晨是见到的，而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按照袁三娘子所说，多年以前，唐元清就已经被妖神教策反，从事妖血走私，且他与袁通、赵先生早已经合谋多年，大周地兜权贵层，此刻不知道多少人和他们有利益关系。那么也就是说，目前这个人和妖神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只要皇子内斗，就是他所愿意看到的。萧晨回到梨花阁中，暗暗整理着从袁三娘子那里得来的巨大收获。从袁通到唐元清，再到宁南侯宁玉，这一串的妖邪走私的路线，萧晨全都搞清楚了。只要他愿意，此刻动手捉拿唐元清，整个帝都这么多权贵，一个都跑不掉。而且这件事一下涉及太子和景王，正好让萧晨报复他们一下。萧晨得意一笑，他缓缓睁开眼睛，皱眉暗道：好快，就这样就结束了。他也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约莫5团篮球大小的情欲气团，竟然都被七绝骨吸收完毕。而吸收掉海量的情欲之气后，七绝骨瞬间安静下来。萧晨没办法，退出观想法后，才朝着梨花阁内走去。回来了。陆夫人瞥了他一眼，表情有些闷闷不乐。说着话，只见他起身就把萧晨外面紫金色的罩袍给脱了下来，丢在地上。快脱下来，脏死了。一瞬间，萧晨就面露尴尬神情。梨花阁和桃花阁距离这么近，
陆夫人一定听到了。萧晨尴尬，只能顾左右而言他。等一场戏散场后，他才找了个理由溜了出来。离开曹家戏楼后，拜见殿下，拜见殿下。萧晨看着燕平出现在他面前，点点头，上了他们事前准备好的马车，随后招呼在外面守着的几个羽林卫朝着皇子府赶去。他要合计合计，找些帮手一起来打击太子和景王。毕竟太子和景王的势力都不小，想要弄他们两个，无论是谁，朝堂之上没有帮手相助，萧晨都不可能成功。在马车拐入一条巷子瞬间，萧晨感觉到了不对劲。西京街，燕平勒马停在原地，在他面前出现一个身穿黑袍人，出现在萧晨面前。殿下，有刺客，小心！燕平二话不说，噌的一声抽刀，身上闪烁着数米长的白色刀光，朝着眼前之人斩去。只见黑袍人一甩衣袖，一道紫红气劲席卷而出，轰隆一声，刀光溃散，连带着燕平北仙飞出去。怎么可能？宗师境巅峰高手！萧晨愣了愣，冷喝道：“九皇子，你的死期到了。”黑袍人嗡声嗡气，说话的声音带着生涩：“你不是我大周人，你不是我大周人。”看到黑袍人的瞬间，萧晨周身龙吟咆哮，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威胁一样。与此同时，这黑袍人言语干涩地说着大周官话，那样子一看就是刚刚学会的。你是妖神教的余孽？萧晨肌肉紧绷，双眸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袍人。只见黑袍人微微晃动，一道略带嘲讽的声音传了出来：“妖神教余孽，说本祭司是余孽，你们大周皇族之人也配？若不是1000年前萧灵眼窃取神武气运，压制3界通道，此天下早已经是我妖族所有了。”1000年前，祭司妖族萧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黑袍人说话的重点。他对太祖并不尊重，萧灵眼就是大周太祖的真名，而他直呼太祖真名，可以肯定他不是大周王朝之人。而且他自称祭司，还自称妖族，萧晨大概猜到了他的身份，妖神教12祭司之一，真正的妖族，就是不知道他是12祭司那个。想到这里，他呵的一声冷笑，抬头皱眉问道：“妖神教祭司，还敢说自己不是妖神教之人？”黑袍人也不否认，而是叹息一声说道：“若非阁下数次破坏我妖神教之事，本座也不愿出手取你小命。这月余本座看下来，原本留着你更好，给周庭多制造一系列矛盾，让周王庭早日崩碎。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接下这要挟走私一案。谁能想到，一个平日里远近闻名的废物皇子，竟会是周王庭皇子之中最有心机、最善于隐忍的那一个。”萧晨嗤笑一声说道：“这算是你对本王的夸奖。”他觉得有些荒唐，九龙夺嫡，自己那几个兄弟们都没发现他的异样，只觉得他行事荒唐莽撞。今日没想到，倒是被妖神教之人夸奖了。黑袍人淡淡道：“当然算，本祭司也是爱才之人。倘若你愿意归顺我妖神教，本座可做主留你一条生路，如何？”妖神教反贼侧，反皇子，你的脑子呢？萧晨冷笑：“那本王还要感谢你不杀之恩呢。如何入会？需要什么仪式？本王这就办。”萧晨笑笑，出了马车，站在地上，眼神带着一分真诚。额燕平躺在地上，看着眼前的萧晨，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他也没想到，自己家主子大周九皇子就这么水灵灵地答应了。沉默，黑袍人陷入了良久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后，他才干涩地说了一句：“拖延时间，你在等救兵。”哟，被发现了，还不算太蠢吗？萧晨算了算时间，从燕平和这神秘祭司对了一掌后，怎么也有几分钟过去了。恐怕附近巡城的龙武卫和羽林卫早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了。算算时间，他们也快赶来了。拖延时间。听到黑袍人的话，燕平愣了愣，露出骇然神色。他终于明白萧晨答应黑袍人条件的原因了。刚刚那一掌散发出的真气，足以引起附近巡城卫的注意。只要巡城卫赶到这里，他们就安全了。京兆府巡街，何人在此动手？果不其然，在燕平思考瞬间，一道娇斥声音从远处传来：“来了！”萧晨眼眸一喜，朝着远处看去，只见一匹火红小马从远处疾驰而来，远远的萧晨就能看到来人模样。是他。萧晨一愣，这才看出来人身穿红衣劲装，脚踩小马靴，逆天大长腿夹在马背上，玲珑的身子随着马匹抖动也跟着抖动着。唐瑶。萧晨没想到最先来到这里的人是他。本王在此，快发信号求援，有妖神教反贼。萧晨顾不得什么了，连忙朝着唐瑶吼道。远处黑袍人微微抖动，淡淡道：“九皇子，你的心机确实令我震惊，但本座说了，今日你必死。”萧晨听到黑袍人的话，马上转身
只见他双手微微颤抖，一枚五彩闪耀的鳞片出现在众人面前。萧晨看到这个东西，不禁心头一沉，他感觉体内一阵蠢蠢欲动，一道道的黄道龙气附着在萧晨身体表面，朝着这道鳞片怒吼：“是龙鳞！”一瞬间，萧晨露出骇然神色。每日变成千丈蛟龙，这种鳞片他浑身上下多的是可，却没有这东西这种威能。此地20丈，禁止任何人入内。紧接着，黑袍人哼了一声，说道：“萧晨皱眉，他突然感觉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让他和这个世界隔绝起来了一样。怎么可能？是超越天人境的力量。”殿下小，燕平躺在地上，他突然感觉到一道巨大的排斥之力要把他送走。他惊呼出声，想要提醒萧晨，可下一秒，人已经消失不见。萧晨露出骇然表情，不仅燕平消失了，他猛地转头看过去，只见拍马赶来的唐瑶也同样消失在萧晨眼前。灵元器物，那龙鳞是灵元器物，他怎么可能在帝都使用圣者境的力量？萧晨内心震动，眼神更是闪过一丝震惊。他原本没有把这什么祭司放在眼中，即使是他有宗师境巅峰的实力，可他突然掏出的这片龙鳞就让萧晨震惊了。灵元器物，圣者境武者才能使用的武器。神武大陆被太祖封印以来，圣者境不出，多少带灵的器物都同时尘封了。而这祭司竟然在帝都封印最强的地方掏出一枚完整的灵元器物，还是为了杀他。九皇子，你真的很有能力，为了成功杀你，竟然逼得妖神赐予我的阵物都用出来了。现在此地只有我2人，你也该死了。说着话，黑袍人缓步走向他，明明很慢，却如同瞬移一样，一下出现在萧晨面前。恭送九皇子升天。他单手扣在萧晨眉心，砰的一下把龙鳞印在萧晨头顶。萧晨体内的黄道龙气反抗，龙吟声音响彻他的脑海。砰的一声，龙鳞也感受到了威胁，爆发出无尽璀璨光亮。与之相比，萧晨蕴养的黄道龙气如同萤火一般灰暗，瞬间破碎消散。死吧！吼吼吼！萧晨只感觉海量的气劲冲入他的身体之中，他脑海里面的蛟龙观想图在一瞬之间动了。记得，天地万物有灵，人族自然有灵，人之灵以模仿天地万物为生。模仿！吼吼！萧晨仿佛重回观想图中，又变成了那条千丈蛟龙。他的蛟龙爪子有数丈长，1000丈高的山峰被他一爪命中，轰然破碎。整个大地如同地震一般，如蜘蛛网一样的裂缝朝着四面八方皲裂了开来。热，炙热！萧晨所变化的1000丈蛟龙第一次在观想图中感受到了温度。此刻，我就是龙，以龙气激发，黄极金世拳。外面，原本看着萧晨被镇压的陈龙祭司露出喜色来，他不相信以灵气镇压，萧晨还不死。可转瞬间，萧晨体内传出来的炙热气息让他露出骇然表情。这是什么？妖神大人！此刻，萧晨身上的一缕气息如巍峨高山，更像是他面对妖神时候的那种感觉，不甚至比妖神还要强大。怎么可能？陈龙祭司体表黑袍轰然炸裂，露出苍老的面庞。此刻，他满脑子都是怎么可能。一道倒置热龙气在萧晨体内凝聚，双眸紧闭的萧晨五指握拳，一拳轰出，震天的龙吼声音响彻整个大周帝都，就连皇城之中，明景帝都睁开苍老双眸，露出骇然神情来。他感受到太祖的封印又松动了，这就是灵元气吗？他能在帝都使用，是因为自带龙气。此刻，帝都长街之上，一身黑衣的洛威背着银枪站在原地，在他对面站着的正是逆天大长腿高马尾唐瑶。当唐瑶看着萧晨眼睁睁地消失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直接发出讯号，引黄承思和禁军前来。可当洛威带着黄承思和龙武卫禁军到来之后，傻眼了，眼前根本就没有萧晨的任何痕迹。若不是唐瑶和手下金兆府的捕快作证，他都怀疑有没有这件事情。你确定九皇子消失在这里？洛威双手抱胸，声音从黑袍之下传了出来。唐瑶点点头，仔细回忆刚刚发生的情况。洛指挥使，我敢保证，就是这里。当时九殿下就站在这辆马车前面，在马车右边还躺下一人，因为着急我没有看清楚。而那个黑袍人就站在九皇子对面。唐瑶绘声绘色地讲着刚刚他看到的事情，他的双眸闪烁着些许迷惘。他可是眼看着萧晨消失在他面前的。洛威愣了愣，朝着唐瑶说的地方走过去，看着眼前的青石板上裂开一个长约1丈多长的裂缝，密密麻麻地四散开来。师姐说的话真的应验了，九皇子要死了。洛威惊呼，
他看出来眼前的破坏力分明不是一个先天劲武者能造成的，能造成这样伤害的分明是宗师级别高手。骆指挥使，你说什么呢？唐瑶听着洛威的话，皱了皱好看的秀眉，不乐意地说道：身为皇城司指挥使，你如何能咒皇子去死？俄洛威站起身来，转头看向唐瑶道：你喜欢九皇子？什么？唐瑶愣住了，嫣红小嘴微微张开，面露惊讶。不喜欢九皇子？你这么操心干嘛？我只是说他要死了，又没说他已经死了。洛威理直气壮地说道。好有道理哦！唐瑶傻眼了，一时之间他竟然觉得洛威说的话有道理。我喜欢九皇子，不喜欢，但是本能的他想要辩解，那是因为婉儿，九殿下喜欢婉儿他。南宫婉。洛威愣了愣，起身飞上了房顶。只见他微微吹着哨音，一瞬间打断了唐瑶的解释。唐瑶跺了跺穿着鹿皮靴的小脚，气鼓鼓地看着屋顶上的洛威，对他的漠视有些生气。立！突然他听到一声嘹亮的叫声，一头巨大的青鹰朝着他飞来。告诉师姐，九皇子真的快死了，让他速救。青鹰微微点头，瞬间振翅高飞，如同离弦的箭一样，朝着皇城四方向飞去。灵兽，通人性的灵兽。唐瑶张大殷红小嘴，露出震惊的神情。九皇子喜欢南宫婉，我知道，不过他有娘子了，是我师姐谢清无。洛威站在房顶之上，大声说道。他的声音很大，隔着数百米远，龙武卫士族、皇城司卫，还有他唐瑶都听得清清楚楚。一瞬间，所有人都震惊了。唐瑶刚想反驳，只见一人足尖轻点，飞速接近着。他的人未到，声音已经到了。速救殿下！是圣者法则形成的场域，殿下被凌元之气所携带的圣者法则困在了特殊空间之中。燕平的声音刚刚落下，众人更加震惊。你说什么？凌元之气，这不是圣者才能使用的武器吗？这样看，九皇子不是危险了。唐瑶听到燕平的话，他的眼神闪过一丝惊恐。作为唐家嫡女，她太知道凌元之气的恐怖了。此地平地之上，一个绝色道姑的身影在没有任何人注意下缓缓出现。她身穿玄色道袍，带莲花冠，宽松的玄色道袍也掩盖不住胸前骄傲挺拔的资本。只见她双眸微正，看向长街的某个地方，妙目灼灼。随后她的眼神闪过一丝惊讶，竟然没事。此人正是谢清无，他在得到洛威派青鹰传讯九皇子有难后，瞬间来到此地。只是瞬间，他的双眸穿过凌元之气所设置结界，看到里面的情况。萧晨不仅没有任何异样，在他身前还躺着一个妖，2丈余长的身体，双臂双腿胸膛之上全都长满细细密密的荧光鳞甲，铁青色的鳞甲闪烁着冰冷的荧光。除了人类的头颅，基本上已经看不出人类的特征了。是龙族眷属谢清无看着尸体上残留的龙属特征，他好听的声音微微响起：九皇子殿下无事，你们放心吧。谢清无的声音如玉石一样清脆响亮，一道道音波从他周围扩散开来，传入现场众人的耳中，如同夏天的冰水一样泼在焦急的众人心头。片刻时间，众人的表情都慢慢平淡了下来。这是唐瑶和燕平同时转身看向谢清无：师姐，你来了。而洛威则是足尖轻点，如树叶飘荡般轻轻地落在谢清无的身边。九皇子不过被凌元结界所限，不出片刻他就能自我解开，出现在我们面前。谢清无表面淡定，内心也感到微微震惊。第一次他遇到萧晨，就觉得他不一样，在看萧晨的一瞬间，他的俗心可是动了一下的。而今天萧晨所做的举动更是让他震惊。半妖，最低也有宗师境修为，再加上一枚凌元之气，能激发圣者规则的凌元之气，这样的人都被他反杀了。一时间，谢清无对萧晨也生出一丝好奇来。翁敕令解开此地封印。突然，周围空间的涟漪阵阵波动，众人听到一声轻喝声音。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萧晨的身影慢慢的出现在众人面前。他面带笑容，手中扣着一枚龙鳞，说道：哟，都在呢。萧晨环顾四周，不仅看到面带焦急的唐瑶，看到了洛威，竟然还看到了谢清无。他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惊艳神色。今日的谢清无身穿一身玄色道袍，杏眼桃腮，乌黑的秀发随意披散着，眉心点有一点朱砂，比之一身素白长裙更加妖冶。九皇子，你活过来了，我还说让师姐救你呢。萧晨出现，洛威最先反应过来，只不过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让萧晨黑脸。什么叫活过来了？好像跟他死过一次一样。殿下，九殿下，您没事情吧？唐瑶也好，燕平也好，急吼吼地来到萧晨面前查看他的情况，就连谢清无也轻移莲步走到萧晨身边。
萧晨只闻到一股神秘幽香，九殿下，劳烦殿下与凭我解惑，殿下是如何击杀妖神教祭司的？他刚抬头望去，只见谢清无桃花双眸带着一汪秋水望了过来，似嗔似痴，似乎拥有无限情绪。再一次，萧晨在他身上看到无边红霞，随后红霞破碎，七绝骨悲鸣，萧晨清醒。好险，这女的真神秘！萧晨惊讶的冷汗直流。眼前的谢清无，他每次抬眼去看她，给他带来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感觉神秘极了。殿下，你不能告诉他。萧晨刚想说话，唐瑶掐着腰，一伸手拦在了萧晨和谢清无中间，看着谢清无，好似如临大敌一样。你要是说多，婉儿不理你怎么办？殿下，你只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去婉儿那告状。谢清无不理，那秋水一样的眸子只盯着萧晨。见谢清无瞪着萧晨，唐瑶再次护犊子一样把萧晨拉回身后。萧晨愣然，这不是修罗场吗？只见他轻咳一声，看向手中的龙鳞，眼眸激动地说道：这收获可大了，一枚灵元之气，还是他能用的这种。什么收获？唐瑶听到萧晨说话，转头过来好奇看着他说道：敕令，方圆5丈，不许有人。随着萧晨的话音落下，一瞬间，冥冥之中，他们感觉一道规则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看到萧晨再次消失在他们面前。再见了，萧晨的声音传来，他们这才如梦方醒。萧晨溜了。与此同时，宁南侯府上，一身灰衣的赵先生缓缓出现在两人面前。宁月，好久不见啊！宁月，好久不见啊！黑夜之中，赵先生一身灰衣长袍切开浓重的黑暗，闯入宁南侯府邸之中。此刻的宁玉和宁缺坐在一起，满脸都是焦急神色。你怎么来了？宁玉听到声音，转头朝着门口处看去，他看到一身灰色长袍的瞬间，他的瞳孔微缩，蹭的一下站起身来。此时陛下正让九皇子萧晨彻查妖血案，连兵部尚书周玄彬的一家都陷进去了。你这个时候添乱什么？宁玉看到赵先生的到来，满脸骇然。刚刚他和宁缺正在为妖血案的出现而焦躁不已的时候，谁能想到这个时候赵先生竟然突然出现在了这里。作为妖血案的核心人物，赵先生一直都是最神秘的，宁玉从来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么多的妖血。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赵先生手里的妖血仿佛无穷无尽一样，所以即使不知道他的身份，宁南侯宁玉对他也算尊敬。可今日不同，此事实在是太紧急了。无妨，今日过后不会再有九皇子其人。赵先生笑笑，十分大度地放过了宁玉的不礼貌行为。只见他摆了摆手，表情慵懒随意，自顾自地走到中堂，找到主位坐下。什么？宁玉也好，宁缺也好，纷纷露出骇然表情。他们转头看向赵先生，刚刚他的话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他们一样。赵兄，不会有九皇子其人是何意思？还请你把话说清楚。宁玉面色抖动，也不知他是激动还是害怕，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只见他转身走到赵先生面前，眼眸死死地盯着他，想要从他眼神之中得到答案。赵先生没有说话，而是自顾自地翻起一个盖碗，倒了杯茶，一饮而尽。雾隐龙须茶，取自灵州太湖雾霭之中，茶香清甜，价值千金。不错不错。赵先生眼眸一亮，不断回味茶中香气，连连称赞起来。你可害害！宁玉见他如此拿捏，原本重伤还未复原的身体突然气血翻涌，他感觉喉咙一甜，咳嗽了起来。赵先生放下茶杯，瞥了宁玉一眼，见宁玉如此着急，他也不再拿捏，只是身子朝后一靠，微笑说道：宁侯爷，合作这么多年了，怕是侯爷还不知道在下的身份吧？赵某今日前来是为了通报宁侯爷2个好消息。第一，在下出自妖神教，今日我妖神教有祭司入帝都刺杀九皇子，不出意外的话，今日就是他的死期。什么？宁缺脸颊之上露出兴奋神色，他仿佛不敢置信自己听到了什么，而宁玉则是露出些许惊恐。妖神教？你是妖神教的余孽？作为大周宁南侯，他太知道妖族之祸了，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跟妖族合作。妖又如何？人又如何？若不是妖，哪有你今日价比千金的雾隐龙须茶？若不是妖，哪有你日进斗金的妖血提供？若不是妖，哪有人帮你处理横在你身前的仇人九皇子？实话告诉你，这大争之势将至，大周很快就不复存在了，而妖神会重临这世间。赵先生说着话，他的身子微微前倾，双眸如鹰隼一样压制宁玉。他的话简直震碎了宁玉的三观。大争之势？他瞪大眼睛，想到了前朝。前朝好似就如同今日之大周。就在宁南侯宁玉震惊的时候，旁边的宁缺早已瞳孔放大，他的眼神之中充满野心。
赵先生，还请教我，若妖神教真能击杀我父子二人大敌，让宁缺做什么？宁缺都愿意。赵先生转头看向宁缺，只见他的眼神激动，双膝跪地，朝着他行礼。好圆滑的小子，不过正合我意。赵先生一甩灰袍，他瘦弱干枯的黑色手掌出现在两人面前，在掌心之中缓缓浮现一滴金色的血液，这血液隐隐蕴含着无穷力量。千年蛟龙精血。宁玉瞪大眼睛，震惊道：师生，这种精血就连大周皇祠都没有吧？你怎么有？这一滴精血足够一个人短时间修炼到宗师劲武者了。赵先生不理睬宁玉的震惊，转头看向宁缺，笑笑说道：这是给你的，你既然愿意加入我妖神教，此物就算是你的入教奖励吧。宁缺接过精血，眼眸露出惊喜神色，连连行礼感谢道：多谢赵先生，多谢妖神大人。赵先生满意点头。宁缺，你既然入了妖神教，又接了这千年蛟龙精血，祭司大人有任务吩咐，你且进前来。宁缺犹豫一下，身体前倾，靠近赵先生。我要你突破宗师境，夺得春烈第一，打破妖窟封印，放出妖窟之中万千妖魔。祭司大人要他们闹京都。宁缺毫不犹豫，张开嘴巴猛吸一口，这千年蛟龙精血如同流光一样进入他的嘴中。轰隆，他周身的气息开始陡然膨胀起来。宁元境后期，宁元境巅峰，先天境必定，为妖神大人效忠。赵先生看到宁缺面貌狰狞，还不忘效忠行礼。他消瘦的脸颊慢慢点头，随后他裹着灰色长袍再次没入夜色之中，声音远远地留在原地：宁缺，我等你好消息。良久之后，宁缺炼化部分千年蛟龙精血，他的脖颈处已经变成淡淡的金色。只见他微微睁开双眸，感受体内磅礴的力量后，闪过一丝野心。妖神教吗？不过是我进阶的手段罢了。等我进阶圣者境，大周王朝谁还是我的对手？萧晨，虽然你死了，你的一切我都会帮你好好照顾的。而这边，赵先生刚刚出了宁南侯府，萧晨会死，同样让他非常激动。想起萧晨弄死他的师母骨，他的内心就有仇恨在燃烧。他这一辈子就酝养了这么一条王骨，就这么被萧晨弄死，这算是阻碍他未来进阶的任何可能，他怎么能不恨呢？什么人？哗哗哗！黑夜之中，一队龙武卫巡城经过，一瞬间发现了藏在街巷角落的赵先生。该死！赵先生暗骂一声，刚想逃跑，突然天空之中一道粉红色光芒蔓延而来，随后无数花瓣飘飘荡荡飘落而来。这是什么？花瓣？这初春怎么会有花瓣飘落？这对龙武卫士卒还没跑到赵先生身前，就已经被这漫天花瓣吸引，紧接着纷纷晕倒在大街之上。圣女！赵先生瞬间惊喜了，只见他抬头向上看去，半空之中悄然出现的是一双白皙玉足，这玉足轻点，一道身穿粉红纱衣的玲珑人影缓缓飘落在长街之上。属下师风拜见圣女。赵先生连忙跪地行礼。哒哒哒，他不敢抬头，只看到雪白的玉足踩在石板之上，朝着他缓缓走来。突然，这人影在他身前站定，随后传来一道声音，震惊的他赶忙抬起头来。师风，你暴露了，九皇子没死，今日你便离开京都，前往洛州去吧。什么？师风猛然抬头，他看着眼前的人儿，露出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来。圣女，您是不是搞错了？属下亲眼所见，陈龙祭司带着灵元之气出手，九皇子他怎么可能没死？黑夜，长街之上，师风所化的赵先生不住地摇着头，在他面前站着一个身穿粉色纱衣、赤足站在青石板上，凝脂如玉的肌肤若隐若现。这绝美的风景，此刻却无人欣赏。圣女，怎么可能？九皇子怎么可能没死呢？他不过小小断骨，怎么可能从圣者规则之中逃脱？师风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九皇子萧晨竟然如此命大，这样都没死。是呀，他还真是个神奇的人呢。黑夜之中，师风看着圣女，虽然身材玲珑，却无论如何看不清面容。听到圣女的感叹，师风内心更加憋屈。师风，虽然我也不知九皇子如何活下来的，但根据帝都最新情报可知，妖神教那个陈龙祭司已死，此刻尸首也在九皇子府中。而且不仅是你，唐元清、宁南侯宁玉、宁缺、云阳公主、驸马王卿全都暴露，接下来整个帝都都会陷入动荡。这帝都你是不能留了。师风听到圣女的话，震惊得目瞪口呆。这才短短几天，九皇子竟然把妖血案查得这么清楚了，不仅把妖血来源查清楚了，竟然把他和萧丈链条也查得清清楚楚，这怎么可能？圣女，
您的情报没错吧？九皇子他怎么可能？师风瞳孔微缩，无论如何他都不相信。若情况真是如此，那他们都小看了这个对手。九皇子，这个世人眼中的纨绔皇子，才是最恐怖的那一个。只见圣女纱衣微微抖动，她冷哼一声说道：“你以为龙武魏为堵到你，只是巧合吗？为何早不巡街，晚不巡街，偏偏等你从宁南侯府出来之时巡街？”九皇子未曾动手，是因为他不想得罪那么多帝都权贵，想把这得罪人的差事甩出去而已。今日他想抓你的话，带队的就会是皇城司4大指挥使，到时候我就想救你也救你不得。快走吧！周皇昏庸，帝都之局已成，九子夺嫡导致的皇朝气运震荡越发严重。大周，快乱了！我们在妖神教谋划多年的洛州之事也该启动了。愣了，师风倒吸一口凉气，他彻底服气了。他沉默良久，一种挫败感油然而生。他也没想到自己在帝都谋划多年，竟然让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区区几日之间就破坏了。是，师风近日里不能辅佐在圣女身边，还请圣女保重。想到这里，师风再次行礼，随后起身转身没入黑暗之中。去吧。看着师风消失的身影，圣女的面容才缓缓出现在长街之上。若是萧晨在此看到眼前的圣女，一定会感觉惊艳无比。她的双眸如宝石一般闪耀动人，她的嘴唇饱满红润，像是最熟透的水蜜桃，想让人一亲芳泽。美，一种拥有特殊气质的美到极致的美。九皇子萧晨，呵呵，真有意思呢。咱们马上要见面了，到时候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圣女说着话，看向九皇子府方向，她的周身如有水波般的光影晃动，她的身影变换，变成一套紫色纱衣，青丝高挽，随着她慢慢走动，纱衣之下的曼妙身姿若隐若现。虽然容貌也普通了许多，但唯一没有改变的仍然是那种特殊的气质，对曹贼有着致命诱惑的那种气质。第二日，九皇子府，萧晨躺在躺椅上，柳正帮他吹着腿，在他面前站着2个人，都面露惭愧神色。失败了，让他跑了。萧晨听到龙武卫失败的消息，猛然坐起身来，看向2人，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来。你们一个羽林卫统领，一个带着500伏屠军的叶府世子，竟然连一个反贼都拿不下。萧晨愣了，他让2人蹲在宁南侯府门外，想办法让龙武卫巡街的时候发现赵先生的痕迹，然后顺势抓住赵先生后，妖血案就移交到旁人手中了。没想到2个人带着接近1000士卒，竟然还是让他跑了。殿下恕罪，臣等也不想的，只是当时飘下来一片花瓣，之后臣就不记得了。臣问了手下羽林卫，同样是这样的。具体这赵先生怎么跑的，我们还真不知道。燕平面露惭愧神色，嘴中诉说着其中的神奇，旁边叶安都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也不知道怎么的，也陷入了沉睡之中。果然，这赵先生身后还有人。萧晨脸上带着冷笑，内心暗暗感到震撼，能悄无声息地把1000士卒迷晕，这手段王古是做不到的，最低也要是古灵阶段的古尸了。让你们查的这人的身份查清楚了吗？想到这里，萧晨叹息一声，转移话题道：这妖血案涉及权贵太多，他实在不想接，这次没能坑成功龙武卫，他还得另想办法了。回殿下，今日早晨皇城司送来消息，此人的身份已经有了。殿下请看。在萧晨身后，柳儿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轻声细语地接话道。说着话，他还递给萧晨一封信件。我不看，你读给本王听。萧晨跑了嫌疑犯，心情不佳，赌气说道。是。柳儿笑盈盈地说道。说着话，他蹲在萧晨身边，小手边给萧晨按摩边说道。此人来自洛州，名叫于武英，是洛州宗门灵虚宗的宗主。陛下那边震怒，要求司徒司主彻查。皇城司连夜调查，才知道人来自洛州，是妖神教12祭司之一陈龙祭司。萧晨挥挥手打断柳儿道：洛州？又是洛州？本王记得上次死的哪个中年宗师叫什么？龙的也是洛州的。叶安都连忙接话道：习武龙。没错，就是他。萧晨皱眉说道。回殿下。是。叶安都回话道。怪不得，这次老鹰比司徒无命又是这么着急，大早上就把这人的讯息给他送来了。这下看来，妖神教在大周的聚集地就在这洛州之地。萧晨皱眉，他露出恍然神色，眼下好像所有人都在积蓄力量，仿佛马上有大事情发生一样。那这块龙鳞镜呢？萧晨问道。他一反手，手心漂浮出一块白色龙鳞。目前皇城司还没有对这个回答。柳儿用白嫩的小手揉着萧晨的大腿，娇声回答道：得想办法找个人
把这件事推出去，好好修炼才行。可是推出去，选的这个人又得刚正不阿，能把妖血案一查到底，这样才能把母妃救出来。萧晨揉着下巴想到，他昨日为何直接离开原地，而不是跟唐瑶等人说清楚打败陈龙的过程？主要这过程太过匪夷所思，总不能说自己激活了千丈蛟龙身，导致这通境叛变，击杀的陈龙祭司吧？那可是宗师境巅峰的高手。有了，魏淑平，这老大人正合适。萧晨眼眸一亮，想起上次在朝堂之上被这老头对的模样，连他便宜老爹明景帝都惧怕3分的老头，让他来查这妖血案，最合适不过了，得办法把他逼出来。萧晨起身，懒洋洋地说道：“来人啊，跟本王去提审赵柔。既然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萧晨纨绔，他就要纨绔到底。提审赵柔，要逼老头上揍参他才行。启禀殿下，门口唐瑶、唐捕头求见。启禀殿下，门口唐瑶、唐捕头求见。”萧晨刚想起身，在他身前，迎面傅成挎着长刀走了过来，单膝跪在他的面前。因为刺杀的原因，羽林卫趁着昨夜全都调到他府上，正式成为他的亲军了。而且叶家也得知萧晨被刺杀，让叶安都近期贴身保护萧晨。唐瑶来了。萧晨一愣，皱眉问道：“他来做什么？”嘴上虽然嘟囔着，但是萧晨仍然朝着门外走去。此刻九皇子府门口，唐瑶一身红色劲装，2条逆天的大长腿交叠在一起，手勒住枣红小马的缰绳，眼神不住地朝着府门之中飘去。灵元之气，大周王朝竟然还有人能锻造出灵元之气来，我一定要见到。唐瑶红唇轻咬，下定决心。只见他把缰绳交给府门口卫兵，踩着鹿皮小靴就要朝着皇子府闯去。哎，唐捕头，您不能进去。他刚上2步台阶，10几个羽林卫连忙冲出来阻拦。唐瑶气得柳眉微皱，勃怒道：“让开，我要见九皇子。”为首的羽林卫校尉连忙劝道：“不行，唐捕头真的不行，吵闹什么？”萧晨听着声音，从皇子府正门一步跨出，映入眼帘的正是一身红衣的唐瑶被数个羽林卫围在中心对峙着。拜见殿下。见萧晨出现瞬间，几个羽林卫好似看到了救星一样，连忙朝着萧晨行礼说道。萧晨点点头，目光看向唐瑶。陈唐瑶见过九皇子殿下。唐瑶看到萧晨的目光扫了过来，因为有事情求萧晨，没办法，也只能低下高傲的天鹅颈。没想到阿唐瑶，你也有低头的时候。萧晨看到唐瑶躬身行礼，内心微微一愣，想起他第一次见自己那娇蛮的样子，高高的下巴扬起，在皇子府门前肆意撒野，萧晨就想笑。平身。萧晨轻咳一声，单手虚扶，让唐瑶起身。不知道唐捕头找本王有何事？唐瑶和南宫婉是好闺蜜，拿下南宫婉还需要唐瑶的帮忙，萧晨还是需要对她礼遇一些的。谢殿下。唐瑶起身，慢慢看向萧晨。此刻的萧晨身穿月白色长袍，姿容俊朗，俊逸的脸颊微微笑着，仿佛翩翩贵公子一样。一瞬间，唐瑶微微一愣，暗道一声好帅的公子。他突然发现自己也好像第一次真正认真地看萧晨一样。不知道唐捕头来本王府上所谓何事？萧晨问道。可是婉儿出事了。唐瑶的来意他确实猜不出来，萧晨还以为和南宫婉有关。萧晨的话让唐瑶思绪一断，连忙回过神来。并非婉儿的事情，是我自己私下。唐瑶吞吞吐吐，一时间他想起自己曾经在九皇子府门口做过的事情，他竟然有些难以开口，求看灵元之气来。萧晨皱眉，狐疑地看着唐瑶。只见唐瑶用手摸了摸柳腰，从净身红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块白色瓷瓶递给萧晨，说道：“这是九转断魂散的解药，唐瑶想请殿下去一次唐家。”唐家？这姑娘在想什么呢？萧晨愣了愣紧，接着听唐瑶说道：“我们想看看殿下手中的灵元之气。唐家已经好久没有锻造出灵元之气了。”唐瑶说的话让萧晨一愣，他这才反应过来，灵元之气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你是说连在工部当值的唐家也锻造不出灵元之气？萧晨反问。他意识到了一个重大问题，若是连大周帝都锻造灵元之气都这么困难，那么妖神教的灵元之气又是从哪里来的？不是的，不是的。唐瑶连忙解释道，工部匠造司是有2种灵元之气的锻造方法的，而且锻造成功的灵元之气也都分配到了前线。是唐家，我们唐家遗失了祖传的灵元之气锻造方法，孔雀灵的锻造方法，我爹祖父他们几代人都在重现，现在想看看你手中这枚灵元之气参考一下。萧晨点点头，他终于明白过来，灵元之气也是锻造的。这样的话，他调查妖神教的话又多了一个角度，可以从灵元之气的锻造方法入手。
可以更快地拔出藏在帝都的妖神教之人。他一反手，龙鳞出现在唐瑶面前，一道道黄色龙气环绕。好，那便麻烦唐姑娘了。不仅唐瑶直勾勾地看着他，就连他身后的叶安都、燕平看着萧晨手中这灵元之气，都暗自羡慕。毕竟是圣者境才能动用的武器，萧晨刚通脉境就已经拥有了。这好像是降造司的工艺啊！怎么可能？降造司锻造出的灵元之气，怎么可能流落在民间？萧晨听到唐瑶的话语，愣了愣，他倒吸一口凉气。降造司，妖神教的手已经伸了这么深了吗？不对，降造司的工艺没错，可降造司没有这种灵元之气的炼制方法，此物品不可能出自降造司。唐瑶的大喘气让萧晨内心暗暗吐槽。他转头看向叶安都，向他证实，毕竟叶安都也是从南境而来。回殿下，唐姑娘所说不虚，我南境确实没有见到过这种灵元之气。叶安都看到萧晨扫来的目光，连忙回答道：看来这工部里面的问题也不小啊。萧晨暗暗想到，唐姑娘，你提供的消息非常重要，不过本王还没办法马上跟你前往唐府，此刻我要去皇城司一趟，提审犯人。萧晨看向唐瑶解释道。不弱。萧晨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唐瑶听到提审犯人，他的眼神都亮了起来。殿下，你要提审犯人，我能跟着去吗？殿下断案如神，陛下把妖血案这么大的案子都交给您了，我能跟着去学习学习吗？唐瑶表情逐渐跃跃欲试。你真的要学？萧晨面露古怪神色，只见唐瑶连连点头，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亮了。要学？既如此，那就来吧。说着话，萧晨叹了口气，朝着马车上走去。赵柔，你的事情发了，跟我们出去一趟。半个时辰之后，牢房内昏睡中的赵柔浑身一震，只见两个凶神恶煞的皇城司卫推开牢门走了进来。你们是谁？快放我出去！这几日他在牢中担惊受怕了好几日，面容憔悴，依旧难掩那眉眼间的风情，尤其是那双白蟒一样的大腿，对喜欢少妇之人来说仍然是致命诱惑。周康，周康救我！见两个司卫上来，就给他戴拇指粗细的锁链，他葫芦一样丰腴的身体不断的挣脱道。隔壁的监牢之中，周玄彬的儿子周康凄厉喊叫：放开我母亲，放开他，有能耐你冲我来！萧晨，萧晨，有能耐你冲我来！外面所有人都观察不到的死角中，站着10几个身穿布衣的羽林卫和唐瑶。你们记得今日牢中之事情，务必一字不落的传播出去，记得要穿九皇子如何残暴，如何刑讯逼供，如何折磨这监牢罪犯，明白吗？萧晨身穿月白色长袍，和这漆黑渗人的监牢有些格格不入。只见他神色冷峻，认真地嘱咐这些羽林卫们。是。羽林卫们齐声低吼。唐瑶也露出奇怪的表情来，从来只见过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要搞臭自己的名声的人呢。眼前的萧晨突然在他的面前变得神秘起来了。很好。萧晨满意点点头，信步走出这监牢之中，朝着隔壁赵柔的监牢走去。他就是要搞臭自己的名声，只有在妖血案上搞臭自己的名声，才能引来魏淑萍看不下去。他只要看不下去，萧晨就能顺势把手中的妖血案丢给督察院，让三司审理。这下萧晨就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情，也不用得罪帝都权贵。毕竟这个事情全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罪魁祸首赵先生已经逃跑，抓几个小杂鱼还要得罪帝都大多权贵，这种付出没有回报的事情，萧晨不乐意干。萧晨，萧晨，你终于来了，放我们出去，快放我们出去！周康看到萧晨出现，整个眼神都亮了起来。不仅是他，林清侯也猛地双手抓在监牢门上，朝着萧晨求饶。夫人，又见面了。萧晨不理，直接走过他们身边，来到赵柔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说道：萧晨，你还来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的。赵柔凄然道：夫人，您也不想您的丈夫把官职丢掉吧？萧晨也是不理，单膝蹲下，在赵柔的耳边轻声说道。不紧接着，赵柔凄厉的哭声带着刑讯逼供的声音在刑讯室中响起。